我怎么出现在这种地方？陈宇皱眉看着四周，眼里带着些疑惑。四面漏风的木板墙，头顶透光的茅草屋顶，摇摇晃晃的木门，家徒四壁，只剩下他身下铺满茅草的木床，就很突兀。难道被绑架了？准备嘎我腰子？似乎在反驳陈宇。一道声音响起：亲爱的玩家，欢迎来到迷雾求生世界，在这里你将拥有无限可能，但前提是你可以活下去。迷雾求生世界每天仅有8个小时的白天，当前时间下午2点，距离夜晚还有2个小时。现在你将面临的首要危险就是饥饿、寒冷、野兽，请尽快强大自己，收集资源，保证自己活下去。玩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询问系统，系统随时在线，也可以选择新手指导教程。叮，玩家开启面板功能，个人、房屋、制作、背包、物资、好友、宠物、区域聊天、世界聊天、交易商城。一块透明的面板出现在陈宇眼前，最顶端显示着主页2个字，下面有着各种选项，非常具有科幻色彩。陈宇瞪着眼睛，不可思议地揉了揉眼睛，不是吧，我穿越了？还是全民穿越？全民迷雾求生？开玩笑吧，我一定是还没有睡醒。陈宇倒头，晚安小宝贝。砰！哎呦，硬实的木板磕得他后脑勺生疼。不是吗？陈宇陷入沉思。迷雾求生吗？无限可能，听起来似乎也不错呢。试着点开个人功能，顿时出现他的个人信息。左上角还有一个返回主页，名称陈宇，区域编号华国096601，个人编号52000，等级1，状态健康，精神12，力量10，敏捷13，体质11，理智100/100，气力100/100，生命100/100，饱腹度32100，装备无，技能无，注：精神、力量、敏捷、体质4项。以健康的普通成年男子为例，标准值为10，基本都超过普通成年男子的标准了。看来自己干了几年销售，东奔西走的还是有点用的。陈宇嘟囔了一句，结果没等到他打开房屋信息，耳边突然传来声音：茅草屋，快看，这个傻子还在发呆，马上夜晚就要来了，再不升级，今晚能冻死他。床，这傻缺，千万不要把我的毛升级茅草屋啊！门，哎，今晚有大风，不知道老夫还能不能撑得住。谁在说话？陈宇不思议地看着房门，又看了看床和茅草屋，不知道为什么他能准确感觉到这3句话是他们说的，可正因为如此，他才感觉不可思议。摸着身下的茅草，陈宇沉默了片刻。拾取茅草，叮！发现茅草，是否拾取？拾取，叮！恭喜获得10单位茅草。陈宇兴奋地看着突然空荡荡的木板床，竟然真的可以拾取。床呀，他竟然真的把我的毛拔了！千万不要把我也收了啊！我不能修房子，真的不能。茅草屋，好激动，好激动啊！快用茅草修复我的头，那样我就不秃了。床老弟，你就先牺牲一下自己吧。陈宇心念一动，拾取木床，叮！发现可拾取木床，是否拾取？床，毛老太婆，你枉为房子啊！我要死了。是，叮！恭喜获得10单位木材。哎呀！陈宇突然一屁股摔倒在地上，痛得龇牙咧嘴。这些东西可以用来修复茅草屋吗？怎么修复呢？试着打开房屋信息。房屋，透风茅草屋顶修复升级，透风木板墙修复升级，老旧的木门修复升级，漏风的木窗修复升级。陈宇看着面板，试着开口：修复透风的茅草屋顶。叮！修复茅草屋顶需要10单位茅草，请问是否消耗10单位茅草修复屋顶？是，叮！恭喜玩家成功修复透风茅草屋顶。茅草屋顶，哦耶！耶！茅草屋，哇，你小声点，吵得我头疼。强，我也要修复。我刚刚看到了，那傻子把床书都拆了，获得好多木材。房屋面板上透风的茅草屋顶变成了1级茅草屋顶。陈宇抬头，原本破旧的屋顶，每一根茅草都变得整整齐齐，变得金灿灿的。这是什么力量？竟然眨眼就修复了。陈宇有些吃惊，但是想到都全民穿越异世界了，顿时觉得也不是那么不合理。将墙壁也修复了吧？刚才系统说还有野兽。陈宇面露担忧的神色，不知道还能不能修复木门木床。修复木墙，面板上再次出现信息。
修复透风的需要4单位木材，请问是否修复？下面还有2个选项，是否？陈宇选着是，四面墙壁上的漏洞顿时被填补，只需要4单位木材就可以修复，那岂不是木门和窗户也可以修复？陈宇惊喜，墙，爸爸我爱你。门，爸爸快来爱我，快来爱我，我能直接升级，变得更加耐。窗户，哼，看着这些东西的争吵，陈宇心里吐槽一句，不过他发现这些东西似乎并不能听懂自己说的话，两者完全不是一个频道的，只是自己却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木门竟然可以直接升级，升级后什么样子？陈宇想了想，直接选择升级。面板上出现需要3单位木材，这让他有些欣喜，剩余1单位木材，他还可以修复窗户。当即将木门升级，破破烂烂的木门顿时变得崭新，甚至还厚了1/2，果然变得更耐了。接下来陈宇将窗户也修复了，整个茅草屋顿时变得崭新，木门也变得更加厚实，安全感顿时增加了很多，就是床牺牲了自我，成就了大家。大家应该祭奠一下床。茅草屋，嘿嘿嘿，我变得更加漂亮了，床老弟死得真好。墙，要是再来一个床书就好了，那样说不定我还能升级一下。门，得了吧，你自己升级需要多少木材，没有一点逼数吗？茅草屋，你们这些孩子升级当然要先紧着墙娃了，只要墙娃够坚固，才能更好的保护那傻子。墙，还是妈妈有见解，爱妈妈。窗，哼，马屁精。门，切，升级墙最耗材料了，到了3级石墙要消耗100单位石头呢，我才需要5个单位石头。茅草屋，好啦好啦，孩子们别争了，你们只有齐心协力才行，当然了，最主要是你们争也没有用。此时陈宇正摸着下巴，100单位石头吗？门，话虽如此，但是我还是建议这傻子找到石头后先制作工具。茅草屋顶，门哥哥真聪明，有了工具就可以更快的收集物资了。第2章，出门探索。咕噜噜，好饿啊！陈宇揉了揉肚子，打算出去找点吃的，不然就算不冻死也得饿死。爬起来打算去外面找吃的，刚把手放到门把手上，门呀，现在千万不要出去，千万不要出去啊！门外10多米远的草丛里隐藏着一只猎豹，出去了绝对会死的。茅草屋顶，对啊对啊，那只猎豹可厉害了，这傻子绝对跑不过的。茅草屋，妈祖保佑，赞美妈祖。陈宇顿时停住了手，猎豹，门外竟然有着一只猎豹，背后惊出一身冷汗，在野外遇到猎豹，简直和找死没有什么区别。看来暂时不能出去了，刚好可以看看其他功能，暂时先饿一会，还能忍忍。做好了决断，陈宇查看起其他功能。第3个功能就是制作功能，制作里面只要有材料就可以制作石质或者木质的工具、日常用品等等，例如斧头、镐子、木棒、石锤、木箭头、篮子、石桌、石凳、木床、碗筷、储物箱、储物柜等等日常生活工具，只要是石头和木材可以制作的，在制作功能里面都可以制作。上面除了显示的常见工具，还有一个搜索栏，只要输入想要的工具就可以搜索出来，然后根据消耗的材料制作。但是仅限于普通日常生活工具，一些复杂的东西仍然需要制作工作台，并且还得有图纸才行。例如砖窑、熔炼炉、纺织架、残架也可以用石头木材制作，但是制作功能里面不行，需要用到工作台和图纸。好消息是工作台在制作功能里面可以制作，坏消息是需要100单位木材和100单位石头。要知道升级到3级石墙也是需要100单位石头，可想而知100单位石头并不容易获得。不过陈宇对于制作功能已经非常满意，只要木材石头足够，自己生活绝对会容易很多，不用像一个野人一样。第4个功能是背包，背包是空间格子，面板上一共拥有20个空间格子，之前他拾取的茅草、木材就是存在这里面。虽然空间格子看起来并不多，但是一个空间格子就可以装100单位木材、100单位石头，其他东西也是一般相同的东西，一个空间格子可以装许多。第5个功能是物资，在这里面可以查看自己拥有的所有物资，对于各种物资都有详细记录，包括但不限于粮食、工具、房产、田地等等，只要是玩家完全掌握的东西都可以算在这里面，并且还会记录物资的存放位置，如果忘了还有指引功能，就是出现一个光标箭头，跟着箭头就能找到。但是在制作里面其实是可以制作储物柜的，别看这些储物柜、储物箱都是木材石头制作，但是效果和背包一样，都是以空间格子显示，只是根据储物箱、储物柜消耗木材石头不同，空间格子会有所差距。而且消耗一样单位石头制作的储物箱
比木材制作的储物箱、空间格子要多。总的来说，有了储物箱、储物柜，存储物资工具非常方便。第6个功能是好友，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在区域聊天、世界聊天里面将其他玩家添加为好友，并且可以聊天。第7个功能是宠物，可以详细显示宠物的信息，甚至可以消耗物品给宠物治疗、升级，甚至进化，非常的游戏化，这让陈宇有些兴奋，恨不得马上出门体验一把。倒数第3个功能，区域聊天，里面一共拥有300人，现在聊得起飞。陈宇所在的这个区域叫华国096601。倒数第2个功能，世界聊天，这个东西需要喇叭，但是现在他还不知道所谓的喇叭要怎么获得。最后一个功能，交易商场，在这里可以把自己的物资挂上去，然后输入想要兑换的东西，如果有人同意，就可以用你想要的东西把挂上去的商品兑换走，一旦交易成功就无法反悔。上面还贴心提示，不要输错了信息，例如想要用100单位石头兑换500单位木头，不小心输入了50单位木头，要是被别人捡漏兑换走，那么只能自认倒霉，无法追回了。看完这些信息，陈宇对于所谓的迷雾求生游戏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这确实非常游戏化，唯一不同的是需要玩家亲自参与，而且一旦死亡就真的死亡了，没有第2次生命的机会，体验感直接拉满。尤其是外面那浓厚的迷雾，哪怕阳光最烈的时候，可见度也不超过100米，100米外几乎很难分辨出其他东西。在晴天的条件下，白天大部分时间可见度在10米到50米，至于晚上，就算打着灯光，可见度也不超过3米。更何况想要获得手电筒之类的，除了开宝箱，初期基本没有制作的可能。所以夜晚非常危险，黑暗加迷雾，谁也不知道在你眼前会出现什么东西，在下一秒要了你的命。陈宇查看完所有面板以及新手指导，已经过去大半个小时。豹子已经离开好一会了，但是危险依然存在，希望傻子不要死得太早。茅草屋顶，那豹子已经在1公里外，现在出门在妈妈身边探索，还是没有问题的。听到这些，陈宇松了口气，打算出门看看，要尽快找到食物，不然自己到时候饿得走不动就惨了。打开木门，升级后的木门打开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外面被一片迷雾笼罩，只能看清30米以内的东西，再往外就只能看到模糊的树影。茅草屋周围是一片松树林，显然木材资源非常丰富，这让陈宇放心了不少，至少不是荒芜的地方。刚踏出茅草屋，他就听到身边几样东西的声音：猫儿草，小猫小，大猫大，小猫大猫站一排。翠鸟，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老松树，哎，那个傻松鼠，估计把我肚子里面储存的栗子都给忘了吧，已经半个月没来了，好想它。小灰兔，老婆，亲亲，么么哒。小白兔，死鬼，讨厌。第3章，囤积木材、石头、栗子。陈宇兴奋地看着一株老松树，连忙跑了过去。松树足有1人合抱粗，绕了一圈没有发现，他开始向着松树上面爬。老松树，哈哈，好痒，好痒，那里的瓜娃子竟然如此戏弄老夫，哈哈哈，好痒。快看，我们家那傻子学猴子呢。茅草屋顶，别说，还挺像那回事。小白兔，老公，有大猩猩过来了。小灰兔，亲亲，么么哒。翠鸟，羞羞，呸，不要脸脸。陈宇爬到树杈上，果然发现一个树洞，顿时兴奋起来，撅着屁股趴在树洞前面，向着里面瞅去。好大一个树洞，好多栗子，发了，发了！看着树洞里面的栗子，陈宇兴奋地把手伸进去，一把把收进空间格子。栗子加9，栗子加11，栗子加10，栗子加9，栗子加13，足足掏了3-4分钟，才将树洞掏空。打开背包面板，其中唯一一个有东西的格子显示一堆栗子图案，下面有着一个数字243。妈耶，200多颗栗子，发了发了！陈宇兴奋，抱着树干一出溜滑下来。要知道，栗子可是很顶饱的，高热量高碳水，20颗栗子就相当于1小碗米饭，200多个栗子，省着点都够吃好几天了。食物问题解决，现在当务之急是制作一把石斧、一把石镐，用来砍树挖矿。附近有一些碎石头，还有一些裸露的岩石。陈宇2只手当然挖不了矿，只能不断的在木屋周围捡碎石头，捡了足足半个小时才凑够了1单位石头，制作了一把石镐。累得实在不行了，饿得2眼昏花，拿出石镐开始蹲在地上砸栗子，也顾不上生熟，直接狼吞虎咽的吃下去。吃了20个栗子，这才感觉肚子饱了起来。哇呀呀呀！豹子又回来了！茅草屋顶，啊呀！要死了，傻子要死了！
陈宇陡然一惊，什么？猎豹又回来了！一听到猎豹，他拔腿就跑回木屋，慌忙的把木门拴上，这才松了一口气，然后跑到窗户前。木窗有2层，一层是外面的木方格窗户，一层是里面的2扇可以开合的木板。陈宇打开一丝缝隙，向着外面看去，一只健壮的猎豹从丛林里面钻出，凶狠地盯着茅草屋。见到这种情况，陈宇心里不免一紧，庆幸自己还好修复了木门，不然真不一定能阻拦这只猎豹。悄悄关紧窗户，陈宇考虑要给自己制作一个防身的武器。现在没有材料，不过可以用栗子交易，现在食物绝对很珍贵。不过自己栗子也不多，不能交易多少，得留着点备用。打开制作面板，先看看要制作什么武器。木棒太短了，石棒太重了，就制作一杆木柄10毛吧，1寸长1寸强。需要1单位木头，1单位石头，随便挂上几个栗子，看看有没有人交易。想到这里，陈宇思索，在刚开始几天，木头可以分解床，也可以剪树枝，石头也可以剪，所以应该不是很贵。但是过几天，玩家将房子周围的东西剪完了，加上升级修复房子消耗，这些资源绝对蹭的往上涨。那自己不如多卖点栗子，就算不升级房屋，也可以留着后面食物价格下降再换食物。2个栗子1单位石头，1个栗子1单位木头。分解床的应该不在少数，相信很多人会交易的，反正爱换不换，不换饿死。在交易商场挂上了50枚栗子交易石头，50枚栗子交易木材。挂上去这些，陈宇感觉有些口渴，惊醒自己没有水。卧槽，这个水必须得准备上。我看看交易商场里面水都是什么价格。在交易商场点搜索栏里面将水筛选出来，100毫升淡水换1单位木头，150毫升淡水换1单位木头，120毫升淡水换1单位木头，500毫升海水换1单位木头。这么多，看来附近有水资源的不在少数啊！陈宇顿时羡慕起来，房子周围有丰富的淡水资源，和有一座金山有啥区别？不对，金山都得靠边站，但是一搜索食物，竟然寥寥无几。不对，不是寥寥无几，是基本挂上去就被秒了。咦，秒了！陈宇察觉到自己的栗子，顿时打开交易记录。叮，你的2枚栗子成功交易1单位石头。买家李佳琦备注：奸商。黑心，没见过石头吗？穷死你算了！你知不知道捡石头有多难？叮，你的2枚栗子成功交易1单位石头。买家奥德彪备注：兄弟，还没吗？赶紧上架，上架我就秒！我房子周围除了石头啥都没有，根本不够吃啊！叮，你的2枚栗子成功交易1单位石头。买家奥德彪备注：兄弟，你能不能一下子上完？一个个抢太慢了。叮，你的2枚栗子成功交易1单位石头。买家李佳琦备注：奸商。黑心，没见过石头吗？穷死你算了！你知不知道捡石头有多难？叮，你的2枚栗子成功交易1单位石头。买家马强东备注：小子，我劝你最好把所有食物私人交易给我，否则呵呵。叮，你的1枚栗子成功交易1单位木材。买家麦克阿瑟备注：伟大的5星上将麦克阿瑟关注了你。叮，你的1枚栗子成功交易1单位木材。买家龟田备注：你滴，大滴干活，把栗子桑统统滴给我。卧槽，卖完了！陈宇揉了揉眼睛，真的买完了，不禁感叹，果然还是我太善良了。背包里面多了25单位石头，50单位木材。打开制作功能，选择制作了一把木杆10矛。这个长矛足够轻，实质的矛头也比单纯的木头更加好。消耗了1单位石头，1单位木材，背包空间格子里面顿时出现一把长矛。陈宇将长矛取出来，足足有着2米长，矛头非常锋利，如果用力刺向猎豹，绝对能刺进猎豹的身体里面。有了武器防身，这让陈宇顿时安心了不少。现在要不要考虑再制作一些工具？夜晚很冷，有没有合适的取暖物品呢？陈宇继续在交易商场里面搜索起来，一张图纸引起他的注意。第4章壁炉图纸，制作工作台。壁炉图纸，使用工作台学习图纸，消耗10单位石头制作一个壁炉，添加木柴可以有效提高屋内温度。好东西！陈宇非常心动，但是现在他手里并没有那么多物资制作工作台。看着仅剩的100多栗子，咬了咬牙，直接全部上架。1枚栗子兑换2单位石头，总数量50；1枚栗子兑换2单位木材，总数量50。明明可以抢的，偏偏还要给1枚栗子。陈宇感叹，不知道有没有买的。同时在壁炉图纸下面私信那个玩家，2枚栗子换不换？很快对方就有了回复，栗子至少20个。不行，我这栗子
每一个栗子人都有瓶盖大小，非常顶饱。你拿破图纸挂了这么久都没人购买，我最多给你5个，不要算了。对方显然犹豫了，过了好一会才回答，再加上2单位木材，我用来修复门窗。不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可以轻松获得木材茅草，能让你的茅草屋全部修复一遍，甚至还能升级1次房门。那好吧，先交易。那你说中华人不骗中华人？陈宇扶额，对方是小孩吧？中华人不骗中华人。行，我发给你交易请求了。叮，你收到一条来自李华的交易请求。同意。叮，交易成功，恭喜你获得壁炉图纸。陈宇从背包空间里面取出图纸，一张泛黄的皮革，上面画着一个石质壁炉。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工作台是怎么学习的，现在就等工作台的材料备齐了。不过想要在晚上大肆出售壁炉，还需要足够的石头。想到这里，陈宇不禁有些头疼，看来还得冒险出去一次。茅草屋仅有10平米大小，2步就来到窗户前。茅草屋顶，傻子是准备出去了吗？门，看这情况应该是的，还好外面那只猎豹走了。茅草屋顶，那只猎豹出去狩猎了，它最近生了一窝小崽，需要大量奶水。茅草屋，要是拿傻子能把幼崽弄回来就好了，可以新连成宠物。茅草屋顶，那窝在门对面200多米的地方都是迷雾，傻子现在很难做到。陈宇听到左一个傻子，右一个傻子，额头青筋暴起，但是听到猎豹幼崽，眼睛顿时亮起来。200米嘛，明天中午阳光最烈的时候，倒是可以试一试。不过那猎豹是个麻烦，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解决。知道了猎豹不在，陈宇就放心了，出门搜寻物资，看看还能不能找到食物。出门前感觉好像忘了啥，没有想起来，陈宇干脆不想了。小灰兔，老婆，亲亲，么么哒。小白兔，死鬼，我肚子里面的宝宝踢我了，肯定饿了，快去拿点吃的。小灰兔，好的老婆。陈宇耳朵瞬间竖起来，什么吃的？顿时将目光看向门口左侧10米外的草丛，里面2只兔子正在洞口你侬我一。看到洞口，陈宇掂起镐子，不怀好意的过去。现在是深秋，那兔子洞里指定有着不少存粮，刚好自己镐子也可以勉强用来挖土。小白兔，不好了不好了，老公，那个大猩猩走过来了。小灰兔，什么？老婆放心，有我在，我绝对不会让他伤害你的。陈宇逼近。小灰兔，啊呀，好大的猩猩，老婆我们快跑。小白兔，我们的粮食。我们的粮食啊。小灰兔，老婆快走，反正这是从田鼠那瘪三手里抢的，丢了就丢了，我们再去抢他的窝。你老公我这么强壮，绝对不会让老婆饿着的。小白兔，我就是可惜里面有着好多花生，我最喜欢吃花生了。小灰兔，老婆不急，老公这就去找那小田鼠。陈宇一听顿时激动起来，这个窝竟然还是田鼠的。要知道田鼠洞里面动辄几十斤粮食，跟玩意一样。没有理会逃跑的小兔子，对着洞口连忙挖起来。不得不说，石镐虽然可以轻易刨开厚实的土地，但是还是不如铁锨效率高。不过现在也只能将就，铁器也只能想想。毕竟铁器不仅需要熔炼炉熔炼铁矿石获得铁块，还需要铸造炉锻造铁块，他现在连工作台都没有呢。不过有着这个田鼠洞，自己兑换一批石头，制作壁炉卖，绝对能疯狂揽下一大批物资。距离夜晚不足1个小时，陈宇干得非常卖力，半个小时就见到粮食了。见到粮食的一瞬，顿时狂喜，玉米，全是玉米，这可是主粮啊！自己完全可以制作一个石磨，磨成玉米面。反正石磨又不需要自己磨，只要把玉米放入里面就行。然后自己再用木头做个蒸笼，石头做个石灶台。有了这些工具，加入玉米面和水，完全可以自动产出玉米馒头。这样自己还能卖个更高的价格。想起这些，陈宇激动，立刻把手伸进去拾取玉米。虽然玉米里面掺杂泥土，但是自己只要想着收取玉米就行。玉米加0.13斤，玉米加0.15斤，玉米加0.11斤，玉米加0.16斤，玉米加0.15斤，56.82斤。好肥的田鼠，发了，这次真发了。陈宇仿佛看到了自己眼前堆积如山的石头、木头、馒头。刚刚兔子说里面还有花生，继续挖。眼看晚上就要来了，陈宇顿时急眼，看来今天不行了，只能明天挖了。天边迅速变得黑暗，陈宇无奈只能连忙回到茅草屋，看看交易的怎么样了。打开出售物品，果然栗子全部卖完了。不过下面也迎来一堆谩骂，陈宇直接略过。打开制作页面，制作工作台。叮，是否消耗100单位木材，100单位石头制作工作台？是。叮，恭喜获得工作台。背包空间里面多了一个工作台，被他挪移出来放在墙角，占地2个平方。
整体像是一个1米高、1米宽、2米长的石墩子，但是上面有着各种石质木质工具，不过不能拿下来。1级工作台放置原料的空间格子只有1个，存放成品的空间格子也是1个，说明1级工作台仅能制作材料单一的设施，例如只需要石头的熔炼炉，只需要铁块的铸造炉等等，复杂点东西就需要升级工作台了。学习壁炉图纸，叮，工作台成功学习壁炉图纸。第5章，蒸玉米馒头。陈宇点开制作页面，查看石磨、蒸笼、石灶台需要的材料，发现自己现在拥有的石头木材完全够用，这样就不用直接出售玉米，直接出售玉米肯定不如出售馒头来的实在。消耗了1单位木头制作蒸笼，5单位石头制作石磨，2单位石头制作石灶。石磨占地1平方米，石灶占地1平方米，整个茅草屋顿时只剩下6平方的空间。陈宇有些发愁，系统能不能扩充茅草屋？方案1，墙壁提升到2级可以增加10平米。方案2，制作里面可以再制作一个茅草屋，2个茅草屋会自动形成院落，由1级篱笆连接，可以阻隔迷雾，但是无法阻隔危险，建议制作2级木质院落。还有2种选择吗？我先看看都需要多少材料。2级木墙，20单位木材；1级茅草屋，20单位木材，10单位茅草。居然还可以再建立一个茅草屋院落吗？陈宇想了想问，那木质院落需要多少木材？2级木质院落需要100单位木材，院落为50平方米。听到这些，陈宇顿时放弃，打算升级墙壁，升级2级木墙。叮，是否消耗20单位木材，升级为2级木墙？是，升级成功。木墙突然模糊了一下，眨眼就清晰起来，空间顿时扩大10平米，整个茅草屋一下子宽敞了很多。陈宇来到石磨前面，将玉米添加进去，显示要10分钟后才能磨出玉米面。1级石磨上面也是一个原料空间格子，一个成品空间格子，不过用来磨单纯的玉米面已经够用。10分钟很快过去，无损耗的获得56.82斤玉米面粉。陈宇将面粉全部添加进入蒸笼。叮，需要再添加1单位木材和14升淡水，无奈只能挂上10个粒子换取14升淡水。他相信白天靠近淡水资源的玩家，现在茅草屋里绝对摆满了水缸。果然，刚挂上去10个粒子就被秒了。交易商场可是世界级的，肯定每时每刻都有无数人盯着。现在最珍贵的就是食物，连淡水都排在后面。材料齐全后，石灶开始燃烧起来，房间温度都提升了一些。但是想要凭借石灶，肯定不行的。现在夜晚仅仅只是刚刚降临，温度就已经非常低，蹲在灶台前都感觉背后凉飕飕的。到了深夜肯定更加不行。先制作一个壁炉给自己用。陈宇搓了搓双手，来到工作台前面，消耗10单位石头制作了一个壁炉，将壁炉放在了左边木墙中央。1单位木材可以燃烧2个小时，陈宇添加了8单位木材，刚好燃烧到天亮。果然有了壁炉，房间立刻变得温暖起来。巴适！陈宇赞叹一声。趁着制作馒头的功夫，陈宇看起区域聊天。好冷啊，怎么温度突然下降了这么多？谁有食物？我用伟哥和他换。我兜里还有一堆套套呢，你要不要？什么破地方，快把我放出去！你们这些绑匪说吧，要多少钱？求生小说没看过吗？你是智障吗？什么绑匪能让你拥有空间格子？我不管，反正你们赶快放我离开，不然我爸不会放过你们的。还有空间格子我也要带走。兄弟，这种沙比不用理会。你们这些人整蛊别人很有意思吗？赶快放我离开，不然我要报警了。有蛇！哇哇哇！我房子外面有好大一条蟒蛇，谁来救救我？呜呜呜！卧槽，老兄别发视频啊，我们也害怕。这特么普通蟒蛇能长这么大，这不科学。兄弟，我们可能都不在地球了，你和我说科学。卖视频，卖视频，10个视频只要1单位木材，有需要的私聊。家人们，我好像发骚了，怎么办？谁有药，救救我！准备开席。虽然只是300人的区域聊天，但是依然聊得起飞。看来大家情况并不是多好，茅草屋周围有方便获取资源的也只是少数，或者已经认清现实的人也只是少数，大部分还躲在茅草屋里面陷入恐慌。能在第一天反应过来抓住这2个小时的人，现在估计也不差，至少可能茅草屋已经修好了，不至于直接被冷风吹得瑟瑟发抖。还有一个视频关于蟒蛇的，陈宇也忍不住点开看看。卧槽！吓得陈宇直接原地起飞。开头就是一颗硕大的蛇头突然从窗户上面垂下来，整个蛇头足足占据了整扇窗户，这不合理。不对，我他妈都穿越了啊！陈宇心惊肉跳地看着视频。破旧的茅草屋外面，巨大的蛇身缓缓游动，
将整个茅草屋都包围了一圈。看来系统所说的野兽，并不只是简单的野兽那么简单啊！这么大，还能算是野兽吗？陈宇深吸一口气，越发感觉这个迷雾世界的恐怖，对于升级房屋的渴望更加强烈。半个小时很快过去，玉米馒头终于好了，一共281个馒头，冒着热气，散发着玉米的清香。一个馒头换一单位，不食单位木材，还有石头，今天必须全部升级到3级，全部！激动的心，颤抖的手，遥遥领先。有了这些馒头，自己绝对能遥遥领先。仿佛看到大批物资在向自己招手。陈宇收进背包，拿出一个金黄的馒头就大口吞咽，顿时感觉浑身都暖洋洋的。食灶里面还剩一升烧开的水，温度已经下降，刚好不烫嘴。消耗1单位木材，制作了一堆碗筷厨具，迫不及待地舀了一碗喝。一碗温开水下肚，感觉整个人都升华了。呼，感觉又活了过来。还剩下280个馒头，率先上架50个馒头，一个馒头10单位木材，然后上架50个馒头，一个馒头10单位石头，剩余30个馒头被陈宇设置成稀有物资私聊，例如图纸，又或者神奇的东西。陈宇眼里冒着光，他相信这个迷雾求生世界绝对不是表面那么简单。刚挂上去的馒头，交易记录直接起飞。叮，你的一个馒头成功交易10单位木材，买家杰克备注：杰克骂骂咧咧的走了。叮，你的一个馒头成功交易10单位木材，买家李笑笑备注：呜呜，馒头好香，是家的味道，呜呜。叮，你的一个馒头成功交易10单位木材，买家樱桃小丸子备注：哥哥桑，阿里嘎多。叮，你的一个馒头成功交易10单位木材，买家脚盆机备注：你滴，通通交出来滴干活。看到小日子，陈宇反手一个设置，所有小日子不准交易。第6章3级食屋制作壁炉。现在迷雾求生世界，食物是最匮乏的资源，其次才是淡水资源，最后是木材石头。至于其他资源，暂时不属于考虑范围之内，毕竟现在只是第1天，不到10分钟的时间，用来交易木材石头的馒头就出售一空。陈宇也如愿获得500单位木材，500单位石头。随着他一声令下，升级1级茅草屋顶，升级2级木质屋顶，升级2级木门，升级2级木墙，升级1级木窗。消耗10单位木材，升级为2级木质屋顶。消耗50单位石头，升级为3级石质屋顶。消耗100单位石头，升级为3级石墙。消耗5单位石头，升级为3级石墙。一个个提示音响起，眼前一阵虚晃，原本的茅草屋已经消失不见，变成了一个足足有着50平米的石屋，而且还是一室一厅，一个卫生间。石屋顶，我就说了，跟着爸爸有肉吃，你们还不行，现在信了吧，爸爸我爱你。门 M on， 一共消耗了12单位木材，50加100加5加5等于160单位的石头。现在陈宇还剩下526单位木材，347单位石头。陈宇看着木材思索，现在木材这么多，倒是可以制作一些家具，像是床、桌椅，尤其是储物箱、储物柜。再次消耗10单位木材，制作了木床，不过现在木床已经从床书变成了床小弟。消耗10单位木材，制作了一套桌椅，一张实木高脚长桌，一个实木方桌，2张椅子。床，哈喽，我又回来了。石屋，乖孙，快让奶奶看，有没有长肥啊？床，死老太婆，走开。长木桌，听说你这老变婆坏低狠，床哥，我们不要搭理他。方木桌，哼，就是你之前欺负我床哥哥是吧？乖乖给我床哥哥道歉。门，嘿嘿，小妞，给哥笑一个。陈宇捂脸，这一群老不正经。转头继续制作。储物箱、储物柜才是大头。一个木质储物箱，1米长宽高的大箱子，有5个空间格子，消耗30单位木材。一个木质储物柜是那种图书架的样子，占地只有 0.5 平米，有20个空间格子，消耗100单位木材。陈宇直接选择制作一个储物柜，这个更划算。消耗了120木材，现在依然还剩下406单位木材。这些木材都没有动用，全部储存在储物柜里面，等到需要的时候再用。406单位木材转移到储物柜里面，顿时占据了5个空间格子。把石头全部转移进去，又少了4个空间格子。陈宇唏嘘，这样一看，空间格子似乎也不怎么够用。看着还剩下的150个馒头，留下20个就行。趁着现在食物值钱，赶紧兑换成木材、石头、淡水。一个馒头兑换20单位木材，总数量50；一个馒头兑换20单位石头，总数量50。是的，陈宇又涨价了，谁让之前他们抢这么快的？不过如今这个价格，估计是真没有多少人有能力购买了。但是今天没有，明天有啊，
反正总能卖出去。剩余的30个馒头被全部兑换成淡水资源，一个馒头兑换1立方米干净淡水，总数量30。是的，你没有看错，一个馒头换1立方米淡水，也就是1000升淡水。顿时一大堆留言轰炸陈宇，陈宇一个不看，就是任性，爱换不换。你不换，有的是人换。为了防止到时候一个储物柜不够，陈宇一咬牙，直接又制作了2个储物柜，一个专门用来囤积木材，一个专门用来囤积石头，最后一个存放杂物，并且还制作了3个木水缸，消耗了30单位木材。每个水缸别看只有1米直径，1米高，但是能储存10立方水。是的，很不科学，不科学就对了。也正是因为一个水缸能装这么多，他才敢狮子大开口。要不是考虑到2个小时可能搬运不了太多水，他甚至想要定得更高。看了眼时间，才5点多，现在温度还不是很低，再等等，等温度下降的更低，再抛售壁炉。等交易了这一波，兑换了石头，直接把石头全部制作成壁炉。晚上木材肯定也涨价，还是用壁炉交易石头更划算，一个壁炉100单位石头。整个世界这么多人，100多个壁炉，难道还卖不出去？绝对有茅草屋在乱石堆上的玩家，收集石头跟采棉花似的。咦，这么一说，100似乎有点低了，那干脆200吧。卖完一波还能再继续制作，直到把世界所有石头多的玩家榨干为止。死！这样一想，区区一个木质储物柜哪里够用？看来等第一波壁炉交易完，可以制作石质储物柜。好像房屋也根本放不下。陈宇顿时开始为资源太多而烦恼，太多了，没地方放。对了，再建造一个茅草屋，不是还能附赠一个院落吗？把院落升级到3级10院，足足100平米呢。想好了方案，陈宇顿时心情舒畅。过了1个半小时，所有兑换石头、木材、淡水的馒头也终于交易完成。水被放入水缸，木材存入储物柜，石头全部被拿来制作壁炉。此时已经到了7点，温度已经很低，凭借石灶火堆根本无法抵御。要是撑到明天，就算不被冻死，也会发烧感冒。没有药物，再缺少食物，发烧感冒简直是要命的病。现在陈宇一共拥有1347单位石头，可以制作134个壁炉。一下子制作这么多，工作台也需要一些时间。上面的时间条是1个小时，制作完也可以直接上架了。一旦所有交易完成，他就能囤积26807单位石头。到后面能捡的石头被捡得差不多，太远的因为迷雾又危险，开采石头只能用石镐，这么消耗体力的活，所以石头绝对会涨价。一个石质储物柜需要100单位石头，拥有50个空间格子，一个空间格子可以储存100单位石头，那么一个石质储物柜就可以储存5000单位石头。这样一算，如果能有一个100平米石院，空间是绝对足够了。当即陈宇就用最后7个粒子兑换100单位茅草，果然很快交易完成。消耗10单位茅草，20单位木材，又制作一个茅草屋。茅草屋坐落在石屋前面，在左侧，中间顿时出现20平米的院子，由篱笆包围。再次消耗100单位木材，升级为木墙院落，院子增加到了50平米。万事俱备，只差壁炉制作完成，换石头了。第7章填方块图纸，结果还是远远超出了陈宇的预期。壁炉上架后，仅仅只是过了1个小时，就全部出售一空。陈宇不禁感叹，果然我还是太善良了，嘴角露出奸笑，真是一群富得流油的家伙。看到交易记录里面，竟然有人多次购买壁炉，显然这是在囤积物资。当即陈宇就不乐意了，直接大手一挥，投进去1万单位石头制作壁炉。我让你囤，你囤能有我制作的快，10倍利润，我压得搞不垮你就跟你爹姓。升级10院，丁，是否消耗200单位石头，升级为3级10院？是。丁，恭喜升级成功。陈宇打开门，院子已经变成100平米的大院，迷雾被拦在外面。虽然天黑，但是院子里面的天黑和外界的天黑不同。院子里面虽然也是黑夜，但是依然可以看清楚东西。3米高的石墙耸立，给他带来极大的安全感。在院子左边还有一个1级茅草屋，茅草屋并不占用院子的面积。想了想，现在他有的是木材石头，干脆把这个1级茅草屋也升级到了石屋。顿时消耗一堆木材石头，陈宇又多了一个石屋。石屋大姐，哎呀妈呀，我多了一个弟弟。哈喽，弟弟好呀。石屋二弟，姐姐好，姐姐这个主人好厉害，竟然这么快又生出了我，还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石屋大姐，嗨，这算啥？我告诉你，咱家小主石头可是多着呢，能跟着小主你就偷着乐吧。门大哥，嘿嘿，门二妹看过了，看我看我。门二妹，陈宇摸着下巴，要制作几个石质储物柜，就放在西边石屋里面储存石头。今天晚上不知道1000个壁炉还能不能交易完成。
要是交易完成，那就是20万单位石头啊！光是制作石质储物柜就要制作40个，消耗4000弹头。死！我这样牛逼了吗？陈宇吸气，感觉自己已经飘了。系统，给我制作40个石质储物柜。叮！是否消耗4000S 单位石头制作石质储物柜？是。叮！恭喜制作成功。陈宇来到左边石屋，不得不说系统还挺贴心，这个石屋没有一室一厅，就是一个大房间，将40个弹质储物柜全部排列在最里面。一个石质储物柜只有20厘米宽，石屋是10长5米宽，在10米长的门对面那一面墙竖着排列一排石质储物柜，绰绰有余，还剩余2米空间。陈宇来到主屋，把储存在木质储物柜里面的12000多石头取出来，存在西屋。腾出来的这个木质储物暂时空着，反正以后肯定用得到。来来回回跑了几趟，把石磨也从主屋搬了出来，放在院子里。石灶挪到主屋客厅的角落，和石门在一面墙。壁炉在客厅，贴着和卧室一个墙壁的中央。工作台放在了门口旁边的窗户下面。高脚长木桌放在门对面，方木桌叠在高脚长木桌下面，露出一半桌子。以前老家都是这样放。2张椅子刚好放在方木桌两边。床放在卧室，被铺了20单位茅草。看着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屋，陈宇满意的点头，这才像个样。此时1000个壁炉也制作完成，全部以200单位石头的价格上架。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卖完，不过卖不完也没事，还有明天呢。那些房子周围碎石资源丰富的，区2个小时肯定捡不完。弄好了这些，陈宇想起30个馒头兑换的稀有物资，兑换方式是私信，顿时连忙打开看看，万一对方饿死可就不好了。开朗的网友，一株苹果树苗只要栽到没有迷雾的院子里，10个小时后就能长成大树，每天可以结5个苹果，换10个馒头行不行？价格好商量。伊芙雷亚，好哥哥，给我一个馒头好不好？我可以送你我老公的亲笔签名书。大秘密，一个玉米种子只要种植在田方块里面，可以长出10至20个玉米，而且还有概率掉落种子，还10个馒头。看到玉米种子，陈宇顿时好奇，这要是可以种植，自己还能再制作一波玉米馒头。你这种植有什么条件？需要一个院落，还有田方块。陈宇查看了一下田方块，一看竟然需要2级工作台，还需要肥沃的泥土和土质，顿时有些失望。这个玉米现在根本种不了，不说2级工作台需要多少材料，就是田方块土质，交易商场都没有。我可以给您弄到田方块土质，但是你必须给我加10个馒头。太多了，最多2个。不行，这一个玉米种子至少可以结出10个玉米，收获10斤，加上田方块土质，20个馒头不能再少了，已经很便宜了。大秘密咬着牙，说不定我都等不到材料臭狗点时候。这样5个馒头不要就算了，太少了，5个馒头也只需要1斤面粉，再多给点吧。大秘密恳求，就这么多，不要的话我走了。等等，好吧，我交易。大秘密最终妥协。叮，你收到一条来自大秘密的交易请求，同意。叮，交易成功，恭喜你获得玉米种子和田方块土质。陈宇从背包里面取出这2样东西。玉米种子很古怪，足足有着鸽子蛋大小，想不明白一个种子怎么长出10几株玉米，干脆不想了。以后留意一下泥土，等有了泥土再升级工作台。田方块土质直接让工作台学习了。又花了2个馒头，交易了开朗网友的苹果树苗。来到了院子里，用石镐刨出一个坑，把苹果树苗栽了进去，上面出现一个10小时的时间条。看来明天就能吃上苹果了。外面很冷，种完苹果树陈宇就赶紧回屋，搬了张椅子靠在壁炉前面烤火，打开区域聊天，看看现在什么情况。第8章，女警察和坏叔叔。太冷了，真的太冷了，我已经受不了了。其实只要用木床和那些茅草把茅草屋修复好，晚上别睡死，熬到明天还是可以的。只要熬到明天，大家就赶紧收集物资吧，不然一天没有吃饭，恐怕熬不过第2晚。什么？居然还可以拆木床修茅草屋？怎么，你还不知道呀？多看看世界聊天，里面有人用喇叭提供了一些生存信息。快去领热水，咱区里面有个玩家免费提供热水。卧槽，还有这好事？难道是圣母在世？别管那么多了，赶紧抢热水吧。大家都别急，不要抢，热水不限量，我这里随时供应。别抢太多，凉了就不能驱寒了。少逼逼，你是不想提供是吧？赶紧把所有热水都给我，不然冻死我了都是你的错。对对，好人做到底，你必须要对我们都生命负责，快点把热水都交出来。大家放心，我附近有一条小河，有很多优质淡水，大家不要抢，我绝对保证热水供应充足。我是一名人民警察，绝对不会欺骗大家。真的，警察？少给老子摆谱，有水就交出来，
别逼我骂你。警察姐姐，呜，我们还能不能回家？乖，只要活着，一切都有可能。真的一直供应热水吗？放心，我已经储存了2缸水，足有20立方，保证充足。大家不要抢，不然喝不完水很快就凉了，不能抵御严寒。我这里有很多木头，3台石灶，随时烧着热水。既然你有这么多资源，干脆把资源给我们，我们自己烧热水喝，不用麻烦你。算盘打得真响，是你傻还是我们大家傻？给你免费水还蹬鼻子上脸了。警察姐姐，我们不要理会这种傻逼，我们支持你。警察姐姐，直接把他拉黑，我刚刚在交易商场搜他编号，他把抢的热水拿去卖了。什么？这人有病吧？警察姐姐，拉黑他，不能让这种人污染我们区，到时候歪风邪气盛行，不知道死多少人。大家放心，不管是什么人，我都一视同仁。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可以改变一切。呵呵，哪来的傻逼？刚大学毕业吧你？少来，拿这一套糊弄老子，老子就抢水，然后卖。你们这群渣渣，能拿我怎么样？就是，警察就要为人民群众的生命提供保障，我只是拿水换点吃的，怎么了？要是我饿死了，你还算什么警察？警察姐姐，既然你不忍心，我提个建议，就是限制每人的领取水的分量。这群人简直就是老鼠屎，我们不能让他们肆意妄为。傻逼吧你？这么多事，小心我弄死你！年轻人，不要动了我们的蛋糕，管好自己的嘴。你是想让大家饿死吗？就是，别多管闲事。哼，你们这些人渣，我是不会妥协。警察姐姐，绝对不能开这个头，否则肯定会有人争着模仿，到时候热水被一些人抢完，就会威胁大家的生命。我们要共同维护秩序。我支持小哥哥，警察姐姐也不想水被这些人渣抢完，然后让更多善良的东西冻死吧。我建议每人1晚上领取3碗热水，修复好的茅草屋，加上3碗热水，足够撑过这个晚上了。哎，现在的人还不如一些孩子，真是越活越回去了。老头子，我也支持小姑娘的建议，只要大家撑过晚上，明天出去收集物资，慢慢来，总能度过去的。那好，听老人家的，不过每人1晚上5碗水吧，毕竟黑夜这么长，老人孩子还可以多领取2碗，有需要随时给我发信息，我会一直在。哼，死老头，就你能耐是吧？你最好今晚别被冻死。年轻人，力气不要太重，伤身体。马德，没水换食物，要是饿死我了，你们在座的都逃不了责任。究竟是谁？赶紧把我放了！我告诉你，我爸可是县长，绑架官家家人可是重罪。一群不识好歹的人，警察姐姐，我们不要理会他们。不行的，警察姐姐，我们定个时间，不然你休息不好，身体会撑不住的。就是，警察姐姐还要以自己的身体为重。现在晚上10点，距离天亮还有10个小时，干脆2个小时，每人可以领取1碗热水，这样姐姐就可以放心休息了。谢谢大家关心，我会注意的。我已经设置好了定时，但是如果身体不是有需要，还可以发消息给我。是我们该谢谢姐姐才对，不然不知道多少人会冻死在今天晚上。可恨还有一些人投机倒把，不知感恩。小杂种，说谁呢？你最好别睡太死。我说你了吗？别自己对号入座。还有，我当然不会睡太死，我怕我死了，让那些老鼠屎滚到锅里。小哥哥，我支持你，有种你就来找我啊！怕是今天连房门都不敢出来吧？哈哈，原来是个嘴强王者，居然还偷水换食物，有种自己出去砍树挖矿啊！哥这里嘴硬什么？马德，老子不会放过你们的，装什么大半算？说不定以后你们比我还狡诈，真以为现在还是和平的时候吗？以后是以后，现在是现在，我就知道你们肆意抢水会导致很多人冻死。哼，我说不过你，我等着你成为我的一天，拭目以待。陈宇看着区域聊天，真是精彩绝伦啊！可惜他不会像那个女警察一样大公无私，也做不到抢别人救命热水贩卖，但是他绝对不会贱卖自己的东西。虽然我东西卖得贵，但是又不是我逼你买的，主打就是一个你情我愿，你不买，几十亿人里面有的是人买。已经10点多，到了深夜，外面变得更加寒了。好在有着壁炉，房间里面温暖如春。陈宇躺在金黄的茅草上面睡去。黑夜中，一只猎豹惊愕地出现在大门外面，不明白自己怎么半天不回来，领队突然多出个这么大的东西，低声咆哮了几声。见到没有威胁，猎豹缓缓退入丛林里面。一只小松鼠突然窜出来，悠哉悠哉地钻进一个树洞，突然炸毛，吱吱吱吱。第9章，21万单位石头。清晨第一缕阳光到来，黑暗迅速退去。早上8点，陈宇醒来，抬眼悠悠地看着窗外的院子。院子里面一砖一瓦清晰可见，石质大门紧闭。一株苹果树已经枝繁叶茂，还有2个小时就完全成长，每天可以固定获得5个苹果。该起来挖昨天剩下的田鼠洞了，还有花生没有挖出来呢。起床抄起石镐，想起自己现在有很多石头，完全可以制作一把石铲。消耗了1单位木材，1单位石头制作一把木柄石铲。
背包里面放上木柄10毛、木柄10铲、10镐、2个馒头以及1升开水。陈宇准备出门。大门，快看，傻子今天出门了。石院，今天天气真好，希望傻子会有收获。大门，能有啥收获？想要升级高级庇护所，还得猴年马月呢。聚灵之物可不是这么好找的。石院，升级4级10楼都够喝一壶了，5级城堡更是遥远，6级庄园想都不敢想。你居然还想着7级灵府？石墨，第2天能有，这已经领先大部分人了，还挑3拣4的，没脸没皮。门大哥，你们这些新人一点都没规矩，大清早的就起来吵吵，真不让热闹胜心。还有什么傻子？那是我们小主，小祖宗，石屋顶大姐，就是竟然敢说小主是傻子，简直不可饶恕。石窗，干他！陈宇听着他们又吵架，无奈的摇头。但是听到4级10楼，好奇的查看了一下，4级10楼升级材料：1000单位石头，500单位砖头，100单位玻璃，1张2层小楼建筑图纸，一次性。4级房屋材料竟然这么复杂，砖头需要制作砖窑，砖窑需要图纸，玻璃需要熔炼炉，熔炼炉也需要图纸。别说图纸了，烧砖的粘土和炼玻璃的沙子都还没引呢。看了这些材料，陈宇也只能摇头叹息，他现在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至于2层小楼建筑图纸，这个连听说都没听说过。对了，看看昨天的壁炉出售完了没？打开交易商场的出售页面，一看壁炉竟然真的卖完了，顿时让陈宇欣喜不已，连忙跑回西屋，把所有石头全部储存起来。212446单位石头，40个石质储物柜都不够用，干脆又制作了10个石质储物柜，将墙角剩余2米也塞满，顿时一排50个石质储物柜，将西屋一面墙壁塞得满满当当。21万多单位的石头啊！后期一直到6级庄园都是需要大量石头，光凭这些石头自己估计都能起飞了。陈宇满意点点头，又取出1万单位石头，继续制作壁炉。制作好了继续上架，直到卖不动为止。看来掌控各种图纸才是暴富的密码，自己要多多注意交易商场了，只要有图纸，如果是比较重要的就立即出手。陈宇看着交易商场，此时里面没有一张图纸，显然已经有人更早的意识到了这点，不然几十亿人不可能没有一张图纸出售。那个田方块估计现在卖不动，而且缺少原材料。陈宇低头思索，大概要一段时间后，不少一部分人拥有院子，有条件种植后才会爆卖。不过那个时候实物价值距离大大降低，估计也就不远了。对于图纸，陈宇也是有心无力，甚至说不定以后无法获得砖窑、熔炼炉图纸，自己还会花费大价钱从奸商手里购买玻璃、砖头，否则就无法升级房屋。一想到这里，陈宇顿时头疼，他可是清楚这些东西到底有多暴利。完全可以说，只要拥有一张设施图纸，发展几乎已经超越90%的人。像是什么残架图纸、纺织架图纸、衣服图纸等等，这些制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简直就是暴利中的暴利。可惜现在陈宇并没有这些东西。听说迷雾里面拥有宝箱，宝箱里面可以开出图纸，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运气。大部分玩家的图纸都是开宝箱获得的，好在他运气好，第1天一早就收购了壁炉图纸，至少发展资源不用太担心。收拾好了石头，关上西屋的门，出去继续刨田鼠洞。出门后，令他惊奇的是，升级房屋和院落竟然没有占据外面原有的土地，仿佛房屋和院落下面的土地是凭空出现的一样，这就非常神奇。当然神奇的是多了去了，不差这一点。来到田鼠洞前面，抄起石铲，沿着昨天的坑洞继续挖。下面已经挖到底，没有了洞，但是侧面还有2个洞，显然粮食在里面。这不仅让陈宇感叹，迷雾求生世界的田鼠都比地球的田鼠聪明，还知道挖3室一厅，食物分开存。挖第2个洞的时候，果然出现了花生。将洞口刨大，陈宇就伸手进去掏，整整掏了21斤花生，足够自己吃好久了。咦，这个发光的东西是……卧槽，居然爆出一颗种子！一枚鸽子蛋大小的花生种子出现，让陈宇一阵惊喜。迷雾求生世界的种子很神奇，1粒种子就可以长出一个田方块的作物。但是同样的，正常的玉米和花生并不能种植，只有种子才能种植，而且生长得很快，几个小时到几天就可以成熟。将东西收起来，陈宇又卖力地刨最后一个洞，但是最后发现这个洞竟然什么都没有，顿时有点小失望。咦，这些泥土不知道能不能当做田方块的原材料？丁，是否拾取普通泥土？否。见到不是肥沃的泥土，陈宇惋惜地摇摇头，看来肥沃的泥土也不是好获得的。陈宇直起腰查看周围的东西。老松树，哎呦，老板啊，我给您说，昨天那只小松鼠回来了，一看家被偷了，那个气的哟。哈哈，哐哐撞大墙。老板树，啥？
那小家伙又回来了，那岂不是有储存了一晚上栗子？老松鼠，可不是，而且昨天忙活了一晚，那小松鼠不知道哪里弄来的栗子，填满一半树洞，又把洞口堵住才离开。老柏树真是一只勤劳的小松鼠啊！陈宇一听，哟呵，又有栗子吃了。第10章，小松鼠又来送栗子了。听到昨晚小松鼠又来送栗子，陈宇高兴地爬上老松树，接着定低头向着树洞里面一看，比上次还要多，整个树洞几乎被塞满了栗子。一只大手探进树洞，如同变魔术一样，抓一把栗子，栗子马上就消失。耳边一个个提示音响起，听得陈宇嘴角都咧到耳根子。栗子加15，栗子加13，栗子加14。老松树，喂，年轻猴，做猴要留一线啊！翠鸟，我要有老婆了，我要有老婆了！哼，臭兔子，等会我也要去你家门口秀老婆。老柏树，这年轻猴不道德呀！远处那不是小松鼠吗？有好戏看了。老松树，那小家伙脾气不好，我怕他不小心把自己气死。栗子加11，栗子加14，423个栗子。这次小松鼠挺给力啊，希望下次再接再厉。陈宇咂巴一声嘴，满意的顺着树干溜下来。吱吱吱吱，小松鼠啊呀！啊！小偷，小偷还我栗子！我砸死你！小松鼠，小偷，还我栗子！小松鼠从嘴里吐出一个栗子，举起栗子砸到陈宇头上，砰！陈宇感觉脑袋一疼，低头一看，嘿，居然还有栗子，又捡到一个，又是2单位木头到手。陈宇立马兴奋地捡起来，然后抬头对着小松鼠招手：“谢谢小松鼠，不过你不用客气，要记得给自己留点啊。”说完，陈宇美滋滋地走了。小松鼠似乎认为陈宇是在挑衅他，气得眼睛发红，结果眼皮一翻，气晕了。陈宇美滋滋地走着，这一堆栗子他打算用来换木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木头和石头都是硬通货，几乎就是货币。老松树，哎，我就说说吧，这小家伙气性大得很厉。老柏树，赶紧抖2滴水，呲醒他。小灰兔，老婆，我们那块睡觉的石头忘了搬了，没有那块石头，我晚上都睡不着。小白兔，我也是，浑身不舒服，感觉肚子里的孩子都没休息好。我们今天把石头搬走。翠鸟，老婆，我在这里，快看我们的家，漂亮吧？翠鸟指着身后的老破小。小翠，这就是你说的家族传承了100年的府邸，就这漏风的窝还想娶我小翠，我可是10里一枝花。臭屌丝，耽误我时间。刚到来的小翠顿时扑棱着翅膀走了。翠鸟，老婆别走啊！呜，我还可以继续努力，我还年轻啊，别丢下我一个人。小灰兔，哈喽，翠鸟兄好啊，老婆来个么么哒。小白兔，讨厌翠鸟哥，以后不能和你做邻居了，不如和我们一起搬家吧，这里来个大猩猩，好危险哟。陈宇脸黑，躲在草丛里面，敢说我大猩猩，有你们好看的？想要搬走什么破石头？呵呵，现在我跑不过你们，等会你们给老子试试。今天什么破石头，别想搬走。我说的。陈宇悄咪咪地躲在草丛里面。此时树上气晕的小松鼠还四仰八叉地仰躺着，老松树使劲地抖着，清晨的露水如同下雨一样。小灰兔，老婆，你别挖，交给老公我就好。等会搬石头，老婆在我背后扶着就行，老公我背得动。小白兔，老公好棒。2只兔子跑到陈宇刨的坑里，很快又挖出一个洞，洞里面填满柔软的茅草和兔毛鼠毛。小灰兔把这些扒开，露出一块洁白如玉的扁石头。小灰兔撅着屁股，一把顶起扁石头，然后背在背上。小灰兔，老婆，我们走。小白兔，老公加油，老公加油。小白兔紧紧贴着小灰兔，同样顶起一部分扁石头，为小灰兔分担压力。小灰兔，老婆，你真好。翠鸟，你们让我感到恶心。小灰兔，单身鸟。突然，一道阴影拦在小灰兔前面。嘿嘿，你们想往哪里走？陈宇伸手就要抓兔子。小灰兔，不好，老婆快走，我留下来拖住这大猩猩。小白兔，老公别怕，看我兔子蹬硬。小白兔突然蹦起，抬腿踢向陈宇脑袋。陈宇顿时气笑了，这兔子不会是瑞幸喝多了吧？伸手就要拎住兔子腿，准备今晚开荤。小白兔，大猩猩，不许欺负我老公。小白兔突然在空中来个2级跳。陈宇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怎么回事？砰！眼前突然一黑，陈宇感觉脑瓜子嗡嗡的。不是，难道我拿错版本了？还是服务器出 bug 了？兔子都会2脚踢了。陈宇仰头到底，感觉天和地倒转了过来，老松树都变成了一圈，围着他搔首弄姿。小灰兔，老婆威武。小白兔，我们赶紧走。
两只小白兔背着扁石头，从陈宇脚下走到脸上。走到脸上时，小灰兔还愤愤地踢踹了一番，留下一堆脚印。陈宇，你们给我等着，我早晚把你们一个红烧，一个清蒸，吃完还分开埋。此时小松鼠也醒过来，看到躺在地上的大猩猩，眼睛顿时又红了。老松树一看情况不对劲，赶紧提醒老松树：哎，小家伙，我可是好不容易把你弄醒的，赶快走吧，不然被这猴子发现就不好了。小松鼠：哇呀，好气啊，真的好气，气死我了。小松鼠眼睛通红，从嘴里吐出2个栗子，愤怒地砸向陈宇。陈宇此时脑瓜子还嗡嗡着，感觉好像有很多小人在吵架，心里不由得对于这个世界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小白兔不好惹啊，尤其是恋爱中的小白兔，要是恋爱加怀孕就更加恐怖了。没想到我英明一世，有一天居然会沦落到被一只兔子蹬晕，好丢脸。死兔子，给小爷等着，我还会回来的。咦，刚刚是不是有东西砸我？陈宇模模糊糊的从脑袋旁摸到2个栗子，栗子加1，栗子加1。陈宇顿时一喜，还是小松鼠好啊，小小的多可爱。虽然还迷糊着，但是已经能晃悠悠的站起来，看到松树上的3只小松鼠，连忙招手。小松鼠，谢谢你，不要再给我了，要自己留着点哦，马上到冬天了。小松鼠看到臭猴子居然又挑衅自己，顿时气急，双眼通红，眼皮一翻，晕了。老松树，我刚刚说什么来着？老柏树，没听清。第11章，制作甜方块。陈宇捂着脑袋向着院子走去，现在这情况显然不适合继续搜寻物资。想起兔子，他才后知后觉，感觉有些害怕。这是什么品种的兔子，竟然能2级跳，还能把一个成年男子给踢晕。哎 ，Mom， 看来迷雾世界的小动物也不好惹，以后可得注意。捂着脑瓜子回到院子，把大门锁紧，顿时放心不少。看着时间才过去1个多小时，距离天黑还早，打算休息一会再出去。喝了口水，啃着馒头，再次关注交易所，并且把1000壁炉重新上架，还是每个200单位石头。这时候他发现竟然还有2个玩家在出售壁炉，而且也是好几百的数量。这个应该不是从这里购买的，毕竟200购买200卖，图个啥？图自己贱吗？所以他猜测这2个人应该也拥有了壁炉图纸。不过这2个后来者竟然默契的将壁炉也标价200单位石头，没有少一个，也没有多一个。陈宇顿时有些感叹，要是他估计也会这么做，看看有没有图纸。结果显然让他有些失望，还是没有图纸。摇摇头，又搜寻肥沃的泥土，这次让他惊喜起来。交易商场里面出现了商品肥沃的泥土，这可是制作甜方块的主要材料，绝对不能放过。看着对方的交易需求，1单位肥沃的泥土交易1单位木材或者1单位石头。陈宇觉得，既然对方可以获得肥沃的泥土，这就说明对方附近可能存在大量这种资源，自己不光是交易一次这么简单，所以有必要和对方建立长期贸易。不过这个价格虽然看起来不贵，但是陈宇还是有必要压一压。对方编号是华国096602542550，两人还是一个市的老乡呢。名称看起来也没有改，还是自己的姓名木号，就是对方这个个人编号有点不吉利，好像在说我是250，我想要用石头收购大量肥沃的泥土，你有没有？陈宇发送私信，这种信息一般都有系统提示音，就像使用的聊天软件一样，发送消息也会在面板上出现弹窗，不过陈宇全都给屏蔽了，毕竟他也算著名企业家了。这时候他发现，一直开着面板完全不耽误自己的行动，也并不耽误收集物资，还可以把面板挪移到身体一侧。大部分玩家估计都是这样做，既可以第一时间关注信息，也可以及时回复。陈宇也是刚刚发现这个作用，有些高兴，这样他就可以一直关注图纸了。只不过还是要时不时刷新才行，不然看不到新商品。木浩很快回复，你需要多少？如果数量大，价格好商量。显然这个木浩对于肥沃的泥土可以出售也是很惊喜。我需要的量很大，哪怕你白天一直挖上10天半个月，也无法满足我都需要。真的？你真的需要这么多？我如果8个小时不停歇，每天可以开采足足500单位肥沃的泥土，你真的都需要？木浩很惊喜，但是陈宇更惊喜。没错，他打算囤积田方块了，而且他有的是石头，想购买多少肥沃的泥土都有这个资本。没错，甚至我可以和你建立长达几个月的交易，但是要看你的诚意。如果你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我相信几十亿人里面身边有肥沃泥土的绝对不会只有你一个。木浩见到几个月瞪大眼睛，简直不敢相信，但是反应过来顿时狂喜。价格我给你打5折，你看怎么样？5折也就是1单位石头，
兑换2单位肥沃的泥土。陈宇笑了笑，这作为一个合格的商人，怎么可能接受对方的一口价？1折，死！另外一边的穆浩看着面板上的信息，倒吸一口凉气，这尼玛也太狠了。可惜谁让陈宇占据主导？穆浩咬咬牙，打算再商量一下。虽然1天可以换取50单位石头，足够换取2天的食物和水了，但是这个价格的确太狠了。自己除了吃喝，还要换取其他资源升级房屋，他现在还只是1级茅草屋，太低了。4折已经是极限了。陈宇稳坐钓鱼台，没有开口。迟迟等不到回复的穆浩顿时急了：“大哥，2折，这个真的不能太低了。虽然挖土比不上开采石头累，但是我试过使用石质工具，1天8个小时至少可以开采100单位石头，兑换价格不能比这个低。”陈宇知道对方1天绝对不止开采500单位肥沃的泥土，绝对至少还有2个小时的空余时间用来探索其他物资，所以对方所说的500单位肥沃泥土对等100单位石头是不合理的。当然，这个价格已经让陈宇满意，1单位石头兑换5单位肥沃泥土。那好，怎么说也是一个市的老乡，相遇就是缘分，就按这个价格吧。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2折的价格，陈宇感觉自己真是越来越大度了。要是小日本不压到半折，自己是不会罢休的。穆浩见到这个情况，顿时放下心，1天可以换取100单位石头，还有2个小时的空余时间，已经是非常满足了。自己要不了几天就能攒够升级到3级食物的资源。好，以后小弟的身家性命可都拴在陈哥身上了。放心，只要你诚心，我们的交易长远着呢。陈宇满意的点头，同时2人完成第1次交易。100单位肥沃泥土兑换20单位石头，填方块需要2级工作台，2级工作台需要200单位石头，200单位木材升级。看着为数不多的木头，陈宇将所有栗子上架。1个栗子兑换5单位木材。是的，又涨价了，一次涨了3单位木材，谁让他们抢这么快呢？升级完了工作台，2级工作台原料空间格子2个，成品空间格子2个，各增加了1个。1个填方块需要消耗5单位肥沃泥土，2单位木材。陈宇将100单位肥沃泥土、40单位木材添加进去，很快制作了20个填方块。取出2个填方块，其余都放到主屋的木质储物柜里面。在院子东边，陈宇贴墙放置了2个填方块。放置后，他才发现填方块占地并不大，只有1平米，高出地面10厘米，里面填充着黑黄的泥土。将玉米种子和花生种子种下去，上面顿时出现1个小时的时间条，也就说是连中午都等不到，他就可以收获了。真是一点都不科学啊！第12章小田鼠的玉米地。休息的差不多，陈宇拿着石矛继续出去探索。可能今天天气很好，又是临近中午，迷雾中的可见度足足有着70-80米，这对于安全无疑又是一种很大的保障。刚出门就又听到寡妇鸟在叫：“翠鸟，打工鸟，打工魂，打工鸟是鸟上鸟。”翠鸟正在辛勤的搭窝，但是这只翠鸟技术实在太差，窝搭的乱七八糟，四处漏风，和陈宇之前的茅草屋似的。看着翠鸟，陈宇心思开始活跃起来。要不在大门上给他搭个窝，有着这只翠鸟，如果周围有野兽入侵，自己听到它的心声也能警觉起来。而且这翠鸟的活动自由，说不定那天嘴里露出一些消息，还能给自己带来惊喜。想到这些，陈宇顿时有了决定，在制作页面搜起翠鸟窝。这一搜还真有，而且是7层大别墅，还是按照翠鸟的审美制作，占地都有1平米，如同一个精致华丽的木雕。就是消耗的木材有点多，需要10单位木头。不过这点木头显然不被陈宇放在心上，直接制作了一个，1秒就制作完成，存放在背包空间里面。从背包空间里面取出翠鸟窝，刚出现，立马引来翠鸟的凝视，一动不动的凝视。翠鸟，房子，好漂亮的房子！世间竟然有如此完美的房子！有了这个房子，我不得娶2个小翠。我的，一定是我的！大猩猩放开它！叽叽叽！翠鸟不管不顾，直接飞到翠鸟窝上，站在上面，距离陈宇的脸仅仅只有1尺的距离。但是翠鸟似乎不怯，张着翅膀对着他叽叽喳喳。好了，就是给你准备的，小家伙。陈宇眯着眼满意的点头，制作了一个木梯子，爬到大石门上面。大石门比石院的墙壁高出半米，上面有着一个1米5宽、4米长的平台，可以遮雨。现在刚好用来放这个大鸟窝，以后翠鸟也就充当了陈宇的免费哨兵。放置好了鸟窝，陈宇拍了拍手。好了，寡妇鸟，以后就住这里不？别还找不着老婆。翠鸟，大别墅，嘿嘿，1、2、3、4、5、6、7层，7层大别墅，10个，我要娶10个小翠。嘎嘎嘎嘎，翠鸟嘎嘎乱叫，在窝上兴奋地张着翅膀转圈，完全不在意旁边的大猩猩。
陈宇确实有些担忧，这鸟不会傻了吧？把梯子搬到院子里，陈宇关好门又出来。此时翠鸟飞走，不用说又去找那什么小翠了。老松树、小松鼠真是一个犟种，竟然还把栗子往树洞里面搬，不知道换个地方吗？老柏树，年轻就是好啊，生气都这么精力十足。猫儿草，那窝死兔子终于走了，终于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田鼠，呜呜，天杀的小灰兔就知道欺负我，有种你去欺负土拨鼠啊！欺负我算什么？呜呜，我又被赶回来了。猫儿草，小甜甜，你怎么又回来了？田鼠，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啊。猫儿草，对了，忘了告诉你，你这里的窝被一只大猩猩刨了。一只灰色小田鼠跑到老松树下面，围着一个大坑气的滋哇乱叫。陈宇看着小田鼠，不好意思的挠挠头，想了想，拿出2颗花生，又收回一个，然后抛过去，掉在小田鼠前面。小田鼠，请你吃花生哦。可是没想到，看到花生的小田鼠顿时愣住，像是想起什么伤心的往事，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的大哭起来。啊，这其实就1颗花生而已，不用这么感动的。陈宇挠挠头，既然你没有窝了，不如我给你做个更好的。小田鼠依然在嚎啕大哭，除了哭，陈宇一点听不到其他的，哭得真纯粹啊。然后陈宇消耗了10单位石头、1单位木头，制作了一个半米高的田鼠窝，足足有着3米长，看起来像个横着的大树干，放在大门口还可以当凳子。上下3层，上面有着10几个半椭圆形小洞口，只有10厘米宽，还有小窗户，甚至可以添加1单位木头，提供1天的热量，保持窝里面的温度始终恒定。这个温度非常适合田鼠。陈宇特意多添加1个木头。小田鼠一下子不哭了，呆呆愣愣地看着豪华大别墅。陈宇此时蹑手蹑脚地走过来，捧起小田鼠。这小田鼠脑袋估计也不怎么好，竟然还傻呆呆地看着大别墅。陈宇不禁一乐，将小田鼠放在一个小洞口。小田鼠这才回过神，愣愣地看着陈宇。小田鼠，我的，这是给我的。当然，快进去吧，暖和这里。小田鼠当然听不懂，但是陈宇用手指把小田鼠往里戳了戳。小田鼠也反应过来，兴奋地在里面跑，一会出现在这个洞口，一会出现在那个洞口。陈宇惊叹，没想到这个小田鼠这么快就明白，迷雾世界的动物似乎不是一般的聪明，甚至还有植物。抬眼看着眼前的老松树、老柏树、猫儿草，当然到现在他也只听到这3个植物的心声，其他植物似乎都没有，显得正常许多。看来能有自己思想的植物都不简单。陈宇心里暗道，至于自己的房子，他们本来就不简单的好吧。小动物也是，自己目前听到心声的也只有几个，像是那些小虫子还有其他小动物就没有，不知道和啥有关系，导致这种情况出现。自己能够听到心声的都是有思想的，有思想的动物植物怎么想都不简单。想不清楚原因，当然就不想了，和自己较啥劲。拎着10毛，大摇大摆的向着向哪走？陈宇抬起的脚愣在原地。此时小田鼠突然过来，跑到陈宇脚下转圈，然后跑到前面。小田鼠，跟我来，大猴子，快跟我来，我带你找好吃的。好多好吃的。陈宇当然听得懂，眼睛瞬间亮起来，快步追上小田鼠。小田鼠见到陈宇追上来，顿时加快脚步。没多久，大约穿行了50-60米的丛林，前面突然出现一堆金黄。第13章，玉米大丰收。玉米，这么多玉米？陈宇愣了一下。一小片玉米地，大约有200-300株玉米，全部已经成熟，金黄的玉米撑破包皮，在阳光下昂首挺胸，散发着诱人的清香。看着大片玉米，陈宇回过神，惊喜不已，忙跑进来，把一个个玉米全都掰下来。玉米棒加1，玉米棒加1，玉米种子加1，玉米种子加1，玉米棒加1，260个玉米。看着背包里面的玉米，陈宇乐得合不拢嘴。每一个玉米都硕大饱满，至少能拨出1斤玉米粒。这一堆玉米，少说也有300斤。300斤啊，那就是1500个玉米馒头，这得换多少资源？这一下子就不用为木材担忧了，甚至说不定回去还要需要制作一堆储物箱子。而且除了玉米，陈宇还收获了20个玉米种子，这样算下来又是至少200斤。小田鼠，今天回去请你吃苹果。陈宇抱起小田鼠，兴奋地撸着毛。小田鼠一点也不怕人，反而第一次尝到这种感觉，一下子就上瘾了，眯着小眼一脸享受。距离小院不远，陈宇一眼就看到自己的房屋。回到院子里，把玉米全部堆在院子里，先将玉米皮剥下来。花了半个小时，一堆金黄的玉米堆在成小山，陈宇的嘴就没弯下去过。不过想到包玉米粒，脸一垮，估计今天是别想出去搜集物资了。好在有着这些玉米，已经是收获丰厚了。
将玉米片抱到院子外面堆成草垛，以后说不定还用得着。小田鼠，吱吱吱，大猴子你好厉害，竟然一下子把玉米全搬回来了，真是太厉害了。小田鼠围着陈宇乱转，陈宇附身捡起小田鼠，那当然了，还有，以后不许叫我大猴子，要叫主人。当然了，小田鼠听不懂，只是兴奋地蹭着他的手指头。正准备返回院子，看着小田鼠和小田鼠的窝，陈宇想了想，抄出石镐，在墙角敲出一个小洞，和田鼠的窝连接，这样小田鼠就能通过在外面的窝进入院子里面了。回到院子，关紧大门，抬头看向墙角的苹果树，上面已经挂着5个红彤彤的果子。陈宇将其采摘，奖励了小田鼠一个，自己也掏出一个诱人的苹果啃起来，一口下去，汁水直接溅出来，满嘴清甜。卧槽，这么好吃！陈宇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苹果，那种清甜完全不是人工种植的农药苹果可以比的。顿时院子里出现有趣的一幕，一人一鼠抱着苹果狂啃，小田鼠吃得开心到起飞，小尾巴都转起来，感觉还没尝出味，陈宇手里连苹果核都没有了，舔了舔手指回味，看着背包里面剩余的3个苹果，这种好东西简直是稀有物资，以后说不定可以和其他商人换取珍贵物资，暂时先留着。按耐住饥渴，将3枚苹果储存进主屋的木质储物柜，他怕留在自己背包里面存不住10分钟就得被消灭完。吃完苹果，来到田方块前面，种植的玉米和花生也已经成熟。玉米田方块里面长着几颗玉米株，上面挂着金黄的玉米，但是他清楚收获的玉米不止上面几个。还有花生田方块里面看着只有4颗花生秧，但是收获的花生也绝对很多。拾取，叮，拾取成功，恭喜获得15个玉米。叮，拾取成功，恭喜获得11斤花生。这么多，竟然只是一颗种子长出来的，啧啧啧。陈宇即便已经有所预料，还是忍不住啧啧称奇。现在他储存的食物已经不少，275根玉米棒，32斤没有剥壳的花生。点开交易一看，栗子已经出售完，将2000木头取出来放在了储物箱。采集了玉米和花生，陈宇又把所有田方块都取过了，在墙角拍成2排，刚好20个田方块，20粒玉米种子。1个小时后又能获得至少200根玉米，美滋滋。接下来就要包玉米喽，这么多估计天黑也包不完。制作了几个篮子，撸起袖子开始包玉米大叶。其实有一种玉米脱粒机，但是需要图纸，他当然没有喽，只能用手包。包了1个小时，还没包60根玉米，20个田方块里面的玉米又成熟了，250个，一个很智慧的数字。但是现在陈宇已经完全没有了包玉米的激情，好累啊，手都踏马的起水泡了。但是为了大业，陈宇只能闷头继续包，反正不能直接卖玉米棒，制作成馒头卖才是最划算的，累点怎么了？包！实院里面玉米哗啦啦的声音从中午一直响到夜晚降临。此时陈宇已经感觉手臂不是自己的了，酸痛无比，沉重的好像灌铅了一样。现在他一点都不高兴了，双手完全就是机械的包着玉米，面无表情。525根玉米棒，4个小时过去还没包一半。刚开始效率还好，但是过了2个小时后，陈宇速度就明显慢下来。但是也已经包了200斤玉米粒，现在正在石磨里面，马上就要磨好了。等磨好了面粉，就可以先做一批玉米馒头买着。200斤面粉可以制作1000个馒头，一个馒头20单位木材。是的，它又涨价了，从10单位木材涨到20单位木材，不知道怎么样。要是还在10分钟内卖完，那它还要涨价。不行了，真的不行了。包到6点的时候，陈宇直接在院子里原地躺下，双目无神，感觉自己已经没有了手臂。这比做销售累多了，而且还是一直坐着，不停的包啊包，完全就是身心双重摧残。他之前也是城里长大的，甚至还一度羡慕乡下田园生活。田园生活没来得及，迷雾求生就打破了他的幻想，一点都不美。除非你有钱。当然，迷雾求生世界有钱也没用。现在陈宇包了整整300个玉米，差不多平均1分多钟才包好一个。细皮嫩肉的手已经长了8个大大的水泡，看这情况，要是在迷雾求生世界待上10天半个月，估计也能长出老茧了。不过收获也是非常丰厚，300个玉米棒收获了400斤玉米。第一批1000个馒头已经卖完了，收获了2万木头，而且是上架秒杀，2分钟卖完。因此陈宇决定第2批馒头价格还要翻倍，一个馒头40单位木材，这绝对是一个恐怖的价格了。当然了，如果还是10分钟内卖完，陈宇不介意再恐怖一点。按照他的估计，一个健康成年男子一天除了吃喝拉撒时间，不停用石镐开采石头，差不多100单位上下，砍伐木头差不多200单位上下。但是这是健康成年男子，老人小孩肯定要减半，
所以普通玩家是买不起的。能买得起的都是那些身边就有各种丰富资源的人，并且通过丰富资源获得大量原始积累。例如房子附近拥有淡水、碎石、一场龙卷风过后的森林、野果、野生农作物等等，或者就是那种捡漏获得图纸并且开始大卖的人，例如壁炉之类的东西。这些人才买得起40单位木材一个的馒头。至于那些普通玩家，老老实实砍树挖矿，40单位木材就是他们的极限了。再高，说不定他们宁愿啃树皮也不买了。但是物以稀为贵，趁着值钱当然要高价出售，他又不是大善人。说不定不久之后食物就不那么值钱了，现在能卖高点，为啥要低价呢？好吧，40单位或许不算低价了，但是谁让香喷喷的玉米馒头有价无市。在地上躺了一会，陈宇去烧热水，准备洗个澡。现在外面已经很冷，他来的时候也就穿了一身单薄的衣服，根本扛不住。这包玉米一停下来，感觉裤裆嗖嗖的凉。等会制作一些实质储物箱，用来存放木头。之所以制作储物箱，是因为西屋空间不够了。西屋本来就只有5米宽，一个储物架就2.5米宽，如果再放一排就进不去了，倒不如贴着另外一面墙壁，上下排3排储物箱。储物箱都是1米的方块，食物里面刚好3米高，可以排3列。除了房门处留下2米空间，还剩8米，可以放置24个储物箱，一个实质储物箱20个空间格子，存放木头已经绰绰有余了。嘿，小田鼠来了，过来一起洗澡。小田鼠吱吱吱，啊呀，你不要乱来。小田鼠第14章，每天收入40万石头。陈宇还是小看了热乎乎香香软软馒头的市场，就算价格翻了1倍，依然不足2分钟就被抢购一空，这让他再次获得足足4万单位的木材。看着轻松4万单位木材到手，陈宇惊叹，果然还是我小瞧了天下人，区40单位木材而已，在那些高玩眼里，估计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既然这样，那我可就不客气，明天的馒头直接定价100单位木材。陈宇拍板，价格直接增长150%。什么？底层人买不起？抱歉，我没打算卖给你。原本以为40单位木材已经是极限，现在看来还是陈宇眼皮子浅了。哪怕过去1天，但是手里拥有大量资源的人依旧出乎意料的多。既然如此，那就专门赚有钱人的钱吧，等以后食物充足了再考虑降低价格。当然，可能那个时候他早已经不做馒头生意了。躺在木桶里面舒服的泡着澡，酸疼的手臂的到极大缓解。小田鼠从刚开始扑腾了几下，适应过来后也舒服的躺在陈宇肩膀上，半边身子泡在水里。泡了半个小时澡，水差不多凉的时候，陈宇才依依不舍的出来，只穿了件内裤，衣服已经被他洗了，现在架在壁炉前面烤着，明天就能干了。但是交易商场里面的木材石头还没有取出来，所以他还要冒着寒风跑到西屋。打开房门，一阵冷风倒灌，死！冻得陈宇直龇牙。好在西屋只有几步远，他跳着脚连忙跑了过来。西屋里面也被他放了一个壁炉，所以并不冷。第2次上架的壁炉也卖完了，这次卖得很慢，直到洗澡的时候才卖完。不过卖完陈宇就直接又上架了1000壁炉。现在陈宇手里一共有着足足40万9千多单位石头，其中有20万石头在交易商场没有领取，6万2千多单位木材，4万在交易商场没有领取。资源还是攥在自己手里安心，所以他才打算立刻将东西取出来。但是这样一来，储物柜明显不够，但是储物柜也能升级啊。于是50个蛋制储物柜全部被升到2级，一个实质储物柜消耗100单位石头，50个消耗5000单位石头，全部升级到2级后，空间格子也变成200，存下40万的石头足够了。之后又消耗720单位石头，制作了24个实质储物箱，排列在西屋的另一面墙上。但是一个箱子20个空间格子，显然24个实质储物箱只能储存4万8千木材，不够储存6万多的木材，只能也给他们升1级，将空间格子提升到40，这才够用。现在西屋里面只剩下中间1.5米的过道，两边一面是石头，一面是木材，可以说是陈宇当前囤积的物资已经极为惊人。加上手里还有225根玉米，明天定价一个馒头100单位木材，如果真能全部卖出去，绝对还能再积攒一大堆木材。有了物资才有底气，如果自己没有获得砖窑熔炼炉的图纸，那么还可以用大量物资交换砖头玻璃，不至于无法升级到4级的10楼。现在他唯一头疼的就是2层小楼建筑图纸，这种东西只要一出现在交易商场，哪怕标价10万单位石头也绝对会被秒。就像陈宇，他就会直接秒掉。但是他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关注着交易商场，就算每一秒都刷新一次，估计都很难抢到。毕竟交易商场可是几十亿玩家共同的商场，大部分稀缺东西几乎上架就会被秒。现在陈宇的壁炉之所以卖得慢了，
就是因为交易商场出现了新的取暖设施，还物美价廉。石质小火炉类似暖手宝，普通人的必备神器，但是只能暖身子，无法做到温暖整个房屋。但是人家便宜啊，仅需要10单位石头或者20单位木材，而且一个木材就能燃烧1晚上。最关键的是，小火炉的产量惊人，非常的惊人。陈宇甚至怀疑这个小火炉是一种设施制造的，就像砖窑可以烧砖，有一种设施可以专门制作小火炉。如果仅只是这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忘了工作台学习图纸后可以批量生产设施啊。想象一下，工作台具有唯一性，但是可以大量生产一种设施，然后这种设施可以生产石质小火炉。无法想象这会多么恐怖，积累资源的速度恐怕抢银行都比不上，所以才导致陈宇的壁炉有点卖不动。但是陈宇和另外2个掌握壁炉图纸的人并没有打算降价。虽然小火炉物美价廉，但是壁炉毕竟是可以温暖整个房屋的设施，算得上是高端。等大部分玩家积累了一定物资后，肯定也会选择购买壁炉。而且冬天快到了，小火炉肯定无法满足需求。壁炉最 bug 的一点，决定了壁炉根本不可能被取代，那就是恒温。无论外面多冷，屋里都会保持恒温，而且消耗的木材不变，所以和小火炉比，壁炉只是爆发晚了点而已。陈宇并不着急，他早在今天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储备大量壁炉。工作台1个小时可以生产1000壁炉，一天就可以生产24000壁炉。他现在一天只出售2000壁炉，可以赚取40万单位石头，然后生产刨除24万生产壁炉的石头，还能剩下16万单位石头，也就是每天可以囤积16万单位石头，22000壁炉。现在就看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迎来第一场大雪。如今已经是深秋，照这个温度下去，这个时间不会太晚。所以陈宇准备在大雪到来时才会抛售囤积的壁炉。在此之前，无论怎样，每天只售卖2000壁炉，其他的都囤积着。说不定到时候自己还可以再大涨价一波，毕竟那个时候壁炉可是和生命绑定的。陈宇看着交易商场那个小火炉，自始至终数量都没有低于1万，不禁惊叹，这个出售小火炉的人恐怕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吧。不过从明天开始，自己每天不仅会固定囤积 2.2 万壁炉，16万弹头，还会囤积100田方块。万事俱备，只欠暴风雪。陈宇收拾好西屋，顶着寒风连忙跑到主屋，包棒子累了一天，倒头就睡。第15章，这边玉米大大滴油。屋顶大姐啊，新的一天从太阳升起开始。屋顶二弟啊，大姐每一句话都是这么的富有内涵，令我醍醐灌顶。高冷窗哥，门大哥听得我一愣一愣的。门二妹说的好有道理啊，每一天真的是从太阳升起开始呢。高冷窗二妹，石墨又是斗志满满的一天。大门，昨天晚上那只猎豹又回来了。石院，回来又能怎样？那只是一只普通的豹子，充满兽性，连小田鼠都不如。小田鼠，嘿嘿嘿，过奖过奖，我也就是小时候吃过一颗灵草开了智而已。老松树，最近好热闹，你们这些石头居然也能开智，我还是第一次见过，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老柏树，你一辈子都没挪过窝，瞎活一辈子能见过啥？老松树，翠鸟，呜，我昨晚去找小翠，小翠竟然不相信我说的话，呜，好伤心。小田鼠，要我说，鸟哥你把条件降低一点不就好了？那些野鸟凭借鸟哥的风姿，还不是一抓一大把？翠鸟，征服那些蠢物有什么意思？要征服比我聪明的才有成就感。石墨，小主醒来了。小田鼠，小主早上好呀。陈宇走出房门，站在院子里伸伸懒腰，踢踢腿，做做拉伸。大家早上好呀。然后搬个小凳子，扯过来篮子，准备继续剥玉米。老松树，虽然听不懂你们小主在说啥，但是为啥我感觉他好像能听懂我们说话？屋顶大姐，这傻嗨嗨，小主怎么可能听懂我们说话？现在小主也只是普通人而已。门大哥，就是想要和我们沟通，至少也要70级才行，否则童子爹限制不许。主屋大娘，那是和我们和小田鼠、松树兄沟通，估计30级学会灵念交感也可以了。不过童子爹似乎忘了填补 bug， 我们可以和本土的灵物沟通。大门，童子爹忙得跟陀螺似的，哪管得了这些？西屋二娘，现在小主连2级都没到，杀怪又不掉经验，升级很慢，必须学习一门吐纳术才行。石院，吐纳术哎，那可是难获得的很，只有宝箱能开出来。大门，可惜我们看不见宝箱，宝箱只有小主这类人才可以看到。一边剥玉米，一边听家里一堆东西唠嗑，突然听到吐纳术，这是什么东西？升级？难道有了这个东西，还能让我升级？不明所以的陈宇呼叫系统，系统，吐纳术是什么？叮，吐纳术多种多样，可以让玩家吐纳灵气，
增长自身实力，达到升级的效果。注：本迷雾求生世界，杀怪是不能获得经验值升级的。升级？不知道自己提升到了2级会发生什么变化。陈宇对于所谓的吐纳术也充满好奇，可惜他现在没有，甚至没有听说过。当然了，今天才是第2天，以后总能找到的。看来以后还是要多出去探索探索。干脆这样，以后每天上午出去4个小时，无论多忙都要出去探索，不然手里没有超自然的物品，指定未来要远远落后别人。不能将眼光局限在石头木头这些普通物品上。陈宇心里细细思量，就为以后的安排做好打算。知道了所谓的吐纳术，让他心里有了紧迫感，于是放下手里的活，将玉米留在下午和晚上包，拿着石矛准备探索。他还没有见到过宝箱，今天出去多搜索搜索，看看能不能找到宝箱。还没出门，小田鼠突然从洞里钻进院子，叽叽叽！小田鼠，小主，小主，快跟我来！死兔子一家出去捡栗子了，我们快去偷家，把我的东西都搬回来。小田鼠绕着陈宇叽哇乱叫，生怕陈宇不明白，还跑到前面，然后回头看着，示意陈宇快跟上。小田鼠，小主，快来啊，快来啊！陈宇失笑，没想到小田鼠居然还想要带着自己去偷家。来了来了！跟着小田鼠出门，在树林里面穿行了100多米，小田鼠就停下来，哧溜一下钻进了草丛里面，然后又从草丛里面探出头，吱吱吱！小田鼠，小主，这里这里！玉米大大滴有！小田鼠叫着，还举着一粒玉米来告诉陈宇里面有食物。听懂了，听懂了。陈宇捂脸，他感觉这老鼠真的太聪明了。听他说小时候吃过灵草，不知道灵草是啥。收起石矛，陈宇取出石铲，将上面的草丛都铲掉。小田鼠在一旁兴奋地拍手叫好。随着草丛铲干净，留出一个脑袋大小的洞口，铲了10多分钟的土，一铲子下去，直接挖出一堆玉米。陈宇大喜，连忙蹲下来拾取玉米，一把把玉米被收进背包。这里的玉米明显比上次多很多，足足拾取了200斤玉米，把他大牙都乐掉了。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东西，沿着周围又刨了一圈。锵！一声石头碰撞的清脆声音响起，陈宇扒开泥土一看，嚯，是兔子的石头床，就是那块玉白色的扁石头。对于这块石头，他也好奇，扒开泥土捡起来看看。叮！恭喜玩家获得下品巨灵之物巨灵玉石。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这竟然是巨灵之物！老天，那不是升级7级灵府必备的物品吗？陈宇惊呆了，他万万没有想到，竟然还能获得这种好东西。虽然只是下品巨灵之物，可是那也是巨灵之物啊，至少不用担心无法升级7级灵府了。如果以后能获得更好的，那自然是更美了。美滋滋的收起巨灵玉石，就算现在无法使用，可是放在房间里也能增加灵气浓度，对于身体大有好处，说不定还能升个级。小田鼠见到兔子家被刨了，开心的围着坑乱转，还在里面拉了泡屎，好像专门告诉兔子这就是我做的。离开这里，陈宇没有向着更远的方向去，而是选择在房屋周围100米探索。咦，对了，小田鼠之前说兔子一家去采集栗子了，他们的栗子在哪里采集的？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刚要问小田鼠，嘴巴瞬间哑巴了。他能听懂小田鼠的话，可是小田鼠听不懂他的话。接下来陈宇对着小田鼠一阵比划，看得小田鼠非常懵逼。小田鼠，小主这是得了啥大病？怎么跳来跳去的？要不要我也跟着跳？可是这样会不会显得我很傻？听到小田鼠心声，陈宇顿时泄气。对，你是大爷，我给你跳就行。嘀咕了2句，陈宇继续绕着房子周围探索。哎呦，脚下突然一绊，刚要骂骂咧咧，低头一看，顿时惊喜。宝箱！第16章青铜宝箱。青铜材质的箱子半截埋进土里，上面雕刻着繁琐的山川草木，一看就价值非凡。对于宝箱，陈宇也有所了解。白木宝箱最低级，其次是黑铁宝箱，之后才是青铜宝箱。可以看出，这个宝箱里面肯定能开出不错的东西。拾取宝箱，叮！恭喜玩家获得青铜宝箱。小田鼠疑惑，在他眼里，陈宇就是莫名其妙的又发疯了，傻乎乎的摸了一下半截埋进土里的烂木头，高兴的和啥似的。突然，小田鼠炸毛，惊慌失措的吱吱吱乱叫。小田鼠，快跑！小主快跑呀！猎豹来了，猎豹要来了！陈宇一惊，什么？那豹子又回来了！该死，早晚要弄死他！匆匆的跑回院子，刚关上门，就听到外面一声咆哮。透过门缝，一只花花绿绿的猎豹，嘴角还带着鲜血，凶残的看着大门，仿佛知道门后有人看着他一样。陈宇心里发怵，这猎豹长得非常健壮，在丛林里面神出鬼没，
绝对会对自己探索资源造成很大阻碍。希望青铜宝箱能开出好东西，至少让自己不惧怕猎豹。系统打开青铜宝箱，叮！恭喜玩家获得青铜长矛+1、青铜轻甲+1、封箱制作图纸+1。青铜长矛、青铜轻甲两样东西顿时让陈宇喜出望外，忙拿出来看看。顿时两件东西出现在手里，非常有分量。青铜长矛有着2.2米长，浑身雕刻猛兽图案，虽然很重，但是奇怪的是它拿在手里并不如何吃力。青铜轻甲虽然说是轻甲，但是防御力依然非常厉害。他用石镐狠狠敲了一下，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而且还是一副全身甲，有头套的那种。陈宇直接套在身上试了试，穿在身上并没有感觉任何分量。这下子不用担心猎豹了，那猎豹再厉害，也就是一只普通野兽，根本破不了我的防。手里杵着青铜长矛，满意的看着自己一身装备。最后还有一张封箱制作图纸。封箱图纸可以在工作台学习后，消耗10单位木头制作封箱，可以引来蜜蜂，一定范围内的蜜蜂是有限的，所以封箱并不能无限制的吸引蜜蜂。丛林里建议100米内只放置10个封箱，注满蜜蜂的封箱，每天可以产出1单位蜂蜜。对于封箱图纸，说实话，陈宇是有些失望的，毕竟这个蜂蜜产出不多，而且这种东西很难卖出高价格。至于出售封箱，算了，暂时没有这个打算。把封箱卖出去，不就等于卖了饭碗吗？说不定以后蜂蜜有大用呢。不过他依然消耗100单位木材，制作了10个封箱，从院子里面出来，准备去屋后把10个封箱放到那里。来到屋后，此时猎豹就在他周围，但是穿着青铜轻甲的陈宇丝毫不惧，反而是猎豹虽然一直跟着，但是迟迟不敢上前，似乎也看出此时的陈宇并不好对付。尤其是青铜长矛，竟然让猎豹流露出忌惮的眼神，竟然悄悄地退走了。马德，我都掏出长枪了，你给我来这个！看着离开的猎豹，陈宇轻唾了一口，鄙夷地看着溜走的猎豹，从背包里面将10个封箱取出来，贴着主屋的墙壁，放在屋后。封箱上面顿时出现10个小时的时间条，也就是说，明天就可以收获蜂蜜了。留着自己喝蜂蜜水也不错。放置好封箱，陈宇也没打算回去，沿着屋后的丛林开始探索。此时10点多，迷雾可见度仅有30-40米，但是有着青铜轻甲和长矛，他胆子都壮了不少。掂着青铜长矛，拨开草丛就探索。翠鸟，小翠，小翠，我真的没有骗你啊，我家真有7层大别墅。小翠，你竟然还敢来烦我！我告诉你，我们是不可能的，连个像样的窝都没有，还想让我给你下蛋？做梦吧你！还有，我已经怀了别鸟的孩子。翠鸟，没关系，我可以养，我不介意。小翠，求求你再相信我一次，最后一次可以吗？我真的有7层大别墅。小翠，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骗我，非要我把话说得更直接点是吧？你见不见，一只翠鸟连鸟窝都搭不好，你是残废吗？我就是给那些宠物下蛋，也不会给你下蛋，你就是纯纯大废物，我看不上你。拜拜，翠鸟，我不是废物，我会证明给你看的。翠鸟嚎了一嗓子，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脑袋，顿时看到一脸看好戏的大猴子。陈宇眼神揶揄，颇为吃瓜地看着翠鸟。舔狗他没少见，舔鸟还真是第一次。叽叽叽，翠鸟，看什么看？别以为你送我一套房子，我就会认你为主。告诉你，大猴子，不可能，就看你。再说，我就收你租。舔鸟，翠鸟完全听不懂，但是不妨碍他输出。叽叽叽，不许看，不许看。突然，翠鸟眼珠子滴溜一转。翠鸟，除非你帮我追到小翠，那我勉强可以认你为主。谁稀罕你？舔狗，不对，舔鸟。舔到最后一无所有。陈宇摇头，继续搜寻物资。翠鸟不知道吃了啥药，又变得斗志昂扬，到处去找细软的干草或者动物绒毛，精装他的7层大别墅。土拨鼠，金哥的太阳真好，林家的小妹真香，鼠哥我出来去串门，丈母娘一棍扩飞我。陈宇停下脚步，嘴角抽搐地看着2只脚走路的土拨鼠。不是，迷雾世界的动物都这么奇葩吗？这土拨鼠也是个极品啊！之前小田鼠抱怨时，好像提到过一只土拨鼠，大概率就是这只了。长得又肥又壮，比小白兔还要大1倍，这让陈宇警惕起来。小白兔都耐给自己来个2级跳踢晕自己，听小田鼠的口吻，小白兔一家还不敢招惹这只土拨鼠，可想而知，这只土拨鼠比小兔子还要厉害。土拨鼠也注意到了陈宇，背着2只爪子走过来打量。哈喽，嗨，古德芒宁，你好，新邻居。对，原来是个蠢物，白长这么大个。土拨鼠老气横秋的摇头，大摇大摆的走了。陈宇额头青筋暴起，
差点暴走，不过还是忍耐住。30天河东，30天河西，1个月后我们走着瞧。第17章100万沙子。眼看就要到了中午，也没有什么收获，陈宇干脆回到10院，将5个苹果采摘下来，给了小田鼠一个档口粮，自己也吃了一个。上午收获的玉米也已经做成了馒头，1000零几十个，零头留下来自己吃，挂在交易商场1000整，一个馒头100单位木材，不二价。为了防止被骂得太惨，直接屏蔽馒头下面的私信。木号的500单位泥土也送过来，给了对方100单位石头，交易完成。泥土也被做成100个田方块。看着已经储存了几万的壁炉以及田方块，感觉有必要再建立一座石屋。说干就干，消耗10单位茅草，20单位木材，建立一个1级茅草屋，放在了院子东面，一连升2级，将茅草屋升级为3级石屋。这个石屋的储物柜就不贴着10米那一面墙放了，换成5米那一面墙，一排储物柜 2.5米，3排就是 7.5米，刚好中间间隔 0.8米。另外靠近门的那2排还得留下1米的空余，不然过不去。这样算下来就是25加20加20 65个实质储物柜。想好了摆放的方法，陈宇上手制作65个储物柜，消耗6500单位石头，将实质储物柜全部摆放好，将存在西屋的数万壁炉挪过来储存在东屋。以后西屋就只储存石头木头，东屋用来储存其他东西。至于主屋里面3个木质储物柜，就储存每天都需要用到的物资以及一些珍贵物资，例如馒头、苹果、开水、石膏、长矛、巨灵玉石等等。当然现在巨灵玉石被放在了床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发现东墙脚下的20个田方块以及苹果树好像因为巨灵玉石的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除了这些杂物，田方块和壁炉这2样囤积的物资都被放到了东屋。忙完这些已经快到1点，草草吃了2个馒头就开始剥玉米。单纯剥玉米实在太难受了，所以陈宇一边剥一边看好久没有关注的区域聊天。砍树好累啊，一上午我就砍了50单位木头，只能凄惨的换几个土豆。救命，我感觉自己要死了，我周围除了沙子什么也没有。你应该庆幸有星星警官，不然现在你估计已经晒成肉干了。什么狗屁，还警官，都什么世界了还想摆架子，就是连几碗水都抠抠搜搜的，谁稀罕，还说自己是人民的警察。那你这么能耐，你别领水啊，说的好像别人求你喝似的。这种人就是有大病，上来刷存在感了。有没有小哥哥给点吃的，人家快要饿坏了。呜，小妹妹不怕，让哥哥给你看看，嘿嘿。你们都闲的还不砍树挖矿，等到3天新手保护期结束，野兽来了，就你们那破屋子，连只傻狍子都拦不住。我也想升级啊，可是我也得吃啊，那些食物真他妈贵，它跟算好似的，我就是砍1天树换的食物都吃不饱，只能勉强活着。为啥要换食物？木头留着自己升级房屋，你可以去挖野菜啊。野菜？我咋知道啥野菜能吃？万一瞎吃中毒了不就惨了？哦，你不知道啊，我小时候经常挖野菜吃，我周围的植物基本都能认出来，虽然没有主粮，但是至少不饿肚子。嘿，看我弄了啥？我抓了一条蛇，今晚有肉吃了。有人喝天然母乳吗？营养丰富哦。你们房子都升到2级了吗？升到2级需要的木材很少，仅仅只要34单位。当然升级了，还别说，看起来让人安心了不少，至少不用担心晚上那群柴狗会破门而入了。我已经拥有2座2级木屋了，还有一个2级院子。今天上午挖了一棵长米的小树，栽在院子里。长米的小树？骗人的吧？除非你把树交易给我，让我仔细看看。这有啥稀罕的？我还在世界聊天一个视频里面看到会跑的树。楼上真单纯，你没听到打算盘的声音吗？隔着屏幕我都听到了。嘿，你们听说了吗？星星警官今天出售了好多水，换了好多木材，说是今天晚上每人可以领取50单位木材，让我们都升级到2级木屋。啊，还有这好事？感觉星星警官好傻，但是我对此非常支持。星星警官，哎，不知道这种性格能不能在这片充斥丛林法则的世界生存？才50单位木材？不是，你打发叫花子呢？我一天能砍200单位木材呢。你砍200单位给别人吗？还要不要？你以为所有人附近都像你，周围都有数不尽的树木啊？根据我的抽样调查统计，至少有超过60%的人周围是没有树木资源的。哟，咱们乐乐高中生又来秀知识了。乐乐大大，给你发张我周围的照片，你给分析分析，我周围有啥可用的？得了，就你这一片黄沙，不是诚心为难我们家乐乐吗？据我关注世界聊天分析，沙子也是一种很珍贵的资源。哈哈，乐乐大学霸要他房了，居然说沙子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资源。那这个人岂不是坐在金山上，还能饿得像个竹竿似的？沙子确实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资源，这个我敢肯定。
已经有很多玩家升级到了3级石屋，据说下一次4级石楼就需要玻璃。而据我所知，想要炼制玻璃，沙子绝对是原材料。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在交易所出售沙子，看看有没有人买就知道了。真的吗？沙子真的是珍贵资源，我太激动了。如果真是，以后咱区升级需要的沙子，我全都包揽了。卧槽！我刚刚询问系统，4级石楼确实需要玻璃，沙子也的确是玻璃原材料之一。但这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5级城堡的材料里面需要1万单位沙子。什么？那岂不是说沙子地位和石头木材一样？那刚刚那个谁，岂不是大哥？给我留一条腿抱抱，第3条小腿也行啊。陈宇包着玉米的手一顿，4级石楼需要玻璃他知道，玻璃材料是沙子也知道，但是他还没关注过5级城堡居然需要这么多沙子。打开房子，点开5级城堡看了一下，顿时倒吸一口凉气。5级城堡占地1000平方米，拥有8000平方米的院子，城墙长宽300米，1万单位沙子，10万单位木材，10万单位石头，1万单位玻璃，城堡建筑图纸一次性。我滴个乖乖，10万单位木材石头，死，恐怖如斯！而且需要1万单位沙子，1万单位玻璃，这个1单位玻璃绝对不只需要1单位沙子这么简单。这样看来，自己要不要也先囤积一波沙子？至少现在来说，沙子绝对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时候。随着时间推移，沙子的价格估计会逐渐追平木材石头。处在沙漠的人恐怕极少极少，毕竟整个区域聊天里面也就他一个人而已。而且他们一天不间断采集的沙子，估计也采集不了多少。看来自己可以先用石头囤积180万的，就是好像没有太多地方放。陈宇叹气，要是有一种储物箱，可以无限储存同一种物资就好了。管他呢，大不了暂时存在交易商场不领。这样出售1万单位石头，1单位石头换取100单位沙子，很合理。陈宇当即跑到西屋，上架了1万单位石头。殊不知采集沙子的确要容易得多，但是就算一天8个小时不停歇，一直按照每小时最高效率算，一天撑死1万单位沙子，大部分只能采集5、6千单位。而且要知道，沙漠那是啥情况？连续晒8个小时，不死也得脱层皮，而且挣得大半石头还要用来购买水。当然，这些不在陈宇考虑范围，只能大不了明天再降价呗，高了降价，低了涨价，只要价格合适，直接被秒抢，反正只要自己不亏就行。我爱包玉米啊！我爱包玉米。第18章神秘宝箱。卧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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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宇激动的发抖。就在上一秒，他又刷新了一次交易商场图纸，里面终于出现了一次好东西，就是价格。神秘宝箱随机开出一件东西，最低为图纸，最高为上品巨灵之物，售价30万单位石头。饶是陈宇看到那一串00000也是脑袋一晕，30万石头啊！但是系统，快购买神秘宝箱，快呀！陈宇一边说一边狂点，属于双重出击。叮！是否消耗30万单位石头购买神秘宝箱？是，买啊！叮！恭喜购买成功！随着成功的声音响起，陈宇直接瘫坐在地上。那可是最低开出一张图纸的宝箱啊！区30万单位石头，我一天都不止挣这么多。就算是一张废图纸，对于他来说，价值也绝对比一天挣的石头高。谁让他一天挣40万石头呢？对别人来说30万石头很高，但是对他来说却是连张嘴都不用，一天就能40万石头。此时不知道有多少睾丸暗恨，抱头痛哭。谁他妈花30万石头，眼睛都不眨一下？你好歹犹豫一下啊！刚上架1秒的神秘宝箱，1秒后，叮，你所购买的物品已经不存在，请刷新。不知道多少玩家听到这个声音崩溃。陈宇坐在院子里，又一次放下手里的玉米，搓了搓手，嘴角咧到耳根子，取出神秘宝箱。好漂亮！神秘宝箱镶满了各种颜色的宝石，通体金黄，在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睛。宝箱开启后，箱子并不会消失，之前的青铜宝箱箱子现在还在卧室里床头边摆着呢。期待开启好东西，越多越好。系统打开神秘宝箱。叮！恭喜玩家打开神秘宝箱，获得无限储物柜图纸1张。王德发！陈宇不可思议的宝箱上边悬浮的光球，不是系统，你窥探我心思了，还能不能有点隐私了？难道我春梦的具体细节系统都有记录？顿时陈宇悔恨的一捶大腿。不过不是因为春梦那点事，早知道我就想着上品巨灵玉石了。妈呀，亏大了！叮！系统不会窥探玩家内心，神秘宝箱开启时会检测周围100米内的东西，根据特定东西生成最适合当前环境的图纸或者其他物品。在神秘宝箱检测玩家周围环境时，当前范围内拥有太多储物柜，
所以才会生成无限储物柜图纸。陈宇，怨我喽！随即打开图纸，查看信息。无限储物柜图纸，使用工作台学习。消耗1万单位石头和1万单位木材，以及一个宝箱箱子，可以制作一个可以无限储存一种或多种物资的储物柜。宝箱箱子的品质影响无限储物柜的品质，越高级的宝箱箱子可以获得越多的无限空间格子。白木宝箱箱子最低可以获得一个无限空间格子。卧槽！陈宇呲牙，要这么多物资，还要宝箱箱子，你咋不抢嘞？拿着图纸骂骂咧咧的来到主屋，到了工作台前面，制作了2个无限储物柜。叮！是否消耗1万单位木材、1万单位石头、青铜宝箱箱子，制作青铜无限储物柜？是。叮！恭喜获得青铜无限储物柜。叮！是否消耗1万单位木材、1万单位石头、神秘宝箱箱子，制作宝石线储物柜？是。叮！恭喜获得宝石无限储物柜。陈宇迫不及待地将储物柜取出来，2道光华闪烁，一个青铜无限储物柜，一个宝石无限储物柜，被他放在了卧室里面。看看都有几个无限空间格子。青铜无限储物柜，不出意外，3个无限空间格子。宝石无限储物柜就多了很多，足足有这10个无限空间格子，一共13个，足够使用了。陈宇对此也是非常满意，来来回回充当搬运工，利用背包不断转移物资，将石头、木材、壁炉、填方块，还有东屋65个1级石质储物柜也被收拾了，数量不多，都放在主屋木质储物柜里面。至于西屋的50个2级石质储物柜、24个2级石质储物箱都没有动，以后肯定还有各种各样杂乱的物资，但是这些物资数量也不多，所以还需要使用它们。不过东屋被腾出来，至于怎么用，暂时没有想好，先空置着。忙活了半天，玉米还没包多少，拎着小板凳又来到院子里，一共才包了100斤玉米粒，陈宇就先放在石磨里面磨着，到时候制作500个馒头，就又是5万单位木材进账。包着玉米，时不时看区域聊天，时不时看世界聊天，时不时刷新交易商场，看看里面有没有稀有物资。咦，我记得交易商场里面还挂着23个馒头呢，好像是用来交易珍贵物资的，不知道下面留言的怎么样。手里包玉米，动动嘴打开交易商场里面的出售，果然还有23个玉米馒头，下面有着一大堆留言私信。搅盆机八嘎，为什么我低不能低？购买馒头地。麦克阿瑟，已经半天没有香喷喷的玉米馒头了，你这挂着的23个馒头到底还卖不卖？奥德彪兄弟，香蕉树换馒头换不换？一天可以结3斤的香蕉树，换你20个馒头。阿三，咖喱要价，没有不要了。秦王兄弟，2馒头就要2馒头，我堂堂秦王就认你做干爹。来自世界第1强国的蜥蜴杀手，生抽蜥蜴的视频，换馒头5马高清。来自宇宙第1强国的棒子，小小附属国还不赶紧把馒头上攻击我？玉米馒头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秦王他爸，铁矿石要不要？1单位铁矿石换2个馒头。秦王他爷爷，楼上的儿子，快给你爹来10万铁矿石，等你爹打造10万铁骑，就去救你。真秦王放肆！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简直气煞我也！真秦王，哥们几个都喝一个。陈宇浏览了一大堆，没有几个是真想交易的。奥德彪的香蕉树算是最好的了，为了丰富自己的食物品类，打算和对方交易2个。最终陈宇以2个半馒头拿下一株成熟的香蕉树，对此他非常满意，上面甚至还有1斤半香蕉，拿出来栽到院子里，但是看着上面的1斤半香蕉沉默了。每个香蕉留1半。第19章米果树和泉眼。香蕉没有吃，那消失的半截不知道是怎么弄掉的呢？不过小田鼠不介意，一个个全部兴奋地拖走。翠鸟尝了尝，也是眼睛一亮，也过来叼走2个。因为下午忙前忙后，导致6点多才将玉米包完，又收获200斤玉米。之前磨好的玉米面早就做成了馒头，并且出售完了。5万单位木材轻松到手，刚包好的这200斤玉米也被放到石磨里面。院子里剩下一堆玉米芯，天已经黑下来，陈宇就不打算出门了，把玉米芯堆放在门口，明天再搬出去。将一切收拾好，院子弄干净，洗个澡后，已经到了晚上8点。啃着馒头，开始查看交易商场有没有好东西。临近这个点，交易商场最是活跃，每分钟都有大量商品上架下架。图纸是没有，但是陈宇看到几样不错的东西，而且价格也能接受。米果树，每天可以结出10个米果，每个米果可以获得2两大米，需要种植在填方块里面，否则只能按照自然规律生长。售价1万木材。泉眼，每天可以生产1升干净天然泉水，占据院子1平方米空间。售价2万单位石头。这2样商品几乎可以解决粮食、
以及水的问题，非常抢手。陈宇怕自己稍微一犹豫，2样商品就被抢购，所以也没有来得及砍价，直接就出手购买。叮！恭喜玩家购买米果树。叮！恭喜玩家购买泉眼。2样东西被收进背包，出门就准备将它们种下去。米果树栽到田方块里面，虽然说是树，但是米果树仅有1米高，上面挂着10个青色的小果子。这些小果子就是米果，等到成熟，剥开果壳就可以获得2两大米，1天就能收获2斤大米，足够陈宇食用。泉眼被放在石磨旁边，在主屋窗户下，样子像是一个1米高的花坛喷泉，里面每天可以诞生1升水，倒也不用为食用水担忧了。现在陈宇100平米的院子已经被占据30平米，20个田方块占据20平，石磨占据1平，苹果树和香蕉树各占据4平，还剩下71平米。现在种下米果树不用占据院子空间，泉眼占据空间不多，也只有1平米，所以现在陈宇的院子还有70平米的空余空间，还足够用，暂时不用为院子担心。但是还要尽快升级才行。要是能拥有庄园就好了，那院子才是真大，就是不出去探索，靠着种地也能发展得很好。陈宇眼里带着向往，灵府的信息不全，但是庄园的信息在面板上却是清清楚楚的记载着。可惜现在距离庄园还遥远着呢，自己连4级10楼的材料还都没凑齐，庄园也就只能想一想。裹着衣服赶紧回到主屋，今晚天气明显又比昨晚冷了不少。好在有着壁炉，主屋里面非常暖和。购买了米果树和泉眼，陈宇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之前虽然掌握了大量物资，可是依然没有稳定可靠的食物来源，水的来源现在不用担心了。黑夜沉沉，迷雾中野兽丝毫咆哮，各种强大的野兽开始出没，弱小的野兽有的也出来觅食，但是大部分都躲在洞穴或者窝里。在晚上，迷雾里面是非常危险的。此时门口那只一直盯着陈宇的猎豹瘸着腿来到门口，贴着小田鼠的窝窝了下来。显然猎豹受了重伤，可能是和其他野兽在争斗中失败。这种事很常见，迷雾里面每天都在上演，一旦居住的地方被占领，就只能在迷雾里面游荡，很可能会被冻死。小田鼠的窝非常温暖，还散发着热气，所以猎豹不得不来到这里，不然受伤的它只能冻死在外面。之前他晚上捕猎后都会回到自己的树洞，树洞延伸到3米的地下，很温暖，足以抵挡夜晚寒冷的侵袭。但是现在被一只巨熊抢了，要不是跑得快，估计已经被拍死了。小田鼠似乎也注意到了外面的动静，透过一个窗口看到外面的猎豹，认出对方后似乎一点也不在意。猎豹虽然比它强大，但是并不能拿小田鼠怎么样。小田鼠已经是开智的灵物，正常情况下猎豹是根本抓不住它的。翠鸟也从窝里探出头，它的窝虽然不能散发热量，但是也轻松抵挡迷雾严寒，可以保暖。看了眼猎豹，翠鸟眼里闪过一抹鄙夷。灵物对于这些蠢物有着天然的高贵，它们自认高了一等，不屑与之为伍，就像翠鸟不想找一只普通翠鸟下蛋一样。之前小翠的话，什么和蠢物下蛋都不和翠鸟下蛋，可见侮辱性有多强，意思和一个女的说宁愿嫁给一条狗也不会嫁给你一样。对于猎豹的到来没有引起任何波澜，猎豹依偎在石墙和小田鼠窝的夹缝里，仅靠这些温暖，想要撑过今晚还是很难的。可能明天就会让陈宇白捡一头豹子肉。可惜杀野兽没有经验，也不掉落任何宝物。迷雾世界好像仅仅游戏化了玩家，而没有游戏化整个世界。陈宇抱着一堆茅草，睡得死死的，温暖的感觉总是会让人将身心松弛下来。陈宇所在的区华国096601，此时所有人都在兴奋地领取木材。是的，那个叫星星警官的女孩真的发木材了，足足每人50单位。但是想要领取也不是白白就领取的，星星警官收集了所有人的个人信息，说是为了方便更好地照顾老弱。现在整个区300人，仅有陈宇一个人没有领取了。但是玩家之间是拥有赠送功能的，星星警官丝毫没有在意，直接将50单位木材赠送了过来，可以在交易里面领取。天色微亮，阳光穿过窗户，照在金黄的茅草上。陈宇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哈起床。老妈，今天不要喝鸡蛋汤，我要喝豆腐脑，要甜的。揉着眼睛的手松开，看到前面的石墙、青铜储物柜、宝石储物柜，陈宇愣住了，原来不是梦啊。第20章，宠物猎豹。一觉醒来，恍如隔世。不过陈宇很快收拾好情绪，穿戴好青铜轻甲，来到院子里。5个苹果，3斤香蕉，10个米果，1升泉水，就是他一天的食物了。有点奢侈了呀。陈宇剥了一个香蕉，眯着眼小小享受一下。不得不说，真挺奢侈的，至少他当社畜的时候都不敢这么吃。不过早上就啃了2个馒头，1根香蕉，做米饭需要半个小时，他还得出去寻找物资呢。出门之前，他将10个米果全部砸开，2斤大米添水加入食灶里面，等到食灶自动做好米饭，可以留着中午晚上吃。来到门口，
准备将昨晚的玉米芯抱出来，搬到外面墙角和其他玉米芯堆放在一起。卧槽！刚打开大门，直接吓得陈宇一蹦跶。在门口赫然躺着一个花花绿绿的豹子，仔细一看，不就是之前那只猎豹吗？这猎豹怎么在这里？看样子情况似乎不太好啊。陈宇没有靠近，拿出青铜长矛捅了捅，猎豹一动不动，死了。见到猎豹不动，甚至身体都有些僵硬，陈宇这才贴近，把猎豹翻过来，鼻子上微弱的白烟带出一丝丝热气，显然还有呼吸。没死透。陈宇皱眉，举起青铜长矛，打算给这猎豹来一下。呜！猎豹似乎感受到了危险，发出来低声的呜叫，睁开眼睛看着陈宇，但是没有丝毫凶狠，反而带着祈求。这让陈宇顿时停下来，皱着眉。什么意思？求我？看着眼前如同小猫的猎豹，说实话，他狠狠地心动了。如果能收服猎豹，对于自己无疑会带来很大的帮助，甚至说不定每天都会获得肉食。似乎感受到了陈宇放下杀心，猎豹强撑着身体，翻身露出肚皮，尾巴摇曳，极力的讨好陈宇，就像知道现在只有陈宇可以救他一样。见到这一幕，陈宇直接决定赌一把，就算不成，如今有了青铜轻甲，就算猎豹成为灵物都不能拿自己怎么样，还怕一只野兽不成？既然你来求我，让我救你，那么你可要想好了，此后必须听我的话，认我为主。也不知道猎豹听不听得懂，但是猎豹却是不停地用脑袋蹭陈宇的脚。其实猎豹之所以这样，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通过在门口避寒的一个晚上，让猎豹发现这里的灵气居然比外界浓郁。他仔细感知了一番，确定就是从门缝里面溢出来的，也是这溢出来的一丝灵气，才让他没有直接冻死在这个晚上。但是这也让他知道，这里有着一位拥有灵地的灵物，能拥有灵地的灵物，绝对非常强大。在丛林法则根深蒂固的迷雾世界，弱者要么献上自己廉价的忠诚臣服，恳求强者的收留，要么就是成为食物，在丛林里面挣扎求生。此时猎豹就在恳求陈宇的收留，别以为他会多么狡猾，会背叛什么的。他的忠诚可比任何人类坚实多了，尤其是没有开过智的野兽主动臣服，他们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在他们看来，只要臣服，那么就是一辈子的事情，是任何事情不可更改的，他比任何誓言都要牢固。陈宇不知道这些，但是他已经决定救猎豹，一只猎豹宠物的诱惑的确值得赌一把。见到猎豹后腿的伤势以及背上的爪痕，当即就在交易商场购买了一小瓶金疮药，就这一小瓶就花费了他3000单位的木材。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药非常贵，而且量又很少，基本只能用一次，所以交易商场里面始终都有出售，而且不是一家出售，而是有着整整300家出售这种金疮药。这种金疮药也是一种设施制作，设施也需要图纸，300家数量不多不少，不仅让陈宇猜测可能是一个区的玩家都在制作金疮药，反正不可能是300人都获得图纸，这不现实。至于为啥这个区每个人都制作金疮药，可能获得图纸的那个人和星星警官一样，但更大的可能，陈宇想应该是获得了什么契约设施，让整个区都签下了契约。这种契约设施他在世界聊天里面也看到过。如果陈宇获得契约设施，肯定也会这样做，比如每人都发10个蜂箱，然后每天获得的蜂蜜必须上交90%等等。可惜他没有将金疮药敷在猎豹伤口上，效果当然不可能立竿见影，否则不可能只卖3000单位木材了。就像世界聊天里面说的治疗药水可以瞬间恢复伤势，一瓶售价20万木材，但是他一次都没抢到过，毕竟他又不是一直盯着交易商场，等到他知道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过去多久了，而且治疗药水也就出现3次。猎豹似乎感觉到了金疮药对于自己很有效，乖乖地躺在地上任由陈宇摆弄。等到药抹完，看着地上的猎豹，陈宇想了想，你先进入院子里面吧，外面太危险，我去收集物资也照顾不了你。推开大门，把豹子抱了进去。此时豹子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院子，又看了看陈宇。在他的记忆里，哪怕野兽臣服于强大灵物，依然可能一辈子都进入不了灵地，哪里像他现在这样刚臣服就进入到灵地的。陈宇不知道的是，此时猎豹看他的眼神都变了，如果能开口说话，猎豹能直接开口大喊主公在上，请受老奴一拜。陈宇只是将猎豹放在院子里，并没有放到主屋，这些房门只有玩家自己可以打开，外来者只能强行击破。猎豹感受着院子里面的空气，兴奋地摇尾巴。至于主屋，他当然感受到了里面灵气更加浓厚，但是他连这个念头都没有。虽然他不是灵物，但是在这片丛林挣扎了10几年，死过父母，死过老婆，死过孩子，见过的灵物没有100也有80，甚至去过好几次拥有灵地的强大灵物领地，想要臣服，但是没有一个看上他的。那只巨熊之所以占据了他的窝，让他连反抗都不敢，还不是因为他是一位灵物手下的儿子，猎豹怕自己隐藏的孩子也被追杀，这才没有反抗，挨了几巴掌
就匆匆逃离。不过现在，他也是一位灵物的手下了。是的，他现在就是认为陈宇是强大灵物，不然怎么拥有灵地？还有那只小田鼠和翠鸟，门口更是拥有2树1草，这些肯定都是他主人的手下。陈宇什么都没有说，猎豹就自己脑补完了，安心的躺在大门旁边，甚至不敢向着主屋靠近。一呼一吸之间，自然的吸收灵气，这并不是吐纳术，而是自然的呼吸。陈宇也可以通过呼吸吞吐灵气，只是他不知道罢了。但是过不了多久，陈宇就会发现自己的体质会出现很大的改变，并且如果此时观察自己的个人信息，就会发现他多出了一个属性，灵值 0.1。 有着灵气加持，猎豹的伤势恢复得很快，金疮药的药效在快速的发挥作用，要不了1天，猎豹就能完全恢复。陈宇此时来到屋后，收起10单位蜂蜜后，开始继续探索。土拨鼠，今天的太阳不咋好，今天的丈母娘脾气暴，今天的小妹没见到，没见到。小灰兔，臭老鼠，说，是不是你偷了我灵玉？土拨鼠，啥玉？小灰兔，没啥玉，就是我的床丢了，一块扁扁的白色石头，鼠哥你见过没？土拨鼠，床？我看你小子是欠揍了吧，敢拿鼠哥我开涮？还有，谁让你对我大声说话的？小灰兔，对不起鼠哥，鼠哥我错了，就是那床是我老婆的嫁妆，我也是一时心急，鼠哥，别打了，我错了。第21章开灵栗子。正探索资源的陈宇听到前面的声音，顿时停下来，蹲下来猫着腰扒开前面的草丛。果然，一只土拨鼠正按着一只灰兔子暴锤，小灰兔脸都肿了一圈，土拨鼠才放手。土拨鼠，哼，3天不打上房揭瓦，除了我媳妇和丈母娘，还没有谁敢吼我。要不是看在你媳妇的面子上，非得蛋给你爆了不可，赶紧滚吧。小灰兔，是，多谢鼠哥饶命，多谢鼠哥饶命。跑开的小灰兔心里嘀咕：小灰兔，哼，牛气什么？还不是一个倒插门。小灰兔灰溜溜的窜进草丛，消失不见。土拨鼠突然向着陈宇这里看了一眼，陈宇顿时心里一紧，一种恐怖袭上心头，他竟然感觉好像被一只巨虎盯上一样，浑身毛发都炸起来。土拨鼠哼叫了一声，背着小爪子离开了，丝毫没有把陈宇放在心上。陈宇额头冒出一丝冷汗，这是他最直观的一次感受到了灵物的恐怖。他能感觉到，即便有着青铜轻甲可以抵挡巨熊，阻挡猛虎，但是竟然让他没有底气抵挡这只土拨鼠。妈蛋，这些灵物的实力差距竟然这么大。那小白兔也只不过是能踢晕自己，小田鼠翠鸟更是除了飞得快和打洞，都打不过一只野狗。但是这土拨鼠，尼玛估计老虎都能吊着打。对于提升自己的实力，顿时有了更加紧迫想法。这迷雾求生世界真是太危险了，必须尽快升级10楼，尽快找到所谓的吐纳术，然后升级。只有升级才能最快的提升自己生命的保障。等到土拨鼠离开好一会，陈宇才出来，站起来发现腿竟然有些发软，顿时感觉有些丢人，竟然能被一只土拨鼠吓成这样。这只土拨鼠都能这么厉害，那之前区里面缠绕茅草屋的巨蟒，拔地跑路的巨鼠又得有多强大？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想来新手保护期已经结束了吧？想到这里，心里不禁一寒，还好自己周围的几只灵物不是比较和善，就是实力一般，不然还真的很难发展。收起心思，陈宇继续探索周围，寻找宝箱。吱吱吱，小松鼠，赶紧摘栗子，赶紧摘栗子！小松鼠，要快点，要快点，明天要下大雨了。小松鼠，再快点，再快点，把所有树洞都装满。小松鼠，太慢了，太慢了，再快点，再快点！没走多久，陈宇就听到小松鼠的心声，眼睛顿时一亮。采栗子？难道发现小松鼠进货的地方了？这不得直接把小松鼠老家抄了？不对，栗子树是属于大自然的，是属于所有人的，自己也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冲！尾随在跳来跳去的小松鼠后面，不仅让他发现小松鼠附近的3个粮仓，最后更是发现了3株1人合抱粗的栗子树。老天！地上、树上到处都是栗子。陈宇兴奋的直接冲过去，完全无视小松鼠。虽然对方是灵物，但是却是最弱的那一批，完全不用在意对方。小松鼠，小贼，竟然还敢偷我栗子！小松鼠在栗子树上蹦来蹦去，对着陈宇尖叫，还摘栗子砸，栗子砸在青铜轻甲上，发出嘣嘣嘣的声音。小松鼠，不许捡，不许捡！这些栗子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小松鼠，吱吱吱，这栗子是我的，不许捡！我说了，不许捡！这是我太爷爷的太爷爷栽种的，是属于我的，食神圣的私有财产！你欺负鼠鼠，鼠鼠好伤心。小松鼠见到一个个消失的栗子，
坐在松树上崩溃的大哭。老天啊，为什么猴子也和我抢栗子？呜呜！难道我最后的基业也要守不住了吗？祖宗啊，小鼠鼠对不起你，我没有保护好你留下的基业，最后几棵栗子树也要被猴子掠夺一空了。看着栗子树上哇哇大哭的小松鼠，陈宇都不好意思了。别哭别哭，我一定会给你留点的，这么多你一只鼠一冬天也吃不完不是？吃不完不就浪费了？我这是帮助你消化。想了想，陈宇掏出一根香蕉扔了上去，正哭得起劲的小松鼠一下子被砸了下来，掉在地上，顿时哭得更加起劲了。小松鼠呜，妈妈咪呀，不让鼠鼠活了！听得陈宇直接用脚趾头抠地，捡起地上的香蕉，剥开直接塞进小松鼠的嘴里。世界瞬间安静了，陈宇耳根子清静下来，继续捡栗子。之前小松鼠好像说明天要下雨，小动物的预言一向都很准，更别说小松鼠还是灵物，因此陈宇捡得火急火燎的，万一明天下的是暴雨，这些栗子肯定会被冲走大部分，到时候肯定更加不好捡。小松鼠正一脸懵逼的咀嚼几下，尝了尝又咀嚼几下。小松鼠，哎，这是什么味？感觉还挺好吃哎。小松鼠，有点香，有点甜，还软软的，一点都不硌牙，这是啥？越吃越起兴，小松鼠当然没有吃过香蕉，顿时两只爪子抱住香蕉，一脸好奇和惊喜的啃起来，嘴巴被塞得鼓鼓囊囊的。小松鼠，好吃好吃，太好吃了！啊呜啊呜啊呜！没两下，香蕉就全部被塞进嘴巴。小松鼠咀嚼着鼓鼓囊囊的嘴巴，瞪着眼睛好奇地看着陈宇，想要上前讨要，但是又不敢。最后想了想，小松鼠从巨大栗子树上一个隐蔽的树洞里面拿出一枚发光的栗子。是的，发光的栗子。陈宇瞥了一眼，就再也移不开眼睛。这栗子绝对不简单，给我的。看着怯生生走到脚下的小松鼠，陈宇问。小松鼠一手举着栗子，一手拿着只剩一个香蕉饼的香蕉，一会举起这个，一会又举起那个。小松鼠，这傻猴子，万一看不懂怎么办？陈宇再傻也明白过来，这是想要用栗子换香蕉啊。那感情好啊。陈宇大方地掏出3根，2根，1根吧，把这香蕉递给小松鼠。小松鼠兴奋地抛下栗子，抱起香蕉就跑了。他打算留着明年开春种地里，然后就有数不完的香果果吃了。陈宇此时捡起栗子，叮！恭喜玩家获得开灵栗子1枚。开灵栗子7星下品灵物，可以帮助野兽开启灵智，并且成为1级灵物。死！开灵，那岂不是豹子？第22章，准备收购大量肥沃的泥土。开灵栗子足足有着鸡蛋大小，散发着如同羊脂玉一般的光泽。7星下品灵物已经是很高的灵物了。根据系统解说，迷雾世界灵物分2种，一种是有灵智的，包括但不限于鸟兽虫鱼、花草树木，甚至山川河流；另外一种就是开灵栗子、巨灵玉石这种没有灵智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但是这种灵物稍有机缘，很可能就会自己诞生灵智。就像陈宇门前的猫耳草、老松树、老柏树，都是先是没有灵智的灵物，日积月累或者偶然一种机缘开启灵智，但是三者并不强大。老松树、老柏树之类，说是年老成精也差不多，猫耳草只是福缘深厚。至于眼前的小松鼠，陈宇通过听到小松鼠心声判断，估计是祖辈遗泽，而且听起来似乎小松鼠祖辈上也曾阔绰过，不过现在仅剩下3棵松树。但是凭借小松鼠，估计3棵松树也悬乎，大概率不是这一代就是下一代就败了，毕竟太弱了。对此陈宇也没有在意，收起开灵栗子，加紧捡拾栗子。明天要是真下大雨，估计是出不来门了，这样一来自己就会白白耽误1天。原本就已经和那个卖金疮药的、卖小火炉的拉开了极大差距，耽误1天更是巨大损失。现在只能尽可能的将地上的栗子多捡点。小松鼠抱着香蕉不知道跑哪里去了。3棵松树都极为巨大，一棵栗子树的树冠就笼罩方圆100米范围，稍微一躲就看不见。一个成年人合抱粗的树干近乎1米直径，最近的树枝距离地面也有20-30米，看得陈宇腿肚子打颤。他恐高3-5米就算了，这种高度是一点玩不来，万一腿抽筋掉下来摔断条腿胳膊的，那真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的不应了。树上的栗子雨后肯定会被打掉不少，雨停了还可以再来捡。而且地上的栗子也非常多，估计捡到晚上他也捡不完，密密麻麻的一大片，乐得陈宇呲着大牙。中午也没有回去吃饭，草草的啃2馒头，喝了1罐凉开水，就继续捡。地上的栗子非常密集，平均1秒钟可以捡3-5个栗子，一直捡到临近夜晚到来的3点40，差不多捡了5个小时，一共捡了59800枚。不得不说，吸收灵气长的栗子树就是能造瓦。看地上栗子色泽，这绝对是一连好几茬的栗子，凑了个整数，也该回家了。这些栗子价值已经非常惊人，就算1枚栗子
只换2单位木材，那也是10多万木材啊。但是这么多粒子，他并不打算收购木材、石头、沙子了，这些东西他已经储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至于做什么，他准备收购肥沃的泥土，而且是高价收购。是的，他打算制作大量田方块。如今已经到了第4天，不少玩家都已经拥有了院子。许多玩家适应迷雾求生世界后，也借助周围资源攒下丰厚的资产，甚至有着好东西，所以为了抢占这些珍贵资产，是时候出售田方块了。毕竟田方块那可是和稳定食物来源息息相关，价值本身就难以估量。田方块他是不打算换木头、石头这些东西，这些普通物资已经不能拉开上层玩家之间的差距。想要在上层玩家里面成为顶尖，就必须掌握足够多的图纸，足够多的稀有物资，乃至灵物。如今陈宇差的不是木头、石头，也不是食物、水源，而是图纸，是更加高等的物资。带着接近6万枚粒子，眼看就要天黑，陈宇匆匆向着石屋的方向回去。小松鼠突然从树上溜下来，握着一截香蕉饼。是的，小松鼠没有忍住，之前想得好好的，打算留着种，最后越看越馋，就想尝一小口，一小口后又一小口，小口接着小口，最后就口没了。但是小松鼠已经没有开灵粒子了。是的，它没有了。那一枚开灵粒子还是他准备娶老婆的，毕竟他也不愿意老婆是个蠢物，除了交配哼哈啥也不会。但是想着再单身3年也不是问题，3年后第2棵松树就该长出开灵粒子了，所以小松鼠就用开灵粒子换了一根香蕉。本来想着种的，反正最后啥也不剩。不对，还有一点。小松鼠如同田间地头的老农，蹲在树枝上，看着手里的香蕉饼，陷入沉思。吱吱吱，这个应该可以种出香蕉吧。石屋，陈宇回到石屋，上架49800枚粒子，留下1万枚粒子当储备粮。1枚粒子只换10单位肥沃的泥土。要知道1枚粒子现在的市场价至少是3单位石头，相当于10单位肥沃泥土就可以换3单位石头，这绝对是一个高价了。如果有人周围有着丰富的肥沃泥土资源，勤劳一天500-600单位没有问题，兑换成石头就是一天至少150单位石头。一个健康成年男子不停开垦，一天也只不过100单位左右的石头，所以这个价格能不高吗？也正是价格高，才能为陈宇迅速收集肥沃的泥土，然后制作田方块，尽快抢占其他玩家手里的珍稀资产。一个木号远远不足以满足他现在的需求，每天储备的田方块还是太少了。今天是第4天，他也才储备200个田方块，必须要尽快了。这200个田方块，陈宇暂时打算试一试市场，看看能交易出什么好东西。将田方块挂上去，并且商品私信设置了限制，必须拥有图纸、珍贵设施物资或者灵物的玩家才可以留言，这样可以排除极大一部分水军，避免自己遗漏宝物。打开交易商场，陈宇震惊地发现自己交易沙子的1万单位石头竟然全部交易完成。才短短1天时间，1单位石头兑换100单位沙子就交易完成，100万单位沙子啊！就算一个人一天捡1万单位沙子，那也是足足100个人才能将这些沙子兑换完。但是看交易记录，抢购石头的人足足有着1000多个。陈宇不禁惊叹，这些人虽然说等于坐在金山上，有着数不尽的沙子资源，可是前期沙子几乎就是废物，而且沙漠资源极其匮乏，还严重缺水，能活过初期的估计很少。想要暴富，还得有命活到沙子支棱起来的时候才行。对于那些降落在沙漠里面的人，陈宇一点也不羡慕，甚至如果可以选择，他宁愿选择寸草不生的荒山，也绝对不会选择沙漠。荒山至少还可以挖石头，只要努力，前期至少饿不死，中期也不用担心发展过慢，到时候粮食价格开始下降，石头却是稳步提升，不仅可以满足自身需求，更是不会让自己落后。后期运气好，说不定还能挖到稀有矿物，一夜暴富，追赶上层玩家。总之，只要周围有着石头，可以极大保证自己存活，后期发展也非常强劲。毕竟光是5级城堡，可是需要10万单位石头。一旦玩家发展起来，想要获得更好的庇护所，石头价值可想而知。随着迷雾求生世界时间的推移，大量玩家基本解决自给自足后，食物迎来大降价，但是木头、石头价值却是会稳步提升，甚至暴涨。这也是陈宇没有放弃出售壁炉换取石头的原因。至于木材，现在来看，木材价格是大于石头的，毕竟3级以前的房屋升级都是木材，虽然数量不多，但是玩家人口大，能像陈宇这样降落在森林里面的能有多少？加上前期大部分生存工具都需要木头，所以前期木材价值要高于石头。但是过不了多久，最多1-2个月，石头价值绝对要高于木材。除了3级以上房屋需要大量石头外，还有石头本身就比木材开采难度大。刚开始只是因为不少玩家可能会通过采集碎石获得石头资源，所以石头资源价值要低于木材。但是等大多数玩家周围碎石捡完后，加上一系列原因，
石头价格必定会迎来暴涨。有了石头，什么木材、沙子、食物等等都不是问题。当然了，现在陈宇已经开始将目光定向比石头还珍贵千百倍的东西。图纸灵物第23章吐纳术。把商品上架后，陈宇看着脚下翻肚皮的猎豹，此时猎豹竟然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手掌一反，手里出现一枚开灵栗子，在脚下撒泼的猎豹顿时僵住，愣了一下，眼里瞬间被渴望覆盖。陈宇既然已经选择猎豹当作宠物，自然不会吝啬，而且只要猎豹成为灵物，自己也能窥探对方的心思，并且能够交流。吃吧，以后好好跟着我，少不了你好处。陈宇摸了摸猎豹的头，笑道。开灵栗子丢进猎豹嘴里，猎豹顿时激动不已，舔了一下陈宇的手，连忙窝在原地不动。豹身隐隐散发毫光，一股灵动的气息蔓延全身。叮！恭喜玩家获得一只忠诚度超过 60% 的宠物，可进入宠物功能查看宠物信息。注：只有忠诚度大于等于 60% 的宠物才会被记入宠物面板。原来成为宠物还有这种条件，忠诚度吗？陈宇看着提示音和眼前突然弹出的信息，顿时好奇。打开主页，选择宠物功能，果然有着一只宠物。宠物猎豹，待命名。等级1，灵值9，忠诚度 91%， 天赋疾风，技能无。显示点开关于宠物的信息，陈宇详细的了解一下。想要让宠物录入面板，必须满足2个条件。第一就是拥有灵智的灵物，第二就是忠诚度必须大于等于 60%。这个百分比的忠诚情况大概是这样：等于 100%， 万劫不弃，视主如神；小于等于 90%， 死忠，主人的命令高于一切；小于等于 80%， 极度忠诚，可以让其去死；小于等于 70%， 非常忠诚，可以随意指挥；小于等于 60%， 忠诚，听从指挥；小于等于 50%， 亲近；小于等于 30%， 友善；小于等于 10%， 有好感；小于等于 0%， 无感。而陈宇现在唯一的宠物猎豹，忠诚度竟然高达 91%， 这的确让陈宇非常惊讶，甚至说是震惊，因为他好像感觉自己没做什么，顶多就是给猎豹一枚开灵栗子。殊不知陈宇确实没有做太多，但是各种东西都是比较出来的。猎豹在这片森林活了10多年，丛林法则根深蒂固，见过太多属于野兽的冷漠，有过太多的无奈，对于加入灵地有着极其强烈的渴望，深刻体会过强大灵物有多么高傲，漠视一切，所以才对于自己的机缘成为陈宇的手下极为珍惜。其中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想竭尽全力展示自己，然后希望有一天陈宇也接纳他的孩子。如今3只小豹子刚死了豹妈，还寄宿在他朋友玉舍利家，猎豹迫切想要接回自己的孩子，只不过现在身体根本无法支撑自己穿过丛林。不过等到猎豹醒来，估计就会离开，把孩子接到附近居住。陈宇从猎豹心声里面已经判断出来。陈宇看着宠物面板，发现除了猎豹，居然还有一个其他灵物面板。这些灵物都是陈宇遇到过的，虽然不可以像宠物那样可以查看详细信息，但是却能看到忠诚度。小田鼠 55%， 猫耳草 51%， 翠鸟 44%， 老松树 36%， 老柏树 35%， 土拨鼠 0%， 小白兔负 19%， 小灰兔负 26%， 居然还可以查看遇到过灵物的忠诚度。陈宇思考道，这样倒是可以知道那些灵物，可以尽快培养为宠物，那些灵物有着恶意。小田鼠的忠诚度陈宇倒是不惊讶，其他灵物也不奇怪，让他惊讶的是猫耳草忠诚度竟然仅次于小田鼠。陈宇想了想，估计是因为自己驱逐了兔子一家，毕竟兔子是吃草的，这灵物猫耳草可是大补。如今猎豹已经是1级灵物，灵值达到9点，差一点就可以成为2级灵物。但是身为猎豹，作为食肉动物，天然的比同级别的鼠兔强大得多，所以此时的小田鼠正惶恐地在墙洞里探头探脑。陈宇见状，走过去捧起来安抚，别怕，这豹子是我的宠物，不会伤害你的。小田鼠可是宝，如今忠诚度仅差几点就能成为宠物，陈宇当然要照顾好。来到主屋灶台前面，还贴心的给小田鼠也盛了一小碗米饭。小田鼠哪里尝过这种细粮，顿时高兴的大快朵颐，心思呆傻的小田鼠顿时将猎豹抛到脑后。陈宇把米饭先放一边，来到主屋宝石无限储物柜前面，将交易商场里面的100万沙子全部取出来放到里面，除此之外还有1万单位栗子。背包里面的蜂蜜，没有吃完的馒头，香蕉也都放到储存杂物的木质储物柜里面。脱下青铜轻甲放到背包里面，还是穿着衣服轻松。陈宇肩膀一松，走出卧室来到客厅，端起米饭到门口蹲着吃，观察着猎豹的变化。猎豹蜕变得很快，一碗米饭还没吃完，
猎豹就已经完成了蜕变，彻底成为灵物。猎豹，尊主，我成为灵物了！猎豹兴奋地走过来，蹭着陈宇。因为猎豹是宠物的原因，陈宇是可以直接和猎豹交流的。不错不错，对了，你要是有什么事，可以说说看。陈宇满意地拍拍猎豹的脑袋，咋说也是自己第一只宠物不是？他早就听到猎豹的心声，对方迫切想要找孩子。猎豹犹豫了一会，小心翼翼地开口：“尊主，我可以把我3个孩子接到附近吗？不进入林地里面，只是把我的孩子放到周围，我也好照顾。他们还是太小了。”刚开始就提出这个要求，对于一尊拥有灵地的强大灵物，确实是很冒犯的。但是陈宇可是文明人，在他看来，这种要求完全很合理嘛。人家都说了，孩子不进人院子，只是待在周围而已。对于猎豹，陈宇当然欣然答应。你就放心把你孩子接回来吧，可以的话也带给我看看。猎豹听到这话，顿时欣喜若狂。如果自己孩子也能拜入尊主门下，不说以后成为灵物，至少在这片森林里面也是有了保障，不用担惊受怕。多谢尊主。对了，给你取个名字，总不能老是叫你猎豹猎豹的。听到取名，猎豹两眼放光，期待无比。被一位灵地之主赐名，可是莫大的荣耀。陈宇想了想，就叫风行吧，怎么样？猎豹狂喜，伏地。风行拜见尊主。在这片不知边际的迷雾森林，不知道存在多少灵物，但是有名字的极少，基本都是灵地之主赐予，才会被众多灵物认可。同时有名字的灵物，说明这只灵物在一位灵地之主那里地位很高，就算再弱，也不能轻易得罪。虽然天黑了，但是猎豹依然出门，前往朋友舍利家，打算明天一早就把孩子接过来。陈宇打开交易商场，田方块下面已经有人留言：3星下品吐纳树兑换100田方块。吐纳树，陈宇心里陡然一惊。不过兑换100田方块，想屁吃呢！第24章4级10楼图纸，100田方块，不可能的！田方块可是种植作物的必备，是稳定食物来源的保障。最多给你2块田方块。不行，我这可是吐纳树，可以提升等级的，怎么可能只值2块田方块？80，至少80。吐纳树确实珍贵，但是吐纳树都是一次性的，只能学习一次。3块，是只能学习一次，可是你学会了可以一直使用啊，又不是只能吐纳一次。70，你说的对，但是你别忘了，你的吐纳树只是3星下品，几乎是垫脚底的吐纳树，万一过几天我就兑换了更高等的吐纳树，这个岂不是就白费了？5块，你就说交不交易吧，这可是吐纳树啊，跨入超凡的物品，怎么可能只值5块田方块？50，我的田方块可是永久的，有了它就不用担心食物来源。但是你的田方块需要种子才行，交易商场里面多的是，运气好甚至能买到米果树、面包树，但是那和你的田方块没有关系。怎么没有关系？没有田方块，这些都种植不了，你的院子只能栽水果树。我也不和你扯皮了，20，就要20，你换不换？我也懒得和你扯皮，我时间宝贵着呢，6个，你换不换？不可能，太低了。你这田方块原料肯定非常廉价，6块就想换吐纳竹？没有图纸，你就是原料堆积如山，又能怎样？我也不和你说了，我还有其他好些人给我私信换田方块，我给你发送一个交易请求，10个田方块，交不交易看你自己了。要知道，现在市场上一共也只有我这200个田方块，它的价值你很清楚。拜拜。陈宇直接关掉和对方的聊天，语音输入费了好大一番口舌，嘴巴都干了。现在就看对方交不交易了。另外一边，一个20岁左右、染着玫瑰红头发的女子，看着交易请求咬着嘴唇，她确实非常需要田方块，不然也不会用吐纳树交易。她很清楚现在交易商场这200田方块究竟有多珍贵，虽然这个人可能还能大量制造，但是万一不能呢？事关稳定的食物来源，而且凛冬将至，他不能赌。就算明知道田方块可能非常廉价，他也不能赌。更何况他手里还有一株灵芽米树，需要占据4个田方块才能种植。灵芽米树每天可以长出1两蕴含灵气的灵芽米，可以增加灵值，对于实力提升有着很大帮助。无论如何，他都要拿下。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交易，不过临交易前挖了2壁炉。对此，陈宇大方地送给对方，不过400单位石头而已，毛毛雨。看着到手的吐纳书，陈宇激动的颤抖。3星下品吐纳树，每天可以静坐吐纳2个小时，每个小时增加 0.3 灵值。系统学习3星下品吐纳树。叮！恭喜玩家学习3星下品吐纳树。陈宇打开个人信息，惊讶的发现灵值竟然已经达到 0.4。打开灵值记录一看，原来是聚灵玉石，可以每天为自己自动增加 0.2 灵值。这样一来，自己每天增加的灵值就有 0.8 了。只要10几天，自己完全可以达到2级。达到2级后会发生什么变化？
陈宇也不清楚，但是估计基础四维属性、敏捷力量等应该会提高。另外，理智、气力、生命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理智至今陈宇也不知道作用，猜测可能和精神状态有关。倒是气力和挖矿伐木的效率息息相关，气力值越满，工作效率就越高。生命就不用多说了，数据化的生命对于玩家来说简直是一大帮助。关掉个人信息面板，陈宇继续查看田方块下面的留言。奥德彪，兄弟，你竟然还有这种好东西，给我2个嘛，我用1株灵胶和你换，我很需要2个田方块种植我的灵胶，我一共也就3个，可以交易给你1个，灵胶每天使用可以增加 0.10 值。陈宇回复，老弟，你关注我了，咋一上架就有你，不过你很有诚意，灵胶是吗？我给你3个田方块，以后有好东西记得先考虑兄弟我。奥德彪，谢谢，以后有好东西保证先和陈先生交易。正义的鹰将，不错不错，小子，把这些田方块全部给我，我可以赏你1个工会名额，这个工会可是独立建立一个页面，拥有种种好处。陈宇回复，脸呢？你的脸丢了，我的祖父在晋国神社。你好，能不能和我交易田方块？我可以用1个道歉跟你交换。陈宇回复，脸呢？伊丽莎白的孙女，我手上戴着一枚明朝皇后的玉凤镯，我将玉镯还给你，你可以送我几个田方块吗？陈宇，你脸比小日子还厚。第999个王国洞4级10楼图纸，作为老乡我也不坑你，你也知道4级10楼图纸的价值，我不多要，20个田方块。陈宇回复，老哥你是我见到最实在的。成。翻看了大半信息，最终陈宇成功交易了1株灵胶，1张4级10楼图纸，尤其是4级10楼图纸，居然20个田方块就兑换了过来，这让陈宇喜出望外，今晚他就能升级4级10楼。是的，就是今晚，因为交易商场里面有玻璃和砖头，虽然贵得离谱，但是他买得起。至于灵胶数，每天可以结出2根灵胶，1根可以增加 0.10 值，这样一算，每天就又可以多增加 0.20 值，只需要10天，他就可以拥有 11.0 值，晋级2级。将灵胶树栽种在1个田方块里面，现在院子里面20个田方块，已经有2个被占据，每天都可以有收获。下面就要购买玻璃、砖头，升级10楼了。陈宇摊开手里的图纸，图纸上是一个红墙灰瓦的2层小楼，有点类似徽派建筑。等到升级后，自己的院子又可以扩大1倍，主屋也会达到100平。至于西屋和东屋，那都是不属于4级10屋范围的，会保持不变。1000单位石头，500单位砖头，100单位玻璃，1张2层小楼建筑图纸，马上凑齐了。第25章4级10楼雨夜吐纳，1单位砖头，10单位石头，500单位砖头需要5000单位石头，1单位玻璃，20单位木材，100单位玻璃，2000单位木材，还行，倒也不是很贵。这个价格对于陈宇来说丝毫不是问题，但是对于一般底层玩家，就算3-5个月省吃俭用，也很难积攒足够的资源购买砖头玻璃，更别说图纸了。毕竟大部分底层玩家一天能挖100单位石头，或者砍伐200单位木材已经很厉害了，除去吃喝花费，手里估计剩不下多少了。现在才第4天，陈宇就已经凑够4级10楼的资源，说是上层玩家丝毫没用水分。系统升级4级10楼，叮，是否消耗1000单位石头，500单位砖头，100单位玻璃，1张徽派建筑4级图纸，升级为4级建筑。是，叮，恭喜玩家升级成功。眼前突然一阵虚晃，所有东西都模糊了一瞬间。仅仅眨眼的功夫，陈宇站在院子里，眼前的主屋就变成了一栋徽派建筑风格的2层小楼，第3层更是突出一个瞭望亭，瞭望亭四周被玻璃包裹，极为坚固。因为图纸的原因，整个200平的院子加上100平的主屋都是徽派建筑风格，但是墙为了增加隐蔽性，呈现斑驳的红绿色，瓦片是灰色。而且除了主屋，图纸自动将院子分成前院后院2个部分，都是10米乘10米，组成一个长方形。主屋10楼在后院，东屋西屋也在后院。因为东西2屋都是10米乘5米，所以刚好完全占据后院10米的宽度。只是在外面，主屋和东西2屋有着2个不小的夹角，10米乘5米。至于20块田方块，苹果树、香蕉树都在前院。石墨原本也在前院，但是被陈宇又挪到了后院窗户下面，花坛全眼放在了后院中央，如同一个小喷泉。除此之外，因为每张建筑图纸有着很多样式，陈宇这张图纸里面还自带了4个厢房，分布在前院东西2侧，不占用院子面积，刚好和后院2个石屋紧贴。因为图纸的原因，后院石屋虽然没有增加面积，也没有变成2层楼，但是原本粗犷的建筑也变成了徽派建筑，所以看起来并不违和。如今整个庇护所除了前后2个各100平米的院子，现在陈宇已经拥有一栋2层小楼，2个东西后院大房间，4个东西前院小房间。
前后院由一面3米高的墙隔开，墙上还有很多镂空的窗户。说到墙，将所有建筑包起来的围墙足足增加了2米，变成了5米高。是的，院墙不是仅限于200平米的院子，而是将所有建筑包裹在内。大门都有3米高，嵌在5米石墙内，地面还抬升了半米，因此大门外面出现3阶台阶，整体变得非常厚重，带着浓浓的安全感。陈宇先来到前院，查看一下4个厢房，除了门窗，里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窗户也只有在院子里面的那一面墙上才有，是玻璃材质的。后院里面东西2屋变化不大，西屋一样堆满了储物柜、储物箱，东屋里面依然空荡荡的。最后就是主屋，2层小楼。第1层3室一厅，一厨一卫，甚至还有自来水。陈宇打开水龙头，没有水。叮！自来水需要前往卫生间水箱里面填充水。水箱？好奇的来到卫生间，发现竟然还是干湿分离，顿时高兴不已。在淋浴的地方，赫然有着一个和热水器类似的东西。走进上面显示出水箱，有着3个空间格子，每个空间格子可以填充10立方水，甚至还能添加木材，提供加热功能。要是还能有电就好了。陈宇不知足的咂巴一下嘴。有电是不太可能，所以房屋里面晚上会比较暗，但是有着壁炉，壁炉自带照明属性，所以并不是一片黑暗，反而火焰跳动的光将10楼映照得很温馨。走上楼梯，2楼是3室2厅，每个房间一样很小，但是都很实用。陈宇的卧室也在2楼，透过2楼的窗户，可以清晰地观测到整个院子以及东面南面的景象。外面一片黑暗笼罩，除了可以看清院子，其余外面什么也看不清，只是感觉隐约有着黑影窜动在丛林中，即便有着隔音，陈宇依然可以听到野兽的嘶吼。院子前面大门上，翠鸟的大别墅坐落在上面，尽管隔着20米远，陈宇依然可以听到对方的心声。翠鸟，那傻豹子竟然也成为灵物了，不可思议。翠鸟，这么晚了还出去瞎逛，才成为灵物就不知道天高地厚，早晚要吃亏。小田鼠，小豹子和小主关系好亲近，看来我也要出卖自己的身体了。没有提到房子，按理说这么大变化，他们不应该无动于衷才对。叮！只要系统发现有灵物，甚至野兽发现玩家的房屋，就会自动蒙蔽对方的感知。原来是这样，我就说嘛。不过这样倒是不错，万一有灵物到处瞎传，说不定还会引来强大灵物。陈宇转身从卧室出去，向着2楼上面一个瞭望亭走去。这是2楼上唯一的建筑，并不是所有4级10楼图纸都有这个东西，所以陈宇的图纸算是比较珍贵的。瞭望亭本小，仅有4个平方，和2楼连接的不是楼梯，而是一个梯子。4面都是透明的玻璃，但是从外面看就是花花绿绿一片，像是树木枝叶。站在这里，没有任何视野盲区，可以观测到所有事物，甚至还有夜视功能。对，就是夜视功能。2楼看院子外面明明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片深邃的黑暗，但是在这里半径50米内，他都可以看清楚。树木、花草、石头，甚至在草丛里面窜动的柴狗都能看清。等等，柴狗！陈宇突然身体一寒，定睛观察，惊惧地发现，整个房子4周竟然围着至少30条柴狗。第4天，这就是所谓的新手保护期结束的礼物吧？陈宇有些庆幸，还好自己升级了房屋，坚固高大的石墙不是这群柴狗可以突破的。要是他还停留在2级木屋，估计今晚自己大概率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但是现在，用翠鸟的话说，一群蠢物不值一提。将水缸里面的水添加到水箱里面，洗个热水澡，陈宇开始在床上打坐。今天2个小时的吐纳术还没做呢。不久，外面开始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没一会小雨变大，哗啦啦的大雨下个不停。翠鸟把自己7层大别墅的房门都关紧，跑到小田鼠家暖和。小田鼠也把门窗都关紧，和翠鸟一起窝在温暖的小窝睡觉。夜晚里，从门窗缝隙里面还露出橘黄的光。第26章，猎豹归来，符文谷。清晨醒来，陈宇感觉浑身清爽，感觉身体好像一下子卸下20斤担子一样，整个人轻松无比，呼吸都顺畅许多。昨天晚上吐纳了2个小时后，就自然而然睡着了，一觉醒来刚好天亮。陈宇起来活动一下子身体，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炒豆子的声音，舒服。长舒一口气，走到窗户前。此时外面还下着大雨，院子外面迷雾的可见度甚至不足5米，看来今天不适合出去了。叹了一口气，这种天气地面湿滑，可见度极低，出去很容易出事的。毕竟他现在也只是普通人，又不会飞檐走壁，连蹦起来都没2米高呢。外面迷雾可见度这么低，隐藏在迷雾里面的野兽也就更难发现了，更别说他还是处在丛林里。虽然不能出去，但是到院子里面把东西收拾一下，采集了屋后的蜂蜜，还是没有问题的。交易商场里面好像有卖蓑衣斗笠的，自己买2件。就算仅仅只是在院子里活动，这2样东西还是需要的。
万一贝林感冒了，虽然交易商场里面有卖药的，但是要多贵，能买个蓑衣斗笠，何必受那个罪？况且蓑衣斗笠也不是只能用一次，在交易商场，随便一瓶只能用一次的药，动不动都是上千单位木材石头，而一件蓑衣斗笠一套才100单位木材，花费了200单位木材购买了2套。为了方便放这2套蓑衣斗笠，陈宇还专门消耗2单位木头，制作了2个木衣架放在1楼客厅门口，将另一件备用的挂在衣架上，戴上斗笠，披上蓑衣出门。作物都在前院，走20米就到，将10个米果、3斤香蕉、5个苹果、2根菱蕉都采摘。外面的小田鼠似乎听到动静，从连接院子的洞里探出脑袋，见到陈宇滴溜一下窜进他怀里，讨要香蕉苹果吃。小馋鬼，就知道吃！陈宇笑骂，把小田鼠揣进兜里，刚要开门，这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吼声：“风行，尊主！”风行回来了。陈宇看着大雨，有些哑然，他还以为要雨停了风行才会回来呢。这风行也太实在了，就不会变通一点吗？这么大雨还带着孩子四处窜，万一出点事，自己未来的3只宠，嗨嗨，小豹子出事了怎么办？忙来到大门前，透过一个隐蔽的小玻璃向着外面看，在大门的屋檐下面，一只豹子带着3只小豹子，还有一只猞猁正在躲雨。风行还拖着一只没有死透的梅花鹿，显然是猎物。陈宇打开房门，风行连忙开口：“尊主，我的孩子和朋友，可不可以在门口避一下雨？等到雨停了，我就会带着他们在周围找住所。”“不用了。”陈宇笑道，随手花费100单位石头制作了一个仿真假山，“就让他们住在松树下面吧。”陈宇披着蓑衣来到老松树下面，随手一挥，一个假山落地。假山高3米，长7米，宽5米，上面有着一个仅有半米高的洞口，但是里面却是极为宽敞。洞内高2米，长5米，宽3米，而且还比外面的地面高1尺，可以有效防止雨水内溢。这种没有工艺水平，也不能生产资源的东西，制作页面就可以制作，虽然简陋，但是足以避风寒。陈宇还在里面铺了10单位茅草，这些茅草咋说也是系统出品，卖相好也保暖，效果比干草好多了。对于3只小猎豹，陈宇早已经内定成为宠物，有着风行这个豹爸在，只要自己稍微照顾一下，3只小猎豹的忠诚度就很容易达到60%。所以为了防止小猎豹因为风寒夭折，他甚至在里面还放了一个壁炉，一个壁炉占地仅1平，洞里面还是绰绰有余的。一旁的猎豹早已经目瞪口呆，这是什么手段？化土为石，虚空挪移，凭空造物，死！尊主恐怖如斯。如今风行是陈宇的宠物，所以不会被系统屏蔽感知。至于老松树、老柏树，因为被屏蔽感知，就会觉得自己身边一直都有这样一块石头，一直都有这样一个院落，所以不稀奇。可见系统很恐怖，轻易改变这些灵物的认知。你孩子和朋友就住在这里面吧，你要是不放心，在院子里吐息完也可以出来。这些灵物也不是能一整天都可以吐息灵气的，天赋差点，甚至一天仅能吐息片刻功夫，能吐息超过1个小时的，都算很有天赋了。猎豹风行因为服用7星下品开灵粒子，洗礼过一次身体，一天也不过只能吐息3克，也就是45分钟左右。谢谢尊主。风行惊喜。对了，尊主，这是我路上狩猎的一头灵鹿，献给尊主。灵鹿眼神透露着绝望。灵鹿完犊子了，这死豹子后面竟然有着一位灵帝之主。芭比扣了。陈宇诧异地打量着灵鹿，对方显然也是灵物，不过能被猎豹风行捕捉，撑死也就2、3级。我收下了，你先进来吧，吐息完了再出来。我先去屋后，你把这灵鹿带进去，别咬死，我一会就回来。吩咐好了猎豹风行，陈宇到屋后把10单位蜂蜜收起来。蜂箱被他从屋后挪到了主屋和西屋的墙角里面，现在蜂箱里面已经有很多蜜蜂，都是那种圆滚滚的黄蜜蜂，有着蜂箱的原因，这些蜜蜂都没有蛰陈宇。10个蜂箱贴着墙角，搬完后，陈宇拍拍手，大功告成，收工。刚到门口，那只猞猁突然从洞里面窜出来，陈宇还以为要袭击自己，立刻取出青铜长矛，可是没想到猞猁竟然在前面放下一块骨头，然后呜了几声就钻回洞里。陈宇愣了一下，看着地上的骨头，这是送我的，顿时有些哭笑不得，竟然送自己一块骨头。不过虽然礼物奇怪，陈宇也走过去捡起来。叮！恭喜玩家获得2星下品符文谷，是否学习小云语术符文？系统的提示音顿时让陈宇再次愣住，但是瞬间就狂喜，这是解锁技能槽了。小云语术第27章紫薇公会。此时阳台上，陈宇一脸沉默地看着眼前，他瞄的这是技能，这还没我泼一盆水威力大呢。在他眼前是一个仅有1米大小的云朵，正淅淅沥沥地下着蒙蒙细雨，要不是阳台上面有着挡雨的，估计他都看不出来这玩意下雨。是的，这朵云就是消耗陈宇全身灵值施展的小云雨术。
当然，陈宇全身灵值也只有1点。哎，服了。陈宇叹口气，无奈的下楼。此时云朵存在1分钟也消失了。不过咋说，自己现在也算掌握超自然力量了。陈宇自我安慰，等以后灵值上来了，或许大概应该会厉害点。回到卧室，将2根灵胶吃了。现在他的灵值上限达到 1.2， 不过还不着急吐纳，以后吐纳就安排在晚上。锅里早上回来时做的米粥也熟了，里面还放了一个切碎的苹果，盛了一碗吃。小田鼠这时候从口袋里面窜出来，吱吱吱。小田鼠，我的呢，我的呢，我也要吃。知道了知道了，给你盛一碗。陈宇无奈的给小田鼠一小碗，这小田鼠不大，但是真能吃，还能拉，养活他自己2斤米就吃不饱了。还有不少栗子，晚上包10几个栗子，掺和剩下的1斤米煮粥就差不多了。外面下着雨，闲来无事只能翻看聊天，看看别人发的什么视频图片。星星警官今天要发粮食了。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粮食，1人1天可以领取1斤红薯面。什么？发粮食？开玩笑吧，我们区里面可是没死1个人呢，300人每天要消耗多少粮食？就是有本事现在就发啊！我看他就是嘴上说说，现在粮食什么价格他不清楚吗？1天300斤粮食，随随便便换上万单位木材，那小娘皮舍得给我们？口说无凭，拿出来让大伙看看啊！哼，一群厚颜无耻之人，自己怎么活过昨天晚上？没点逼数吗？死！说到昨天晚上，我外面出现一只狼，在我门口大半夜，1晚上我都没睡觉，修了5次房门。我也是，现在想想都害怕。我外面是一条3米长的毒蛇，可以喷射腐蚀性毒液，能腐蚀房门。还好星星警官送的木头足够，加上我自己也存着不少，这次没有被毒蛇进来。你们这些都太小儿科了，我外面可是一头老虎。不过庆幸的是，我的房子已经升级到了3级石屋，那老虎没能把我怎么样。说来我们这个区是真的幸运，我有个好友是其他区的，听他说他们区昨晚死了40-50人呢。可不是，反正那些还是1级茅草屋的，大概率是活不下来了。谁让他们懒的？这3天我每天都去挖石头，1天70-80单位，还搜寻2个小时资源，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都是天亮之前吃饭，晚上回来吃饭，吃的还都是搜集的草叶树根，为的就是尽早升级3级石屋，一点危险意识都没有，死了也是早晚的事。谁说不是呢？咱区不也有整天水群的？要不是星星警官，早死了，还天天狗叫。要我说，星星警官就不该救他们，好吃懒做，早晚要死。马德，谁说谁呢？有种给老子站出来，老子弄不死你！你确实弄不死我，整天没有意义的狗叫，装什么装？门都没出过吧？哈哈，你猜这些人怎么吃饭的？我才估计自产自销。嘤，人家才没有，人家有好多小哥哥，每天有着吃不完的好吃的念，现在住的可是有着2栋3级石屋的10月念。哼，有什么好装的？老子要是能卖片，还能轮到你？嗨嗨，兄弟，你头像看起来也挺清秀的。话说大家不会有着星星警官阶级，不用担心水，不用担心升级2级木屋的材料，还有人没有升级到3级石屋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有这么懒的吧？你以为谁外面资源都和你们一样吗？说这话不嫌脸疼，你就是房子还是2级木屋吧？哈哈，少扯什么外面资源不够，老子就是在沙漠里面还能卖沙子呢。老子一天出去捡7个小时沙子，脸都脱了几层皮，每天捡5-6千单位沙子，100-200单位沙子才换1单位石头，不照样升级3级石屋？你再差还能有老子这里恶脸？我外面可都是荒山，连根草都没有，我能干什么？我靠，荒山那岂不是有着数不完的石头？马德，我真想锤死你算了，石头多珍贵，你不会不清楚吧？算了，竟然还有这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老娘他娘的在大草原，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除了草啥都没有。现在我看见草都想吐，每天只能去割草卖，一天到晚只能割50-60单位，1单位青草才能换1单位石头，运气好还能捡点牛粪，晚上不用烧木材取暖。这大草原天气古怪的很，白天温暖如春，晚上寒风刺骨，风吹在身上跟刀刮似的。好在昨天也升级到了3级石屋，不然木屋估计都顶不住那牦牛一下子。你们都不如我惨，我直接在一处沼泽地上，第1天打开门我人都傻了，除了一望无际的泥沼，到处隐藏的吃人泥沼，还有鳄鱼。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外出去挑污水，然后过滤了烧开卖。为了尽快省点资源升级石屋，只能捡点腐烂的鱼，使劲煮成黑乎乎的汤，又臭又腥。我感觉自己完全麻木了，羡慕那些在森林里大山里的人，每天出门就能挖石头砍木头，还有剩余能换点人可以吃的。话又说回来，星星警官真的要发粮食吗？乐乐，是的，但是有要求，每天必须是出门探索4个小时以上，拥有石屋的人才能领取。看看，我就说吧，臭娘们不可能那么大善心，你们还不信？那我问你，升级石屋很难吗？
每天出去探索4个小时很难吗？乐乐，意见是我提的，原本星星姐姐是要每个人都发的，但是我强烈提议，所以有了这个条件。马德，原来是你小子，我劝你最好改回来，不然我每天在群里骂死你。乐乐，现在拥有10屋的人，或者可以今天升级10屋的人，今天私信发给我一个1天4小时以上探索视频，要今天之前的，今天探索的不算，不知道怎么弄直接询问系统，系统会给你生成，我会审查，合格者可以加入我们星星警官建立的紫薇公会，每天福利1斤粮食，3升优质湖水，只限今天报名，过期不候。公会第28章木紫薇，紫薇公会，看来这个所谓的星星警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圣母啊。陈宇目光闪烁，感叹道。第二次听到公会2个字，隐隐约约让他嗅到了一丝风向，似乎要出现所谓的势力萌芽了。这些所谓的公会，不正是一个个势力雏形吗？一个善于伪装的野心家吗？不过不管你是什么人，都和我没有关系，希望你不要来打搅我。不过同处一个区，以后难免会打交道，看来要小心点了，别被人卖了还数钱。陈宇伸个懒腰，面板突然弹出提示音：谁？星星。哼，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星星，你好，我叫木紫薇，小名星星，想要邀请你加入我的公会，有没有兴趣？陈宇，为什么找我？我记得群里不是说需要发送视频审核后才行吗？星星，哈哈，你当然不用，你应该也是走在前列的玩家吧？陈宇，怎么看出来的？我可不记得和你有过交集。星星，以前没有，现在有了。至于怎么看出来的，别忘了我们可是一个区的，在交易商场里面输入区号，加上你的姓名，查看你出售的东西，很难吗？哈哈，陈宇，原来是查看交易判断啊，你倒是很聪明，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一个单纯的白莲花圣母。星星，白莲花圣母又不是傻白甜，难道我就不能聪明一点吗？陈宇，废话少说，我不会加入紫薇公会的。星星，别着急拒绝，加入公会可是有着很多好处的。陈宇，你既然看过我出售的商品，就应该知道我并不缺少物资。星星，一个人收集物资怎么比得过一群人帮你收集物资呢？只要你加入公会，我可以给你副会长的位置。陈宇，抱歉，我没有兴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况且我自己活得很好，不想给别人打工。星星，加入公会，你如果需要东西，可以发布任务，公会里面成员实力都不弱，所在地也是各种各样，可以帮你快速的收集物资。陈宇，交易商场里面我需要什么物资，可以直接去交易，就算没有，我也可以高价收购，一个公会再怎样，也比不过几十亿玩家有效率吧。星星，普通物资确实如此，但如果是稀有物资呢？公会之内玩家有着各种图纸，可以生产各种稀缺资源，如果在交易商场，你怎么能保证自己可以抢到需要的稀有物资呢？陈宇，你说的不错，但是我为什么要去抢？我完全有能力让他们自己来找我，甚至我还可以在他们里面挑选自己满意的。星星，不，在未来，公会必将成为主题。陈宇，我不这样看，成为主题的永远是掌握资源的强者，只有顶尖玩家才是永远的主题。星星，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在不久的将来，每个玩家探索自己周围都可能掌握着独有的珍贵物资，这些珍贵物资每天开采的数量都是有限的，就算你有资源，也不一定就能买到。挂在交易商场，你能确保自己每分每秒都盯着吗？如果不能，怎么抢得过几十亿人？公会汇聚高端玩家，自己人有着优先购买权，可以让我们走在其他人前面。陈宇，还是那句话，我不需要每天盯着交易商场，我只要挂上自己稀有物资，会有无数拥有奇珍异宝的争相抢购。什么公会优先购买权，在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主的，在更大的利益面前，他们会自己做出判断。只有普通玩家才会在意优先购买权，因为他们太普通了，没有掌握稀有资源，出售的物品在交易商场里面有着成千上万，完全是大陆货，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吸引掌握珍贵物资的玩家前来交易。而我不需要这些，副会长听起来很诱人，但是头顶毕竟有人，受制于人，哪里有独自发展快？星星，好吧，我承认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我并不认可。你怎么能保证自己一直处在玩家的顶端呢？我始终认为积土成山，积水成海的道理。陈宇，那是因为你没有信心独自攀登绝顶，所以才需要掌控别人的时间来为自己服务。星星，掌控别人的时间？不，我可没有，相反的，我们双方都是获利者，怎么可以说是掌控别人的时间呢？陈宇，你很聪明，虽然不知道你是真圣母还是伪圣母，但是两个都不是好东西，我不想和你为伍。星星，你对圣母太有成见了，受到了世俗的影响，真正的圣母可不是蠢物，而是真正的智者。自古以来，王侯将相攀登绝顶者可有孤身一人的，又有几人是心思残忍暴虐的，或多或少都有圣母之心，这叫具明心得天意。
陈宇，或许你很聪明，但是聪明更加让我忌惮。那些历史上成功的王侯帝皇确实不是孤身一人，但是他身边的人同样没有好下场。我真担心你会哪一天把我卖了，所以到此为止吧。星星，你想多了，我会和你一同成长。迷雾世界不简单，似有成仙做祖长生的希望。我向来以宽待人，心有成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同道。加入我，你不会后悔的。陈宇，你是会夸自己的，我就学不来。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我们平等交流，我不需要一个上司。星星，好吧，我们理念不同，但是希望未来可以多加合作。对了，你的田方块，不如全部卖给我怎么样？陈宇，呵呵。陈宇，你打算用什么交易？星星，我可以给你每天提供一定零水，持续3个月。陈宇，赊账。抱歉，我不需要。星星，如果你这样想，我也没有办法。我向来非常讲究信誉，人无信不立。陈宇，你真的很能装，我装不过你。但是你如果诚心交易，就拿出让我看得上的东西来。星星，我已经很诚心了，只是你想的太多了。既然这样，我给你10立方灵水，可以增加100点灵值，交易100个田方块怎么？陈宇，灵水一天有没有食用限制？星星，一天可以喝10升。陈宇，一天10升，你是猪吗？而且还只能增加0.1灵值。陈宇，慢走，不送。星星，等等，我还有其他东西。第29章6级工作台，10万田方块。陈宇，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星星，我不和你一般见识。陈宇，你到底交不交易？不交易我走了。星星，3张图纸，每张交易50个田方块。陈宇，什么图纸？拿来看看。星星，花圃图纸、豪华木床图纸、雪橇车图纸。陈宇，拜拜。星星，等等，你说给多少？陈宇，2个。你这些图纸都是什么废物？你自己清楚。2个我已经很大方了，多一个还是看在都是一个区的份上。星星，不行，再怎么说这也是图纸，说不定以后可以大卖呢，至少100个。陈宇，呵呵。星星，好吧，看来骗不过你，50个总行吧。陈宇，呵。星星，你到底想给多少？陈宇，2个。星星，你至少每个也值1个田方块吧？你怎么还给2个？你这也太没诚意了。陈宇，成交，3个就3个。星星，好，算你狠，3个就3个。叮，你收到玩家星星的一条交易请求，同意。叮，恭喜玩家获得花圃图纸、豪华木床图纸、雪橇车图纸。对于这次交易，陈宇很满意。虽然3张图纸没啥实际作用，但是能用3个田方块换回来，他自然非常乐意。将3张图纸让工作台学习，查看它们的作用。花圃消耗10单位木材，10单位普通泥土，1粒花种占地1平米。根据玩家情况备注，每个花圃可以增加1单位蜂蜜，花圃仅能放置在院落中。豪华木床消耗100单位木材，制作2×2.4的大木床。雪橇车消耗100单位木材，制作雪橇车需要宠物拉乘，含有30个空间格子。根据玩家情况备注，猎豹可以拉雪橇车。这个花圃看起来还不错，可以增加蜂蜜产量，其他的就先留着吧。雪橇车或许以后有用。看着眼前的工作台，2级已经有些不够用。系统升级工作台。叮，恭喜消耗500单位木材和石头，升级为3级工作台。继续升级。叮，恭喜消耗1000单位木材和石头，升级为4级工作台。叮，恭喜消耗5000单位木材和石头，升级为5级工作台。叮，恭喜消耗1万单位木材和石头，升级为6级工作台。暂时就这样吧，居然要消耗这么多木材石头，不过这些空间格子也足够用了。工作台每升级一次，放置原材料的空间格子和产品空间格子都会增加1个。是的，只有1个。系统真是杀人不见血啊！现在两边的空间格子已经拥有6个，一次性可以制造好几样东西了，暂时足够用了。现在没有普通泥土，也没有花种，去交易商场里面看看。打开交易商场，筛选出普通泥土，顿时出现一堆。交易页面的商品都是以一个个方块样式呈现，面板上面竟然填不下，还可以向下拉很长一段。用普通泥土交易各种东西的都有，甚至价格也是差距极大，倒是省了砍价的功夫，直接找了一个可以用石头交易的最便宜的普通泥土。20单位普通泥土兑换1单位石头。这些普通货色没啥囤积价值，陈宇就买一些自己用。陈宇花费100单位石头，交易了2000单位普通泥土。再次筛选花种，顿时出现各种各样的花朵种子，虽然没啥用，但是价格可不便宜，毕竟花种获得比较困难，需要运气。好在几十亿人口基数下，
上面各种花种也是成千上万，多得很。半个小时后，购买了200个花种，足足花费4000单位石头。没办法，这些人油盐不进，陈宇根本砍不动，于是聊了5、6个人，直接放弃了。花种本来就是外出意外获得，卖不卖得出去对于他们没有什么影响，反正就是你爱买不买。能卖出换1、20单位石头自然是好事，卖不出去就在交易商场一直挂着。对此陈宇也是无奈，好在4000单位石头对于他来说也不贵，消耗2000单位木材，2000单位普通泥土，200个各种花种，花费1个小时就将花圃全部制作出来。院子不大，200个花圃当然放不下。院子除去田方块、苹果树、石磨等等，还剩下170平米的面积。后院放置了将小花圃堆积成4个4×4的大花圃，前院直接来了一个6×8的大花圃。前后2个院子顿时又减少了80平米，剩下的120个花圃直接被挂在交易商场，没有标售价，还是留言交易，偶尔看看下面的留言，看看能不能交易一些好东西。原本挂在交易商场里面的4万多粒子，此时居然也出售一空。果然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陈宇感叹。这一下子陈宇手里足足拥有498000单位肥沃的泥土，一个田方块需要5单位肥沃的泥土，现在自己就可以制作足足99600个田方块。以后慢慢出售，每次出售完200田方块，再上架200田方块，这样可以保持田方块价值不至于被拉低太多。一个田方块还需要消耗2单位木材，制作99600个田方块就要199200单位木材，自己现在的木材不知道还够不够。陈宇点开物资面板，木材的数量仅次于石头，排在石头下面。木材258620，看来还是足够。这次消耗这么多木材，看来有必要再囤积一波，干脆再上架100田方块，一个田方块售价10万。这个应该不贵吧？毕竟自己短短5天出售了一些馒头都能攒这么多木材，那些掌握实物水源的上层玩家手里怕不是动辄几十上百万单位木材，人数估计还不少，毕竟有着几十亿韭菜呢。将率先制作的100个田方块上架，陈宇割起韭菜来也是丝毫不手软。田方块牵扯稳定食物来源，只要稍加花费些资源，收购米果树之类的东西，就会彻底解决粮食问题，对于那些几十万身家的玩家可是很诱人的。等到100个田方块卖出去，那可是1000万木材，直接木材自由，而且还能直观反映出田方块有多珍贵。一旦交易完成，可想而知，到时候肯定有着更多人过来和自己交易田方块。完成交易后，就算自己不需要，也完全可以将自己获得的田方块以10万单位木材出售。毕竟谁会和10万单位木材过不去？那可是足足10万单位木材。第30章突破2级，一星中品青灵吐纳树。这雨怎么还越下越大？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大门口下，陈宇躺在椅子上啃着苹果，悠闲地看着外面的大雨。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感觉现在的雨似乎略带了一丝青色。这雨怎么回事？难道是酸雨？不会吧，我看那些花草树木似乎也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啊。陈宇眼里带着疑惑，这雨怎么变得有些古怪了？难道是我眼花了？老松树，卧槽卧槽！老百头，快醒醒！是青鸾领主！青鸾领主又出门溜达了，赶快集中精神，准备好！陈宇心头一动，老松树这是什么意思？青鸾领主？什么玩意？难道这里还有传说中的神话生灵？还有让老柏树准备好，这是要干啥？陈宇更加疑惑了，继续倾听。这2株老树少说上百年了，就算待在原地一动不动，也绝对知道不少秘辛。老柏树，哎呦，你干嘛？老夫正睡得香着呢。老柏树，咦，这雨怎么变成青色了？老松树，你睡傻了吧？还睡？睡死你得了，赶紧集中精神使劲吸。青鸾领主马上出现了。老柏树，王德发。什么？青鸾领主？妈妈呀！老松头，你咋不早点叫我？老松树，我没叫你吗？没良心的，早知道让你睡死算了。老柏树，好了好了，啰里啰嗦的，赶紧给我准备好，大口吸。上一次青鸾领主出现可是60多年前了。老松树，谁说不是呢？又能一睹青鸾领主风采了，真是让老夫甚是想念啊。老柏树，得了，你是想念林雨福泽吧？将旁边那几个小家伙叫醒，能吸多少看他们造化了。老松树，这次过后，森林里面又迎来一次盛景啊，不知道要诞生多少灵物。老柏树，是啊，恐怕又会出现不少新灵地，又是一阵腥风血雨啊。老松树，管他呢，反正打不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没有灵地。老柏树，啧，这次要是我们身边再出现一个灵地就好了，我们还能饱餐一顿。老松树，吃货，除了吃就是睡，我去叫新邻居了。哎，我怎么不记得这个房子是啥时候建的了？算了，果然是老了，估计是上次吞灵休眠时来的。来来回回，
不知道又能存在几个春秋。当初的小松鼠都只剩第6代一个独苗了。老柏树，是啊，时间可真是不可思议。上次青鸾领主出行成就的那只小松鼠建立的家族，短短60年就没落成这个样子，就剩3株100年开灵栗子树了。上次的9星云兔灵地，短短2个甲子年，现在连最后的巨灵玉石都被那个无毛猴子偷了，本家也没落成了1星灵地，眼看就要守不住了。老松树，天下熙熙，万灵争渡，无数灵物奔着那成仙做祖的梦，又有几个能成？一到天劫之下，葬了古往今来多少亡魂。哎，老柏树，你是不是不想叫？搁这里装几把装，显得你有文化是吧？给猴看呢。老松树，给你看。老松树，傻鼠，田鸟，高冷豹，赶紧出来淋雨了，一会都给我吸呀。小田鼠啊，弄啥？松爷爷叫我弄啥？翠鸟，谁田鸟？谁田鸟？你才田鸟，你全家都田鸟。风行，青鸾领主。松前辈刚刚说的是传说中的青鸾领主，我这就去叫尊主。猎豹风行从石洞里出来，来到门口，看到陈宇就在门口晒雨，一嘴巴扯住陈宇的裤腿。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去吧，把你孩子也喊出来。陈宇无奈地拍拍风行的脑袋，风行见此放心，把自己孩子和朋友猞猁喊出来，说不定今天也能成为灵物呢。陈宇抬头看着天空，随时准备运转吐纳术。青鸾领主。没过几分钟，老松树大喊：老松树，孩子们，开始了，使劲吸呀！天空中的大雨突然变成深青色，浓郁的灵气充斥天地之间。可是陈宇却突然愣住，那是苍冥的深空，青色神鸟穿云而过，他的视线仿佛被拉远，竟然可以清楚地看见青色神鸟，仿佛每一根羽毛都清晰可见，但是又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上一秒的记忆只剩下一片模糊。冥冥之中，他似乎听到了青色神鸟的心声，可是什么也听不懂，仿佛那不是他可以窥探的天音。不知不觉中，陈宇陷入吐纳之中，并且脑海隐隐出现一团青色，似乎随着吐纳有着鸟的形状。原本的3星下品吐纳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周围灵雨中的灵气被自动聚集在陈宇身边，随着一呼一吸进入他的身体，灵值开始缓缓增长， 1.1 至 1.2 至 1.3， 2.1 至 2.2 至 2.3， 9.1 至 9.2 至 9.3。 叮！恭喜玩家灵值突破时成功突破到2级，获得 4.4 维属性点，可选择加在任意4维属性上。青色的雨已经消失，大雨恢复了正常。陈宇睁开眼睛，一抹青色渐渐消退。系统查看个人信息，名称陈宇，区域编号华国096601，个人编号华国096601520000，等级2，状态健康，精神12，力量10，敏捷13，体质11，可自由支配属性4点，理智110110，气力110110，生命110110，灵值11，保护度81100，装备青铜轻甲，青铜长矛，技能2星下品小云雨术，吐纳术1星中品青灵吐纳术，竟然一下子提升了10点灵值，到了2级。陈宇惊喜，顺着数据往下看，看到最后一行，顿时惊呆了。吐纳竹1星中品。陈宇不可思议地揉了揉眼睛，确信不是幻觉，看来自己获得了什么机缘，只是自己似乎什么都记不清了。陈宇低头沉思，脑海一片空白。算了，恐怕和那青鸾领主有关系，不是自己能窥探的，总之对自己是好事。陈宇乐道，点开吐纳术查看。青灵吐纳术，品级1星中品，吐纳时间每天可以吐纳2个小时，获得灵值每个小时可以增加1点灵值。介绍：观想神话生灵青鸾神鸟所获得的一种吐纳术。第31章，第2只宠物灵后，以后提升等级又快了不少，提升1级居然还能获得4个基础属性点。陈宇看着4个属性点，想了想，全部加在敏捷上吧，反正自己有着青铜轻甲，防御暂时足够了，关键时候还得跑得快才行。原本13的敏捷变成了17，试着跑了2下，速度有着很明显的提升。不错，陈宇对此已经非常满意，况且2级积攒的20点灵值，要不了10天他就能积攒够，可以升到3级了。叮！恭喜玩家获得一只灵蜂后宠物，点击宠物可以查看。突如其来的提示音让陈宇懵了一下，灵蜂后？哪来的灵蜂后宠物？自己不记得见过一只灵蜂后啊，怎么突然就成为自己的宠物了？突然，陈宇心头一动，不会是那10个蜂箱的作用吧？打开宠物功能面板，边查看边向着屋后去。宠物蜂后未命名，等级
1. 灵值3，忠诚度65%，天赋宠母，技能统御，应该是灵雨后诞生的灵物，只是没想到忠诚度居然一下子达到了65%，似乎从野兽培育上来的灵物，忠诚度普遍增加的非常快。陈宇心里想到，刚到主屋和西屋的墙角，里面一只2寸大小的肥硕黄蜂就向着陈宇飞过来。蜂后，主人。陈宇摊开手，仔细打量着落在手上的蜂后，有名字吗？蜂后，没用的主人，我也是刚刚成为灵物，主人不要嫌弃我，我还是很有用的。放心，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以后你就叫灵后吧。灵后，谢谢主人。以后你除了发展自己的族群，还要负责守护院子，也就是灵地，知道吗？灵后，这是灵后的职责。对了，你现在有着多少小黄蜂？灵后，普通小黄蜂没有什么大用，对付不了灵物，只有毒针可以对野兽造成一点伤害，但是失去毒针后，小黄蜂也会死掉。不过小黄蜂数量很多，每个箱子有着1万只，一共有着10万只。在小黄蜂之上，还有数百只小灵蜂，但是灵值都在1点以下。毒针也是一次性，但是威力很大，数量足够情况下，虽然杀不死灵物，但是可以令对方陷入麻痹。不错，等会我把蜂箱搬进院子里面，这样诞生的灵蜂以后应该会多一些。对了，你还需要蜂箱吗？灵后，掌控10万蜜蜂，1000小灵蜂已经是我现在的极限，只有提升等级后才能继续孕育蜜蜂，不然孕育了最后也会跑掉。10个箱子已经足够了。那好，以后需要直接告诉我。对了，你最多可以派遣蜜蜂掌控多大范围？灵后，10公里，10公里内我的子蜂都可以自由采集花蜜，在远点的地方，子蜂不能在白天飞一个来回，夜晚降临后可能就会迷失方向，失去联系，而且很容易被其他毒虫捕食。10公里吗？那已经很大了。今天你派遣一部分蜜蜂，收集周围3公里内的灵物，如果遇到了就把消息传给你，你给我说。灵后，主人，这么大雨蜜蜂是无法飞行的。陈宇一拍脑袋，光想着收集灵物，把这个给忘了。好吧，等雨停了，你记得让你的蜜蜂出去采蜜的时候留意就行。灵后，放心吧主人，我的孩子遇到好吃的都会回来告诉我的。原本打算让灵后收集灵物的想法破灭，陈宇也只能无奈的摇头，走进墙角，把蜂箱都搬到院子里。最后一个蜂箱搬完，天色已经不早了。查看了3只小豹子和猞猁，发现4只野兽依然没有成为灵物的迹象，有些失望。蜂行，尊主，墙角堆放的那堆东西里面好像有灵物。猎豹风行此时走过来，灵物？那里？顺着风行的目光看去，就是之前他堆放在墙角的一堆玉米芯。这里面有灵物？陈宇疑惑，不过还是跟着风行过来。风行趴在地上，鼻尖指着一个地方。风行，尊主，就是这里，很小很小，好像还没长成。陈宇贴近一看，惊讶地发现玉米芯上面竟然长着一簇小小的蘑菇。手指触碰，系统顿时响起声音，叮！恭喜玩家获得小灵菇，可以栽种到田方块里面，每天可以采集1朵，1朵灵菇可以提升0.1灵值。竟然在门口长出了灵物！陈宇惊喜，小心翼翼地掏出长着灵菇的玉米芯，用蓑衣遮着雨，连忙跑到前院的田方块前面。系统种植灵菇，叮！恭喜玩家种植灵菇，3个小时后成熟，点击采集可以收获今天的灵菇。见到灵菇种植成功，陈宇心情非常愉悦，加上这个灵菇，以后自己每天都可以获得2.5灵值，8天后就可以升到3级了，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刚要离开，陈宇脚步突然一顿，在香蕉树下，一只梅花鹿正在舔舐着伤口，差点把它给忘了。这只梅花鹿赫然是今天一早猎豹风行送给陈宇的猎物，宰了？还是？看着非常神俊的梅花鹿，陈宇有些心动。这只梅花鹿一看就是雄鹿，体型比猎豹风行都要大，甚至完全可以成骑。想到可以成骑，陈宇就有些激动，宰了梅花鹿的念头顿时又小了不少。梅花鹿也注意到了陈宇的注视，眼睛里面都是惊慌恐惧，心神都是被恐惧填满。陈宇无法和梅花鹿交流，把猎豹风行叫过来。风行，尊主，有什么吩咐？去问问那只梅花鹿愿不愿意臣服，如果诚心臣服，我可以饶他一命。风行没有多问，但是心里却升起一丝危机感。风行，主人似乎很热衷于收服灵物，看来以后自己要好好表现，主人心里第一的位置必须是我的。风行，这大角鹿有啥好的？天赋这么差，长得还丑，鼻子不是鼻子，嘴不是嘴，胆小如鼠，真不知道尊主看上那一点，希望他不要不识抬举。风行，虽然主人让我劝降，但是这没骨气的大角鹿绝对一口答应，得好好敲打敲打，让他明白谁是尊主最喜欢的。少给我耍心眼。陈宇，10分钟后，梅花鹿，别杀我，别杀我！梅花鹿，我愿意，我愿意。梅花鹿，我投降，我投降。梅花鹿，都答应，都答应。梅花鹿，
又活了一天，又活了一天。第32章，血脉果实，宠物梅花鹿，木奇，等级2，灵值11，忠诚度61%，天赋草木旺盛，技能缠绕，宠物猎豹，风行，等级3，灵值31，忠诚度92%，天赋疾风，技能御风。风行竟然到了3级，陈宇对于猎豹风行的提升有些惊讶，看来对方资质还是很不错的。至于梅花鹿木奇，陈宇起了个名字就没有再多关注，只是在外面又安置了一个假山石洞给梅花鹿木奇居住。眼看天色不早了，陈宇爬到老松树上，伸手在树洞里面摸了摸，200多个栗子，当然要全部拿走，好几天口粮呢。反正那小松鼠可是小富婆，不会在意这一点的。老松树，这无毛猴子一看就活得久。老柏树，活得再久，哪能活过你啊？灰兔子，我老婆生了，我老婆生了，通通闪开！前面挡道的通通闪开！老天，赶紧去找小松鼠要枚开灵栗子，我记得他好像手里还有的。灰兔子，赶紧的赶紧的，再快点再快点！老婆一个人在家太危险了，估计这次淋雨过后，3棵栗子树至少结出了9个开灵栗子，必须得弄到手一个。灰兔子，赶紧去抢，不能让土拨鼠抢先了，去晚了汤都喝不上。灰兔子，土拨鼠的老祖宗快死了，到时候没了那老头子和小松鼠爷爷的情分，咋说我也得为了老婆孩子抢下一棵栗子树。刚要关门的陈宇突然顿住脚步，转头看着不远处的草丛，小灰兔正火急火燎地去往小松鼠家，听他心里的话，似乎要去抢劫。陈宇感叹，果然那小松鼠这么弱，怎么可能守住那种宝物？估计现在是和哪个灵帝还有点情分，别的灵物还不敢动，但是小松鼠手里是别想攒着开灵栗子，估计都要被抢走了，能保住1-2个估计就不错了。对于小松鼠的遭遇，在这片森林本来就是这样，估计要不是祖上阔绰过留下的关系，现在说不定早就死了。小松鼠和土拨鼠灵帝有着关系，不知道所谓的老土拨鼠到底有多强，自己还是别参与的好。自己见到的土拨鼠都这么强，至少也是3级以上灵物。小灰兔口里的土拨鼠老祖能和小松鼠爷爷有点关系，活了这么多年，怎么着也得10级往上吧。1级灵值上限10点，2级灵值上限再叠加20点，3级灵值上限再叠加30点，以此类推，到了10级，灵值上限就是550。如果土拨鼠老祖超过10级，灵值就超过550，显然不是陈宇可以得罪得起的。就是那只住在这里不远的土拨鼠，他都得小心应对。这迷雾森林，没想到一群灵物关系也搞得这么复杂，果然有了智慧就有了社会啊！还得低调发展，以后那些有着智慧的灵物尽量别碰，一不小心招惹到了什么，不说陷入危险，发展肯定也要被拖累的。毕竟击杀那些灵物也没啥用，顶多吃肉喝血增加些灵值，还不如自己收集一些灵物种植来的稳妥。至于小松鼠，我虽然借了一点你的栗子，但是也只能祝你自求多福喽。关上门，看着墙角旮旯里的小蜜蜂，陈宇满意的点头。果然有了智慧就是不一样，也难怪这些灵物看不起所谓的野兽，称为蠢物。一旦成为灵物，觉醒智慧，几乎就属于人和猴子的区别。这片迷雾森林蕴含无数机缘，如今自己见到的也只不过冰山一角，有着玩家的身份和亲临吐纳术，稳扎稳打，自己要不了几年就能站稳脚跟，成为名副其实的灵帝之主。最弱的灵帝之主也必须有着10级以上的等级，否则根本守不住灵帝。而且大多数灵帝还都是靠着灵物自己的种族形成的族群共同守护，很少有一位灵物独占一个灵帝的。陈宇之前和梅花鹿打听了一下所谓的云兔灵帝，毕竟梅花鹿虽然菜，但是也是成为灵物2-3年，周围一些灵帝还是清楚的。云兔灵帝100年前迷雾森林里面的一方霸主存在，不过现在只剩下一个10级兔子支撑，要不是下面有着一群兔子兔孙，估计早就被取而代之了。距离这里也不远，只有7-8公里，灵帝大小甚至还不如陈宇的院子大，这也是为啥小灰兔小白兔会离开的原因。大部分兔子成年都会被驱逐，仅有少部分天赋好的会留下来。土拨鼠一家也是如此，不过土拨鼠娘家虽然离开灵帝，但是机缘巧合得到一株巨灵草，过得可比陈宇见到的那只土拨鼠滋润多了。毕竟按照人类的说法，就是3无青年，无业游民。回到院子，陈宇开始为晚上的饭做准备，包了10几个栗子，混着剩下的大米，煮了一锅稀饭。之前还剩了10几个玉米馒头，蒸了2个，天上木材就不用管了，到5点就可以吃了。打开交易商场，100个田方块已经被抢购一空，陈宇顿时收获了1000万单位木材，将木材全部取出来，放到了宝石无限储物柜。在另外交易稀有物资的田方块下面，陈宇又翻看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看得上眼的物资。这是一个玩家的留言，顿时吸引了陈宇的注意。血脉果实可以让宠物觉醒，稀有血脉进化，交易20个田方块，
换不换？价格好商量。陈宇思索，血脉果实竟然可以让宠物进化，倒是可以给风行使用。虽然风行天赋也算可以，但是如果获得血脉果实，肯定会更进一步。自己现在实力还过于弱小，前期有着风行守护会更安全一点。你可以看着我之前的交易成功记录，我想你应该注意到了一个田方块兑换10万单位木材。你觉得一颗所谓的血脉果实可以兑换200万单位木材吗？哥们，你终于回我消息了，再晚我可能就交易过了。你这交易记录我还真没注意。这么看来，兑换200万单位木材确实有点勉强。不过我的血脉果实可以让一只野兽直接成为灵物，并且觉醒稀有血脉，对于以后生存具有很大帮助。10个田方块还是很值得。你别光说好的，不说缺点啊！别忘了，宠物是要忠诚度的。万一我给一只野兽吃了，野兽跑了怎么办？别忽悠我，对于宠物不了解，想要查看忠诚度，至少也是灵物才行。野兽是无法查看忠诚度的。哈哈，这不是刚刚还没来得及说吗？没想到哥们对于宠物居然也这么了解。我要不了解，你是不是就准备不说了？我看你交易没有什么诚意，血脉果实给一只野兽服用，大概率是打水漂。智慧灵物难遇到不说，想要培养到60%忠诚度，更是不知道要猴年马月。我觉得一个田方块都亏，如果你不想交易就算了。哎，别呀，哥们，算我遇到行家了。果然大佬不愧是大佬，啥都知道，一个就一个。哥们，我把交易请求发过去了。显然，对面这个人也是急了，他是真怕陈宇不交易。血脉果实，此人获得2个，第一个就是陈宇说的情况，喂给一个野狸猫，结果成为灵物，人家就跑了，还把他自己抓伤了。第二个，他不敢再用，就想着换点物资，注意到天价田方块，就想要换一个田方块，然后甩手，至少也能获得10万单位木材。那可是10万单位木材。陈宇看着交易请求，嘴角一勾，血脉果实对于别人没有用，对于有着3只宠物的他来说，可是用处太大了。叮！恭喜玩家交易成功，获得1枚血脉果实。第33章迷雾公告，玩家称号榜。陈宇看着手里的血脉果实，整体如同一颗红色透明的玛瑙，里面清晰可见一些如同血管一样的丝线，在最里面一个看起来像是果核的东西，如同心脏一样跳动。这血脉果实竟然长成这种模样，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从院子里出来，陈宇准备现在就给风行使用。风行，尊主。风行从洞里面出来，眼里带着疑惑。跟我进来。陈宇不准备让风行在外面服用，毕竟旁边还有2棵不知深浅的老松树、老柏树。进到主屋后，陈宇取出血脉果实。风行目光看着陈宇手里的血脉果实，他自然没有见过这种东西。风行，这是什么？好奇怪的东西，看起来像一个果子，但是长得竟然如此古怪，甚至老松树都不曾见过长相如此古怪的果实。但是如果血脉果实的作用泄露出去，绝对会引发一场腥风血雨，尤其是那些青黄不接的灵帝，绝对会拿出全部底蕴争夺。把这个吃下。是。风行没有问缘由，当即吃下去，忠诚度高达92%，就是陈宇叫风行去死都会当即执行，别说吃下1枚果子了。陈宇在一旁静静观察风行的变化，惊叹方看着风行的变化，竟然节俭了。客厅里面的风行在吃下血脉果实后，瞬间陷入沉睡，身体表面浮现一层层血痂，如同蚕丝一样将风行包裹。仅仅过去1分钟，原地已经没有了风行，只剩下1个半米高血色蚕茧。如果不是亲眼看到风行被包裹，恐怕陈宇都不敢相信风行会进入这么小的蚕茧里面。咚咚，客厅里面响起心脏鼓动的声音，声音带着奇怪的魔力，连陈宇都受到影响，脸色潮红，当即远离。到了墙角，这才好一点。好古怪的血脉果实，不知道风行会觉醒什么血脉。对于风行的进化，陈宇也是非常好奇与期待。点开宠物面板，发现风行名字后面出现了进化中3个字，不知道什么时候风行才能进化成功。陈宇也就没有等待，端着1碗粥，拿着2个玉米馒头，上楼来到卧室。刚准备刷刷聊天，面板上突然弹出一条金色提示语，系统的声音同时在脑海响起：迷雾公告，恭喜玩家活到第5天。为让广大玩家在凛冬到来之际更好的生存，现在将开启玩家称号排行榜。获得称号的玩家将获得宝箱，宝箱里面拥有神秘奖励，越高级的称号获得的宝箱品质越高。称号由低到高依次为普通玩家、黑铁玩家、青铜玩家、白银玩家、黄金玩家。普通玩家将获得安慰宝箱、白木宝箱，对应称号玩家可获得对应品质宝箱。称号获得方式：世界前10万名黄金玩家，前100万名白银玩家，前1000万名青铜玩家，前1亿名黑铁玩家，其余为普通玩家，称号不会重复。评判将由系统决定，没有评到高级称号的玩家也不用着急，每3个月都会刷新哦。刷新之后，玩家依然可以获得1次对应品质的宝箱。系统评级绝对公正，如有疑问请保留。称号评级开始，将在30秒后完成。
30、29、28。玩家称号？陈宇疑惑地看着系统公告，看着黄金玩家的评判标准，眼中金芒一闪。黄金玩家前10万名，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入选。不过马上就有结果了。黄金宝箱，真不知道黄金宝箱会开出什么好东西。陈宇对于自己获得黄金称号还是蛮有信心的。4级庇护所，1000万单位木材，100万单位石头沙子，10万单位壁炉田方块，1星中品青灵吐纳树，3只宠物，下品巨灵之物，哪一样不是大多数玩家遥不可及的？如果这都不能获得黄金称号，那么前10万名就未免太不可思议了。3、2、1，叮！恭喜玩家获得黄金称号，获得黄金宝箱1个。果然，前10万名都能获得黄金称号，凭借我的积累获取还是很轻松的。虽然早有所料，但是系统公布的一刻，陈宇还是非常激动。要是换算成地心的财富排行榜，白银玩家都是相当于身家过亿的，更何况黄金玩家。还有系统奖励的黄金宝箱，那可是黄金宝箱啊！面板上，陈宇的名称上自带一个黄金底框，极为尊贵华丽。只要在任何地方露头，无论区域聊天、世界聊天，都会极为显眼，自带金光闪闪的霸屏特效。此时世界聊天里面非常热闹，甚至有不少获得高等称号的玩家不惜1掷千金收购好几个喇叭，一时间交易商场喇叭价格暴涨，又有一批玩家财富暴涨。不知道3个月后会有多少玩家称号晋级，称号跌落。黄金大佬呢？我的黄金大佬呢？快出来让我舔舔！哎呀呀！黄金大佬，快出来溜我！妹妹已经备好项圈和绳子了。10万呢？我的10万爸爸在哪里？你们走丢的儿子在这里。嗨嗨，儿子，你爸爸在这里。哇哇哇！黄金称号，是黄金称号大佬。大佬别走，快让我舔舔。呲溜呲溜呲溜！卧槽！大佬是我爸爸，谁让你们舔的？都不许舔，都不许舔！呲溜呲溜！爸爸，儿子过来给你舔，加个好友怎么样？什么你的？黄金爸爸是大家的。呲溜呲溜！我就舔，就舔！呲溜呲溜！哎呀，一不小心获得黄金称号，这称号获得的也太简单了吧？黄金大佬，你们都是有啥资源获得黄金称号的？其实也没啥，我就是只有4级房屋，几10万单位石头木头，稳定食物水源而已。和真正的大佬比起来，我连人家脚趾头都不如。哇哇哇！几10万！老天爷，我就没有这些。我对于为啥评级为黄金称号也是一脸懵。我想大概是因为1星中品的吐纳树，每天可以让我获得2.0值吧。什么？1星中品的吐纳树，每天2.0值？老天，你吐纳1天等于我吐纳20天。不行了，我要去上吊。你好歹有吐纳树，我连吐纳树都是刚刚听你们说的。呜呜呜，我好可怜啊！我对于自己成为黄金玩家其实也挺意外的。我的房子只是3级，相信只要不懒的人大部分都有，木头石头也仅有几千单位而已。可能是因为我有着3只2级狼宠吧。宠物？大佬你居然有宠物，而且还是狼，还是3只。大佬你知道宠物有多难获得吗？那可是灵物啊，忠诚度至少60%啊！你居然5天就拥有3只。我细心照料5天的猫头鹰灵物，现在忠诚度也只有31%，勉强不会走而已。哼，有什么了不起的？黄金称号可是有着10万人呢，有什么好稀奇的？就是这些黄金称号可都是吸的我们的血，否则他们凭什么是黄金称号？建议这些黄金玩家、白银玩家免费发放物资给我们这些普通玩家。赞成。这些黄金玩家都是吸血鬼，必须供养我们，否则我就不购买他们的东西，坚决抵制他们的商品。看看他们3个月后还能不能是黄金玩家？对对对，他们都是一群万恶的资本家，和我们原本世界的亿万富豪一个样。必须要批斗他们，让他们明白什么叫人民的力量。世界聊天里面顿时出现一大批仇富的人，不过很快就被淹没。不是，你们傻逼吧？有本事你也吸啊！我看你但凡有点本事，估计比他们吸的都狠。这种人就是看不到别人比自己好，承认别人的优秀就这么难吗？就算运气，那也实力的一部分。管他干什么，赶紧给我舔舔！卧槽，你居然是白银玩家！不许跑！白银大佬给我嘬2口！吸！我吸！把你们全都吸干，吸干你的运气！我也吸，看我暴风吸入，上下2张嘴都给我发动啊！吸吸吸！第34章，天不生我奥德彪，交到万古如长夜。陈宇看了一会，发现黄金玩家露头的仅有10几个，还都是那种很年轻的，顿时没了兴趣。叮！黄金称号玩家骄神奥德彪申请添加你为好友，是否同意？叮！黄金称号玩家星星申请添加你为好友，是否同意？叮！
黄金称号玩家第999个王国栋申请添加你为好友，是否同意？叮叮叮叮叮。青铜称号玩家木号申请添加你为好友，是否同意？叮叮叮。烦死了，有完没完？系统屏蔽所有我没有和他们有过任何聊天的玩家好友申请。陈宇直接屏蔽没有过任何聊天记录的玩家，顿时好友页面清静了下来，仅剩下为数不多的10-20个，大多数还是砍价交易有所交流的。奥德彪，这家伙卖香蕉都卖出黄金称号了，也是能给我一株香蕉树，甚至灵蕉，怕不是直接有着一座香蕉林，光卖香蕉估计已经积攒很多财富了，更何况还有2株灵蕉，说不定那2株灵蕉比自己这个还要好很多，自己这个只是树林最小的。对于骄神奥德彪的好友申请，自然同意。另外，星星这个紫薇公会的会长也同意了，还有之前卖给自己4级图纸的王国栋，以及一直持续交易肥沃泥土的木号。奥德彪兄弟，我就知道我都能成为黄金称号玩家，你丫的指定也是黄金称号玩家。陈宇，低调低调，说不定3个月后黄金称号玩家就没有我了呢。奥德彪，我信你个鬼啊，你可是当前玩家里面唯一掌控田方块的玩家，黄金称号只是称号极限，绝对不是兄弟的极限。陈宇，哪里哪里，比我强的可是多的是，光是那几个卖药的、卖兵器的，还有卖小火炉，甚至那个卖土豆子的我都比不过呢。奥德彪，你们华国人真是太谦虚了，要是我绝对购买180个喇叭，在世界聊天狠狠吆喝，可惜实力不足，只能买10个8个，哈哈。陈宇，哈哈，怎么样，金光闪闪的霸屏特效是不是非常爽？奥德彪，那还用说，简直爽歪歪，一大堆白人跪舔，让我狠狠羞辱了一顿，看见他们气急败坏的样子，简直爽死了，可算牛气了一顿。陈宇，凭借骄神的资源，以后牛气的日子还多着呢，以后说不定还能收购一群白奴、光宗耀祖呢。奥德彪，嘿嘿，我倒是有这个想法，听说到了5级城堡，就可以招募其他玩家签订卖身契，给自己打工呢。陈宇，还有这个功能，我倒是没有了解过。奥德彪，嗨，就是5级城堡升级条件有些苛刻，不然我现在就有实力升级了，那些材料啥的都不是问题，图纸刚刚开宝箱也获得了，是5级海岛大别墅图纸，就是我刚刚要升级，系统说必须个人等级达到15级才行。草了他老妹的，15级积累的灵值可是要超过1550点的，就是一天积累10点灵值，都还要155天呢。陈宇，竟然还有这个条件，那估计短时间恐怕没有可能出现5级城堡了。对了，你黄金宝箱开出5级建筑图纸了。奥德彪，兄弟还不知道吗？之前迷雾公告福利后面有着详解，系统这次赠送的黄金宝箱里面一定会出现5级城堡图纸，而且图纸样式生成符合自身周围的环境，白银宝箱也都有4级图纸。陈宇，原来如此，我没太注意，反正该获得的也不会少了我的，哈哈，只是没想到竟然还有5级图纸，真是意外之喜。奥德彪，还不止呢，据我几个聊天的黄金玩家，黄金宝箱都能开出3件东西，除了5级图纸，其他2样随机，我获得的是一个灵胶培育田和一辆超级自行车。我告诉你，这个超级自行车牛逼得很，什么都能拉，只要锁定一样东西，随着自行车移动，锁定的东西也可以移动。我刚刚试着直接锁定我的岛屿，老天，竟然可以拖着我的岛屿移动，就是太慢了，1分钟才能走1米，不过随着我等级提升，速度还会越来越快。陈宇，不愧是骄神，天不生我奥德彪，骄到万古如长夜，哈哈。奥德彪，卧槽，好霸气，我决定了，以后这就是我人生格言。陈宇，对了，你那岛屿多大？都有啥资源？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建立长期贸易。奥德彪，嘿嘿，就等兄弟这句话了，我打算和兄弟交易田方块，毕竟有了灵胶培育田，以后我肯定还会获得灵胶，到时候就需要比较多的田方块了。陈宇，那你打算怎么交易？奥德彪，生产的灵胶55分。陈宇，好家伙，兄弟够实在，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55分就55分，以后田方块我提供，灵胶55分，我去买张契约卷轴。奥德彪，嘿嘿，兄弟不用去买了，我早就准备好了，就等兄弟开口，来，只要签上编号就行了。陈宇看着奥德彪发过来的契约卷轴，顿时哭笑不得，不知道这人是真傻还是假傻。说的真傻，直接一口灵胶55分，还自备契约卷轴舔着来，说他假傻能一直忍着不开口，直到自己说要建立贸易才说出来。不过这些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他只需要付出1点田方块，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灵胶啊。田方块是啥？那就是土和木头加在一起，没有10个单位制作的。看了一下没啥大问题，当即签订了契约卷轴，至此契约生效。陈宇提供田方块，而奥德彪使用田方块栽种的灵胶产出必须分给陈宇50%，由系统亲自执行。
对方接收的田方块只能也必须用作种植灵胶，不可私自交易。奥德彪，嘿嘿，兄弟，要不先给我100个田方块？我岛屿上不少树龄极高的香蕉已经被培育成灵胶了。陈宇，这么快？没问题，200田方块拿去，不够继续问我要。奥德彪，哥，大哥在上，请受小弟一拜。发送过去200田方块，但是对此陈宇感觉占了天大便宜，不费吹灰之力获得了未来持续产出的灵胶，简直美滋滋。而对于奥德彪来说，他也觉得是占了大便宜。要知道，一个田方块就是10万单位木材，现在他没有花费任何木材就获得了200田方块，以后还能更多。自己只是利用了产出的一部分资源而已，没有花费任何东西。奥德彪，兄弟，我先去种植灵胶了。陈宇，哦了。陈宇今天非常高兴，黄金称号，黄金宝箱，又收获了一批灵胶。虽然不能当饭吃，给自己多提升多少灵值，但是那可是提升灵值的灵物啊！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提升灵值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硬通货币，每一株灵胶树那都是印钞机啊！所以说，这奥德彪还是傻的成分多。系统打开黄金宝箱，第35章黄金宝箱。系统打开黄金宝箱。叮！恭喜玩家获得5级空中花园图纸庇护之罩升级卷轴。5级城堡空中花园图纸。介绍：除了100×100的城堡建筑，300×300的院子，本建筑还可以浮空30米，可以有效杜绝地震、洪水、泥石流、低等灵物以及野兽等灾害，并且自带传送门装置。传送门分为2扇，一扇在院子中，一扇在空中花园下方正中央。庇护之罩。介绍：可以作用于庇护所，拥有隐身、防御、锁灵3大功效。升级图纸。介绍：可以指定设施、灵物、图纸、装备等等一样特定东西进行升级，升级后可以获得更加高等的东西。注：升级方向可以做出一定的指定，升级卷轴将会按照这个指定进行升级。根据玩家情况备注，宠物使用可以让其进化1次。空中花园。庇护之罩。升级卷轴。死！陈宇狂喜，这3种东西着实让他大为惊喜，每一样都是足以扭转一个玩家命运的物品。空中花园，没想到自己竟然可以获得这种建筑图纸，离地悬浮30米啊，几乎杜绝所有和地面有关的灾难了。真是期待可以建成的一天，不知道会是什么场景。陈宇看着图纸，图纸上面有着建筑的模拟场景，还是3维投影的。空中花园里面，中央是100米乘100米的城堡，城堡有着足足5层，一共25米高。周围是一个300×300的院子，院子边缘是5米高的城墙。虽然建筑只需要石头，可是这城墙以及城堡确实如同汉白玉打造一般，极为奢华。院子里面虽然空白，没有任何东西，但是未来陈宇已经有了计划，那就是用花圃填方块填满院子，栽种各种东西，成为名副其实的空中花园。还可以购买一些大小型的喷泉设施，各式各样的精美花园设施、鱼塘设施等等。就是这个一个空中花园城堡，自己就完全可以打造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小天地。还有庇护之罩，专门用在房屋上的设施，具有隐身、防御、锁灵3大作用，和空中花园简直绝配，丝毫不用怕被迷雾森林里面的其他灵地发现。到时候自己还可以制作熔炼炉、炼制金铁、制作箭塔，甚至直接一步到位购买箭塔，增加空中花园的自卫能力。不过现阶段材料大量缺失，玩家发展尚且不够，所以就算有些玩家手里握着图纸，也无法制作这些东西。所以陈宇并不着急，毕竟他距离建造空中花园的还挺遥远。就像奥德彪说的，1550灵值，就算一天增加10点灵值，都要155天呢。他现在每天灵值才2.5，就算以后有着吃不完的灵胶，可是每天自己也吃不了多少，毕竟胃也不是无底洞。那些灵胶吃多了，身体也无法消耗，白白浪费了不说，积攒在身体里面的灵气无法宣泄，在身体里面四处流窜，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而且系统给出的建议是每天通过食用灵物获得的灵值，最好不要超过吐纳树获得灵值的一半，否则身体可能会留下隐患，对于后期成长不利。对此陈宇格外注意，自己每一步都必须要稳扎稳打，根除一切潜在危险，坚决不能给未来留下任何隐患。所以也就是说，他明天就可以收获大量灵胶，但是加上灵菇、灵胶，自己必须将灵值控制在1点，再加上聚灵玉石的 0.2 点灵值，从明天开始自己就可以获得 3.2 灵值，几乎相当于那些只拥有基础吐纳术，也就是每天只能吐纳1个小时，获得 0.1 点灵值的32倍。这怎么可能不会走在众人前面？陈宇眼中的激动和兴奋几乎溢出来，这才是稳定自己走在前面的根基啊！前期积累的普通资源，就是要兑换成这些东西，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底蕴，否则什么石头木材拥有再多也是白搭，抱着这些普通资源不撒手，早晚要落后于人。
至于这个升级卷轴，自己要用在什么地方呢？可以用的地方很多，每一样都让陈宇非常心动。下品巨灵玉石，如果能升级成为中品巨灵玉石，无疑会给未来灵府带来很大帮助。虽然有些遥远，但是现在也用得到啊。那就是升级后每天获得的灵值可以从 0.2 增加到2点，还有当前可以直接带给自己利益，提高自己安全的，例如猎豹风行。现在猎豹就已经在进化，进化后无论天赋还是实力都会有一个质的提升。那如果再进化一次呢？这个想法让陈宇非常心动，2次进化绝对会让风行达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层次，未来可以伴随自己走很长一段时间，为自己提供很大助力。但是其他东西也不遑多让，升级的灵后可以统御更多蜜蜂，甚至极大可能会直接孕育灵物蜜蜂。到那时，对于房屋周围的森林肯定拥有更加精密的掌控，对于自己的危机也可以提前了解，做好防备。因此虽然灵后的忠诚度不高，但是给灵后使用的念头几乎不比风行低。除了宠物，还有一些东西也让陈宇心动。如今给自己带来原始积累的是啥？是壁炉，是田方块。如今一场大雨，气温明显再次下降了很多，到时候壁炉大卖，那升级之后的壁炉呢？况且升级图纸，原来的图纸也会保留。现在一个壁炉可以调控一个房间的温度，指定温度范围的方向进行升级，升级后壁炉是否拥有连院子的温度都可以调控呢？如果是这样，不用说，绝对会疯抢。要知道田方块虽然可以每天都有收获，但是一样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受到影响后收获同样会受到损坏，极寒暴风雪都有可能让你颗粒无收。所以陈宇完全可以制定壁炉图纸，向着这个方向升级，超过90%几率是完全可行的。最后那就是田方块了，这个留在最后说，也是陈宇心里最看重的压箱底的东西。如果进化成灵田呢？第36章灵田方块。田方块带来的暴力清晰可见，田方块对于玩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食物永远是玩家的必备，掌控资源永远是不败主题。巨灵玉石、猎豹、灵母固然重要，但是都没有掌控一种稀有资源重要。有了稀有资源，自己完全可以兑换替代品，安全、防御、守卫等等都不用担心。如果获得更好的田方块，自己甚至可以交易到更加好的东西。要知道现在光是获得白银宝箱的玩家就有90万人，那么交易商场里面一定会出现很多奇珍异宝。当然最重要的是，陈宇不得不考虑未来会有更多的人获得田方块图纸，到时候自己就失去了独占田方块市场的优势，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独有资源。但是如果自己可以获得更好的田方块呢？比如让田方块向着灵气方向升级，一旦升级为灵田，会不会拥有更加不可思议的作用？毕竟超凡才是玩家的最终走向。那么灵田方块能否将普通作物种植出可以食用的灵物？一旦可行，自己依然会掌控田方块的暴利市场，手里依然握着无数玩家渴望的资源。无论自己定价怎样，无论玩家如何叫苦，可以依然会奋力积攒资源，只为购买一个田方块。这才是资本。巨灵玉石、风行、灵母被率先排除，壁炉和田方块之间，最终陈宇选择了田方块。如果田方块进化成了灵田方块，对于灾害的抵御自然也会更强。系统使用升级卷轴，按照灵田的方向升级田方块图纸。叮，是否消耗升级卷轴，以灵田方块升级田方块图纸？是。叮，升级成功。叮，恭喜玩家获得灵田方块图纸。注：原本田方块图纸依然保留，可以持续制作田方块。查看灵田方块图纸。灵田方块图纸，工作台学习后可以制作灵田方块。所需材料：5单位灵壤，2单位灵木。作用：普通作物产量提升10倍，灵物产量提升2倍，大概率可以让普通作物结出灵物果实，并且小概率可以将普通作物培育成灵物植株。注：成千上万的灵田方块堆积，完全可以形成一座灵地，最少10块，并且需要3个月时间积累，可以形成不入星级的微小灵地。上部封顶，灵田方块越多，灵地等级越高，并且有极小概率孕育出极品巨灵之物灵脉。果然，材料变成和灵物有关的了。对于这种情况，陈宇早就有所预料，甚至就连需要的材料都有所猜测。不出他所料，就是灵木和灵土之类的2种东西，他都有在交易商场里面特意搜寻了一番，都有。虽然价格比较贵，但是和灵田方块比起来，完全不值一提。普通作物10倍产量，普通作物大概率结出灵物果实，普通作物小概率培养成为灵物植株。陈宇已经无法形容自己的震撼，甚至灵田方块还远不止如此。灵田方块聚集，竟然还可以形成灵地，这完全是超乎陈宇预料之外的事情。在他的预料里面，灵田方块能提升普通作物产量，
培育灵植作物已经是非常厉害了。没想到仅仅10个灵田方块聚集，3个月后就会自动形成微小灵地。那100个呢？是不是可以形成1星灵地？1000、10000呢？死！陈宇不敢想，而且他现在的院子装不下，恐怕只有6级庄园才能承载如此多的灵田方块。但是自己可以囤积，说不定到时候6级庄园一成，成千上万灵田方块铺满整个庄园，就连7级灵府的极品巨灵之物都凝聚出来了。未来可期啊！就是现在所谓的灵壤、灵木有点难以购买，不过不急，毕竟玩家也需要慢慢探索。等到玩家实力上来，探索范围变大，早晚会出现更多的灵壤、灵木。现在自己依然掌握着田方块的市场，就算有人拥有田方块图纸，肯定也不多。图纸都是至少青铜宝箱才能开出来的东西，而且高品质、加适用性、加生产性的图纸，开出来的概率不足1/1000，大多都是什么床啊、什么栅栏啊、什么精美家具、什么衣服、鞋帽之类的图纸。再加上田方块这种品质的图纸也是多种多样，成千上万都不足以形容。所以就算有着拥有1000万玩家有着青铜宝箱，能开出田方块图纸的能有2个就很不错了。就算他们也生产田方块，陈宇制定的这个高奢市场，他们会舍得放弃这块肥肉，甚至说不定价格更狠。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田方块的价格都会居高不下。而且现在抛售田方块，顶多就是换一些木头石头，没什么大作用，反而不利于自己兑换更好的东西，毕竟物以稀为贵。按捺住澎湃的心情，查看交易商场。整个交易商场竟然只有零星10几单位的灵木灵壤，价格也是出奇的离谱，一单位就要1万单位木材。经过双方一番厮杀，最终被陈宇全部砍到1000单位木材。收购了这些灵木灵壤，可以制作出2个灵田方块。另外剩余3单位灵壤、11单位灵木被存了起来，把米果树移栽进入一个灵田方块，另外一个灵田方块就先空着吧。陈宇出门，把灵田方块安置在了田方块旁边，将米果树挖出来，种在了灵田方块里面。以后每天直接可以收获100个米果，也就是20斤大米，直接实现大米自由。运气好，甚至说不定可以获得灵物米果，乃至米果树直接培育成为灵物植株。将各种资源配置好，还剩下最后一件事，那就是庇护之罩。陈宇手里出现一个透明的玻璃罩，系统使用庇护之罩。叮！恭喜玩家使用庇护之罩，是否开启隐蔽功能？否。叮！设置成功，是否开启防御功能？是。叮！设置成功，是否开启锁灵功能？是。叮！设置成功。一个淡淡的透明罩子笼罩陈宇的院落，并且渐渐彻底消失，肉眼难以看到。陈宇暂时没有开启庇护之罩的隐蔽功能，看来要尽快将那2株老树收拾了。不知道有没有强行契约的卷轴？那2株老树可不是善茬，恐怕至少也是10级以上的存在。有着2株老树在门口，事事都不方便。要不是忌惮，陈宇早他妈把他们砍了。想了想，陈宇购买了3个喇叭，一个喇叭居然踏马的敢要5000单位木材，怪不得奥德标都说买不起。使用了一个喇叭，人生第一次在世界聊天发布消息。田方块收购可以强行契约宠物的物品，兑换价格合适可。顿时，整个世界聊天为之一静，金光闪闪的霸屏特效登场，把所有玩家的称号色彩压下去。卧槽！又出现一个黄金大佬！大佬，别跑，让我舔一口！滚粗！大佬选我，我口活好。老天，这个大佬竟然是卖田方块的那个！啥？田方块又是啥？田方块你都不知道？一个田方块10万单位木材。Are you 明白？第37章契约卷轴。大佬，我有可以强行契约宠物卷轴。私聊。大佬别走啊！大佬，我虽然没有契约卷轴，但是契约我不要契约卷轴啊！爹啊，不要把孩儿丢在这里。陈宇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个儿子，回到和那个拥有契约卷轴的人私聊。契约卷轴情况发出来看看。好的，大佬。契约卷轴贴在灵物身上3个小时，并且不能离开灵物10米范围之外，强行契约任何30级以下的灵物，并且可以强行让宠物忠诚度达到 90%。陈宇顿时双眼放光，竟然还有这种好东西！虽然限制很大，但是对于自己而言，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拿到，一定要拿到，无论如何都要拿到。这东西你有几个？2个。白银宝箱只能开出3样东西，除了一张图纸，就是这2个卷轴。不错，一个契约卷轴，5个田方块，卖不卖？啊，其实大佬，我主要只是想要和你交个朋友。啥意思啊？消遣我？不想卖？一个卷轴10个田方块？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就是单纯想和大佬做朋友的。还不够，20个田方块，卖不卖？咕噜，大佬，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只想加大佬一个好友。还不够，50，卖不卖？我再问你一句，卖不卖？另一边，青年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哆哆嗦嗦地打出一个字：卖。看着大佬发送过来的信息，青年双目失焦。其实他真的只是想交一个朋友，真的，他只是想要添加大佬好友，然后送给大佬的。奈何大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啊！还有，这大佬真太酷了，100个田方块，转手一卖，那就是1000万单位木材啊！青年恍恍惚惚地掐了自己大腿一下，哎呦，疼的！青年惊喜，什么情况？你到底卖不卖？陈宇不耐烦地发送消息，但是这个契约卷轴他势在必得，卖，马上，小的马上卖！青年连忙回复，看着交易请求，直接点击同意。叮！恭喜玩家交易成功，获得100个田方块。青年看着100个田方块，还是有些难以置信，那可是100个田方块啊！另外一边，陈宇激动地握着2个卷轴，明天一早他就契约了2株老树。这契约卷轴看起来老废物了，不仅要贴在灵物身上，更是要贴3个小时，玩家本人还不能离开10米范围。强大的灵物怎么可能给玩家这个机会？当人家是吃醋的吗？但是这对于陈宇来说简直轻而易举啊！自己只需要把凳子往门口一搬，还不是想在老松树老柏树身边待多久就待多久。而且把契约卷轴往他们身上一贴，灵物本身并不会感到任何异常，等到3个小时一到，一切都晚了。这2株老树至少都是10级以上的，如果契约了他们，有着他们守护院子，院子将变得更加固若金汤。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老松树老柏树超过30级的概率不大，顶多就是活得久而已。反正只要把契约卷轴贴在他们身上，自己自然会知道他们的实力。现在就等明天了。陈宇把2个契约卷轴收进背包，他还有3个好友呢，怎么说也要礼貌的回复一下不是？没想到这个木紫薇居然也获得黄金称号，不简单啊，不简单！就是不知道他是凭借着什么获得黄金称号的，工会，还是大量水资源，亦或者更加优秀的东西。木紫薇名称星星，现在名称又改成了木紫薇。紫薇工会会长就是和陈宇同一个区的。如今这个区的圣母说圣母有点不合适了，毕竟人家可是一呼百应，在这个区被超过90%的人拥戴。虽然掺杂利益，但是人不就是这样吗？你能给他带来好处就跟着你，其他人给他带来好处同样能跟着其他人，跟着你就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好处。木紫薇就是这样，因此现在工会里面聚集了一大批玩家的中流砥柱，那些敢于探索已经拥有实物的人，这些人基本都是黑铁称号玩家，甚至紫薇工会里面绝对还有不少青铜称号玩家乃至白银称号玩家，已经算是一个成熟的势力。而且木紫薇这个伪圣母可是非常懂得蛊惑人心的，未来紫薇工会发展前景肯定不错。陈宇猜测，估计现在木紫薇已经开始招募其他区的青铜玩家、白银玩家了。木紫薇，恭喜你也成为黄金称号玩家。陈宇，同喜，咱紫薇工会的会长大佬可得好好提携我哈。木紫薇，好啊，不如陈宇小弟弟加入我的工会怎么样？我可以让你当2会长哦。陈宇，嘿，要不当会长情人怎么样？我牙口不好，喜欢吃软的，体弱多病，不想干活。木紫薇，啧，怎么，小弟弟是要我包养你吗？那好啊，软饭绝对管饱哦。陈宇，哈，还是算了吧，会长大人肯定不缺小鲜肉，人家以后肯定会伤心的。撩人不成反被撩，陈宇挠头直接退出，这木紫薇可真是经验丰富。木紫薇，看来弟弟还是没有想好，等弟弟想好了，可以随时来找姐姐，无论弟弟是想当会长夫人还是2会长，或者2个都想，都可以哦。会长夫人，陈宇嘴角一抽，难道这木紫薇还有这癖好，是个4爱？陈宇浑身一激灵，菊花顿时一紧，连忙回复：陈宇，不了，我还是喜欢独自美丽，会长大人你慢走啊，不送。木紫薇，哈哈，小弟弟真是好单纯，以后有空找姐姐玩哦。一张照片发过来，陈宇瞳孔顿时一缩，一片没有边际的大湖盛开了满湖的荷花，这些荷花灵气氤氲，一看就不是凡物。但是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踏马的这木紫薇乘坐的不是一艘船，而是足有一栋房子大小的白色巨龟。陈宇不禁咽了一口唾沫，感觉喉咙发干。这是什么级别的灵物？20级、30级，还是更高？恐怖！木紫薇这个女人当真是有大恐怖，竟然在短短几天，竟然就拥有了一只如此强大的宠物，而且那一湖莲花，陈宇从来没有如此羡慕过。那些莲花绝对都是灵物，那可是灵物啊！
果然，几十亿人里面就是有一些幸运儿，所降临的地方本来就是大机缘之地。就像奥德标的灵礁，估计他那岛屿不小，肯定没有探索多远，但就是这样轻易就获得灵礁树，降临的地方估计不会比木紫薇差了。这些人想不获得黄金称号都难，看来自己和真正的顶层玩家差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一个个的隐藏的都挺深啊。估计自己要不是获得栗子玉米，然后积攒了原始资本，趁着极大多数人都没反应过来，又掺在一些幸运成分，购买了壁炉图纸、田方块图纸，现在也和大多数玩家一样，整天砍木头挖石头呢。哪里像现在一样，蹲在家里就算啥也不用干，动手就能收个数不清的资源。想到这里，陈宇又释然了。虽然别人强，但是他也不差，自己没有降临在好地方，但是也没有降临在恶劣的地方，不是？这迷雾森林要木材有木材，要石头有石头，甚至就算水源，只要探索一番，肯定也能发现，比那些什么沙漠戈壁、荒山野岭、独沼障地好了不知道多少。果然还是思想觉悟重要，不然有些人啊，天生就是劳累的命，只知道埋头砍木头挖矿，虽然饿不死，但是想要出头，只能说靠老天爷赏赐喽。陈宇翘着二郎腿，悠闲地翻看田方块下面的留言。叮！恭喜玩家宠物风行进化成功。第38章三星神风暴血脉，风行进化完成了。陈宇惊喜地从床上坐起来，连忙下楼。到了客厅，一阵清风扑过来，陈宇被撞得一个趔趄。好，哈哈！陈宇惊喜地看着风行。此时的风行浑身皮毛淡青色，身上的斑点犹如金钱一般，带着尊贵的淡金色。体长足有2米，身高1米23，宛如翡翠一样的瞳孔，带着十足的威慑和神俊。轻轻摇摆的尾巴苍劲有力，不经意间扫出一阵风旋，显然还没有完全掌控力量。陈宇看着风行的样子，越看越满意，迫不及待地查看风行的面板。宠物猎豹风行，等级7，灵值211，忠诚度95%，天赋疾风、御风，技能疾风刃、旋风尾、乘风，血脉三星神风暴血脉，7级。陈宇惊喜，没想到风行竟然一下子提升了4级，灵值直接暴涨170%，这个提升不可谓不大。加上猎豹灵物本来就比鼠兔羊鹿之类的更有优势，轻松对付10级的中小型食草灵物问题是不大的。甚至加上血脉之力，就是硬搏同级狮虎象熊一类都不会有着任何问题。7级已经是很厉害了，别忘了超过10级就已经可以霸占一个小灵地，成为灵地之主了。迷雾森林里面游荡的大多数灵物都是10级以下的，一头有着3星血脉的猎豹灵物已经是上层。陈宇对此已经是非常满意。现在他所在的位置，按照系统的尿性，不出意外，绝对只是迷雾森林的外围，甚至连外围都算不上。一头7级的猎豹足以庇护自己很长一段时间。明天就能契约老松树、老柏树，希望他们不要让我太失望。两株老树无论如何都是要契约的，否则就在自己家门口，事事都不方便。万一哪天两株老树暴起，直接杀了自己怎么办？为了安全起见，2个契约卷轴肯定是要使用的。好！突然，风行对着门外大吼一声。陈宇神色一凛，知道外面肯定来了不速之客。发生了什么事？风行低吼：“尊主，是那一群臭狗的气息，尊主放心，我去解决了他们。这些家伙非常恶心，一旦盯上什么就死咬着不放，不杀的他们恐惧，是不会轻易离开的。去吧，自己要小心。还有，你孩子还在外面，如果不放心，可以让你孩子和朋友先进来躲躲。”陈宇道：“尊主放心，区区一群低劣的柴狗根本威胁不到我，想要伤害我的孩子更是痴心妄想。”风行高傲地仰着头颅。陈宇摇头笑道：“去吧，淋雨过后，那几十只柴狗里面很可能也会出现灵物，自己小心点。”风行如同一阵旋风，几步跳起翻过墙壁，外面顿时响起一阵嘶吼咆哮。陈宇来到瞭望亭，瞭望亭的夜视视野可以让他清楚地观测到外面的情况。此时30-40只柴狗正围杀风行，但是情况却十风行一面倒的厮杀，甚至连技能都没有使用，仅仅凭借御风的天赋，就如同猫系老鼠一样。一只只柴狗身体被撕裂，倒在血泊里面。嗷呜！黑夜之中，一双如同鬼火的眼睛亮起，冲入陈宇的视野。陈宇眼睛顿时一眯，这是他第一次面对敌对灵物。不过好在，似乎这只柴狗王远远不如风行。风行仅仅只是几个回合，就将柴狗王一只前腿撕咬下来。柴狗王绿油油的眼睛瞬间被恐惧填满，他想破脑袋也没明白，这个自己的老对手怎么一下子这么强大了。是的，柴狗王和猎豹风行都在这片树林生活10几年，相互之间自然是老熟人，只不过是仇人罢了。以前风行可是没少在这群柴狗手里吃亏，小时候的老柴狗王
更是经常抢夺他母亲的猎物，所以风行小时候经常饿肚子，甚至上一窝孩子的死都是这群柴狗造成的。所以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风行丝毫没有手下留情，杀死了10几只柴狗。见到柴狗王终于出来，似乎没有手下留情，眼神里面充满疯狂和冷漠，场面极为血腥，似乎风行故意折磨柴狗王，哪怕等级比柴狗王高，依然选择慢慢的折磨柴狗王，尾巴撕掉，耳朵咬掉，嘴巴抓烂，大腿硬生生扯掉，身体被撕下一块块皮肉。柴狗王痛苦的哀嚎求饶，想要逃跑，但是怎么可能从风行手下逃走？甚至风行故意溜老鼠一样，几次放走柴狗王，每次柴狗王兴奋惊喜以为逃走时，又被突然出现风行拦截，立马陷入绝望。陈宇在瞭望亭上默默地看着这一幕，迷雾森林的弱肉强食，这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如果今天猎豹风行还是一只普通猎豹，他确信风行比这柴狗王要惨多了。30-40只柴狗一同撕咬风行，那参差不齐的牙齿可比刀子还让人恐惧，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对于风行的行为，陈宇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甚至还担心不够狠。10几只柴狗已经因为恐惧放弃他们的王逃跑了，要是能全部都杀死，再找到他们老窝，把连眼睛都没睁开的小狗也杀了才好。这些柴狗就像那些小日子一样，你强大的时候怕你畏惧你，但是暗地里不怀好心，一旦你弱了，就会如同这群低劣的狗一样扑上来，恨不得把你骨头都刮一遍。没过几分钟，院子外面就剩下风行和遍体鳞伤的柴狗王。此时柴狗王奄奄一息，4条腿全部被咬碎，浑身上下皮开肉绽。风行站在柴狗王身上，仰天咆哮一声，随后对着洞口低吼。3只小豹子和猞猁出来，风行再次低吼一声，小豹子和猞猁扑上来，对着柴狗王大快朵颐。毕竟这可是灵物的肉，对于他们这些野兽有着极大的好处。风行一只爪子按在柴狗王的脑袋上，蔑视地看着因为痛苦而抽搐的柴狗王。柴狗王眼里除了痛苦已经没有光，他知道自己死定了，就算逃出去也会被那群小狗仔吞噬。迷雾森林里的这群柴狗对待自己的族群就是这样，大多数连死后都等不到。一旦族群里面有年老残疾的柴狗，失去捕猎能力，就会被啃食殆尽。第一个开口的就是亲生孩子，没有丝毫情感可言。陈宇从瞭望亭上下来，这一幕还是对他造成了一些冲击。厮杀的血腥，战斗的残暴，强者的冷漠，弱者的无情，演绎的可谓是淋漓尽致。四散的肠子，流淌的内脏，裂开的头颅，崩裂的脑浆，场面甚至一度让他想要吐出来，可是依然坚持看下去。这就是迷雾之下，想要生存可不是想象中的过家家。那2株老树，享受最后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夜晚吧。第39章熔炼炉。刷了2个小时的交易商场，愣是没有被陈宇发现一张图纸，哪怕仅仅是床铺、书桌、衣柜等等图纸。陈宇轻叹一声，看来玩家已经开始清楚图纸的价值，大部分都将图纸握在自己手里，就算卖，估计也只会自己制作出来卖，而不是将图纸出售给别人。对此，陈宇也是非常无奈，毕竟别人不卖图纸了，改卖设施，甚至干脆自己生产。这次称号评比过去，大量宝箱流入玩家，千奇百怪的图纸纷纷出现，恐怕会迎来一次生产力大爆发。木材石头又要迎来一次涨价了，底层玩家生存的成本开始下降，那么就会每天分出更多的时间去探索，到时候各种珍贵资源被发掘，玩家还会再迎来一次生存晋级。恐怕铁器的时代就要来了，可惜自己没有掌控熔炼炉，无法掌控铁器的暴力。不过好在有着奥德标的灵胶和自己的灵田方块，有着这2种资源支撑，也不至于让自己跌落神坛。有着熔炼炉，就可以将铁矿熔炼成金铁块，各种铜矿、银矿、金矿等等也都可以熔炼，而这些熔炼后的矿石就可以通过铸造炉锻造出各种装备。可惜如今所有玩家都已经清楚了图纸的重要性，自然是都捂在手里，自己想要投机取巧的收购就可能性不大了。不过如果能购买一件铸造炉，然后掌控一种铁器图纸，满足自己使用也是不错。用田方块收购熔炼炉铸造炉图纸是不太可能，但是收购几个熔炼炉铸造炉，够自己自产自足，应该是没啥问题的。自己现在还剩余1个灵田方块，不如现在也挂去。如果能交易到2种图纸，自然是再好不过。陈宇思考了片刻，就决定将自己的灵田方块出售，同时试探一下灵田方块的市场。一枚可以提升灵值的果子，价格就已经高得离谱。如果是一块可以培育灵物植株的灵田方块，无疑会让无数玩家疯狂。但是能不能换到熔炼炉铸造炉图纸，还需要看看，毕竟这2样东西可都是相当于生产印钞机的东西。使用了最后一个喇叭，在世界聊天里面发布信息：灵田方块兑换熔炼炉图纸或者铸造炉图纸，田方块兑换铸造炉、熔炼炉、铁器图纸，有意者私聊。消息一经发布，就引来轩然大波，加上黄金称号玩家的信息还拥有置顶特效，各种玩家纷纷点开陈宇的交易物品，
顿时引来一阵惊呼。无他，灵田方块太诱人了！各种玩家纷纷留言，但是陈宇早就屏蔽，只接受自己说的东西，其他东西概不理会。而且必须本身拥有这些东西的玩家才能给自己留言。很快就有玩家回复，毕竟能在世界聊天里面用得起喇叭的，咋说也是小有底蕴的青铜玩家，不然一个喇叭几千单位木头，可用不起，不如直接卖了换资源。当然那些运气好开出喇叭纯装逼刷存在的普通玩家例外，毕竟能在世界聊天里面用喇叭发个言，截个图然后发到区聊里面，确实挺装逼的，毕竟一般玩家谁玩得起啊？我拥有熔炼炉图纸，但是已经给工作台学习了，用熔炼炉交易灵田方块怎么样？价格好商量。铁器图纸你打算怎么交易田方块？熔炼炉交易田方块。灵田方块作用确实诱人，但是毕竟不是100%孕育灵物植株，你要熔炼炉铸造炉的图纸，未免有些狮子开大口了。我可以用铸造炉换灵田方块，另外加一种铁器图纸，你可以让铸造炉学习，怎么样？太少了，要是180个灵田方块才有资格换取铸造炉图纸，一个太不值了，只能交易铸造炉。如果你愿意就谈谈，不愿意就算了。想必你也清楚铸造炉的价值，谁都不是傻子。3张铁器图纸分别为1张唐刀图纸、1张铁斧图纸、1张铁镐图纸，外加1个铸造炉、1个熔炼炉、1000单位铁矿石，诚意已经足够。如果愿意交易就私聊。各种留言都有，没一会就出现10几条。陈宇没有着急，他想再等等。其中最让他心动的，无疑就是那个3张铁器图纸，外加熔炼炉、铸造炉以及1000单位铁矿石的。但是他有耐心，毕竟他才是掌握主动权的，打算明天一早再查看。不过看这些人的留言，显然换取熔炼炉、铸造炉图纸是不太可能了，但是多争取一些其他东西还是可以的，例如铁器图纸，或者多要几个熔炼炉、铸造炉，增加生产的效率。灵田方块的交易不急，但是田方块的交易确实可以今天完成，毕竟田方块现在他手里可是有着好几万呢。陈宇当即回复：1个田方块兑换1个熔炼炉。1个？不行，你那田方块就是木头和土做的，怎么可能1个田方块就想兑换熔炼炉？哼，难道你的熔炼炉就不是石头制作的了？少和我扯犊子，相信大家都对自己制作这些东西的材料有数，1换1，很公平。不是你这么算的，熔炼炉可是能提炼各种矿石的，这些矿石可是珍贵材料，对于玩家发展有着重大作用，怎么可能就兑换1个田方块？1个田方块才生产多少粮食？怎么，食物就不重要了？矿石再重要，还不是排在食物后面？还有，田方块生产粮食少。你说的对，但是随便购买1株米果树面包树，满足1天的口粮是没有问题的。况且，你那熔炼炉1天能炼多少矿石？你没点逼数吗？虽然熔炼炉可以提炼各种矿石，但是毕竟是当材料卖的，又不是制作成武器卖，想要得到暴利是不可能的。刨除购买原矿石成本，想要回本我田方块价值的10万木材，不知道猴年马月呢。少在这里胡言乱语，稳定食物和炼制矿石，想必不用说我都知道哪个更重要。毕竟再怎么提炼的也只是矿物，而不是铁斧、铁镐、铁剑。1换1，还不换？就算你说的对，可是1换1是绝对不行的，至少10换1。1换1，10换1，拜拜。哎，你别走啊！你咋不砍价？我们还可以再谈谈。第40章手弩图纸。半个小时后，陈宇已经交易了1台熔炼炉、1台铸造炉、100单位铁矿石以及1张手弩图纸，花费了5个田方块。熔炼炉和铸造炉都被挪到了空置的东屋，以后东屋就专门放置设施，当做生产车间。主屋客厅里面的工作台，后院窗户下的石磨也被挪了过来。工作台放在东屋靠窗户的位置，其他3样在门对面贴墙放着。100单位铁矿石被添加进入熔炼炉，而且熔炼炉还需要200单位的木材充当燃料。不过熔炼炉每天仅只能熔炼20单位铁矿石，可见效率非常低下。手弩图纸，陈宇让铸造炉学习查看的手弩的材料。手弩牛筋加1，5单位铁块，锻造时间10小时。弩箭20，羽毛加1单位铁块，锻造时间2个小时。注：牛筋、羽毛等材料需要分解台分解野兽尸体获得，还需要牛筋和羽毛。陈宇眉头一皱，这2样材料他倒是还没有听说过。需要分解台吗？打开交易商场，发现并没有分解台出售，但是见到不少收购野兽尸体的，看来分解台并没有流入市场，只能购买牛筋和羽毛了。不过这样也好，省得自己寻找，但是有机会的话还是购买1台好，到时候野兽尸体甚至灵物，说不定还能分解出一些好东西。陈宇搜索牛筋和羽毛，很快就发现不少。令他惊奇的是，这些卖家也是来自同一个区的。不用说，也是一个人获得了分解台图纸，然后自己一个院子加上房间放不了多少，
干脆使用契约道具租给了同区的玩家，又是一个隐藏的大佬。陈宇不禁惊叹，这种层次的玩家招募一群人给自己打工，才是日进斗金的真大佬啊！可惜单个契约卷轴太贵，只能签订2个人不划算，不然陈宇也当起老板了。他们这些大规模契约的，肯定用的是契约道具，可以同时和几百上千人契约，估计是宝箱里面开出来的。老天爷赏饭吃，没得比没得比哦！陈宇吐槽了一声，将100单位铁矿石放进熔炼炉。一个熔炼炉仅仅只够他自己使用，而且陈宇也不需要卖铁块这一丁点利益，卖不了几个木材石头的，还不如随意出售一个田方块，所以炼制的铁块都留给自己使用。现在才晚上7点，等到半夜起来，先将熔炼好的铁块拿出来，凑够6个，放在铸造炉先锻造出一把手弩出来。明天契约了老松树、老柏树，刚好手弩也制作好了，到时候就出去探索。必须多找些宝箱，现在是指望不上从交易商场里面购买图纸了。如果不是快活不下去，估计没有玩家出售自己的图纸，而且图纸一旦被工作台学习，也无法再出售。现在自己想要获得更多图纸，还得自己出门探索宝箱，否则就只能交易熔炼炉这样的成品设施了。哎，听世界聊天里面的玩家统计，白木宝箱、黑铁宝箱基本开不出图纸，青铜宝箱开出图纸的概率也只有1%，而且大概率都是什么家具、衣服图纸。想要真正获得对于生产有着巨大辅助作用的设施图纸，连1%都不到。希望自己运气好点，找到的宝箱能开出一些好一些的图纸，可别开出什么丝袜内裤什么的图纸，起码给个军大衣图纸吧。到时候自己交易一个裁缝台，还能自己做衣服。可惜现在生产力都还没上来，衣服图纸就算有，没有生产布料的纺织价，也购买不了布料，也是白搭。布料没有棉花，更是白搭。哎，一环扣一环，不知道自己啥时候能换身新衣服，衣服都快搓成条了。不再想这些，陈宇购买了一些牛筋和羽毛。牛筋和羽毛定价显然都受到那个掌管分解台的控制，都是统一定价。牛筋一条兑换1000单位木材，羽毛一根兑换200单位石头。嘿，真嘿！陈宇心里一阵输出含妈量极高的词，但是也只能捏着鼻子买。果然天下乌鸦一般黑，哼，你黑我也黑，看谁黑过谁。虽然他不知道分解台怎么分解个法，但是一只麻雀至少都能分解出一根羽毛吧？50只麻雀都没有1000单位木材呢，能不黑吗？牛筋加2，羽毛加20，加上铁块，可以制作2把手弩，400根弩箭，足够自己随便霍的了。就算射不准，那就火力覆盖，不要钱的射，射不死他牙的。忙活到了晚上8点，陈宇实在撑不住了，早早的睡了。院子门口，猎豹将10几只柴狗尸体埋在土里，马上寒冬就要来了，这些也都是口粮，能储备自然要储备一些。梅花鹿木齐靠在壁炉边，独自美丽的舔着毛，他还没住过这么舒坦的窝。翠鸟一天没出去找媳妇，外面又下了一天大雨，在小田鼠家里拉着小田鼠拉呱，烦的小田鼠不想搭理他，但是小田鼠性格腼腆，又不好意思赶鸟，所以就坐在一个窗户前面发呆。翠鸟哥在后面叽喳了一天，吱吱吱，树林里面枝叶窜动，一只小松鼠狼狈地躲进老松树的树洞里，浑身湿血。大概率是3株开灵栗子树没守住，要是淋雨再晚些年，说不定小松鼠还能给自己留个后。现在老婆都不好找了。猎豹风行出来看了一眼，见到是一只2级的小松鼠，就没有再管。现在窝里可是关键时刻，他老朋友猞猁积累了10几年的底蕴，刚经历了淋雨，加上一只4级柴狗王吃了大半，马上也要成为灵物了。这让风行很高兴，这只猞猁可是他唯一的伙伴，能把自己的小豹子托给猞猁管理，足以见两者的关系很好。本来如果猞猁成为不了灵物，顶多再过3、5年就会老死，现在马上成为灵物，再活个10年8年的，显然不是问题。迷雾森林里面的野兽，幼年期和老年期基本都非常短暂，一般刚出生的野兽，基本几个月就能跑能跳能飞了，1年基本都可以自己捕猎，一生里面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一旦衰老，身体突然变差，基本最多2、3年就会老死，这是他们迷雾森林里面的规律，无数岁月演化出来的，谁也改变不了。啊！陈宇舒服的伸个懒腰，小松松，小白白，爷爷来喽。第41章，成功契约老松树、老柏树。打开窗户，外面的大雨已经停了。今天迷雾的可见度很大，天才刚亮，迷雾的可见度就有40、50米，等到了中午，恐怕要接近极限的100米范围了。陈宇手里把玩着一把精致的手弩，仅仅只有巴掌大小，端起手弩，试着瞄准墙外的一株大树。咔！随着机关扣动，一只黑色剑影瞬间一闪而逝，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端着的手弩稍微放下来，10米外的大树，陈宇还是瞄得准的。在大树上，此时3寸长纤细的弩箭已经整根没入树干。陈宇惊叹，这要是射在野兽身上，几乎没有野兽能防御得住。只要自己多练练，能够命中脑袋或者心脏，几乎没有野兽能威胁自己，
甚至狩猎一些中小型的低级灵物也没有问题。像是小田鼠、翠鸟、小松鼠它们，虽然是灵物，但是只要被这弩箭贯穿，几乎也是必死的局面。远攻有了这弩箭，近攻有着青铜长矛，防御有着青铜轻甲，周围还有风行警戒，这才让陈宇外出探索，安心了不少。现在也可以尝试向着更远的地方探索。要是之前没有7级风行，没有远攻的手弩，打死他也不会出去太远。如今3星血脉7级的风行，已经算是这片迷雾森林最外围的高层战力，自然也让陈宇胆大了不少。就算遇到了最近最强大的云兔灵帝，他也能保证自己全身而退。毕竟兔子和豹子的差距不是几个小等级可以弥补的。先把契约卷轴使用了。看着手里2张兽皮卷轴，陈宇按耐住心中的激动，快步下楼。因为要待在老松树、老柏树身边10米之内3个小时，所以还特意把自己的躺椅搬了出来。饭也顾不上吃，拿了块蜂蜜和几个玉米馒头，将就着吃就行。搬着躺椅来到门口，老松树、老柏树距离大门也只有5、6米远，自己坐在大门口就行。老松树，这没毛猴子今天不去囤口粮吗？寒冬马上就要来了，还这么懒散，看来是活不过我喽。老柏树，谁能活过你啊？老松树，哎，这无毛猴子向着我们走过来干啥？可别说要砍了我大窝，我可不是好惹的呀喂！我警告你，小猴子，我可是很厉害的。老柏树，看把你能的，这么厉害，有本事给我走2步啊！老松树，哼，我只是不愿意做。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废物？我要是生在迷雾森林内部，说不定现在也是称尊做祖的神树了。老柏树，还神树，要是生在迷雾森林深处，你都活不过3级，吹牛逼吹得噼啪响。老松树，哎，这猴子往我身上贴啥呢？老柏树，我身上也被贴了1张兽皮而已，有啥好大惊小怪的？陈宇看着契约卷轴，满意的点头。此时契约卷轴上面出现了仅有他能看到的信息。契约卷轴1，当前灵物为20级圆满灵值，灵值为6050，满足契约条件，是否选择开始契约？一旦选择开始，将无法终止。契约卷轴2，当前灵物为20级圆满灵值，灵值为6050，满足契约条件，是否选择开始契约？一旦选择开始，将无法终止。是。叮！恭喜玩家使用契约卷轴，灵物正在契约中，请玩家耐心等待。叮！恭喜玩家使用契约卷轴，灵物正在契约中，请玩家耐心等待。没想到2株老树居然都是20级，而且灵值只差1步就可以突破到21级。陈宇惊叹，对于2株老树的等级显然有些意外，但是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毕竟2株老树开启灵智成为灵物，至少也是2个甲子，也就是120年，即便在迷雾森林外围贫瘠之地，能有这个成就也是合乎情理。估计2株老树天赋应该就是这个样了，否则也不可能巧合的都是20级圆满灵值，天赋已经到了尽头。等自己契约成功，看看还能不能收购2颗血脉果实，好让2株老树再走一段。虽然20级已经不低，至少在这片树林里，自己契约成功后，院子可以说是固若金汤。有着2株20的灵树守护，就是一些2星灵帝的灵物也不敢轻易打自己的主意。但是2株老树天赋潜力止步于此，自己早晚会超过。如果能获得2颗血脉果实，再让老树换春，自然再好不过。陈宇把契约卷轴贴上去，来到门口悠闲的等着，等到了11点，自己就能成功契约2株20级灵树了。叮！恭喜玩家通过契约卷轴，从玩家蛟神奥德彪手中分得325根灵蛟。325！卧槽！陈宇惊喜地看着背包里面入账的灵蛟，着实没有想到第一天竟然能有这么多。奥德彪真的是给了自己一个惊喜，这还只是第一天，对方培养的灵蛟数肯定还会源源不断的增加，以后自己的收获肯定还会更高。只不过之后每天新培养的灵蛟数可能不会有第一天增加的这么多。不知道奥德彪兄弟所在的岛屿有多大，但是照这节奏，估计培养1000株灵蛟树应该不是问题。一根灵蛟可以增加 0.1 点灵值，如今市场价增加 0.1 点灵值的灵物，最低也是500单位木材，也就是普通玩家至少2、3天不吃不喝的伐木量。而增加1点灵值就需要花费至少5000单位木材，这个价格已经不是贵了，而是非常贵。升级到2级就需要5万单位木材，就是大多数白银玩家都没这个实力。但是谁让现在能够增加灵值的东西非常稀少呢？而所有玩家又都极为渴望增加等级，所以现在也只有黄金玩家才有这个实力购买。如今能升到2级的玩家非富即贵，绝对都是上层玩家。毕竟也不是谁既能随便拿出5万单位木材，又能在短时间内购买足够升级到2级用的灵物的。现在陈宇手里的325根灵蛟可以说是有钱都买不到，这也是一种稀缺资源。一定程度上来说，提升灵值的灵物永远都是最稀缺的资源。进化才是求生的最终目的。叮！
恭喜玩家成功契约林松。0百，查看林松0百信息。第42章生命灵液，宠物林松，小松子，等级20，灵值6050，忠诚度90%，天赋吞灵，技能千藤击、万叶飞刃、噬灵、松果炸弹，宠物灵博，小白子，等级20，灵值6050，忠诚度90%，天赋运灵，技能生之液、灵运福泽、运土、生命灵液。好家伙！陈宇直呼好家伙，发了！他娘的，真的发了！陈宇欣喜若狂，尤其是看到小白子的技能介绍后。要问玩家什么最重要？是什么？当然是命啊！什么都可以再获得，但是命只有一次。一个金疮药都敢收3-5千单位木材，一瓶治愈药剂甚至一度涨到几十万单位木材，让90%的黄金玩家都望而却步。而且就算有木材，你也买不到。现在能治病的药，什么概念？那才是真正的暴利，没有比药更暴利。尤其是能救命的药，只要你敢开价，就有人敢买。小松子暂且不提，妥妥的战争利器，打群架的好手，守护院子的定海神针。至于小白子，4。陈宇看着小白子2个技能，兴奋地搓着手。生之液消耗50灵值，凝聚一片生之液，可以极大程度的治愈来自肉体的各种伤害，使身体恢复健康状态。生命灵液消耗1000灵值，凝聚一滴灵液，拥有瞬间重塑断骨、血肉增生的强大功效。哪怕心脏破碎，只要在意识没有消散前服用，依然可以恢复如初。强不强？就问你强不强？有了这2样东西，还要啥自行车？不是飞机大炮，我都不带鸟你的。这要是挂在交易所，什么换不到？就是不知道小白子一天可以凝聚几滴，如果生产过多，会不会对自身造成伤害？消耗的灵值要多久才能恢复过来？陈宇可以肯定，在这片灵气贫瘠的迷雾丛林，想要恢复1000灵值绝对不容易。小白子，你如果消耗灵值凝聚一滴生命灵液，需要多久才能恢复？3个月。小白子高高冷冷的回答。陈宇呼吸瞬间一滞，什么？3个月？要是有着灵物可以吞噬，我能恢复更快点。小白子补充了一句。陈宇沉默了，想起来了灵胶。可是如果用灵胶恢复，就需要1万根。什么概念？1万根香蕉，就算按照市场最低价出售，也要500万单位木材。500万单位木材，还一滴生命灵液，值不值？值。陈宇可以肯定的给出这个回答。为什么不值？没看到生命灵液的作用吗？心都碎了，只要及时吞下生命灵液，都能给你重塑回来。为什么不值？陈宇敢肯定，就这生命灵液，要是挂在交易商场，别说500万单位木材，就是1000万、2000万，甚至黄金宝箱开出的极品道具，也绝对有大佬不惜抛售大半身家去换。甚至陈宇只要想，就可以用这生命灵液兑换目前交易商场已知的所有东西，甚至就算不知道的其他黄金称号玩家压箱底的东西都能给炸出来。这可是第2条命啊！迷雾世界每一个玩家都是孤家寡人，还有什么能比自己的命贵？陈宇呼吸急促，但是现在不是凝聚生命灵液的时候。这么珍贵的东西，当然要先紧着自己用。况且那些大佬也不是傻子，真要换人家命根子，肯定没得谈。不如先养着，养肥了再宰，毕竟3个月就发一次宝箱呢。但是生之液却是可以现在凝聚出来2片，一片生之液需要消耗50点灵值，也就是500根灵胶，至少相当于25万单位木材。当然，用这么珍贵的东西兑换木材是不可能的，就算猪也没蠢到这个地步。要兑换，自然也是兑换各种珍贵的设施、道具、资源、图纸。凝聚一片生之液，消耗小白子50点灵值恢复，需要4-5天时间。所以陈宇暂时只凝聚4片生之液，存在背包里面3片。看着手里留着的一片生之液，陈宇打算用这东西交易一些道具，例如庇护之罩、契约卷轴之类的。当然，太好的或许换不到，但是说不定有惊喜呢。于是陈宇将这一片生之液挂了上去，等晚上回来，看看那些想要和自己交易的人都能留下什么好东西。陈宇再次看起小白子其他的技能以及天赋，除了生之液、生命灵液，还有灵运福泽、运土。灵运福泽这个看起来和昨天的灵雨差不多，当然想要做到那种范围，无异于痴心妄想。但是小范围的小白子还是可以的，而且这种福泽不是以灵雨形式，而是雾气形式，并且灵运福泽最大的作用并不是提升灵物的实力，而是开灵、孕育灵地。是的，孕育灵地。看到这个技能，陈宇浑身一激灵，这小白子竟然有着这种天赋，有着这个技能，配合天赋运灵，
岂不是可以自己造就一个灵地？更关键的是，小白子每一次负责之后，灵地底蕴都会增加。捡到宝了！陈宇感觉就是升级灵田方块的时候，他都没这个兴奋。2个树，一个纯辅助，一个高强攻，简直绝配。还有这个运土，没想到竟然可以直接孕育灵壤，这倒是解决了灵田方块、灵壤方面的缺陷。有了小白子，自己就不用每天花费时间和精力，用大代价换取灵壤了。至于陵墓，陈宇突然抬头看着不算壮硕的老松树、老柏树，要不掰一根试试？说着，陈宇就要上手。当然，捡着小松子这个比较壮的欺负，小白子万一玩坏了，第一个哭的就是陈宇。小松子，啊呀，杀树了，杀树了！不行，主人不可以，非礼啊！小松子，老伯，救救我，救救我！小脖子，今天的太阳真好啊！陈宇爬到树上，撸起袖子，对着一根手臂粗壮的枝干一斧头下去，咔！石斧头裂。看着碎成8瓣的石斧头，陈宇陷入沉思。小松子，哈哈哈哈哈哈哈！陈宇感觉自己丢人丢大了，竟然被一棵树嘲笑，不信邪的找了一个纤细的纸条，仅仅只有手指粗，使劲掰，掰呀掰，脸都成了酱紫色，发现枝条纹丝不动。然后枝条突然一弯曲，陈宇原以为自己的努力有了回报，谁知道小松子，走你！枝条如同一把弹弓，陈宇还没来得及反应，直接弹射出去。风行一个机灵，主人，主人你去哪？等等我！风行如同一股风追过去。半空中，陈宇盘着腿，看着脚下飞逝的树木，还有追着的风行，陷入沉思。系统忠诚度90。叮！玩家宠物很有分寸，请玩家不用担心。另外，因为玩家契约的2棵树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提升忠诚度契约，所以精神可能存在一定的叛逆，玩家不用担心。王德发，忠诚度90，叛逆。系统，你是不是出产了次品？叮！系统出品，必属精品。陈宇盘着腿飞翔，感受着脸上自由的风。那我现在什么时候能停下来？大雁，啊呀，咿呀哟！妈妈南飞忘了带我。前面迎头突然一只大雁放声歌唱，陈宇惊的魂都出来了。卧槽！你起开，起开啊啊啊啊！大雁原本闭着眼睛，正在放飞自我的高亢，听到声音，先是舒了舒嗓子，扭了扭几下脖子，才睁开眼睛。大雁炸毛，砰！空中一团雁毛飘飞。第43章庇护所搬迁卷轴。马德，小臂杂鸟，别让老子下次逮到你！陈宇抱着一棵浮木，猛地从水里钻出来。可嗨嗨！刚刚被那傻大雁一撞，陈宇直接掉到了这片湖里。好在除了喝了不少水，没有啥大碍。系统制作一个简易木舟。叮！恭喜玩家消耗20单位木材，制作简易木舟。一艘仅仅只有3米长的小木舟出现在水面上，陈宇扒着小木舟上去，缓了一口气。他不会游泳啊！刚刚真是吓死宝宝了。缓过来神，陈宇注意周围的湖泊。小松子送自己来这片湖泊，不知道这片湖泊有啥好东西。湖泊南面因为迷雾视野受阻，暂时看不到头，但是北面自己飞来的方向，30-50米外就可看到陆地。按照之前飞的方向，自己应该还要再飞一段距离，不如过去看看。小松子虽然有点叛逆，但是毕竟是90%的忠诚度，系统这点判断还是有的。陈宇打开个人页面左上角有着一个地图功能，打开地图大部分都被迷雾笼罩，但是只要是探索过的地方，迷雾都会消失。没想到自己距离这片大湖这么近，仅仅只有2公里多。陈宇惊讶地看着地图，此时地图上除了房子周围消失的一些迷雾，还有一个2公里长的窄道没有迷雾，就是自己飞过来的路线。原来自己周围也有这么大一片水源，可惜现在发现晚了点，现在自己已经不需要了。看着眼前的大湖，陈宇有些惋惜，水已经错过了最初的暴利，一升水已经卖不了多少木材石头了，更何况卖水换来的那点资源根本不值得自己花费精力。不过这么大一片湖泊肯定还有其他资源，而且小松子是知道自己下午要出来探索的，自己沿着本来飞行的方向说不定会有发现。陈宇划着木舟继续向着南方去，按照原来自己被抛飞的距离估算，就再不远处也会落下来。扑通！主人，主人等等我！在岸边一只青色猎豹大吼，猛地往水里一扎。陈宇停下来，是风行赶上来。风行在水里竟然游得非常灵活，远看和一条瘦蛤蟆似的。主人，你没事吧？那老松树竟然敢这么对主人，回头我把那老东西皮包了。风行巴拉着船上来。放心，那小松子有分寸，这次送我去的地方说不定有好东西呢。陈宇摸摸风行的头笑。对了，风行，
你对于这片大湖知道多少？对于就在自己家门口的大湖，陈宇自然还是很好奇的。而且看起来这片大湖真的不小。风行沉默一会，像是搜索成为陵墓前的记忆。在我印象中，我并不知道这片大湖的对面，也没有去过，只知道这片大湖很大，非常大。具体多大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我小时候贪玩，曾经沿着湖岸跑了2天，也没有发现湖泊的尽头。小时候听老妈说，这片大湖的另外一边是灵物的天堂，普通野兽只要成年都能成为灵物的地方。我现在想想，湖对面可能连通着迷雾森林的内部，只是我也没有去过，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但是风行不建议主人现在去探索，那里还是太危险。陈宇摆摆手，当然不会去，我对自己几斤几两还是清楚的，至少现在是不会冒险的。谁知道这湖有多大，里面会不会有着什么危险，等以后再说，况且房子都在这里呢。走吧，小松子把我抛过来，前面肯定有好东西，我们过去看看。说着就划船，果然还没划多久，大概只前进了400-500米，前面就出现一座小岛。看到小岛的一瞬间，陈宇眼中顿时带着激动。灵地！这座小岛居然是一座隐藏在湖泊里面的灵地，怪不得小松子把自己送过来，原来是打的灵地的主意。估计小松子早就知道这里有着一个岛屿灵地，只不过自己无法移动，有心无力而已。现在刚好便宜了陈宇，就是不知道这个灵地能达到几星。不过距离小岛还有50-60米远，空气中的灵气浓度就已经明显比外界高，估计至少也是1星中的上好灵地了。小木舟划得不快，但是仅有几十米的距离，陈宇很快就登岸。叮！恭喜玩家发现2星灵地，每天待在灵地之中超过3个小时，可以为玩家增加2点灵值。果然，真的是2星灵地，竟然还能每天增加2点灵值。听到系统的提示音，陈宇恨不得直接把房子背过来，可惜没实力啊。玩家获得的道具千奇百怪，等会把生之夜的兑换改一下，说不定就能兑换到可以搬迁庇护所的道具。陈宇目光闪动，觉得系统肯定有着这种类型的道具，甚至说不定现在就有玩家手里有着这种道具。想到这里，当即就把生之夜的兑换改了，并且又在世界聊天里面吆喝了一声，就等有没有玩家交易了。如果没有，那就是生之夜代价还不足够，自己直接把灵田方块的交易物品改了，就不信还没有玩家兑换。显然搬迁到这座小岛，在陈宇心里要更重要一些。将交易商场的东西摆弄好，陈宇开始围着岛屿溜达，发现这座小岛还真不小。围着岛屿花费了1个多小时，陈宇才走了一圈，地图上的迷雾清除一块，也出现一个岛屿。只不过在地图上，岛屿内部的迷雾还没有消失，但是也足够看出岛屿的大小。岛屿形状类似树叶，东西最长 1.8 公里，南北最长 1.1 公里，东边兼西边宽，而且在西边还有一个凸出来的部分，形似叶柄，有着200多米长，10多米宽，距离陆地仅仅只有10几米远。如果能搬迁到这座岛屿上，自己绝对能更好的度过寒冬。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猎豹风行、风后灵后的提升，都是巨大的，可以让他们更快的成长。而且这一圈下来，看这情况，怕不是整个岛屿都是2星灵地。如果能把院子搬到这里来，该多好！听到系统的提示音，陈宇恨不得立刻把房子搬过来，但是想起小松子、小白子，又叹口气。这2棵树不好弄啊，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挖出来栽倒这里。等到寒冬到来，这所岛屿孤立在陆地之外，也更加安全，不用担心那些因为寒冷和饥饿疯狂的灵物与野兽。围着岛屿观察一圈，眼看天色也不早了，自己也要尽快回去了。叮！玩家芭芭拉向你发送交易请求。交易请求。陈宇有些疑惑，心头一动，难道？随即迫不及待地打开交易商场查看。芭芭拉，我拥有庇护所搬迁卷轴，可以随意指定最大范围50×50米内的一切物品进行搬迁兑换生之液。庇护所搬迁卷轴第44章附魔台。翠鸟，我老婆又跟鸟跑了，我老婆又跟鸟跑了，呜呜呜！小松鼠，没了，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小田鼠，小翠不是早就和其他鸟跑了吗？翠鸟，我老婆又跟鸟跑了，我老婆又跟鸟跑了。小田鼠，林后，我听说啊，是昨天淋雨刚开只的鸟，翠鸟上去就要和人家交配，把人家吓跑了，关键人家还是公的。小田鼠，真流氓，跑得好。翠鸟，我老婆又跟鸟跑了，我老婆又跟鸟跑了。小松鼠，没了，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木奇，我说你俩有完没完，别逼我删你。猫耳草，听说小松鼠家被偷了，现在啥都没有了。小田鼠，可怜，那3棵栗子树估计被那死兔子和土拨鼠霸占了。林后，我听说啊，灰兔子老婆外遇，生的一窝兔子6个爹，没一个是灰兔子。小田鼠，这么炸裂，那灰兔子已经修成绿帽圣体了吧？林后，我还听说啊，土拨鼠杨小三被老婆抓住，结果你猜怎么着？猫耳草，
快说呀，快说啊，急死草了。林后，小三是他丈母娘。穆奇，这么炸裂，那然后呢？林后，然后就是他们仨一起过呗。猫儿草，不是还有他老丈人呢？林后，老丈人被赶走了呗，还能咋样？现在那棵巨灵草已经是土拨鼠的了。猫儿草，好一个倒反天罡。小松鼠没了，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猞猁，那只小松鼠怎么样了？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小田鼠，它呀，谁知道，从昨天晚上就这样，眼看就要活不长了。我坑都挖好了，就等它蹬腿了。林后，这就不得不说小松鼠和土拨鼠家族老祖不为人知的秘密了。猫儿草，啥秘密？林后，我听说啊，小松鼠其实是土拨鼠家族老祖流落在外的孩子，现在家族继承人想要将小松鼠扼杀，防止回去继承家业。猫儿草，穆奇，不是土拨鼠能生出小松鼠吗？你这不是瞎胡扯吗？林后，我哪知道真的假的，我都是听说的。这些灵物聊得正嗨，四周空间突然一阵扭曲，眨眼的功夫，原地像是被橡皮擦去一样，什么也没有留下。一个方方正正的50米长宽的空地，仅仅只有地上光溜溜的土地、房子、老松树、老柏树、风行的假山、小田鼠的窝，通通消失不见。此时，陈宇手里的庇护所搬迁卷轴正在熠熠生辉，光芒笼罩在一片断崖上。这片断崖是小岛的最高处，上面一片宽敞的岩石地面，足够放下自己的庇护所。眨眼之间，一个院子凭空出现。叮！恭喜玩家使用庇护所搬迁卷轴，当前庇护所搬迁成功。老松树、老柏树、小松鼠、小田鼠，一个不落的全都被划入范围，给搬了过来。庇护所搬迁卷轴最大范围可以搬迁50乘以50米的范围，所以陈宇干脆直接把东西全部搬过来。原本光溜溜的断崖顿时出现一片方方正正的丛林，并且浓郁的灵气蜂拥而入，草木瞬间变得更加旺盛。漂亮！陈宇激动地看着搬迁过来的庇护所。小松子此时懵逼地看着周围，他原本确实是打算让陈宇把自己和小白子给挖过来，栽到这里的，就是怎么一眨眼自己就给挪过来了。周围的花草树木甚至房子都挪过来了。小松子心神震动，感到非常不可思议，这是什么力量？陈宇走过来观察着院子的位置，院子大门正对断崖，断崖40米下面就是一片沙滩，50多米外面就是大湖。小松子和小白子现在就长在断崖边上。这里虽然不是岛屿中心，却是地块最好的地方，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当然，主要还是他担心林地里面有着危险，所以打算把小松子提前搬过来。毕竟一块不知道存在多久的林地，里面肯定还是有灵物的，就是不知道有多强大。此时天色已经晚了，显然不适合再继续探索，陈宇也只能等到明天再说。回到院子，陈宇将今天田方块里面的东西准备采集了。叮！恭喜玩家采集5个苹果。叮！恭喜玩家采集2个灵椒。叮！恭喜玩家采集1个灵菇。叮！恭喜玩家采集10个麒麟米果。什么？陈宇正沉浸在收获的满足中，突然被一个陌生的提示惊醒。不是，10个起米果？怎么回事？灵田方块没有让产量增加，反而10枚米果都成灵物了。陈宇似乎想到了什么，系统查看米果树。启灵米果树，灵物，每天可以结出10枚灵米果，每枚米果可以增加野兽开灵的概率。米果树竟然这么快就成为灵物了，还是对于野兽开灵有着巨大帮助的好东西。如此一来，就可以培育蜜蜂，大大增加灵蜂的数量，也可以喂食给小豹子。这样一来，自己说不定还能再收获3只宠物。对于米果树成为灵物，显然是意外之喜，不管是运气成分居多，还是因为2星灵地，但是能获得1株可以增加开灵概率的灵物，都是极为珍贵的。将启灵米果取出来6个，分给灵后，让灵后喂养给灵蜂。毕竟那些小灵蜂虽然也是灵物，但是只是没有灵智的灵物，有智慧和没有智慧可是天差地别。剩余4个来到门外，分给风行的3个娃，还有那只猞猁。让陈宇意外的是，猞猁已经成为灵物了，不过只是1级，但是忠诚度已经高达 59%， 只差1点就能成为自己的宠物。但是陈宇看中的还是3个小豹子，要知道开启灵智越早，天赋潜力就越高。现在小豹子已经经历一场灵雨，身体积累已经足够，如果加上每天服用启灵米果，相信要不了多久就能成为灵物了。还剩下了1枚启灵米果，干脆随手挂在交易商场。同时过去了1天，也该看看灵田方块下面都有什么好东西交易。10台铸造炉换不换？我可以再给你2张铁器图纸。熔炼炉图纸我已经使用了，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100台熔炼炉。铁矿石，把灵田方块交易给我，我每天可以为你提供50单位铁矿石，可以签订契约。图纸不可能交易，但是熔炼炉、铸造炉那些东西，显然也不可能交易你的灵田方块。我这里有着一种设施附魔台，
附魔台图纸可不是只要材料足够就能生产，一张图纸只能制作3台，非常珍贵。如果你同意，我可以用1台和你交易。附魔台第45章寒冬降临。你这附魔台有什么作用？可以使用灵物给各种武器装备附魔，获得一些神奇的能力。那这个灵物都是什么灵物？有没有什么限制？唯一的限制就是灵物必须是死的，没有生命的，活的是不可以附魔的。也就是说，普通的装备武器附魔后可以获得一些超凡的效果，是吗？没错，比如我之前使用一件灵鹿皮附魔衣服，现在衣服不仅坚韧许多，还可以在丛林里面自由变换颜色，实现隐身的效果。你还有分解台？有的。那好，1台附魔台，1台分解台，换取灵田方块。这不好吧？分解台也是我花费了很大代价交易的，而且分解台图纸虽然也可以制作很多，但是一张图纸也只能制作500台，所以分解台也是很贵的。这些图纸怎么还有制作数量限制？你不知道，我还以为你也是黄金称号玩家，知道这些呢。其实一些高端图纸都是有着生产数量限制的，但是像是小火炉、壁炉、熔炼炉、铸造炉铁器等等，这些低端图纸就没有这个限制。陈宇想起自己的灵田方块，这绝对算是高端图纸了吧？但是似乎并没有数量限制，难道是因为油田方块升级的原因，所以没有这个限制？很有可能。原来是这样，我倒是没有太注意。不过我刚刚说的价格是不可能改变的，灵田方块可是能培育灵物植株的，一个灵物植株就不止这个价了。如果能成功培养10颗8颗的，岂不是赚翻了？是这样吗？那好吧，你说中华人不骗中华人，中华人不骗中华人，是中华人不骗中华人，中华入不骗中华入。哎呀，不要在意这些细节，我给你看看我培育成功的案例。一株普通米果树被我培育成了启灵米果树，只用了1天时间。启灵米果可以帮助野兽开灵，开灵你知道吧？就是这一株米果树，就顶得上你那什么附魔台了。真的，小妹妹，哥哥还能骗你不成？这样我还剩余1个启灵米果，也送给你了，怎么样？哥哥够意思吧？那谢谢你。陈宇看对方同意，露出微笑，连忙发送交易请求。这还是第一次他主动发送交易请求。附魔台具体价值他不清楚，但是就看那一张图纸只能制作3台，他就明白了附魔台的价值绝对不是灵田方块可以比的。灵田方块再牛逼，培养出灵物植株的概率也小得可怜。而且最关键的是，灵田方块的注解里面确实说小概率，关键他没说要多长时间啊，1天有可能，10年也有可能。而且大部分灵物植株可不是米果树这样可以持续结果的，例如白菜、萝卜、玉米、大豆，就算培养成了灵物，也仅仅只是1次而已。至于什么灵地灵脉的，看起来唬人，实际操作却是难如登天。灵田方块珍贵吗？当然珍贵，只是和这个一张图纸只能制作3台的附魔台，还真就有点不够看了。不过这些人或许以为灵田方块这么逆天的东西，一张图纸肯定也制作不了多少，当然是能出多少价就出多少价，万一培养几株可持续生产的灵物植株，就赚大了。叮！恭喜玩家交易成功，获得1台附魔台，1台分解台，2台珍贵设施出现在背包里面。陈宇迫不及待地来到东屋，将2台设施放置好。看着2台设施，陈宇感觉心里好像有爪子挠痒，想要尝试一下有什么材料可以试一试它们的作用。先试试分解台，在交易商场购买了1具野鸡尸体，投入分解台里面。叮！恭喜玩家分解野鸡尸体，获得鸡毛+3，鸡腿+1。王德发。陈宇看着一只鸡最后变成了3根鸡毛，1个鸡腿，陷入了良久的沉默。鸡毛可以用来充当制作剑矢的材料，只有分解台获得的鸡毛才可以用来制作剑矢。鸡腿分解业绩获得的鸡腿营养丰富，可以快速恢复一些气力。原来是这样，我就说怎么可能分解到最后还不如不分解呢？看到2样东西的作用，陈宇舒了一口气，差点以为自己被骗了。这个分解获得的鸡腿竟然可以快速恢复气力，看来分解台获得的食物都可以让身体快速吸收，这样对于玩家来说可以更好的工作了。怪不得交易商场实物页面一些食物价格高得离谱，1块羊排比1只羊还要贵。原来是分解台分解后获得的特殊食物。不知道分解台分解灵物尸体会获得什么，明天去岛屿里面探索，肯定可以狩猎到灵物，到时候再分解试试。至于这个附魔台，陈宇想了想，出门叫来灵后，然后灵后换过来一只小灵蜂，陈宇一指头掐死。灵后嗖！灵后懵逼地看着离去的陈宇，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陈宇来到附魔台前面，把小灵蜂尸体和一支弩箭放上去，一阵灵光闪烁。叮！恭喜玩家获得一支灵蜂弩箭。果然，系统查看灵蜂弩箭。灵蜂弩箭一次性携带麻痹毒素，一旦被弩箭射中，
身体会快速陷入麻痹，麻痹速度受到猎物本身身体素质影响。陷入麻痹，不知道对于灵物效果如何，明天到时可以试一试。如果效果不错的话。前院的林后突然打了个冷战，眼睛疑惑地看着蜂箱四周。林后，看来天气冷了，要多储备点蜂蜜了。不过为啥心里慌慌的？难道要下大雪了？看来明天要让小蜜蜂加班了。林后扭着肥大的身子，嘀嘀咕咕一阵子，重新钻进蜂箱里面。此时蜂箱里面已经不是蜂箱原来的样子，里面的隔板被掏空，只剩下一个箱子，四周都是六边形蜂巢，里面金黄璀璨，如同宫殿一样。2个小时后，今天加上灵地，提升了 5.2 灵值，现在灵值已经达到 19.9 了，再过2天就能突破到3级了。陈宇坐在阳台上，一个小云雨术施展，将阳台全部笼罩。叮！迷雾公告：第一场大雪将于今夜来临，请所有玩家做好准备，冬天要来了。第46章大肆出售壁炉。大雪来得非常突然，好像一瞬间天地就只剩下白色，天地间的温度快速降低，低得可怕，泼水成冰。此时也才刚刚7点而已，院子里面就积了一层厚厚的雪。陈宇看着刚刚买的室外温度计，温度计悬挂在窗户外面，此时外面的温度已经下降到了零下20度，可以出售壁炉了。之前200单位石头一个，现在不可能出售这么低的价格。如今我手里囤积了 6.6 万壁炉，这次不仅要卖完，还要凭借这些壁炉一举将城堡、庄园乃至灵府的低端材料都凑齐。城堡10万单位石头木材，庄园100万单位石头木材，灵府更是要1000万。既然如此，壁炉分成6份卖，第一份一个壁炉涨价100倍，售价2万单位石头；第二份售价2万单位木材；第三份售价2万单位沙子。玻璃和铁矿石玩家手里估计不多，为了尽可能的割韭嗨嗨收购这一部分材料，这2样价格不宜太高。第4份售价1000单位玻璃，第5份售价1000单位铁矿石。至于第6份，售价各种稀有矿石500单位一个壁炉。陈宇把价格定好，将 6.6 万壁炉一股脑的全部上架，傻子才不趁机割韭菜，自己现在不割，等着别人割自己韭菜吗？原本售价200单位石头的壁炉涨价100倍，陈宇已经感觉自己很良心了，都没有涨价1000倍。等到这批壁炉卖完，自己算是彻底积攒足够木材石头的资源，甚至还高出20倍。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只是不知道珍稀矿石都能收购到什么。如果能多收点铜矿石、银矿石、金矿石就好了，到时候用熔炼炉熔炼后，可以用锻造炉锻造点好的装备。在迷雾世界，金银铜铁不仅是一个比一个稀有这么简单，而且用它们打造的装备也是一个比一个强大，并且越是珍稀矿石，越能附魔出极品装备。比如同样是一颗1级灵物狼牙，附魔给铁剑获得的效果就远远比不上附魔给金剑的效果。但是稀有矿石太难获得了，这些矿石不仅开采难度要大得多，更难发现。现在估计除了极少数幸运儿，基本没有多少人手里有。所以 1.1 万壁炉用来兑换稀有矿石，不知道可以成功兑换多少。但是就算只能兑换一个，那也是赚的，大不了剩余壁炉再换成其他东西交易出售。刚刚陈宇查看交易所，整个交易所如今也只有5个玩家大量出售壁炉，也就是说除了自己还有4个人，就算每个人一天可以生产 2.4 万壁炉，依然是供不应求。毕竟黄金称号玩家加上白银玩家就有足足100万，2万单位的价格大部分玩家还是销售不起的，要不然陈宇就不是涨价100倍这么简单了。涨价100倍也只是根据大部分白银玩家承受的范围设定的，能把白银玩家割一遍，壁炉算是完成使命了。至于其他玩家爱咋咋地，死活关我什么事，又不是我造成的。这些买不起的玩家只能购买得起小火炉，甚至只是升级一下石灶。把石灶放在卧室里面也是可以取暖的，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仅仅只能保证室内温度比外面高上10度左右。但是石灶加上小火炉的话，可以保证今晚冻不死，但是其他就难说了，谁也不清楚温度会不会继续下降，所以手里资源足够的自然想要更好的，都在疯狂购买壁炉。万一今晚冻死了，找谁手里去？所以壁炉自然是有些供不应求，毕竟白银玩家基本都有这个实力。至于青铜玩家想要拿出2万单位木材石头，基本不太可能。要知道今天才只是第6天，明天也只是第7天，按部就班的玩家怎么可能积攒2万单位木材？如果一个普通玩家按部就班的砍木头，撑死也就是获得1000出头的木材，根本买不起壁炉。所以壁炉的市场都在白银玩家和黄金玩家那里。至于下面的玩家，青铜黑铁玩家还有实力购买小火炉，建造一个3、5级的石灶。至于普通玩家，只能依靠石灶在房间堆个篝火，然后选择硬扛了。如果食物充足的话，熬过去一个冬天，问题应该大概或许可能也不大。但是不可能一直缩在庇护所里面，
白银以下玩家基本没有囤积足够燃烧3个月的木头，所以即便是冬天，为了生存，依然会出来砍木头挖矿。可以预见，原本略有降低的木材石头，在这个冬天会迎来暴涨，就和原本世界煤炭冬天涨价一样。但是同样的，食物价格也会暴涨，普通玩家的生存状况依然没有太大改变。陈宇预计，这个冬天过后，80亿玩家的数量至少会锐减一半。叮！恭喜玩家出售壁炉成功，获得2万单位木材。叮！恭喜玩家出售壁炉成功，获得2万单位石头。叮！恭喜玩家出售壁炉成功，获得2万单位木材。叮！恭喜玩家出售壁炉成功，获得1000单位铁矿。此时陈宇交易记录正在疯狂地出现新的交易成功记录，成千上万的各种资源被陈宇取出来，堆放到宝石无限储物柜里面，忙得脚不沾地。还好有着无限储物柜，否则这么多资源，怕是有着一个城堡也不够装。咦，对了，不知道无限储物柜的图纸有没有次数限制？想到这里，陈宇停下手，打开面板查看工作台的信息。无限储物柜，剩余可制造次数1。卧槽，就1次了！陈宇惊呼，看着只有3次制造次数的无限储物柜图纸，后悔的直拍大腿。他喵的，我居然用青铜宝箱制作了一个柜子，只有3个无限空间格子啊！亏到姥姥家了，早知道就留着，然后收购一个黄金宝箱制作了，至少还能多出2个空间格子呢。现在陈宇手里还有着一个黄金宝箱，但是他暂时不打算制作无限储物柜了。神秘宝箱制作的宝石无限储物柜可是有着10个无限空间格子，现在已经足够使用，以后看看还能不能获得神秘宝箱箱子。这一个无限空间格子可是珍贵着呢。黄金宝箱制作的无限储物柜也只能保证5个空间格子而已。对了，看看其他图纸有没有数量限制，田方块和零田方块都没有，这可是陈宇的新疙瘩，来年开春可就指望他们了。叮！华金约工会第36席议员，请求添加你为好友。华金约第47章，小博子弟进化。陈宇目光一凝，竟然是华金约。华金约在地心可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广为人知，被人称赞。可是表面上，它是一个国家组建的为国为民的组织，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官僚阶级专门为了维护自己利益，保证官职世代传承的组织，里面充斥各种烟3代、铁3代、油3代，甚至4代、5代等等。如果得罪他们，绝对会让你死得很难看，不仅是你的子孙也会在社会中寸步难行。就比如自己，陈宇的爷爷就得罪过华金约，他可是太清楚了，没想到竟然在迷雾世界还能遇到他们。陈宇猜测，此时华金约工会已经汇聚了不少黄金称号玩家，他们对于投机倒把、捞金吸钱、玩弄人心的手段可是娴熟于心，绝对有不少揽聚大量资源成为黄金称号玩家的。但是他是不可能加入的，毕竟自己过得好好的，为啥要去给自己找一堆上司？说不定还要签什么契约，每天上缴东西，简直就是冤大头。更何况他和华金约可是还有世仇，同不同意这个好友申请？陈宇想了想，最终决定还是同意，原因无他，先加上好友，自己以后有实力，绝对不会让他们好过。但是无论如何，心里已经做好了决定，无论对方怎么说，自己都不可能加入。他可太清楚那群人的嘴脸，自己不可能为了其他人而让自己的发展受到限制。他的目的是必须快速发展，快速进化，不惜一切手段。只有真正站稳脚跟的时候，拥有实力和话语权，自己才会考虑接触华金约，否则凭借自己这点小聪明，指不定会被忽悠瘸。虽然这样想有些不好，但是他不得不往最坏处想。华金约最是道貌伟岸，善于蛊惑人心，善于以大义束缚你，比传销组织还可怕，能让一个人心甘情愿地奉献一切。关键你最终奉献的一切，得利者只会是他们。陈宇清楚他们，不过现在自己可不怕他们，甭管什么，休想从我口袋里挖走1分钱。这里是迷雾世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所谓的秩序，所谓的文明，所谓的家国，早已经不复存在。法律不复存在，也休想用道德束缚我。更何况这个组织，他还很清楚，他们根本就没有道德，他们的道德只施加在别人身上。陈宇深吸一口气，点击同意。不过他并没有主动回复，谁主动谁就先落了下风。他不急，该急的是对方。如果陈宇猜得不错，对方一定是冲着自己的田方块来的。一座奢华的2进庭院，显然是4级图纸建造的房屋。房间里面，一个中年男子坐在壁炉旁边，喝着茶，皱眉的看着面板，感觉对方不仅没有礼貌，还有点不识抬举。果然是年轻人，真是没有一点思想觉悟。如今世界大变，正是他们年轻人奉献自我的时候，居然如此轻浮，看来还需要好好给他们做做思想。组织上专门派我来接触这个年轻人，
就是看看能不能套出对方的田方块。如果能让这个人将工作台奉献给组织，再好不过，说不定还可以考虑给对方一个委员的官职。不过现在看来，此人思想不具备这个条件，让其奉献了工作台就行，其他的就算了，给个团员身份打发了就行。中年男子喝着茶，一点也不着急，似乎对于让对方奉献自我非常有把握，已经开始想等获得对方的工作台，自己如何给自己谋取更多好处。对于陈宇，中年男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在心上，仿佛对方奉献自我的一切就是应该的一样。过了一会，还不见对方回复，中年男子有些不悦。华金约第36席议员傅公博，你好，我是华金约第36席议员傅公博，上面指派我过来找你协商一些事情。陈宇坐在壁炉上正烤着地瓜，见到对方终于忍耐不住，冷笑一声。陈宇，你好，我是迷雾世界玩家陈宇。傅公博皱着眉头，看到对方的回复非常不高兴。华金约作为国家级组织，可是人尽皆知，自己一个议员特意找上来，竟然如此没有礼数。但是自己还需要对方工作台，暂时不好教训。这年轻人真是不识大体，如此没有思想觉悟，看来团员也不适合。哼，等到让其奉献了工作台，直接给个编外人员打发得了。傅公博，哈哈，陈宇小兄弟果然是年轻有为，小小年纪也能成为获得黄金称号的玩家，运气真是让我羡慕啊。陈宇，你运气也不错，估计组织上面划给了你不少好东西，不然也成不了黄金称号玩家。哎，不像我，没实力没背景，只能在这陌生世界一个人孤独打拼。傅公博，陈宇小兄弟能有这种成就，已经领先很多人了，不知道陈宇小兄弟有没有兴趣加入组织？组织上对你非常欣赏，如果小兄弟对组织做出重大贡献，绝对会受到组织的嘉奖。嘉奖你个狗杂种！陈宇心里暗骂，不就是暗示自己要奉献吗？说的比唱的都好听。陈宇啊，这不合适吧？我只是普通小老百姓而已。傅公博，哈哈，小兄弟不用谦虚，能成为黄金称号玩家，足以证明小兄弟运气非凡。不过如今世界危险重重，你不可能一直都有这么好的运气，不如加入组织怎么样？以后遇到危险，组织肯定会第一时间支援你。陈宇看着这个老狗的回复，心里暗骂，真是不要脸皮，口口声声说自己的一切都是靠着运气，给自己洗脑，不就是想要自己加入，然后奉献自我吗？真没见过不要脸的人，典型的婊子立牌坊。陈宇冷哼，真是连伪装都不要了，和气说话都做不到，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陈宇，这就算了吧，我还是喜欢一个人，组织神通广大，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相信可以在迷雾世界再创辉峰。对方提醒自己要奉献，陈宇也不断提醒，这里已经不是地心了，是迷雾世界。奈何这傅公博似乎不太聪明，竟然没有听出来，以为陈宇是在称赞组织，其实就是打心眼没有瞧得起陈宇，没有想到对方还有这个心眼子。傅公博，哈哈，那是当然，以后组织在这个新世界开疆拓土，还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助力，你们年轻人才是未来的希望，是国家的栋梁，不如陈宇小兄弟也参与进来，未来开疆拓土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陈宇，不了，我一个平头老百姓，整天活在迷雾世界，连自己都保护不好，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都保证不了，哪里能担当起这么重大的责任？如果你没有事，我还要睡觉。陈宇直接摊牌，要是对方再咄咄逼人，可就别怪他骂人了。傅公博皱眉，心里有些恼怒，但是现在什么也没得到，又不好发火。但是组织上面指派的任务自己还没有完成，上面交代自己务必要让对方每天贡献一定数额田方块。自己本来想让这小子把工作台直接上交，然后自己掌控工作台里面的田方块图纸，就能在组织里面拥有更多话语权。可是明里暗里暗示了对方这么多，这小子就是没有一点觉悟，真是不知道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傅公博干脆也不装了，直接说：傅公博，耽误小兄弟几分钟，真是不好意思，我就是想和小兄弟说。陈宇，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什么大病？有病就去治啊！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咋地？没看到我说要休息吗？还耽误我几分钟？你脸皮怎么比猪腚还厚？知道耽误还搁这里逼逼，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说完，陈宇顿时感觉整个人都升华了，浑身舒坦，忍着老小子很久了，没听明白自己不想加入吗？还死缠烂打的。另外一边，傅公博被骂得一愣，随即脸色愠怒，手里的茶杯猛地被捏碎，滚烫的茶水顺着手腕流淌。呼！傅公博强忍着怒气，现在还不是挑破脸皮的时候，对方手里的田方块图纸自己还没有弄到。傅公博，真是抱歉，那就不打扰小兄弟休息了，小兄弟今晚可以考虑一下，明天如果想要加入组织，可以回复我，我绝对会给小兄弟在组织里争取最大的利益。如果小兄弟愿意交出拥有田方块的工作台，说不定还能成为预备议员。陈宇一口地瓜喷出来，好家伙，这是直接不掩饰了，听听，交出工作台，这他妈的是人话吗？要知道工作台
可是具有唯一性的，交出去了就等于以后再也不会拥有工作台了。谁会傻逼到交出工作台啊？就是再傻也知道工作台的重要性。他妈这老小子竟然大言不惭，说出这种话，陈宇也不掩饰，直接贴脸开打。陈宇，我叫你18倍狗杂种！真是麻卖批的，活见鬼了！居然让人交出工作台，还预备1元，我预备你老娘成不成？真是脸比猪腚都厚，竟然想空手套白狼，我就没有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奶奶个腿，当婊子还想立牌坊，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还有，你听不听得懂人话？这里是迷雾世界，迷雾世界懂不懂？我是占你家地了，还是吃你家大米了？你他妈有脸说自己是国家级组织？华金约是啥货色，你不清楚吗？哼，凭什么就要把自己打拼的东西交出来？光凭你一张嘴，上嘴唇下嘴唇一碰，张口就来，谁给你的脸？再见，不，再也不见！麻麻的，活见鬼！傅公博身体颤抖，手指哆嗦，脸色阴狠地看着那些话，留下一句话：好，好得很，敢反抗组织，反抗国家，反抗人民，你给我等着！华金约，就你们也配代表国家？呵呵。3顶大帽子一扣，陈宇不屑地屏蔽对方，但是没有删除。轰！院子外突然响起巨大的轰鸣，陈宇一惊，还以为真受到什么报复，连忙跑到窗户前，结果看到眼前的景象，连忙打开宠物面板，顿时大喜。叮！恭喜玩家宠物小白子以身融合灵地，突破极限，即将迎来进化。第48章5星血脉福地宝树。食物2弟，嘿，老小子倒是挺不错呀。大门，没想到这小柏树还真有几分实力。食物大姐，是啊，这一次和灵地融合，虽然打破了天赋的上限，但是以后的成就也只能和灵地绑定了。灵地强他就强，灵地弱他就弱。愿强能有这份决心，未来注定不会甘于平凡，跟着小主有肉吃。食物2弟，凭借这么大一个灵地，说不定还能觉醒一个好的血脉。食物3弟，不得不说，小主的运气是真的好。如今只要等到小白子晋级，灵地也会受到反哺，接近2星灵地的极限。到时候小主将迎来一场造化。石墨，我被冷落了，难道就这样被打入冷宫了吗？呜，田方块，好冷啊，快冻死鹅了，鹅要嗝屁了。翠鸟，好想抱着老婆睡。小田鼠，把爷爷头发光了哎。小松鼠，数数我呀，一生如履薄冰。陈宇来到前院厢房，听到他们的心声，心里顿时有些期待。一场机缘嘛，不知道能不能让自己多突破几级。这小白子不愧有着运灵天赋，以后绑定这片2星灵地，凭借着灵运福泽和这块2星灵地的底蕴，早晚要成为3星灵地。到时候自己每天就能获得更多灵值了。看这情况，小白子的进化也要一些时间，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进化完成。陈宇看着前院的大雪，不再想这些，穿着蓑衣斗笠出去，冒着大雪把几个种着作物的田方块搬进厢房来，否则凭借着温度和大雪，明天别想有啥收获。风箱也挪进一个厢房，并且放置了一个壁炉，防止蜜蜂都被冻死。忙完这些，陈宇脸色都冻得发青，穿着搓得发白的衣服，陈宇哆哆嗦嗦地来到东屋，看看有没有卖衣服的，没有的话能不能买一些灵兽皮毛，把自己衣服给附魔一些，至少增加点抗寒能力，否则明天别想出去。点击交易商场搜索衣服，发现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什么使用过的丝袜，使用过的蕾丝内裤，使用过的妹妹罩，啥都有。陈宇干脆筛选御寒衣服，好家伙，页面直接啥也没有，看来只能给衣服附魔了。没过一会，房间传来尖叫，我特法克油，1张1级灵鹿皮，你敢要20万单位木材？吃屎吧你！卧槽，你更离谱，一撮1级青天鹅是天鹅绒，竟敢收我2万单位木材！老天，这都是什么离谱定价？一根1级灵鸡鸡毛就敢要1万单位石头，卖给鬼啊！2级猪便便，2万单位石头，我去你大爷的！陈宇一通浏览下来，真是开了眼了，这真是稍微和灵物沾点边，价格就往死里要。没办法，陈宇只能捏着鼻子，花费2万单位木材购买一小撮天鹅绒。叮！恭喜玩家交易成功，获得一小撮1级天鹅绒。陈宇看着手里一团没有鸽子蛋大小的天鹅绒，眼皮子直跳，好想打人，怎么办？呼，马德，一个个比老子都黑，这么一点毛都敢卖我2万单位木材，黑心烂废，诅咒你们生儿子没有小鸡鸡，反正我不要儿子。陈宇骂骂咧咧的把自己身上的衣服都脱下来，连红色内裤都不放过，全都放进附魔台。附魔，叮！恭喜玩家附魔成功，获得1级青天鹅套装。1级青天鹅套装包含内裤、绒衣绒裤、
外衣外裤，具有不错的避寒功能。看着崭新的衣服，穿上衣服出门，竟然感觉不到丝毫寒冷，陈宇这才心情舒畅起来。不错，不愧是附魔台，能力就是强。这要是用那一丁点天鹅绒做衣服，就是小鸡鸡都包不住。陈宇看着外面的大雪，想起自己好像还有一个雪橇车图纸来着。现在估计拥有宠物的玩家很少，能拉雪橇车的宠物更是少之又少，市场应该不大，暂时先制作1000俩挂上去吧。一辆雪橇车需要100单位木材，1000辆雪橇车消耗了他10万单位木材。雪橇车不仅可以让玩家在雪地里面快速探索，更是拥有30个空间格子，可以携带更多物资。陈宇给自己留下一辆，其余全部上架。至于定价，难住了陈宇。现在石头、木材、沙子等等，自己已经不需要。那么雪橇车交易什么物资合适？这个冬天还有什么是比较珍贵的呢？而且自己兜里的囤货又少。陈宇吃着烤地瓜，看着手里的地瓜，突然一愣，随即眼睛一亮。对啊，可以交易食物啊！陈宇一拍大腿，输入了雪橇车的交易规则：成年男子1个月的食物，没有具体标价，因为交易商场里面的食物太多了，这个标价100斤玉米，那个标价100斤小麦的，太麻烦，干脆这样标价。至于具体多少可以交易雪橇车，可以问系统吗？系统可聪明着呢。反正陈宇不管你是肉是蛋是米是面，得够一个成年男子吃上1个月，否则免谈。1个小时后回到卧室的陈宇，脚步一顿，看着木板床上的茅草，陷入沉思。要不考虑换一床被子？我记得交易商场里面是有的。陈宇打开交易商场，加绒蚕丝被兑换20万单位木材，20斤大棉被兑换30万单位木材，10斤大棉被兑换4级建筑图纸，豪华蚕丝被兑换100万单位木材。陈宇默默地关上交易商场，嘴里嘀嘀咕咕，茅草也很暖和，我喜欢茅草。扑倒茅草床上，陈宇陷入呼呼大睡。为了防止冻死，卧室里面还单独放了一个壁炉，整个房间丝毫不受外界影响，暖烘烘让人发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迅速降临的极寒，也打得迷雾森林的野兽灵物一个措手不及。许多野兽纷纷冻死，掩埋在大雪下，许多食肉野兽被饿得头晕眼花，黑夜中一双双绿油油的眼睛四处搜寻食物，甚至不乏各种大型灵物。还好陈宇驯服了小松子，又搬迁到了独立陆地外的湖岛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毕竟他所在的地方相比于其他玩家的所在地也是极为富饶，大型野兽数不胜数，灵物也是可以时常见到。清晨天刚蒙蒙亮，熟睡的陈宇被一道系统提示音吵醒。叮！恭喜玩家宠物小白子进化成功，觉醒5星福地宝树血脉。第49章连升3级。宠物福地宝树小白子，等级23，灵值9051，忠诚度90%，天赋运灵福运，技能生之液灵运福泽运土生命灵液福地庇佑灵气调控聚灵草木掌控。血脉5星福地宝树。注：福地宝树与灵地相辅相成，拥有福地宝树的灵地会具有一定成长性。23级，灵值几乎快要破万了。陈宇惊叹地看着门外的小白子，柏树一夜之间仿佛从一株普通的树变成了神树，散发着浓郁的灵光。整个灵地的灵气似乎都以福地宝树为中心，缓缓地流转起来，就好像原本的一滩死水瞬间活了过来。更让陈宇震撼的是，这些流动的灵气竟然缓缓将大雪逼退，满天飞雪竟然被拦截在了岛屿之外，连那种刺骨的冰寒都缓缓消退，好像拥有一种无形的庇护笼罩了整座岛屿。灵气流转，福地宝树仿佛成为心脏，陈宇明显感觉那些灵气瞬间变得活跃，竟然带有一丝丝和开灵粒子、起灵米果一样的特性。死！恐怕在这种灵气环境下，岛屿上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将更加容易开启灵智，成为灵物。不愧是福地宝树。小白子，主人，快准备好，灵地的反哺要来了。陈宇心中一动，连忙来到小白子树下盘坐，正对山崖前的朝阳，心里开始有些期待。突然，大地中的灵气喷薄而出，小白子连忙牵引，努力地调控整个灵地的灵气，让这些灵气有规律的运转，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加深对灵地的掌控，从天上到地下。灵气经过福地宝树的枝叶流转，变得更加具有灵性，然后通过枝干进入土地，再通过土地流向整个灵地。一条条宛如经脉一样的灵气流转路线被小白子一点点梳理起来，而坐在小白子树下的陈宇成了这次最大的受益者。运转清灵吐纳术，陈宇竭力的吐纳这些极具活性的灵气，身体的灵值在迅速突破，很快就达到2级的极限灵值。30点 30.1， 叮！恭喜玩家突破到3级，获得4点自由属性点。31 32，灵值依然还在增加，势头不减。随着时间推移，
渐渐的，小白子调理好了灵气的运转脉络，而在那些脉络的节点上，各种灵物开始出现。灵芝、灵草、灵土、灵树，虽然开启智慧的只是极少数，但是灵气节点上灵机汇聚，每一个节点都有灵物摆脱蒙昧，并且地面的积雪快速化为水流消逝，一个无形的屏障将岛屿和外界彻底隔绝，自成一片小天地，四季如春。2个小时过去，陈宇轻吐一口气，眼中灵光渐渐隐没。查看个人面板，名称陈宇，区域编号华国096601，个人编号华国096601520000，等级5，状态健康，精神12，力量10，敏捷17，体质11，可自由支配属性12点，理智150150，气力150150，生命150150，灵值101，保护度71100，装备青铜轻甲、青铜长矛，技能2星下品小云雨术，吐纳术1星中品青灵吐纳术，5级，一下子提升了3个等级，增加了足足80点灵值。陈宇心里激动不已，增加了80点灵值啊！自己昨天来到这个灵地，原本一天获得的灵值为 5.2，80点灵值足足需要半个月才能积累足够，现在仅仅2个小时就达到了。要是这种好事能多来几次就好了。陈宇咂巴一下嘴，不知足的想着，随即起身准备前往岛屿里面探索，自己必须尽快将岛屿掌控，一些没有存在必要的灵物该杀的杀，该宰的宰。翠鸟，好多的鸟，哼，这灵地可是我主人的，你们这些鸟只要臣服于我的胯下，我可以替你们求情，让我伟大的主人允许你们留在这里。翠鸟，哼，小翠，3天前的我你看不起，3天后的我让你高攀不起。嘎嘎嘎，猫耳草好舒服，好舒服啊，摇摆，随风摇摆。小松子，老板，恭喜恭喜啊！小田鼠，主人快跟我来。宝贝，这边宝贝大大滴有。小松鼠，2星灵地。爸爸妈妈，我出息了。小松鼠，死土拨鼠，死兔子，气死我了，竟敢抢我的栗子树，等我好好修炼，把你们打出屎来。呼呼，气晕倒。灵芝，看不到我。小田鼠，这里，主人这里，我抓到你了。小田鼠站在不远处一块青石上，对着陈宇奋力的指示，2只小爪子指着脚下的青石。小田鼠，主人，这里，宝物大大地。灵芝，啊呀，臭老鼠，走开啊，要死了。呜，臭老鼠。陈宇一早就听到这个碎嘴的灵芝走过来掀开石头。灵芝，臭老鼠，都怪你，我不会放过你的，诅咒你，我要画个圆圈诅咒你。一颗脸盆大的灵芝缩在灵气氤氲的土地里，这里是一个灵气节点，刚刚自己吐纳时，有着小白子的帮助，自己的意念蔓延到整个岛屿，清楚地记着上面36个节点，并且这些灵气节点都拥有灵物，这些灵物不仅可以镇压节点，还能帮助小白子疏导灵气，分担压力。36个节点上有着36种灵物，都拥有灵智，而且都是那种不会移动的灵物。拥有灵智的石头，拥有灵智的灵草、灵树、灵花，甚至还有一眼有着灵智的泉水等等。显然这颗灵芝就是这里灵气节点点的疏导灵物。陈宇当然不会动这株灵芝，但是嘿嘿，这灵芝这么大，自己掰一点点不过分吧？整个岛屿都是额滴，让你们上点供怎么了？陈宇伸出邪恶的双手。灵芝，你不要过来啊！显然灵芝是认识陈宇的，毕竟之前陈宇意识扩散整个岛屿，凡是有着灵智的都知道陈宇是这个灵地的主人。灵气节点上的灵物，借助灵气节点可以阻拦任何生物靠近，唯独不能阻拦陈宇。陈宇搓了搓手，在灵芝的惨叫声中掰下来堪比大脸盘子的一大块。可能，或许，大概掰的有点多。叮，恭喜玩家获得洗髓枝。洗髓枝，洗髓这2个字，但凡出现在小说里都不简单，让我看看有啥作用。第50章，36种稀有灵物。洗髓枝，洗精法髓，可以提升玩家的体质属性，增强身体素质，提高抵抗力。果然不是增加灵值，说不定36个灵气节点上，每一种灵物的作用都不同。陈宇看着手里比脸盘子还大的灵芝，考虑如何下嘴。先掰下来一点尝尝。掰下来，鸡蛋大小一块灵芝吞入肚子里。叮，恭喜玩家体质增加 0.2， 增加 0.2， 看来这灵芝效果还是挺不错的，这么大一块应该能给自己增加4-5点体质。将手里的灵芝吃完，体质增加5点，现在他的体质已经仅次于敏捷，达到了16点。
刚刚升了3级，获得了12点自由属性点，现在也全部将它们分配了。陈宇看着自己的4项基础属性，想了想，干脆将基础属性全部提升到同一水平。精神分配5点达到17，力量分配7点达到17，敏捷如今也是17，就剩体质略差一点，是16。不过有着洗髓灵芝，体质迟早超过其他3项属性。不知道洗髓芝什么时候可以恢复？陈宇看着好像被狗啃了一块的洗髓芝，惋惜的摇摇头。虽然洗髓芝还有很大一块，但是为了避免伤到根基，自己还是等到它完全恢复了再过来掰。还有剩下35种灵物呢。整个一上午，陈宇带着风行什么也没干，专门查看了另外35种灵物，把35种灵物的作用都记录下来。这些灵物不以提升灵值为主，但是正因为如此，这种灵物比单纯提升灵值的灵物要珍贵得多。其中有着可以解毒的蛇形兰花，只需要采集兰花的花瓣就行，但是兰花还没有盛开，所以暂时采集不了。还有可以明目的净眼灵泉，泉水可以增加视力，并且对于治疗眼睛的伤势很有好处，具有复明的效果。一块如同磨盘的大青石，待在旁边可以凝神静气，让心灵变得空明宁静，对于平复各种负面情绪、恢复理智值具有奇效。等等36种灵物，每一种都有特殊的作用，这可比奥德标单纯提升灵值的灵胶珍贵多了。并且重要的是，别忘了，这36种灵物都是拥有灵智的，是智慧生命，它们都可以通过吐纳灵气来修炼，所有它们的效用也会随着等级提升变得更加强大。这才是福地宝树小白子给陈宇带来的最大财富。只不过因为它们生长在灵气节点上，并不能像灵田方块里面的启灵米果树每天都能有收获。这些外面的灵物每次采集都要一段时间恢复后才能采集，而且为了不耽误他们的修炼，每次采集也不宜过多。但是不管怎样，这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资源，而且有着小白子的福地庇护，也不用担心这些灵物遭到破坏。那些灵气节点都拥有非常强大的防御能力，只要岛屿灵气不绝，防御就破不了，外来者就无法采集，这也是陈宇丝毫不担心的原因。而且小白子现在可是23级，虽然是个纯辅助，但是突破到20级后，也获得了草木掌控这个技能，对于整个岛屿上的草木拥有绝对掌控。一旦有入侵者，必将面临无穷无尽的草木束缚。更何况整个岛屿的灵气经脉可不是看着那么简单，还如同阵法一样，保护岛屿不被外来者入侵。21级以下的灵物几乎不可能进入岛屿，就算进来，可是还有小松子呢。小松子也是享受了灵气反哺的福利，已经突破到了21级，虽然灵值只提升了1点，但是实力的提升却是质的变化。万叶飞刀、松果炸弹可以轻易到达岛屿任何一个角落，恐怖的攻击铺天盖地。21级以下的灵物根本没有招架的实力。小松子和小白子可以说是2个极端，除了不能动外，简直就是完美。以后出去，陈宇也根本不用担心被偷家，听说有道具可以偷摸降临到其他玩家的庇护所周围，陈宇倒是有点小期待有人来。1天的时间，陈宇彻底将整个岛屿巡视一遍，并且抓回来2只灵尾鸡，刚好1公1母，打算养着，蛋生鸡，鸡生蛋，说不定还能开发一种资源。要是不能下蛋，陈宇将会亲自教会他们怎么做一只优秀的鸡。至于开制的灵物，除了灵气节点之外，他是一个也没有找到，显然都有意躲着。不过不急，早晚落到自己手里，煮熟的鸭子还能让它飞了不成？陈宇直接下令小白子将整个岛屿封锁，并且命令灵后派遣他的蜂蜜搜寻，天罗地网，插翅难逃。回到小山崖上，陈宇收起田方块里面的各种作物，爬到墙头上给绿帽鸟一个刚采集的启灵米果。现在翠鸟觉醒，四处播种，得好好补补，说不定还能给自己带来一堆灵鸟。趴在墙头上，陈宇啃着苹果，目光投向冰封的大湖。这大湖用来拉雪橇车简直是绝了，如果自己想要出去的话，倒是方便很多，而且有着风行拉车，往返速度也很快。这个冬天3个月呢，自己肯定会出去的，到时候探索外面的资源也方便很多。反正这几天是不打算出去的，岛屿上的各种资源，还有那些躲起来的灵物都需要清理。回到院子，制作了一个鸡笼，将2只灵尾鸡放到前院一个厢房里面，开了一个启灵米果，将米撒给2只鸡，就没有再管。喂2天看看，下蛋就留着，不下蛋直接宰了，让分解台分解，说不定还能获得几根灵羽呢。空闲下来，查看自己昨天上架的各种物资，不错，石头、木材、沙子乃至铁矿石和玻璃已经全部交易完成，而且稀有物资也有所收获，获得了1000单位铜矿石、500单位银矿石、500单位金矿石，竟然还有500单位赤金石，不知道具体有什么作用，不知道还能不能收购到武器图纸。手弩图纸有着材料限制，只能用铁打造，要是能获得没有材料限制的武器图纸就好了，到时候金银铜都能拿来炼制武器装备，这些矿石足够自己从头到脚炼制一整套了。好友里面有人给自己发消息，陈宇随手从壁炉上拿个烤地瓜，边吃边看。蛟神奥德标
今天收获720灵胶，360个给兄弟发过去了。陈宇，今天大雪没有出去寻找新的香蕉树培育吗？胶神奥德彪，区区一点雪，怎么可能拦得住我胶大帝？陈宇，哎呦，一天不见都称大帝，让我听听咱独断万古的胶大的遇到了啥困难。胶神奥德彪，嘿，低调低调。今天我出门又挑选一批香蕉树，我发现灵胶树并不好培养，只有上了年龄的老树才能一下子培育成灵胶树。哎，上了树龄的树基本都在我周围，已经培育成灵胶树了。外面基本树龄都很低，想要一下子培养成灵胶树都需要不短的时间。陈宇，原来是这样。对了，你所在的岛屿多大？胶神奥德彪，也不大，我骑着超级自行车2个小时就绕一圈了。陈宇，你1个小时多快？胶神奥德彪，区180迈，不值一提。陈宇，你压的直接音速压弯是吧？胶神奥德彪，主要是自行车给力，而且我今天刚刚突破3级，骄傲，属性点全加体质。陈宇，那照这样说，你那岛屿还不小呢？胶神奥德彪，不清楚，反正不小，而且我获得一张海域地图，发现我周围还有很多岛屿，我每天晚上都在院子里用自行车锁定岛屿，向着另一个岛屿前进。陈宇，卧槽，你不会是想要把这些岛屿一个个堆到一起吧？牛啊！胶神奥德彪，低调低调。我现在给我这块岛屿取个名字，叫奥德彪大帝州。刚刚成立一个帝国，叫奥德彪大帝国。兄弟有没有兴趣加入？是想当大国师还是大将军？陈宇，我谢谢你哦。你这奥德彪大帝国不对，奥德彪地瓜州，不会现在就你一个吧？胶神奥德彪，嘿嘿，不是的，还有一只没有及时跑海里的涡轮海龟被我逮住了，现在是龟丞相。陈宇6，胶神奥德彪。对了，兄弟你要不要虎鲨？我分解一只虎鲨获得2虎鲨蛋，你要不要？陈宇，虎鲨蛋，丁，恭喜玩家获得胶神奥德彪赠送的虎鲨蛋，一枚黑不溜秋绿不拉几紫了巴西长得乱七八糟的蛋出现在陈宇手里。虎鲨蛋，第51章，这灵比我命都长。虎鲨蛋长得奇丑无比，像是一块黑绿紫乱七八糟揉在一块的烂泥。分解台分解的东西也是挺奇葩的，这东西能孵出虎鲨来。陈宇摇摇头，不知道怎么孵化，打算先放到壁炉上。嗡，咚咚咚，虎鲨蛋像是被烫了屁股一样径直滚下来，而且还没停止，竟然一路滚到窗户前，从窗户上跳下去。陈宇惊呆了，这蛋竟然还有意识，这是要做什么？连忙来到窗户前，此时掉在院子里面的虎鲨蛋完好无损，正向着前院滚。家里来了不速之客，快速下楼追上去，等来到前院，虎鲨蛋正在哐哐撞着大门，似乎想要出去。这蛋不简单啊！看着天色还没有黑，陈宇也打开大门。虎鲨蛋一溜烟的跑到小白子树下，找了一个灵机最是浓郁的地方窝下来。陈宇走到跟前，抱起虎鲨蛋，虎鲨蛋似乎还有点不情不愿。这真的是虎鲨蛋？也太离谱了吧！难道那只虎鲨本身就不凡？又或者这蛋是虎鲨吃下去的，一直没有消化，因为分解台等级太低，所以没有将这颗蛋分解？越想越可能，毕竟哪有蛋能跑能跳的，还有小情绪。想起来似乎并没有查看蛋的信息，只是听奥德彪说这是虎鲨蛋，陈宇连忙查看。蛋，一颗奇怪而丑陋的蛋，没了。陈宇低头看着手里的跳蛋，不过也确实没有明确说是虎鲨蛋，估计大概率就是奥德彪杀的虎鲨吞的其他生物的蛋，不过没有被分解台分解也是不凡。看着手里的蛋，陈宇倒是有点期待，不知道能孵化出什么，但是肯定不是一般生物。这蛋刚来，一下子就选中岛屿上最好的位置。作为岛屿灵地的心脏，小白子身边不仅灵气最浓郁，灵机也是最充沛的地方。长久在这里，说不定一块石头都能生出智慧来。见到没有什么异常，陈宇只好把蛋放回到树下，期待能给自己孵化出一只潜力非凡的宠物。天色也不早了，不能在外面长久逗留，迷雾在黑夜之下可以侵蚀人的精神，致使理智值会不断下降。陈宇不清楚原因，但是知道那些妄图进入黑夜的一个都没有回来。黑夜降临非常迅速，先是天边黑下来，一瞬间的黑下来，然后迅速向着自己这边涌过来，如同潮水一样。黑夜中长得乱七八糟的蛋散发着黑紫绿3种颜色的微光，不过慢慢的紫光和绿光暗淡下来，像是被黑光吞噬掉。整个蛋紫色和绿色的部分也是越来越少。房间内，陈宇正在整理昨天上架的雪橇车。虽然雪橇车的价格对于白银玩家黄金玩家来说并不是很贵，但是毕竟适合拉车的宠物少，所以也没有卖出去几辆，一共卖出去7辆，但是获得的粮食应付冬天也是绰绰有余了，而且还非常丰盛。杂粮有土豆，有红薯，有玉米，肉有山羊肉和鹿肉，还有2大筐鸡蛋，
每一样都够吃上1个月。因为懒，所以食灶又被搬到卧室，毕竟跑来跑去太麻烦了。一天2顿饭，早上1顿，晚上1顿。中午饿了，背包里面一直背着烤地瓜。现在壁炉上面还被陈宇放着好几个地瓜呢。闲着无事，陈宇也准备吃顿好的，把鹿肉切了1斤，放在壁炉前面烤。羊肉串了1斤，也放在壁炉前面烤。这让他又对自己的壁炉一阵赞叹。但是没有调料怎么行？陈宇翻开交易商场，发现这些什么胡椒粉、辣椒面也是贵得离谱，尤其是盐巴，10克都要1000单位木材，花费了1万单位木材才将材料凑够1顿，让陈宇好一阵肉疼，恨不得马上给自己的壁炉加价。今天又获得2.4万壁炉，被全部上架，交易的都是木材，毕竟木材算是流通货币了，90%以上物品都可以用木材购买。如今冬天，木材比石头还好用。我们5个拥有壁炉的玩家，一天就能生产12.5万壁炉，加上原本储存的，估计过不了5天，白银玩家、黄金玩家的市场就彻底没了。毕竟2万单位木材青铜玩家基本没有这个实力，到时候要么降价销售，要么价格保持不变，等青铜玩家慢慢积攒木材购买。3个月的冬天，1000万的青铜玩家还是有一定市场的。陈宇虽然这样考虑，但是具体还要看其他人，毕竟他们要是降价太多，好几万突然降价到几千，自己肯定也要降价，否则卖出去出。无论降价还是不降价，壁炉肯定还是要卖的，能积攒木材，谁会嫌少？自己又不是没有地方放，用不完留着长蘑菇也比手里没有强。毕竟谁会嫌钱少？兜里有钱不花和没钱可是2个概念。80亿玩家，就算每天只有1亿人砍木头，一人每天只获得100单位木材，玩家自己留下一半，剩下一半通过吃喝等各种花费流入交易商场，那也有50亿呢。更何况实际肯定要比这个多好几倍，甚至10几倍。自己一天2.4万壁炉，4.8亿单位木材收入，也就勉勉强强能过活吧。陈宇眯着眼睛，颇有些炫耀的意味，可惜没人分享。想要购买俩喇叭，在世界聊天里面刷存在感，发现喇叭竟然涨价到了2万单位木材，直呼奸商，买不起，只能转战只有区300人的区聊。芜湖起飞，我终于升级到3级10屋了，昨天差点没有冻死我。菜狗，今天才升级到3级10屋，菜就多练。你牛逼，你升级个4级建筑看看，找什么存在感？不就是加入工会了吗？有什么好炫耀的？听说了吗？紫薇会长要召集成员前往会长冰湖那里举办一场打冰洞捕鱼的活动，到时候肯定能获得好多食物啊！怎么去？我们玩家天南地北的，怎么召集？这你就别管了，紫薇会长肯定不会空口无凭这样说的，肯定是有办法的。我不去，万一打劫我怎么办？我一个小青铜肯定练不过黄金啊！切，就你身上扒掉裤衩子搜不出3瓜俩枣，就剩2个蛋1肠，谁会打劫你啊？就是咱会长可是黄金称号玩家，就是在黄金称号玩家里面也是底蕴丰厚的呢。不去也没关系，又不是强制，但是去的回来的时候可以获得每人50斤鱼货。50斤？真的给50斤？那可是鱼啊，是肉啊！1斤肉交易商场里面至少50单位木材呢。我去！马德，如果真的有50斤鱼货分，自己也能挺过这个冬天了，不然反正都是死。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不是工会成员啊。工会开放了编外成员，不受工会限制，虽然也没有福利，但是可以接工会任务，来去自由。只要是咱区的都可以加入，其他区的想要加入还得考核呢。陈宇，可嗨，大家先静一静，让我先说2句。去了瞬间一静，紧接着直接爆炸。卧槽，是黄金称号玩家！我们区里面居然除了紫薇会长，还有黄金称号玩家！哎呀，黄金称号玩家，舔，让我舔，痴迷！大佬，收狗腿子不？别看我才18岁，但是有着16年狗腿子的丰富经验。Oh my god， 今天居然见到黄金称号玩家，我要去拜财神爷，祝我明天出门捡到青铜宝箱。果然是小玩家，连做梦都这么拘束。聪明人已经拜陈宇大佬了。财神来，财神快到碗里来，金子来银子来，陈宇大佬撒点钱，撒点钱。陈宇，嗨，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当然不能让大家失望。叮，玩家陈宇发送区聊红包，限时1秒钟，红包数量1，红包物品1单位木材。叮，时间结束，红包收回。陈宇，今天收成不好，等明天收成好了，再给大家发个大的。数百玩家看着截图上，今日木材交易收入总量48000000，陷入良久的沉默。有人哆哆嗦嗦的打字，这0比我命都长。紫薇会长公告，今天晚上8点前报名，过时不候。木紫薇陈宇，来吗？第52章宠物卡。陈宇，我不去，我每天还有好多事要做。笑话，
自己怎么可能去？万一被打劫了怎么办？命可就一条，而且自己不知道怎么回来，到时候还得靠着人家。万一穆紫薇借此逼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自己岂不是成了给他打工的？坚决不能去。就算可以撇穆紫薇都不去，我又不是没有手，什么不能解决。不过要是有好东西，自己可以收购。那么大一片灵物莲花，想必湖里肯定也有不少灵鱼。如果有特殊灵鱼，自己想要直接收购多香，打死都不去。穆紫薇，我这片湖里鱼很多，还有不少特殊的灵鱼，有一种可以提升精神力的银月鱼。如果你有实力，可以捕捞这些灵鱼，对你的实力提升很大，只需要上缴50%收获就行。陈宇，捕鱼？不用不用，你能捕多少，我全都收购。穆紫薇看着对方口气，秀眉微蹙，但是想到对方刚刚在区聊里面发的截图，对方确实有这个实力。穆紫薇，那好吧，如果你需要，可以找我，我给你开价1000单为木材一条。陈宇，对了，你们工会成员去捕鱼怎么分配的？都是每个人不管怎么样都可以领取50斤鱼货吗？穆紫薇，并不是，自己打一个冰洞，如果一天捕的鱼不足50斤，领走都会给你补足50斤，但是银月鱼必须要上缴70%，如果多于50斤，多余的部分上缴50%，怎么样？你如果想要来，我还可以给你多一些分成。陈宇，这样啊，还是不了，我这人比较懒，还怕生，遇到人多的地方就社恐，还是在家比较舒服，还不用穿衣服，想怎么遛鸟就怎么遛鸟。穆紫薇，来这里也可以溜达，人多戴个头套就行，这样就没有人能认出你了，大不了再蒙住眼，看不见人不就不社恐了？陈宇，好主意，有空我试试。穆紫薇，我们这种福利活动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可以是各种形式的活动，例如这次捕鱼，下次采莲子，下次采集含铁矿等等，有没有兴趣加入工会？陈宇一惊，好家伙，这是给自己招募打工人呢。这穆紫薇牛逼，不仅舍得，还敢做，这么多人乌泱泱一句，万一有人起歹意，可不好收拾。看看这女人对于自己实力很自信。想起那只白色巨龟有着一栋房子大小，陈宇心里一阵哆嗦，这确实能让人非常有自信。穆紫薇说是工会成员福利，其实也就是帮助他快速开采资源，毕竟一个人就算没日没夜的干，也开采不了多少。这么一想，好家伙，这女人一开始就在区聊里面装好人，收拢人心，然后建立工会，把这些人收到自己手下，一步步诱导，建立信任，就是要去给他打工啊。不过这个打工确实香，估计那些普通玩家打破头都想去，毕竟那可是50斤鱼肉，还可能拥有灵鱼，拼一把直接就能挺过冬天。多拼几把，等到3个月冬季结束，重新排名的时候，说不定还能单车变摩托，逆风翻盘。要不是我有着自己的资源，我都要心动了。还有他说的采莲子、挖矿，看来就是后2次的事情。我的妈呀，他这工会自己区的，加上在其他区的，少说已经有几百人给自己挖矿，看样子还是稀有矿石，牛逼。不知道那含铁矿是什么矿，以后自己也可以收购一些。哎，人家都混上大地主了，我现在还是孤家寡人。咦，好像大地主也没我一个人赚得多。那没事了，独自美丽。陈宇，不了，我喜欢独自美丽，出门会让别人感到自卑，那样我会伤心的。穆紫薇，穆紫薇，弟弟挺调皮的，不如加入工会，成为一个荣誉长老怎么样？来去自由，没有限制，也不受工会规章约束。虽然没有福利，但是可以参加各种活动，也可以发布任务，或者接去别人的工会任务。穆紫薇对于拉拢一个黄金称号玩家还是非常积极的，这对工会有着很大好处，可以吸引更多人加入，只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黄金称号玩家的数量是升级工会的必要条件，升级工会后他才能招募更多打工人。陈宇，荣誉会长，不受约束。想要退出有没有什么条件？听到没有限制，陈宇有点心动，但是还是问了句想要退出的条件。穆紫薇，没有限制，想退出就退出，荣誉长老只是在工会挂个号，用来加入工会的，并不会有任何限制。陈宇，我再考虑考虑，如果想要加入会找你的。穆紫薇见到对方还是没有答应，不禁有些失望。如今工会只是一星工会，人数上限500，他就是想要招募更多也没有办法，只能不断拉拢其他黄金称号玩家加入，来满足升级条件。但是其他黄金玩家不是一个个心高气傲，就是和陈宇一样小心谨慎，到现在也一个没拉拢进来。穆紫薇，对了，你还要不要银月鱼？我可以给你8折优惠。陈宇，暂时不需要，需要的话我会找你的。开玩笑，现在收购不就是纯冤大头吗？现在只有穆紫薇手里有银月鱼，随便漫天要价，等到了其他捕鱼的玩家回来，价格肯定要降低很多。穆紫薇，那好，我们明天见。陈宇没有关掉聊天面板，而且点击穆紫薇头像，上面顿时出现穆紫薇的个人页面，有着简介和一些个人信息，也可以隐藏。4级，看来他肯定也有一些机缘，不然光凭他这7星下品吐纳术，
肺炸了也升不到4级。叮！黄金称号玩家穆雨琪申请添加你为好友。备注：还有启灵米果吗？我听我朋友说你有，我想要和你交换。黄金称号玩家交易启灵米果的，看看他用啥交易。同意。陈宇，你哪里听说我有启灵米果的？穆雨琪，被你忽悠走附魔台的那个。陈宇，怎么能说是忽悠走？难道我灵田方块不好吗？穆雨琪，好不好你清楚，我有探测设备材料的东西，不过我不是过来和你掰扯这些的，我想要启灵米果。陈宇，好，你打算用什么交易？穆雨琪，这个。陈宇看着对方的图片。宠物卡第53章，怪蛋破壳，居然可以把宠物携带进入一张卡片里面，好神奇的东西，这不就是我小时候玩的神奇宝贝卡变成真的了？陈宇惊喜地看着对方图片里面道具卡片，连忙询问。陈宇，你打算怎么交易？穆雨琪，至少可以保证我的花花和萌兰能够开启灵智。陈宇，花花萌兰。穆雨琪，这你别管，就是2只石铁兽，想要交易宠物卡必须提供给我充足的启灵米果，直到我的花花和萌兰开启灵智。陈宇，我怎么知道你的宠物什么时候开启灵智？万一开启了，你还诓骗我的启灵米果怎么办？穆雨琪，我们可以签订契约，50万单位木材的契约卷轴我可以购买。陈宇，我无法保证你的宠物什么时候开启灵智，启灵米果很珍贵，我一天也没有几颗，万一你2只宠物1-2个月还不开启灵智，我就太亏了。穆雨琪，那只能说明你的启灵米果还不够珍贵，效果差，这样我可以给你2张宠物卡。陈宇，你宠物卡虽然看起来神奇，可是毕竟只是方便携带宠物，其实实际作用并不大。宠物一般都可以跟着，它们大多数都比我们灵活，根本不需要宠物卡。你这个交易对我来说没有太大价值。这样，我给你提供启灵米果，按照5颗1张兑换。穆雨琪，不行，我只接受我说的交易方式。如果按照你说的，如果5颗不能开启灵智，我1张宠物卡等于什么都没有获得。陈宇，怎么能算没有收获？启灵米果虽然只是有概率开启灵智，但是每一颗对于宠物智慧开发都是有帮助的，就算一直没有开灵成为灵物，也会变得越来越聪明。穆雨琪，这是2回事，开灵和智慧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只有开灵成为灵物，才能修炼，才能真正成为的灵物，否则再聪明又有什么用？陈宇，那既然我们都无法同意，不如采取一个折中的法子，就是我可以一直提供给你启灵米果，直到你的2只宠物开启灵智，但是这期间我提供的启灵米果必须是5颗1张卡片的价格。穆雨琪，也可以。陈宇，既然商量好了，你快去买契约卷轴吧。穆雨琪，很快，对方发来契约信息，陈宇签上自己的编号和名称。契约双方：华国0966015200陈宇，华国010110499999穆雨琪。契约内容：由契约人陈宇提供启灵米果，按照5颗启灵米果兑换1张宠物卡的交易方式，与契约人穆雨琪进行交易，直到为契约人穆雨琪的2只宠物开启灵智为止。注：中断契约需要契约双方同意。穆雨琪，好了，你现在有启灵米果吗？陈宇，今天可以给你提供5个，以后每天都是5个。穆雨琪，行。把5颗启灵米果发过去后，陈宇终于得到了宠物卡。一张黑金色宠物卡出现在手里，卡片仅有巴掌大小，背面带着繁琐不知意义的金色花纹。正面是纯黑色，但是往里面看仿佛是3维立体的，好像里面存在一处黑色空间，卡片周围边框还有2圈金色细线。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确实用处不大，但是自己可是拥有一只21级的小松子，以后出门带着小松子，在这片区域的森林还不是横着走。陈宇翻看几遍，高兴地收进背包。对了，明天去栗子树那里看看能不能抢几枚开灵栗子，说不定还可以直接用开灵栗子和对方再交易几张宠物卡。契约里面有漏洞，陈宇没有说，或者这个漏洞只对他来说才是漏洞。契约里面说自己提供的启灵米果必须为对方的2只宠物开启灵智，但是2只宠物没有指定。如果自己用开灵栗子和对方交易，对方绝对会同意的，看得出来对方很急。开灵栗子可以一次性开灵，对方肯定会给1只熊猫使用，到时候契约里面依然是需要2只宠物，自己还能一直进行交易来获得宠物卡。如果自己获得足够的宠物卡，就可以先储备着，以后自己灵地里面的36个灵气节点上的灵物肯定会第一批成为自己的宠物，到时外出暂时携带上它们，简直嘎嘎的劲嘎嘎爽。明天就带上风行去栗子树那里，把2只兔子和土拨鼠打劫了。为了以防万一，小松子也用宠物卡带上。对了，还有小松鼠，整天气呼呼的，指定气出病来，干脆带着它去找场子，说不定还能直接让小松鼠忠诚度一举突破到60%。如今陈宇有着5只宠物，小白子肯定不能动的，
一动整个灵地指定崩溃。小松子可以搬，但是毕竟对方才刚刚突破，还需要稳定，经常搬来搬去，万一让小松子动摇根基，再次退到20级，就真的哭都没处哭了。其余3只宠物灵后和木奇太弱，况且灵后还需要负责监控岛屿上的灵物，木奇的天赋对于岛屿上植物也有好处，灵气节点上也大部分都是植物，两者能不离开就不离开。能一直跟着陈宇的，也就只剩下7级的风行了。好在风行实力不弱，而且明天抢了开灵栗子就回来，对于小松子影响也不大。想好了明天的事情，撸完羊肉串，陈宇倒头就睡。虽然屋里很暖和，但是寒冷的冬天依然让人疲懒。等到天亮，匆匆吃了昨天晚上食灶里煮好的玉米面汤，陈宇就准备出门。咦，这蛋怎么变成纯黑色的了？陈宇走到小白子跟前，低头好奇地看着昨天那颗放在这里蛋。阳光洒在蛋壳上，折射出朦胧的光晕，但周围聚集了很浓郁的灵气。咔咔咔，这是要破壳了。陈宇惊喜，他倒是挺好奇这蛋里能孵出什么。啪，蛋壳顶端被顶碎，一个小脑袋钻出来。陈宇脸色瞬间一僵。好几把。第54章双天赋异兽。从蛋壳里面出来的是一只形似水母的黑色异兽，而且居然可在空气中游动，此时正和陈宇大眼瞪小眼。陈宇眼睛小，对方眼睛大，紫色的眼眶里面2个眼珠子咕噜乱转，脑门上还生着一根绿色的触角，像是呆毛。黑色水母异兽嘟着一张香肠嘴，长得又丑又怪，但是看起来笨拙游动的样子又丑萌的。叮！恭喜玩家获得一只异兽宠物，忠诚度80%。异兽系统，什么是异兽？天地间由自然孕育的一些神奇生物被统称为异兽。哦，这么说这玩意不是妈妈生的？陈宇顿时感觉这异兽挺可怜的，刚出生没有爹妈，要不是遇到善良的他，估计很难活下去吧。嘤，妈妈。听到异兽心声，陈宇脸色顿时僵硬。不是，你没妈不代表你可以乱认妈呀喂。还有，我是公的。懂。异兽头顶挺立的触角弯下来，像是在思考。嘤，爸爸。陈宇，算了。陈宇有些无奈，这小家伙天生开智，但是非常懵懂，等长大一点再让他尝尝自己的拿手好菜——竹条炒肉。以后干脆叫黑蛋得了，你长得倒是挺像半个卤鸡蛋的。点开黑蛋的宠物面板，宠物异兽黑蛋，等级1，灵值10，忠诚度80%，天赋黑暗之子，水之精灵，技能黑暗侵蚀，黑暗隐秘，控水，下雨，生机剥夺，迷离子瞳。不愧是异兽，刚出生就拥有6种技能。陈宇赞叹，竟然还拥有2个天赋，黑暗之子，水之精灵，2个天赋看起来似乎都不错，培养潜力巨大。刚好自己现在处在湖岛上，以后培养好了黑蛋，让他控制周边水域，等到实力强大，还可以前往水下探索，说不定还能探索到珍稀资源。陈宇委婉的单手推开黑蛋，就是这家伙老喜欢贴，让人很无奈。要是长得好看点还好说，可是黑蛋黑不溜秋，怪模怪样，2个香肠嘴，身体还黏糊糊的，蹭到脸上就像被呼了一脸口水，的确有点不讨喜。一手推着一直想要贴的黑蛋，一手把宠物卡拿出来，对着小松子收。原地的小松子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原本宠物卡上一片空白的正面，则是多了一个棵树的图片。松树枝繁叶茂，散发阵阵微光，庞大的根系在黑暗的虚无中起伏，蜿蜒盘旋，颇具威势。这样就收进宠物卡里面了，真是神奇。陈宇看着原地只剩下一个小松子生长的坑洞，叮嘱了灵后一声，让他务必监控那些不安分的灵物，等他回来收拾。断崖下面正对湖面，不过要去栗子树那里还要绕一圈，毕竟之前他是从北方飞来的。出了岛屿，如同羽毛一样大的雪花瓣扑咽而来，刺骨的冷风刮得脸蛋子生疼。乖，这要是出来砍木头，能把人冻傻。还好衣服被青天鹅羽绒附魔过，让衣服拥有御寒特性，要是自己能获得大量灵物绒毛就好了，说不定还能通过给衣服附魔特性来赚点小钱。拿出温度计，里面的水银嗖嗖的往下掉，一直掉到零下21摄氏度。呼，感觉还好，估计随着接近正午，温度还能升高不少。这个温度一时半会还冻不死人，恐怕出来砍木头玩家还不少。现在出来砍木头的肯定有，毕竟再冷也得砍木材换食物，不吃东西连饿带冻指定熬不过去。现在交易所各种食物贵得离谱，要不是木材随着冬天也水涨船高，估计那些砍木头的都买不起食物。石头作为升级房子的主要资源之一，自然也是紧销货。如今还有大部分白银玩家想要升级庇护所，只差石头还没有凑够。凡是被上架的石头，
价格差不多的几乎都被秒了。水已经不值钱了，毕竟制作一个石灶挖点血就能烧水，那些初期靠着卖水发家的，现在一点也卖不动了。到现在，大多数玩家，也就是普通玩家和黑铁玩家，手里除了满足基本吃喝，然后升级庇护所后，基本手里没有剩下什么资源，一天不干活就得饿着，肚里没有东西，说不定躺床上一睡就醒不来了。陈宇搓了搓双手，将绳子拴在风行身上，风行去小松鼠家。速度的一道残影闪过，陈宇感觉整个人都飞了起来，那风那雪拍在脸上，别提多带劲了。龇牙咧嘴的戴上一个昨天花费巨资网购的黑色头套，只露出2个眼睛。咦，似乎把什么忘了？昨天想着还要带着啥来着？算了，反正小松子带上了。岛屿上，院子门口，清冷的阳光照在地面上，小松子捧着一堆浆果，愣愣地站在一个坑洞前面。原本只是树洞里面的存粮没了，现在连树都没了。可怜他每天起早贪黑，多么努力，为什么？双眼充血，老家被撅了，吱吱吱，气煞无眼，眼皮一翻，晕了。浆果滚了一地，被玩起的翠鸟捡起来，准备当做撇子送给他的爱妃们。翠鸟最近身体好没劲，怎么回事？难道生病了？感觉身体好像被掏空了。小田鼠，咦，这家伙怎么大清早的又晕了？赶紧拖回家，不知道的还以为鼠鼠我杀鼠了呢。小田鼠刚推开门，就看到小松鼠费了死巴拉劲拖着小松鼠的尸体，像是要毁尸灭迹。猫儿草，咦，老松逼灯去哪了？长腿了。老柏逼灯，快醒醒，你好基友没了。门口一堆灵物吵吵嚷嚷，一阵鸡飞狗跳，好奇的石头下面的洗水枝都顶起大石头，悄摸的偷看。此时陈宇已经到达距离岛屿2公里外的北岸，因为陈宇这片湖泊只是大湖突出的一个奶头，所以距离3面陆地都比较近。一阵风驰电掣，陈宇晕乎乎的从雪橇车上下来，把头套扶正，刚扶稳，连忙一把揪住头顶，薅下头套。哦，风行，你他妈下次记得跑慢点，我嗓子都喊冒烟了，你没听到吗？风行，要不我提醒主人，速度的。算了，可能会挨打，作为一只优秀而忠诚的侍卫，要学会高冷的沉默，默默的承受。立正，风行目不斜视，板正的站在岸边。陈宇无语凝噎。一只大雁放声高歌：大雁，阿阳妈妈，你在何方？啊，寒风，你为什么要这么冷酷无情？突然，大雁感觉菊花一紧，扭头和树下一道灼热的目光对上。第55章，把兔子夫妻分开埋。看到树下那个两脚兽手里的东西，大雁感觉身体一寒，浑身羽毛炸裂，振翅就要逃跑。一道黑光闪过，正中大雁。嘎嘎嘎，大雁无戒。陈宇走过来，满意的拎起大雁，伸手在大雁身上摸来摸去。这柔顺的羽毛，这充裕的灵气，这温暖的感觉，简直是用来给衣服附魔防寒特性的绝佳材料。而且还是一只活的大雁，拔了再长，长了再拔，爸爸常常无穷尽也。得罪我陈宇，早晚有你好果子吃。拎着大雁命运的脖梗，一把甩起来，背在肩头。等回去，自己就去高价收购裤头衬衣咪咪罩，然后附魔了防寒特性后高价出售。虽然工作有点变态，但是挣资源嘛，不寒碜。毕竟现在也没有其他途径获得衣服，收购外衣外裤，这天寒地冻的肯定没人卖，价格太高，自己也不愿意。咪咪罩刚刚好。背着一只被凌风弩箭麻痹的大雁，继续向着栗子树方向出发。大雪已经下了好几天，丛林里面非常难走，一步下去就是一个半条腿深的雪窝。如果不是周围丛林太密集，放不下雪橇车，自己还能再让风行拉着。路非常不好走，虽然距离栗子树只有不到2公里，但是这一段路也走得极为艰难。好，风行突然从后面窜出来，对着前面咆哮。陈宇神色一紧，连忙双手架起2把手弩。风行，什么情况？主人，有熊在附近出没，而且至少是3级。熊！陈宇背后冒起冷汗，这地上积雪这么厚，周围树林又如此密集，碰到熊确实有些危险。就算陈宇现在敏捷属性不低，可是这一步下去半米深的积雪，也让他行动极其不方便。而且这么大雪，那只熊环在外面，绝对非常饥饿，越是饥饿的熊就越是危险，被他盯上很难再甩开。陈宇眼色一狠，指挥风行。风行，继续前进。是。直到快要到达栗子树的位置，那只熊也没有出现，可能是忌惮风行的存在。但是陈宇清楚，那熊肯定不会这么简单离开。如今大雪覆盖，食物不是那么好找的，错过了自己这么大块肥美的肉，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遇到新的猎物，所以那熊肯定还在周围。不过大雪纷纷，加上迷雾和树林的阻挠，陈宇根本看不到对方的身影，只能时时刻刻端着2把手弩，一旦有异动就立刻疯狂射击。
一把手弩里面有着20根笔芯粗细的弩箭，发射间隔时间不足 0.05 秒。填充弩箭，只要背包里面弩箭充足，只需要一个念头。一旦发现熊，凭借熊的体格，陈宇根本不需要过多瞄准，足以短时间把对方射成刺猬。但是熊皮糙肉厚，凭借弩箭根本不是那么好杀死的，还是一头3级灵物，不知道有没有开启灵智。如果是开启过灵智的，就更加难对付了。所以陈宇现在格外紧张，好在风行鼻子灵敏，一旦熊靠近，肯定也能发现，也不用担心自己被埋伏。看着前方3棵巨大的栗子树，陈宇心里微微松下一口气。栗子树下面视野开阔，足有200-300米的空间，比这茂密的丛林要好多了。没多久，陈宇就到达栗子树下面的空间。这里面虽然也有积雪，但是大部分被高大浓密的栗子树挡住，所以地上仅仅只有薄薄一层。脚掌踏在坚实的地面上，陈宇近乎常人2倍的敏捷也能更好发挥。根本不用找，听到2只小兔子和土拨鼠的心声，陈宇就直接锁定了他们的窝。3只灵物都是开灵过的，抢夺的开灵栗子肯定没有用，大概率就是藏在窝里，等会有着风行，直接把他们连窝端。小灰兔，老婆，亲亲，么么哒。小白兔，死鬼，讨厌。小灰兔，老婆，那灵栗子藏好了没？等我们孩子一出生就能开灵，到时候肯定有机会回到祖地。小白兔，你就放心吧，我们都等着这一天5年了，终于熬到那只老土拨鼠死了。现在土拨鼠争夺灵地内战，根本无暇顾及小松鼠这个外族。小灰兔，哎，可惜旁边那只土拨鼠竟然不去帮他丈母娘打回去祖地，要不然开灵栗子都是我们的了。小白兔，能有2颗也不错了，等这场大雪过去，我们就带着孩子返回祖地。小灰兔，老婆大人说了算。土拨鼠，不知道丈母娘和媳妇怎么样了，如果能在祖地瓜分一个小灵丘，到时候有着这4颗开灵栗子，足以保证下一代了。土拨鼠，这场淋雨要是再晚来1年就好了，到时候丈母娘突破到10级，再借助那棵巨灵草，说不定就能突破到11级，还有希望争夺族长。土拨鼠，可惜计划赶不到变化，不过现在凭借丈母娘10级的实力以及2星血脉，瓜分一个几10米庞大的小灵丘也是没有问题的。土拨鼠，到时候我和媳妇和丈母娘强强结合，都生下一窝带有血脉的崽，再凭借开灵栗子，一早就给孩子开启灵智，掌控灵地指日可待。陈宇坐在地上，一边偷听一边吃瓜，感叹这些鼠蛙兔蛙的内心也挺丰富的，这瓜也挺炸裂的，尤其是土拨鼠的母女共侍一夫，锁定了2个地洞的位置，听到足足有这6枚开灵栗子，顿时眼红。那可都是小松鼠的，现在小松鼠住在自己家，吃自己的喝自己的，4舍5入就等于是自己的。一群强盗，为了将他们一网打尽，陈宇犹豫再三，决定斥巨资花费10万单位木材，购买了2颗可以迷倒低级灵物的迷香丸，蹑手蹑脚地找到2个地洞的气孔，把2个迷香丸丢进去，还贴心地把气孔堵上。陈宇让猎豹躲在土拨鼠洞上面，自己来到兔子洞上面，想起被一只兔子蹬晕的屈辱，他就继续忍耐，悄摸地蹲在旁边偷听，手里的弩箭准备好，若是兔子发现不对出来，自己绝对让他们尝尝什么叫唐门暴雨梨花针。小灰兔，老婆，你好香。小白兔，老公，我感觉要被你帅晕了。小灰兔，老婆，你怎么变成2个了？不过没关系，就算你变成一窝，我也一个都不会放弃。小白兔，老公，有你真是我的福气，我都要被你帅晕了。小灰兔，哎呀，老婆你好油腻，羞羞。小白兔，我感觉我好像真的要晕了。小白兔，老公，老公，老公你醒醒，睡着了都不和我说一声，哼，真是的，我也睡。陈宇突然起身，丢下大雁，用脚踩住，手里突然取出一把锄头，兴奋地抡起来。奶奶个球，今天就吃红烧兔肉，清蒸兔肉，把你们狗男女分开煮，还要分开埋。第56章，一雁一鼠2兔。挖开兔子洞，陈宇一锄头一个小朋友，将2只小兔子彻底砸晕，把2只兔子拎出来，在兔子洞里面摸索了好一会，才让他在一块石头下面摸到2个灵气氤氲的栗子。叮！恭喜玩家获得2颗开灵栗子，这些普通栗子也全部打包带走，够自己吃大半月了。洞里面2只小兔子捡的栗子也全部被掠夺一空，现在地上的栗子都被大雪覆盖，想要捡也根本捡不了。拎起小白兔，陈宇伸手摸了摸那大肚子，看样子是快要生了，说不定自己还能养一窝兔子。兔子这家伙老能生了，等回去先买几个粗铁笼子关着。从周围灌木丛里面抽出一条细藤蔓，把2只兔子和大雁都串一块。为了防止它们半途醒来，陈宇对着3个脑袋挨个又抡了一遍。要不是3只灵物能扛，估计早就嗝屁了。还剩下最后这只土拨鼠，这土拨鼠可不简单，毕竟是能睡丈母娘的，怎么可能简单喽？陈宇刚刚偷听心声，猜测这只土拨鼠应该也是携带血脉的，可能是2星，也可能是3星。
好在风行等级本来就比土拨鼠高，再加上猎豹天然强于小型杂食动物土拨鼠，优势在我。手里的锄头被换成了青铜长矛，这玩意敲起来那才是贼爽。招呼上风行，一人一豹对土拨鼠夹击。土拨鼠怎么回事？头好晕，难道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土拨鼠不对劲，不对劲，非常不对劲。土拨鼠不好，难道那两只死兔子用了什么要数的东西？好好好，敢赢老子，老子马上就叫你好看。陈宇皱眉，显然迷香丸并不能彻底放倒土拨鼠。这土拨鼠抗造到现在都没晕，还在洞里嘀嘀咕咕，再撑下去，陈宇怕要笑下去，到时候更不好对付。风行，准备好，观察周围，一旦这土拨鼠跑出来，直接给我上，别让它溜走。放心吧，主人，交给我。吱吱吱，旁边地面突然出现一个地洞，一个鼠头骂骂咧咧的出来，刚探出半个脑袋。陈宇手疾眼快，手里的青铜长矛呼呼作响，一道枪影闪烁，咣当，土拨鼠还没来得及看清，瞬间被敲回洞里，只感觉脑瓜子嗡嗡的。吱吱吱，土拨鼠，什么东西？刚刚是什么东西？啊呀，我头！死兔子，敢埋伏我！我从左边的洞出去，竟然没有一棍子抡死，这土拨鼠脑瓜子真硬。陈宇听到土拨鼠的声音，连忙转身，果然地面突然再次出现一个洞，一只土拨鼠晕头转向的巧摸探出头。突然寒风呼啸，土拨鼠感觉身后一股寒意袭来，炸毛，咣当，疼！土拨鼠一个咕噜滚回洞里，感觉脑袋都要炸了。土拨鼠怎么回事？怎么我跑到后面还能发现我？不可能，一定是巧合。右边栗子树下面还有一个洞，我从那里出来，我就不信还能敲我脑壳。陈宇听到土拨鼠的心声，露出神秘的微笑。来到右边的栗子树下面，一处土地刚刚鼓起，陈宇手里的长矛瞬间就位，把这只土拨鼠也抓住，到时候再抓一只母的，留着配种，说不能就能生出带有血脉的小土拨鼠，到时候就算自己不用，还能卖了，多多益善。咦，对了，听这土拨鼠之前说，他丈母娘和媳妇回祖地了，不如自己直接买一张宠物契约卷轴，直接把这头土拨鼠契约了，然后再提供资源，助土拨鼠突破到11级，岂不是有希望掌控整个土拨鼠林地的族群？陈宇眼里放光，这个土拨鼠林地似乎还不弱，怎么说也有几十只开智的土拨鼠吧，再加上没有开智的，少说也有上百。如果自己契约这只土拨鼠，明面上土拨鼠有着丈母娘和媳妇帮助，暗地里自己提供资源支持，到时候间接掌控土拨鼠林地，岂不美哉？越想越绝对可行性非常高，而且这只土拨鼠本身天赋必然也不小，不然凭借啥把媳妇和丈母娘一网打尽？凭借积大吗？扯淡，肯定也是有着血脉的，至少不低于2星。陈宇手里青铜长矛紧握，非常激动。土拨鼠，该死的兔子，等我出去，非得把你们皮扒了，晒成兔干！一个鼠头从地下钻出来，突然天色一暗，土拨鼠心头一惊，哐当，土拨鼠眼冒金星，一棍子又给抡回去。陈宇手疾眼快，直接趁着土拨鼠头晕眼花，一把从洞里掏出来，把土拨鼠拽到地面上。和 2E， 青铜长矛再次抡起，哐当，土拨鼠四肢猛地伸直，眼睛睁大，但是没有任何神色，显然晕了。陈宇招过来风行，让风行在一旁看着，防止这土拨鼠使诈。走到土拨鼠跟前，陈宇不放心的又抡了2棍子，直到土拨鼠口吐白沫，双眼泛白，这才确认对方真的晕死过去了。伸出手摸了一下心脏位置，陈宇舒了一口气，还好还好，还活着。说完开心的把土拨鼠拴起来，顿时身后那一串又多了一只土拨鼠，一只大雁，2只兔子，1只土拨鼠，收获丰厚啊！而且兔子还怀了一窝，土拨鼠未来更是前途无量。陈宇看着藤蔓上一串收获，心满意足。土拨鼠背后还背着一个小包，4个开灵栗子都在里面，6颗开灵栗子最后全都归到陈宇手里。至于3棵开灵栗子树就丢在这里得了，这么大又挖不走，砍了又浪费，下次结果还得3年后呢。土拨鼠洞里收集的普通栗子比兔子窝里面好多，都够自己吃上1个月了。正捡栗子的陈宇耳环突然传来一阵咆哮，吼！风行弓着身子对着迷雾中一个方向龇牙咧嘴，一道吼声不甘示弱，同样发出巨吼，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传遍整片丛林，树上的积雪哗哗的掉落。陈宇手里青铜长矛一手，连忙端起2把手弩，轰！大地一阵震颤，一只体型硕大的棕熊，双目猩红，喘着粗气从迷雾中出现。第57章分解5级棕熊。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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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宇扣动机关，一根根弩箭疯狂射向棕熊。棕熊狂怒，如同一辆卡车一个奔袭过来，
一旦被撞住，不死也得残。陈宇连忙躲避，手里的手弩还一直射个不停。弩箭差不多10厘米长，整个弩箭至少半截插进棕熊体内，但是棕熊除了吃痛的嘶吼，行动却好像没有受到一点阻碍。陈宇脸色凝重，不是他不想用长枪直接上去干，而是，好吧，他就是不敢。这棕熊站起来能有1层楼高，自己就算拿着长矛冲过去，长矛还没戳着人家，自己可能都被掀飞了。自己虽然是5级，可是这熊也是5级，但是人和熊能比吗？最主要的是他喵的自己现在就会下雨啊，那雨还跟尿不尽似的，拿头打呀。所以陈宇只能选择在周围游走，打游击，主力交给风行。风行毕竟比对方高2级，还拥有3星血脉，每一次攻击都能撕裂棕熊厚厚的皮层，留下几道血痕。甚至要是攻击的方位拥有剪头，还能把剪头嵌入更深的位置，让棕熊行动越来越缓慢，每一次动弹浑身都如同撕裂一样疼痛。随着陈宇和风行配合，棕熊明显已经有些力不从心，浑身遍布大大小小的撕裂，最长的伤口甚至有着半米长，血肉反卷，隐隐都能看到骨头，浑身血液都被寒风冻在身上。本来就饥饿的棕熊，此时感觉眼睛已经开始模糊，这是失血过多的症状。陈宇稳住，依然小心地游走在周围，手弩快速射出1根根弩箭，一把弩箭1分钟就能射出去20根，2把就是40根。体型这么庞大的棕熊，陈宇压根就不用瞄准，几乎全都射在棕熊身上。现在棕熊身上遍布密密麻麻的黑色弩箭，和一只大刺猬差不多。轰！棕熊终于支撑不住，倒在地上，硕大的身子如同小山一样。此时栗子树下的场地遍地都是被鲜血浸红的血。叮！恭喜玩家击杀5级棕熊，终于死了。陈宇满头大汗，来回躲避棕熊，不断的走位射击，可算熬死了这头棕熊。走到棕熊屁股后面，看着这一大坨肉山，一个冬天都吃不完。回去割下精华的部分留给风行一家吃，剩下都放进分解台，看看能不能分解出好东西。意念一动，整个棕熊消失在原地。陈宇背着另外4只猎物快速离开。没多久，原地出现一群柴狗，还有各种鸟兽，疯狂地舔舐地面的血液，还有洒落的碎肉。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都是蕴含灵气的宝物，就算不能让他们成为灵物，但是多吸吸地上的血，里面丰富的能量，说不定都能熬过这个寒冬了。经过一番艰难的跋涉，路上为了防止1夜1鼠2兔醒来，还得时不时补上几棍，到了大中午才回到岛屿。买了3个铁笼子，那铁栏都有婴儿手臂粗，就是棕熊来了都得跪。好在笼子不大，花费的木材也不多。把大雁、兔子、土拨鼠通通关进去，陈宇顿时一屁股瘫坐在地上，累死我了，下次再也不出门了，真是太危险了。那熊太恐怖的，死相太恐怖，都吓到我了。陈宇饿得肚子叽里咕噜，掏出昨天剩余的鹿肉就啃，就是有点难嚼，感觉累牙，不如烤地瓜，软糯香甜，非常适合他这种20岁的老年人。吃了大半饱，陈宇走到笼子前面，看着迟迟没有醒来的大雁、兔子、土拨鼠，心里又有些嘀咕，不会敲傻了吧？还没醒来，别回来留下后遗症什么的。想了想，陈宇忍痛拿出1滴生汁液，放进装了500毫升的水杯里面，然后舀出1小勺，用勺子喂给自己抓来的4只灵物。这4只灵物可都是被他赋予了重大使命。大雁的燕毛拔了给内衣咪咪照附魔，获得御寒属性后贩卖。兔子夫妻生小兔子，兔兔无穷尽也。使命最大的当然是土拨鼠，是他任命的下一任土拨鼠家族的族长，自己以后可是要当上宗的。一勺勺生汁液喂下去，看着木质保温杯里面减少的生汁液，陈宇心那是哇凉哇凉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再喂了。看他们气色也好了很多，估计伤势也痊愈了，就是脑瓜子还没反应过来。陈宇宝贝的收起剩下的400毫升稀释的生汁液，他自己都没舍得喝，把笼子拎进和林伟基一起的厢房内。又想起来小松子，出门把小松子放回去。此时小松鼠正蹲在小田鼠门口发呆，突然眼前一闪，发现松树竟然又出现原地，不可置信的揉了揉眼睛，发现竟然还在。吱吱吱，小松鼠，我家回来了，我家回来了。小松鼠兴奋的尖叫，把小田鼠从窝里薅出来看。小田鼠，哎呀，大惊小怪，松松哎，你要学会稳住，怎么老是毛毛躁躁的？小田鼠不满地拍掉拽着自己尾巴的小松鼠，真是没有一点眼力劲，没见到人家正在睡美美的午觉吗？转头看过去，小田鼠，卧槽！陈宇拍拍手，将启灵米果采摘了，给那个谁来着发过去5枚，获得第2张宠物卡。开灵栗子先不急着给对方，丢给2只灵尾鸡1颗，3只小豹子1抱1个，剩下1个给翠鸟补补身子。如今翠鸟家里住了好几只灵鸟了，都被他登记了户口，以后就是岛屿合法居民了。将各种作物采摘一空，出门开始处理棕熊。先抛开肚子，让风行一家和猞猁饱餐一顿，
把里面各种内脏吃得差不多，陈宇又割下一条熊后腿丢给风行，剩下的全都拿走，准备丢进分解台。系统分解，一阵白色光芒闪烁，分解台储存棕熊尸体的空间格子，里面的尸体渐渐虚化。而在右边的空间格子中，几样分解出的物品出现：10张5级棕熊皮革，2枚5级棕熊牙齿，3枚5级棕熊指爪，1瓶5级血肉精华，以及……这是……陈宇目光灼灼地看着最后一样东西。第58章河马群，5级棕熊精魄，优质附魔材料，优质炼药材料，不同精魄附魔炼药都会获得不同的作用。精魄，优质附魔材料，不知道所谓的优质附魔给武器后会带来那些变化。陈宇取出精魄，颇为期待。至于炼药，他倒是知道一种设备炼药炉，金疮药就是炼药炉炼制，但是需要炼药炉学习药方。现在炼药炉和他没啥关系，似乎被封锁的死死的，根本没有人出手，所以现在这枚精魄只能用来附魔。精魄仅有乒乓球大小，在没有实质的圆球里面蜷缩着一个迷你小熊。看着这枚精魄，陈宇思考着要给什么附魔。首先肯定排除所有装备以外的东西，剩下可以附魔的物品，他比较中意的就是青铜轻甲、青铜长矛以及手弩。如果给青铜轻甲附魔，或许会带来更好的防御，同样青铜长矛可能会出现更加强悍的攻击。至于手弩就不是很清楚，在三者之间，陈宇有些犹豫不决，再三权衡，他还是决定给手弩附魔。至于青铜轻甲、青铜长矛，以后或许会获得更好的精魄附魔，这个5级精魄干脆就给一把手弩使用了。而且手弩是他比较常用的武器，可以进行远距离攻击，他是比较喜欢放风筝的打法，敌进我退，敌退我打，打不过还能及时跑，安全有效，保命最重要。如果能获得一把大威力手弩，自然再好不过。走到分解台前面，陈宇取出一把手弩和棕熊精魄放进去，颇为期待手弩附魔后的变化。附魔，附魔台上出现一个面板，面板里面一阵光芒闪烁，5级棕熊和手弩渐渐融合在一起。叮！恭喜玩家获得5级暴熊手弩。5级暴熊手弩，射速 0.02 秒，对于射出的弩箭具有巨力加持作用，可以轻易射穿岩石，并且拥有让岩石崩碎的力量。如果击中目标头部，并且没有击杀目标，有小概率是目标眩晕。我操，不赖啊！让我试试看。陈宇惊喜地取出手弩，手弩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整体深棕色，带着毛发的细致纹路，在中间是一只咆哮的巨熊，熊嘴刚好是弩箭射击的位置。把玩2下手弩，大小没有神妖变化，依然只有巴掌大小，下面还有一个指环手套，可以扣住手指，将手弩牢牢固定在手掌上，拿起来非常顺手，他还是比较满意的。得到了新装备，当然要试一试所谓的击碎岩石的威力是多大的威力。从后院穿过满是心情小蜜蜂的花圃，出门来到悬崖边，大门距离悬崖只有10多米，陈宇站在门口就瞄准前面一颗大青石，准备试一试威力。洗髓之，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小松鼠，努力修炼，奋发图强。上帝不给我开门，那就干死上帝。小田鼠，松松，加油！松松，加油！勇敢鼠鼠，不怕困难。猫儿草，公猫叫，母猫叫，公猫母猫都没我会叫。喵喵喵！大雁啊，命运，你是如此的无情。海燕呐，你再也看不到大海啊！海燕，土拨鼠，你他妈的给我闭嘴！再好好投，给你打肚里。小灰兔啊，老婆。小白兔啊，老公。土拨鼠，洗髓之，怎么回事？为什么我盖着这么大的石头还忍不住的发抖？突然一道黑光一闪而逝，咻，砰，青石炸裂，原地露出茫然的洗髓之，昨天被掰掉部分还没有长全，精美的外表像是被狗啃了一口。洗髓之，世界孤立我，没想到居然可以将半米厚的石头轰裂，这要是一般野兽被弩箭射中，估计落在身上能直接轰出一个大洞。显然暴熊手弩的威力超出了陈宇的预料，暴熊手弩对于手弩的加持确实强大，就是有点废弩箭，普通的铁质弩箭难以承受这股力量加持，基本在击中目标时就碎了，无法回收。好在现在陈宇身家丰厚，否则还真支撑不了这消耗。如果火力全开的话，消耗更是惊人，射速 0.02 秒，1秒就是50发弩箭，也就是 2.5 单位的铁矿石，一单位铁矿石价值100单位木材，相当于1秒就是250单位木材资产消耗。没有一点身家，还真连玩都玩不起。毕竟现在大雪严寒封天锁地下，250单位木材差不多相当于普通玩家3天不吃不喝才能积攒的资源。将手弩收起来，返回院子去找灵后，询问岛屿上那些躲藏的灵物，准备进行清扫一番。陈福的登记户口
不服的铁锅蒸煮。原地留下风中凌乱的洗水汁，心里有些怯怯的，怕怕的。他感觉周围好像有好多不怀好意的目光盯着自己，让他又害怕又拘束，总感觉好像有东西会冲出来，一口吃掉自己。这让他浑身难受，像是有蚂蚁爬，恨不得马上搬个石头压在自己身上。可是周围光秃秃一片，最后无奈巴拉巴拉泥土碎石，把自己埋起来，这才感觉心里安静下来。是的，这洗水枝是一颗社恐枝，患有严重社交恐惧症，可能还有迫害妄想症，喜欢躲在土里一动不动，平常喜欢偷偷的观察周围，做一个安静的美芝芝。没多久，一只小蜜蜂飞出来，带着陈宇进入岛屿丛林，手里的手弩扣在左手上，对于岛屿上的低级灵物来说，绝对一见一个小朋友。不过还是喊上风行，做着风行巡视领地。岛屿上除了36个灵气节点上的灵物，其余有灵智的并不多。那些鸟类灵物现在已经成为翠鸟的后宫，每天忙着耕耘。对此陈宇非常支持，期望他们尽快造出更多的人，不对，鸟口补充岛屿。而且岛上也没有虎豹一类的大型灵物，最多就是有着一个河马群，里面有一只开智的河马王，住在岛屿叶柄的位置。下午岛屿一通溜下来，大部分灵物都已经自愿编入户籍，成了合法居民，几只不服管教的直接宰了今晚准备加餐。现在就剩叶状岛屿叶柄位置的河马群，那头河马王了，虽然才3级，但是河马这玩意可不是好对付的。咦，对了，黑蛋去哪里？足足200多米长的细长岛屿，20米宽，上面30-40河马正在排坐。不对，排坐。陈宇愕然，抬头看过去。第59章，收购银月鱼。陈宇看着排坐的河马，有些哭笑不得。黑蛋正在这些河马前面老气横秋的训练着，触角还时不时伸出来，装模作样的背在身后，也不知道跟谁学的。黑蛋，嘤嘤！黑蛋惊喜的飘过来，直接往陈宇脸上对，被陈宇嫌弃的推开。这些河马你训的？嘤嘤！黑蛋自豪的仰着圆溜溜的脑袋瓜，一副等待夸奖的样子。可是等了好一会，还是没有发现任何声音。睁开眼睛看，发现陈宇正在给河马王登记户口。嘤嘤！黑蛋不满的叫了2声，2根触手装作双手抱着，独自生闷气。此时陈宇满意的拍着河马王的大鼻子，好好干，未来是充满希望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这匹河马被他安排守护这片岛屿的叶柄撞倒，毕竟这里距离陆地间隔只有10几米，虽然有着小白子的伏地庇护，但是能在这里额外安排一些守护力量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些河马可不像地心那些河马，地心那些河马像是静心进化出的废物，既不能长久暴露在阳光下，否则会被晒死，又不能长久待在水里，否则会被淹死。唯一的好处就是没啥天敌。这里的河马可没有那些缺点，不仅在陆地上堪比犀牛大象，是巨无霸，在水里也是横行无忌，根本不用担心淹死晒死。陈宇想着，如果以后能用这些河马在水里拉船也不错，这样自己就不用划船了。不过现在他还不打算探索水域，还没那个实力，等有实力肯定要看看。木子薇不就是在水底发现的含铁矿吗？还不是因为有着那只白色巨龟。哎，对了，今天那些回来的人可以去收购他们获得的银月鱼，能增加精神属性的东西可不能错过。今天是紫薇公会捕鱼活动，估计现在区寮里面大部分人都通过陈宇还不知道的方式转移到了木子薇所在的那片大湖捕鱼呢。想起来这些，陈宇当即查看区寮，发现里面果然有不少视频发布。快看，今天一上午的收获换成地瓜蛋子，足够我吃3个月了，美滋滋！哈哈哈！我打到银月鱼窝了，这冰洞下面一网下去，让我足足捞上来上百条。上百条，老弟，那你可发了，除了上缴7成，那还有30多条呢。会长大人还高价收购100单位木材一条。什么？这还没我小拇指大的鱼，100单位木材一条，那岂不是随便打捞3-4条就等于砍好几天木头了？可不是，所以楼上老兄可是发了，一下子等于收获3000多单位木材呢。看你们捕鱼都要羡慕哭我了。哎，你们运气真好，我打了半天冰洞，换了好几个地，只捕捞了10几斤鱼，看来今天只能吃会长大人的保底了。那可不一定，万一打了一个副洞，一网下去就是上百斤鱼呢。听说有人已经捞了上万斤鱼了。假的吧？一上午他自己一个人怎么可能捞这么多？我可以证明不是假的，那个人就在我旁边，不是他捞鱼，而是打了一个冰洞，那鱼自己往外窜，1秒都能窜出来好几条鱼，都是至少8-9斤的大鲤鱼。你们不知道，看见他捡鱼比我没捞着鱼都难受。对，就是他，我也在旁边。老天，那家伙足足捡了1个多小时。你们想想，可不得上万斤，就是上缴5000斤，那还剩5000斤呢。说不定等到3个月后，人家就是白银玩家了。别说了，
听得我比死了亲爹都难受。哎，要不是会长规定不能抢别人的冰冻，我高低过去捡2条。没啥好羡慕的，收获上万斤的可能只有他一个，但是收获上千斤的可不少。大家加油，运气好一下午就捞够了。你们看到紫薇会长的庇护所没？我怎么没有发现紫薇会长的庇护所呀？你小子想干啥？可别不识好歹啊！嘿嘿，我就是想看看会长的庇护所和咱有啥不同。别想了，好好打鱼吧。这片冰湖肯定距离会长的庇护所不近，加上这迷雾，你小子别想找到。陈宇看着区聊里面的聊天，点开几个视频看了看，感叹可真是热闹。那一大片冰湖上似乎使用了什么驱雾道具，视野范围极大，密密麻麻的400-500人，全都热火朝天的捞鱼，各种鲤鱼、鲫鱼、鲢鱼，看得人眼花缭乱。光是这冰冻打鱼，穆紫薇就是躺着不动，至少收获好10万斤鱼肉。1斤鱼肉就算按照最低50单位木材的价格，那也是大几百万木材，加上银月鱼，一天轻轻松松收入上千万木材。陈宇啧舌，果然上等玩家都是有着自己敛财的手段的，当然可能比不上自己的壁炉，但是绝对超过大部分黄金称号玩家了。毕竟除了那些少数掌控热门图纸以及卖药的玩家，有多少能一天收获的资源价值上千万单位木材的？这穆紫薇后期至少还有2次活动，说不定打鱼还会举办。如此多鱼肉涌入市场，说不定连高昂的肉价都能给打下来不少。陈宇看着视频里面火热的场景，不禁啧舌。如果穆紫薇再多举行几次打冰鱼活动，交易商场的肉价真的可能打下来，至少1斤降低10单位木材。看了一遍区聊，陈宇也开始干正事，准备收购银月鱼。作为日入上亿的玩家，区日入1000万单位木材不值一提。陈宇不限量高价收购银月鱼，1条101单位木材。是的，101单位木材，而不是1010单位木材。陈宇对于自己的定价非常满意。卧槽，陈宇大佬露头了！姐妹们，快上啊！给我秒回来，别忘了造福姐妹们！大家快来，陈宇大佬也收购银月鱼，高价收购101单位木材啊！你没有听错，比会长大人海妖高出整整1单位木材。大家快来，都卖给陈宇大佬！知道是101单位木材，不知道还以为是101万单位木材呢。陈宇大佬再施舍一点吧，陈宇大佬可是日入上亿，怎么会在意区这么一点木材是吧？不如110单位木材吧，可怜我们吧。陈宇大佬慷慨解囊，以后我觉得对陈宇大佬忠心耿耿。不如200单位木材收购吧。陈宇大佬神威盖世，区1亿木材都是洒水，200单位木材简直是对大佬的侮辱。要我看应该1万单位一条才符合大佬的标准。陈复义，陈妾复义。陈宇看着又来坑自己木材的玩家，嘴角一抽，当自己是傻子吗？陈宇100.5单位，不能再高了，再高就要破产来了。叮！恭喜玩家交易获得3条银月鱼。叮！恭喜玩家交易获得7条银月鱼。叮！恭喜玩家交易获得11条银月鱼。叮！恭喜玩家交易获得2条银月鱼。陈宇把标价挂在交易商场，很快一道道提示音响起，乐得他合不拢嘴。穆紫薇陈宇哈喽，穆紫薇，陈宇大佬这么有钱，这个东西收不收？只要100万单位木材哦。陈宇，啥东西？你敢要我100万？一张图片发送过来，陈宇目光一凝。月棒，第60章10年年限小月棒。穆紫薇，怎么样？值不值100万单位木材？陈宇，看起来挺值，但是那个月华的范围是多大？陈宇看着月棒的信息，一眼就看出这个灵物的价值的关键所在。他可不相信，真要这么好，穆紫薇会卖给他。月棒生在灵气浓郁的水中，可以在夜间吸收月光，并散发出奇异月华，对于周围鸟兽虫鱼、花草树木蜕变为灵物，具有奇效。同时对于灵地具有很大好处，可以促进灵地的晋升。注：月棒生长极为困难，需要在干净的灵水中才能存活，开灵更是比草木花草还要艰难。根据玩家情况备注，玩家可以将月棒放置在净眼灵泉中养殖。具有灵智的灵泉以及活跃的灵气循环，对于月棒生长乃至开灵具有很大帮助。同时通过灵气节点的灵气运转，可以将月华之力输送到整个岛屿灵地。生命灵液对于月棒成长具有巨大好处，一滴可以增加10年。果然，另一边的穆紫薇顿时一噎，看来对方不是这么好糊弄啊。这月棒作用确实强悍，但是生产的月华之力确实和月棒的年份息息相关。那些年份高的，穆紫薇自然是想着留给自己。这个交易的月棒只是刚刚出生的小月棒，自己现在没有多少灵水，这种出生月棒要求必须是活水，它很难养活。就算养活了，凝聚的月华之力也是少得可怜，对于他的灵地根本没啥作用。
与其花费大量资源和时间培养，倒不如直接卖了。目前他所解除的黄金称号玩家里面，陈宇算是最有钱的一个，区100万单位木材，还是很有可能购买这颗小月棒的。但是他忘了陈宇有多抠门。木子薇确实如此，这只小月棒仅仅刚刚出生，作用不是很明显，但是培养潜力巨大，可塑性很强。陈宇，你手里的月棒多少年份呢？木子薇，不足100年，100年对于月棒是一个门槛，如果不开智，就算生长超过100年，也无法长出第100道棒纹。但是越小的月棒越容易开智，所以100万很值的。陈宇心里对着这老娘们一阵吐槽，我看起来很像傻子吗？陈宇，2万单位木材，虽然这东西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培养肯定要花费不少时间和资源。100万单位木材，那些中下层黄金称号玩家都拿不出这么多，根本不值这个价。2万单位木材，在我看来都已经很高了。木子薇，这个玩笑可不好笑，月棒还能生产月华珠的，以后培养好了也是一种可持续的资源，2万太少了。经过两人一顿扯皮，木子薇无奈以10万单位的木材卖出去，这个价格他还算满意。之前找的几个黄金称号玩家只给几万单位木材，果然还是人富好商量，随便流点油都是别人全部的身价。陈宇对此不知道，他这次是真的想要快速拿下月棒。月棒年限完全不是问题，系统都根据他自身情况备注了，一滴生命灵液就可以增长10年年份。小白子3个月就可以恢复过来，3个月后完全恢复，就能继续索要一滴生命灵液。这就等于月棒在他手里生长3个月，就等于生长了10年。更何况自己还是养在灵泉里面，那灵泉可是开智的灵物，对于月棒有着巨大好处。通过节点变成的活性灵气以及充裕的灵机都有助于月棒开智，一旦月棒开智，身上的棒纹就会更快的生长，所谓的年限自然也随之增加。很快两人交易完成，陈宇没有着急取出这只小月棒，万一猝死了可就完大了。看着背包里面的小月棒，明显没有那老娘们发的图片上看起来那么活跃，死气沉沉的样子，一副我不开心想要死给你看的样子。奶奶个腿，这老娘们准坑我了，5万估计他都会卖，看来自己还是飘了，多怪钱涨得太多了。陈宇对着老娘们暗唾几声，连忙来到净眼灵泉这里。净眼灵泉作为明目的灵泉，对于大脑自然也是有些好处，对大脑有好处，自然也略微有些开灵的作用，只是没有开灵例子这么明显。见到陈宇的到来，净眼灵泉波动了几下。净眼灵泉，主人怎么来这里了？难道要取泉水吗？还好自己这2天凝聚了不少。陈宇听到心声，不禁赞叹，还是这净眼灵泉识趣，不像那个贪蘑菇。这些节点灵物自然都知道他是灵地主人，但是可能性格天生不通，有的对他爱搭不理，有的高高冷冷，有的则是比较热情。净眼灵泉在一处碎石洼地的中央，里面有着一滩泉水，泉水中央灵光湛湛的一团水，就是它的本体，拥有独立的思维，早已脱离水的范畴，是智慧生命。而洼地上其他汇聚的泉水，就是净眼灵泉的产物，拥有明目的功效，长久服用，甚至可以修成一种明目的能力。陈宇看着这潭灵泉，每次见到都感受到迷雾世界的不可思议，居然可以让一团水开启灵智，那种震撼是难以言喻的。从背包里面出去小月棒，小月棒刚进入水里，原本半死不活的样子瞬间活跃起来，2片蚌壳一开一合，在灵泉里面欢快的穿梭，还时不时接近净眼灵泉。淡淡的月光从小月棒身上散发出来。净眼灵泉，这是什么力量？好舒服，好神奇的力量。果然识时务者为俊杰，那颗死石头死脑筋，灵地都是主人的，还装高冷，早晚要吃大亏。陈宇见到小月棒状态很好，顿时就放心了，叮嘱净眼灵泉要照顾好这小月棒。净眼灵泉早就是他的宠物了，忠诚度超过 60%， 是36个灵物中第一批彻底臣服的。其余虽然忠诚度没有超过 60%， 但是也都不低，都有 30% 以上。陈宇手里又出现一个玻璃瓶，浓郁的生机扩散，周围草木都瞬间长了一截，姹紫千红的奇花异草瞬间绽放。灵泉里的小月棒顿时停住。来，小家伙，看看10年年限的你会给灵地带来多少变化，加把劲，不然就把你探烤了哦。第61章，奥林匹斯神山公会，雷神。灵泉中的月棒原本仅有巴掌大小，表面光洁如玉，在吞服了生命灵液后，身体开始快速生长。光洁的蚌壳竟然在生长了一会后开始蜕壳，旧壳蜕下，新壳表面就多了一层纹路，并且体型开始再次生长，直到第2次蜕壳，第3次蜕壳，一直蜕壳到第10次。10次过后，月棒已经足有半米大小，在这片浅浅的灵泉中算得上庞然大物。明明还没有到晚上，但是浓郁的月华之力却是喷薄而出。显然这些月华之力是小月棒通过未完全吸收的生命灵液转化。要知道一滴生命灵液可是要消耗1000点灵值，蕴含的能量超过一只10几级的灵物。
随着灵气节点的运转，月华之力也跟着运转，流经小白子之后，传递到所有灵气节点上。只不过小白子似乎对于这月华之力很感兴趣，直接截胡大半，又因为净眼灵泉截留一部分，所以到达其他灵气节点的月华之力基本所剩无几。只能看到其他灵气节点上有着一层淡淡的月灰，和净眼灵泉这里如同实质的月华没法比。而净眼灵泉在吞噬了大半月华之力后，猛地胀大数倍，碎石洼地上的泉水也是迅速增加，直到将这个10几米碎石洼地填满，这才停止。而这时候的净眼灵泉已经不能说是泉水了，完全就是一个小池塘。陈宇看着灵气氤氲是小池塘，心中顿时有些想法，从交易商场里面取出10几条银月鱼，丢进净眼灵泉池里面。银月鱼入水，瞬间变得鲜活无比，气色肉眼可见的恢复，并且变得更加灵动，竟然真的可以养在里面。陈宇有些惊喜，如果银月鱼可以在里面繁殖，自己就会源源不断的获得银月鱼，这可是增加精神属性的好东西。虽然一个人吃太多了，最后效果会慢慢消失，但是这玩意绝对很贵，以后肯定还会涨价。而且就算不卖，留着养起来给自己的宠物吃，那也是极好的。这种堪比天才地宝的灵鱼，可是不可多得的好资源。见到银月鱼在净眼灵泉池里面生活的不错，陈宇又放了几10条进去。不知道这银月鱼喝多了净眼灵泉水，会不会产生异变，甚至进化？陈宇喃喃道：“这是很有可能的，毕竟净眼灵泉水也不是单纯的灵泉水，具有特殊作用，人喝了都能具有很好的明目作用。更何况这些银月鱼天天生活在净眼灵泉水里面，说不定还会被自己培育一种比银月鱼更好的资源。”叮嘱净眼灵泉看好这些东西，别被其他野兽或者灵物破坏。对于净眼灵泉，他是一点不担心的，毕竟只要不是净眼灵泉主动，月棒和银月鱼不能损害净眼灵泉分毫。而且可别小瞧净眼灵泉，净眼灵泉可是4级灵物，天生的水之掌控者。刚刚月棒爆发的一波月华，更是让净眼灵泉突破到了6级。当前岛屿上等级也是仅次于2树一豹，成为第4。安排好了这些，陈宇收集了1立方的净眼灵泉水，返回院子，查看了交易栏，现在交易的银月鱼已经超过1000条。陈宇当即选择服用，直接采用最原始的方式生吃，区聊里面的玩家也是这样吃的，味道还挺不错。不过在吃了100条后就吃不下去了，肚子有些发胀，干脆运转吐纳术吸收，直到吸收了1000条，发现银月鱼就无法再增长精神属性的。但是陈宇收获已经不小，精神属性足足增加10点，提升到27点，遥遥领先。结束2个小时吐纳后，天也已经快黑了，找穆雨琪看看这开灵粒子可以换几张宠物卡。陈宇联系上穆雨琪，将开灵粒子的效用发过去，很快对方就有了回复。穆雨琪，你有这种好东西，怎么不早点拿出来？陈宇，今天出去探索获得的，只有这一颗，你看看可以给多少宠物卡？陈宇，我事先声明，这开灵粒子我联系了不少黄金称号玩家，他们都愿意高价收购。如果你给的宠物卡数量无法让我满意，我就不打算和你交易了。穆雨琪满脸纠结地看着信息，在考虑究竟要花费多少宠物卡。自己拥有宠物卡图纸，可是其中一种材料太过难得，他现在手里也只剩下几10张宠物卡而已。穆雨琪，我手里没有多少了，10张，这是我能拿出的最大数额了。陈宇有些惊喜，没想到竟然可以一下子换10张。但是既然对方开这个价，手里绝对还有不少存货。穆雨琪既然能一口开出这个价，10张显然也不是对方的心理底线，他陈宇当然要再挖一挖。陈宇，你这让我很为难啊。虽然咱俩建立了长期交易，算是半个朋友，但是……穆雨琪一看，顿时急了，他可是太需要这东西了，非常急切。花花和萌兰必须尽快开灵，否则那个上古石铁兽遗迹就要消失了。穆雨琪，20张，20？我真的只有这么多了，求求你了！穆雨琪急得直接发语音，明显带着哭腔。陈宇不为所动。陈宇，30张。穆雨琪看着信息，差点背过气，眼里噙着泪，咬着银牙，这臭男人真是油盐不进。穆雨琪，好，叮！恭喜玩家收到一条来自陈宇的交易请求，是否同意？穆雨琪拳头紧握，恨不得捶死这个奸商，最后只是愤愤地挥舞了几下拳头，同意交易，然后迫不及待地将开灵粒子喂食给花花，满眼期待，明天花花就能进入那只上古石铁兽遗迹了。而陈宇这里看到30张宠物卡，简直乐得合不拢嘴，嘴角想压都压不住。不知道这第2颗开灵粒子还能交易几张？算了，估计这小丫头片子手里真没多少了，炸也炸不出来多少，干脆过几天再交易。陈宇悠闲地走上楼，将宠物卡储存在一个石质储物柜里面。这个柜子里面放的都是数量不多，但是又比较珍贵的东西，例如宠物卡、5颗开灵粒子、灵胶、灵菇、启灵米果等等，还有今天的1立方米的净眼灵泉水。
准备收购内衣内裤，然后附魔卖了。前院厢房的大雁突然惊醒，他有种不好的预感，难道自己一世英名就此香消玉殒了吗？在世界聊天发布了交易内容，闲来无事看了会世界聊天，关注一下大事，直接筛选出使用过置顶大喇叭的消息，这些消息才是精华。黄金宝箱道具收购解毒灵物。陈宇想起自己的蛇形兰花，那可是解毒圣品啊。陈宇还在收购解毒灵物吗？奥林匹斯神山，雷神收。陈宇，这个你看看。奥林匹斯神山，雷神可。陈宇，看看你交易的物品。奥林匹斯神山，雷神，一份5星血脉。照片中是一株树。第62章大湖中的危机。5星战争古树血脉。看着图片中血脉的信息，陈宇眼神瞬间火热起来。如果给小松子使用，肯定会让小松子变得更加恐怖。拥有5星福地宝树血脉的小白子都如此强大，可以想象同为5星的战争古树血脉绝对不会弱多少。对方很果断，两人一拍即合，当即就完成交易。一团血脉精华出现在手里，血脉精华散发着强大的能量波动，形成一个古树虚影，将血脉精华包裹。在5星战争古树血脉出现的一瞬间，院子里面的各种草木瞬间地伏，如同跪拜一样。而在院子外面的小松子突然有一种来自本能的躁动，好像有着什么大机缘即将到来，但是他自己又不知道机缘来自哪里。短暂的黄昏下，抖动的枝叶显示着他内心的躁动。小松子，老板，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小白子，阳光很温暖，今天天气不错。小松子，我是说一种内心的躁动，好像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在附近出现，但是自己又不知道那东西在那里的感觉。小白子，你发春了。小松子，你丫的有病是吧？嘴巴不碎能死吗？小脖子，小松子，那你死吧，我是受够你了，和你说话真累数。小白子，那你还找我说，没见到我在睡工作吗？小松子，等等。小白子，等什么？忽然两树的视线齐刷刷的转过来。小松子，这是……陈宇笑道，吞食了，看看你能不能成功。小松子，谢谢主人。小松子狂喜，原本因为小白子的进化而有些失落的心情顿时荡然无存。他能感受到那团血液中浓郁的血脉之力，只要他不半途终止，绝对可以获得这股强大的血脉。小松子，哼，原本说好的一起摆烂当废物，小摆子你居然偷偷搞这么一出，现在我也不客气了。小白子，啊对，小松子瞬间从岩石里面抽出几根粗壮的根茎，卷起战争古树血脉，浓郁的血脉之力通过根茎席卷全身，强悍的气息把陈宇吹得眉飞色舞，嘴巴灌风和波浪一样抖动。奶奶的，你不能提前说一声吗？陈宇狼狈地返回院子，有着庇护之兆的院子庇护，这才幸免于难。强悍的气息还在肆虐，周围草木瞬间伏地。小田鼠翠鸟被庇护之兆笼罩，这次幸免于难。小松鼠就不好了，此时正站在不远处的树林里面，傻呆呆地看着树洞里飞出来的浆果榛子栗子。小松鼠，我的浆果，我的榛子，我的栗子啊，我2天的努力没了，又没了，吱吱吱，晕倒。突然整个岛屿的灵气紊乱，开始躁动，灵气正在快速向着小松子汇聚，被其吞噬。小白子骂骂咧咧的连忙清醒过来，努力的镇压调整灵气，维护灵气节点，同时不断的输送灵气，并且全力运转福地庇护大阵，竭力吸收着外界游离的灵气，为小松子护法。小白子心里一阵嘀嘀咕咕，但是丝毫不敢分心。小白子，妈妈咪的，整天毛毛躁躁的，一点都不稳重，等我全力运转大阵，积攒2-3天灵气再突破不好吗？大湖之中，一个庞大的身影突然动弹一下，紧接着湖面炸裂，巨大的身影浮出水面。轰！天空突然阴沉下来，似乎有着大暴雨将要来临。陈宇还以为是小松子突破的异象，没有在意。但是小松子和小白子心情瞬间一沉，意识碰撞一瞬，立刻交流了想法。小松子更快地吸收血脉精华，而小白子悄悄截留一部分灵气，缓缓蓄力。小白子，主人，接下来千万不要从院子里面出来。陈宇愣了一下，听到小白子凝重的语气，心里也有些不妙。出什么事了？小白子，有一只大家伙要来了，不过主人放心，我和老松可以应对。陈宇心瞬间一沉，大家伙，连小白子都这样说，看来马上就要有一只强大的灵物过来。这灵物让小松子和小白子都要严肃对待，弄不好自己这基业都要毁于一旦。他心里也有些慌乱，他发现自己除了小白子和小松子，竟然没有了其他应对手段。马德，你最好过来。陈宇眼神一狠，直接在交易商场购买一个置顶大喇叭，然后在世界聊天里面发布置顶消息。
收购大威力物品，要求必须能够威胁20级以上的灵物，收购价1亿木材，不限量。整个世界聊天瞬间一静，紧接着直接爆炸起来。手疾眼快的玩家甚至立刻给自己的小喇叭涨价，但是依然被立刻出售一空。小喇叭的价格一度飙升到5万单位木材。什么？我没有看错吧？1亿木材？确定不是1亿粒沙子吗？关键是他喵的后面说的那3个字，不限量。不是，这个人能收购得起吗？这人不会是在吹牛吧？就算黄金称号玩家，也不可能拿出1亿单位木材。不，这个大佬是真能。老天！是陈宇大佬，是陈宇大佬。陈宇大佬是谁？这么多黄金称号玩家，他似乎没有经常刷世界聊天，连喇叭都买不起，肯定是最弱的黄金称号玩家。最弱？呵，睁开你的狗眼，那可是5大壁炉商之一，唯一的田方块出售玩家。壁炉商？卧槽，就是那5个每天销售 2.4 万壁炉，一个壁炉就要我2万木材的那5个奸商，就是他。我买过他的壁炉，他绝对有这个实力。老天！1亿单位木材，大佬已经这么恐怖了吗？可怜我还只能天天辛苦的挖土豆子卖。陈宇大佬这是遇到什么情况了？居然要收购可以威胁20级以上的灵物物品，恐怕是遇到大危险了，否则这奸商怎么可能开出1亿这么离谱的价格？他能收购到这种东西吗？很多人巴不得他死了吧，怎么可能交易？小子，你也太小看1亿这个数字了吧？对于陈宇大佬来说，现在情况或许确实很危险，但是对于那些拥有大家伙的玩家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机遇。老伯说的对，平常时候100万单位木材交易都少有，至于现在，那可是1个亿啊！你们就看吧，那些手里有货的玩家绝对会打破头的。虽说不限量，但是谁都知道，陈宇大佬手里顶多也就10几亿木材而已，错过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再说了，虽然很多人都对这些上层玩家抱有敌意，但是真要到了时候，绝对会有一大堆人跪舔。就是不知道陈宇大佬遇到了什么，好像知道啊。此时陈宇这里风云色变，明明还没有黑，但是天空黑压压一片，一副山雨欲来的样子。陈宇抬头，只见头顶出现一条青色天幕，仔细观看，那是数不尽的松针，犹如飞剑一样呼啸而过。目标：大湖。第63章，战争古树，远古树人。无数松针划破压抑的虚空，横渡大湖。陈宇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大湖的一个小凸起，3面环路，一面连接真正的大湖。此时天空一道青色划破云层，向着大湖压去。陈宇震撼，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小松子出手，他还是太小看21级的灵物了，难怪11级就可以霸占一个小灵地，成为灵地之主。没想到仅仅只是21级就有着如此恐怖的威力。陈宇看着黑压压的天空，此时也反应过来，这突然乌云密布的天空，怕不是也是一只20多级的灵物。主物瞭望亭上，陈宇站在里面，但是除了迷雾，看不清任何东西。但是也不用担心安全，有着小白子的福地庇护和房屋的庇护之罩，完全不用担心自己安全问题。但是他担心岛屿啊，一旦被战斗波及，自己辛苦经营的岛屿就会毁于一旦，甚至可能跌破2星灵地。陈宇手掌紧握，被汗水浸湿，如果这次不能抵抗，说不定他都要搬出领导，高价收购一张庇护所搬迁卷轴，另寻他处了。湖面被大雾笼罩，而且临近夜晚，能见度低于30米，他也是有着瞭望亭的帮助，才能勉强看到50米，但是再远就什么都看不到了。看着头顶青色天幕的去向以及波涛汹涌的湖面，陈宇心痒难耐。我记得交易商场里面有着特殊道具望远镜，打开交易商场筛选出来，果然有着望远镜。看着那100万单位木材的价格，陈宇脸色纠结，最后满脸肉疼的买下。这迷雾望远镜就是9成9黄金玩家都买不起，但是谁让它比黄金玩家都稀少呢？价格自然高的离谱。黄金玩家去掉9成9都还有1000呢，所以交易商场里面有些东西价格是真的离谱，原因就是他本来就没打算卖给普通玩家。这个迷雾望远镜，整个交易商场里面也只有这个人出售的10几个而已。陈宇购买了迷雾望远镜，双手举起，想着外面看，顿时一惊，前面的迷雾就像不存在一样，而且他前面还有一个面板，可以意念调控观察距离，最远可达到3公里。使用下来，陈宇顿时感慨，不愧敢卖100万木材，这实用性确实强悍。在陈宇视野中，无数松针穿过乌云之下，犹如丝带向着湖中射去。在视野的尽头，一只庞然大物翻腾，水面被掀起20-30米的浪涛。看着那恐怖的影子，陈宇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什么东西？居然这么大！小松子能行吗？见到那巨物，陈宇顿时担心起来。按捺住心中的不安，陈宇开始调整视野，直接拉到3公里外。这时那庞大身影已经清晰可见。
死！直到视线拉近，陈宇才感受到了什么叫恐怖，竟然是一条100米大鱼。大鱼浑身漆黑，遍布鳞甲，一双眼睛如同胀大的红灯笼，十分骇人。双鳍如翼，轻轻摆动间就挥出10几米高的浪头，冲击从天而降的松针。松针落在大鱼背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声传10里，无数灵物惊惧逃离。一朵朵火星在鱼背上盛开，但是陈宇观测到大鱼并没有受到实质伤害。看到这些，心里不禁一沉，难道真的又要搬家了？陈宇心头不禁有些绝望。那大鱼就算不是30级以上，恐怕也不远了，否则小松子不可能无法造成一点伤害。大鱼目光望来，明明隔着如此远，可是陈宇依然心头悸动，一股恐惧袭来。那是生命的压制，是巨物的压迫，是无法力敌的惊骇。大鱼100米的身躯缓缓游动，突然似乎是对天空中的松针有些不满，尾巴一甩，轰隆隆，一道几10米的巨浪瞬间翻卷起来，惶惶如同天地之威。陈宇背后一阵冷汗，急切地看着世界聊天，看着私信。小白子，主人不用担心，这巨浪攻不破岛屿的庇护。小白子话音未落，岛屿传来嗡鸣，嗡。紧接着，原本积累的灵气喷薄而出，36个灵物虚影在半空起伏，如同惊世大震。巨浪翻卷，将所有松针都横扫一空。紧接着，巨浪好像顷刻间就从天边袭来，带着冲破一切的威势，轰然拍打在福地庇护大阵上。砰！无数水花飞溅，岛屿内的灵气瞬间出现刹那的紊乱，但是立刻就恢复。陈宇见到这种情况，也松了一口气。巨浪退去，视野中再次出现大鱼。此时大鱼已经接近2公里，几乎近在眼前。突然间，大鱼仰头嘶鸣，声音空灵，宛如天音。而此时天空径直下起大雨，大雨好像拿钢从云端倒下来似的，能把人打趴下。如果大雨冲刷在岛屿上，带来的损失无法计数，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很有可能会让岛屿变成一个荒岛，所有草木都被折断冲刷进入湖中，只剩下光秃秃的岩石。好在这些并没有发生，小白子的福地庇护非常给力，大雨被轻易阻拦在外。正当陈宇以为阻拦了大鱼这一波攻击后，眼前的景象却让陈宇3魂丢了7魄。那大鱼根本不是想要用暴雨来做攻击，而是远处大鱼尾巴轻轻一甩，巨浪翻腾，竟然凭空飞起。是的，那庞然大物竟然飞起来了，在暴雨之中游动，身姿轻盈矫健，一点都看不出费力的样子。就这样，大鱼借着暴雨缓缓靠近岛屿，胀大的红眼看过来，如同灾厄的凝视。咚！似乎远古的钟声从遥远的战场传来，暴雨顷刻间退散千米。陈宇转身，小松子浑身血光缭绕，明明没有眼睛，可是他却分明感受到一双如同远古战神的双眼在凝视远方。小松子，陈宇感觉嘴角有些干巴。小松子，主人，交给我。小松子瞬间凌空飞起，跃出福地庇护，身体猛然间胀大，再胀大，万千根系凝结，化作双腿，枝干结扎，化作双臂，茂密的松针覆盖身体，形成盔甲。砰！小松子落在水里，湖水紧紧没过小腿。一只100米树人出现在岛屿前面。陈宇咽了口唾沫，结结巴巴。战争古树第64章东风快递。这种震撼的场面，陈宇无法用言语描述，自己印象里唯一可以形容的，差不多就是看过的一个环太平洋的电影。同样都是巨无霸在水域横行战斗，只不过此时近在眼前，一方是黑鳞巨鱼，一方是战争古树化身的远古树人。宠物战争古树，小松子，等级26，灵值21051，忠诚度90%，天赋吞灵，技能万腾神怒，青天之木，吞灵绝地，超松果炸弹，远古树人，战争基因，远古号角，血脉5星战争古树。咕噜，陈宇看着眼前小松子的面板，咽了一口唾沫。灵值超过2万，等级一下子提升5级，还有那一个个看起来就霸气无双的技能，简直让陈宇气血翻滚。没等陈宇多想，大队传来震动，远古树人迈起脚步，脚下的湖水掀起巨浪。吼！一声怒吼，但是带着号角的声音，天空中的乌压压的黑云都被震荡，倾倒的雨水被震成细碎的水珠，雨水里面携带的可以击穿石头的力量也荡然无存，没有了一丁点威力。小白子的福地庇护的压力顿时轻松下来。这小松子还挺会心痛术。陈宇看着小松子，紧绷的心情也是放下了。虽然留下大鱼的概率不大，但是阻挡大鱼显然不是什么问题。刚刚小松子给自己说了，这大鱼虽然是30级，但是仅仅只有4星血脉。虽然小松子表示拿不下大鱼，但是驱赶没有任何问题。这让陈宇一直提着的心情
彻底放下来，岛屿算是保住了，基业也算是守住了。只不过外面依然下着大雨，显然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战争古树化身的远古树人和浮在半空的大鱼交战，每一次都掀起大浪，湖水翻滚，天色暗淡，宛如末世，只剩下一座岛屿灵光湛湛，巍然不动。那些在地面上观测的灵物，各种灵地的探子都是惊骇地看着水中的战争。这种层次的战争一般是不会发生在他们迷雾森林外面的，毕竟凡是能突破到20以上的都会进入迷雾森林内部，而不会选择留在外面。而迷雾森林内部每年也会有着数不清的失败者逃离，落户在这片森林。大湖横亘在迷雾森林内外，里面自然是有着恐怖灵物的，岸上的各个灵地都知道。但是那恐怖的树人是哪里的啊？那一看就是地面的，不是湖里的。这个发现让各个灵地心头惶惶，生怕是从迷雾森林内部出来的，会扫荡他们这些1、2星的小灵地。刚刚经历青鸾领主刑天福泽的喜悦，在此刻荡然无存。各大灵物族群的灵地多多少少都有着一些记载，听说迷雾森林内部有时候会有放逐者被驱逐，被流放到迷雾森林外面的无尽荒漠。这些放逐者经过迷雾森林外围时，就会尽情的掠夺，所过之地如同炼狱，这才是他们所恐惧的。关键这些还是迷雾森林内部默许的，他们这些小灵地想要反抗都没有机会，除非有着那个积累深厚的灵地族群里面有着20级的老祖宗，临阵打破极限，突破到第3大境，才有可能减少损失。裂地鼠老祖，兔老太，你竟然还活着！云兔老祖，哼，我就知道你这鼠老鬼没这么容易死，前天才进棺材，怎么今天就诈尸了？裂地鼠老祖，兔老太，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放弃灵地，一同搬迁到别的地方？云兔老祖，鼠老鬼，你觉得呢？搬迁到其他地方，这迷雾森林哪有安生的地？到了其他区域，也不过是被瓜分的份。裂地鼠老祖，哎，这可怎么办？那树人来者不善啊！青鱼鸟老祖，卧槽，你们2个老家伙不是都死了吗？怎么还活着？裂地鼠老祖，哼，真是一场意外，把什么都炸出来。青云霄，你好意思说我们？你不是中毒濒死必死关了吗？云兔老祖，我一早就看出这小子也不是好货，你就听他的话吧。青云鸟老祖，哈哈哈，哪里，姜还是老的辣，晚辈哪里比得过2位前辈？2位前辈当初可都是从内部迁徙出来的，哪里像我这荒山野岭的小门小户？云兔老祖，得了吧，谁祖上还没风光过？没有留下血统的早都被灭族了。你们不是还鼓吹上古自己还和青鸾领主是一家吗？青云鸟老祖，都是小家伙们瞎说的，我们哪敢和青鸾领主攀关系？那可是迷雾森林的霸主，就是迷雾森林核心都敬畏的无上啊！裂地鼠老祖，大家都半斤八两，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想想接下来怎么办吧。青云鸟老祖，咋办？凉拌呗，反正我家祖地又不在附近，你们俩前辈神通广大，可别扯上小子我。云兔老祖，你们就没有发现那个树人似乎并不是放逐者吗？裂地鼠老祖，不是放逐者是什么？还能是迷雾森林内部放着好环境不要，来咱这穷乡僻壤度假不成？咱这地方可是连一个3星灵地都没有，那里供养得起这么一个大神？裂地鼠老祖酸不溜秋地说。青云鸟老祖，那可不一定。云兔老祖，狐狸，什么时候出现一个这么大的2星灵地？裂地鼠老祖，什么吗？那咪咪豆湖哪来的岛？卧槽，领导！对于岸上的情况，陈宇自然一无所知，但是此时湖中却是战况激烈，空中游动的大鱼，庞大的鱼尾好似能将一座小山轰炸，一甩之间，一道近乎100米的巨浪瞬间掀起，一浪叠过一浪。大湖之中，万千粗壮藤蔓生长，如同巨蟒在浪头中搅动，巨浪里面的灵力被掠夺一空，庞大的巨浪轰然破碎。大鱼被藤蔓缠绕，藤蔓上生长出尖刺，刺进大鱼身体，吞噬其灵力。空灵的精鸣响起，大鱼身体泛着黑光，藤蔓纷纷腐化掉落。紧接着，大鱼一个转身就要遁入水中。陈宇看着掉头的大鱼，松了一口气，终于要走了吗？刚要放下迷雾望远镜，突然传出一道提示音：叮！华夏公会向你发出交易请求，交易物品东风快递。第65章，再获黄金宝箱。乖乖，这一弹下去，那大鱼怕不是直接嗝屁了吧？陈宇看着立在眼前的东风导弹，不禁咽了口唾沫。这东风快递足足有着20米，直径3米，真不知道这华夏公会又是什么势力，竟然拥有这么恐怖的东西。要是开宝箱开出来的还好，要是……想到这个念头，陈宇打了一个寒战。如果是在迷雾世界获得什么设施制造的，那就太恐怖。不过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据他所知，有着一种空白图纸，可以自己设计物品。
只要在这张图纸上绘制精确的物品图，以及各种材料和如何制作物品的方法步骤等等，总而言之，写下的信息越是详细越是完善，获得物品图纸的成功率越大。这东风快递怕不是就是这样来的。陈宇凝重地看着华夏工会，华夏2个字可不是随便取的，刚刚和自己交易的那一个人可是黄金称号玩家。不过这个华夏工会确实比那个什么华金约工会要正派得多。不过两人没有什么深入交流，就是简单的交流。自己需要大威力武器，对方则是需要1亿单位木材，这让他想起来的地心那个土豪骆驼，想想有些好笑，自己现在成沙特土豪了。等大鱼离开10公里外之后，再发射东风快递，免得波及到自己。此时他手里拿着一个巴掌大的控制板，上面有着屏幕，屏幕中有着一个小红点，正是逐渐远离岛屿的大鱼。屏幕下面还有一个红色按钮，只要自己轻轻按下这个按钮，东风快递就会立即派送。陈宇站在悬崖前的沙滩上，东风快递就在旁边。此时小松子还是远古树人状态，正惊疑不定地看着东风快递，他在上面感受到了极致的死亡威胁。但是这铁疙瘩明明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小松子可以确定这不是自己的错觉，实力到了他这个层次，对于危险的感知可是极为清晰的。如此近距离，如此恐怖的死亡威胁，他不可能感应错的。小松子，主人，竟然还有这种东西！这东西好恐怖，恐怕就是我突破30级都不一定在这东西下能活下来。小松子心中惊惧，主人，这是什么？为什么明明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却这么恐怖？这东西啊，是我老家的东西，等会你就知道了。陈宇神秘一笑。小松子看着自己主人，第一次开始猜测主人的身份。难道主人是来自迷雾森林内部的大族吗？大鱼很快就远离了岛屿10公里，陈宇手掌轻轻一按，东风快递底座喷射火焰，升入空中，速度突破音速，快速向着大鱼袭击。小松子和小白子意识碰撞交流。小松子，这看起来似乎也不是很厉害啊。那火焰温度是挺高，速度是挺快，但就算落在那大鱼身上，也不可能砸死他的。小白子，主人既然这么说，肯定是有着道理的。况且那种极致的危险，像是在死亡边徘徊的感觉，我们不会感应错的。小松子，真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东西没有丝毫灵力，会给我们带来这么恐怖的威胁。小白子，主人所说的老家，难道是什么恐怖的隐士大族？这么危险的东西，怕是可以威胁第4境，居然不用消耗任何灵气。小松子，或许吧，真是不知道迷雾森林内部是怎样的风景。小白子，不急于这一时，主人早晚会带着我们去的，数百年都等了，不差这几年。小松子，是啊，主人修炼太快了，而且那吐纳术极为高深，绝对是大族才能拥有的，要不了几年，主人绝对会突破20级，到时候这小小的天地就再也无法满足主人了。小白子，主人的出现处处充满神秘，绝对是大族出来的历练者，甚至不一定就是内部出来的。小松子，你的意思是核心吗？小白子，不无可能。陈宇耳朵微动，对于两叔的悄悄话，他自然是听得一清二楚，但是他却乐得2颗百年土老帽这么响。10公里外，苍冥大鱼惊恐地抬头。突然，陈宇看着手里的控制板，语气一凝：小松子，准备好，要把那大鱼的尸体拖回来了。是。小松子连忙起身，巨大的身体从水中站起来，掀起来数丈高的浪头，浪头拍打在福地庇护大阵上，带起阵阵灵光。陈宇手里举着迷雾望远镜，只见视野尽头，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突然升起，空隆隆，天地似乎都在震颤。小松子惊骇地看着远处，随着东风快递的爆炸，庞大的巨浪层层叠叠，向着远处汹涌席卷，浩浩荡荡。小松子连忙召唤藤蔓，交织成一道巨大的藤蔓城墙，阻拦在岛屿前面。巨浪速度很快，好在远隔10公里，到了岛屿前面，巨浪仅仅只有数米高，除了数量多一些，并没有对岛屿造成威胁。叮！恭喜玩家击杀30级苍冥大鱼。系统的提示音响起，陈宇兴奋地站起来。虽然早知道可能击杀这大鱼，但是听到系统的声音依然非常激动。如果把尸体捞回来，就算只剩下一半或者骨架子丢在分解台里面，也绝对会分解出惊人的物品。叮！恭喜玩家第一个击杀30级灵物，获得黄金宝箱。黄金宝箱！陈宇听到系统再一次提示，愣了一下，但是紧接着就双手紧握，惊喜地打开背包。果然，里面安安静静地躺着一个黄金宝箱，竟然还能获得一个黄金宝箱，这显然是出乎意料的好处。要知道，现阶段除了玩家称号排名可以获得黄金宝箱，目前野外探索的最好宝箱也只是白银宝箱。没想到一个30级首杀，竟然让陈宇意外获得一个黄金宝箱，这1亿单位木材花得太值了。
陈宇激动地取出黄金宝箱，黄金宝箱随便开出一样东西，价值都已经不是区区木头石头这些普通资源可以衡量的。系统打开黄金宝箱。第66章苍冥帆船图纸。叮！恭喜玩家打开黄金宝箱，获得苍冥帆船图纸3/3碧水珠图纸3星中品9重叠浪技能卡，竟然获得了技能卡！陈宇今天真是惊喜不断，一会惊一会喜。他感觉自己前20年的经历加起来都没有今天刺激，但是这种刺激还是少来点比较好，太多了受不了。9重叠浪这张技能卡还是3星中品，比他1星中品的吐纳数还要高出2星。当即学习了9重叠浪技能卡，这张卡一看就是偏向攻击的，现在自己总算不是只会下次尿雨了。陈宇趁着现在在沙滩上，几步外就是大湖，干脆打算练一练。就在这里吧。陈宇走到湖水边，施展9重叠浪，5米外还有一个2米高的礁石。本以为真的就是要叠9重，可是他都浓出屁了，脸红的和猴腚似的，也没有叠出第2重，无奈只能选择释放。身体里面100多点的灵值直接被掠夺一空，吓得他连忙甩出。哗啦！一道3米高的浪头凭空掀起，狠狠扑在不远处的2米的礁石上。砰！坚固的礁石瞬间炸裂，碎成一块一块的石头滚落。陈宇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又看着礁石。领导面积1。卧槽！我的岛！天杀的！夜色降临，陈宇返回小院，眼前面板中是黄金宝箱开出的图纸信息：苍冥帆船3/3。工作台学习图纸后，需要消耗苍冥大鱼骨加10、苍冥大鱼皮加10、木材加1000000、精炼铁块加1000000、精炼青铜加1000000、精炼白银加1000、精炼黄金加100，可制作苍冥帆船。注：苍冥大鱼骨和苍冥大鱼皮等级越高，帆船等级越高，防御越高。制作帆船宽30米，长150米。碧水珠图纸无限制，工作台学习后需要消耗碧水材料加1，精炼蓝水晶加10。注：具有碧水属性的材料多种多样，任意材料1单位即可。同时根据具有碧水属性材料的其他特性，碧水珠也会相应携带该特性。陈宇看着帆船的材料，倒吸一口凉气，差点没有双眼一翻晕过去。前3种材料都好说，苍冥大鱼骨和苍冥大鱼皮，等会分解了背包里面的苍冥大鱼尸体，应该就能获得。可是那精炼铁块就有些难搞了。要知道，熔炼炉炼制的铁矿石，1单位铁矿石可熔炼出1单位铁块，但是那叫铁块，可不叫精炼铁块。精炼铁块是什么？就是再次熔炼铁块，10单位铁块才可以熔炼出1单位精炼铁块。精炼青铜、精炼白银、精炼白银都是同样的道理。先不说自己有没有这么多材料，就是有，就他那一个熔炼炉，不知道要熔炼到猴年马月。要制作这苍冥帆船，现在只有2个选择，要么现在就高价收购材料，立刻打造，要么慢慢囤积材料自己熔炼，以后打造。如果收购的话，肯定会花费不少资源兑换，但是如果能获得苍冥帆船，对于探索湖泊有着很大帮助。即便是寒冬冰封湖泊，依然无法阻挡苍冥帆船。苍冥帆船携带着苍冥大鱼的力量，可以轻易将所过之处的冰面化为水。早办完，早省心，花费多点就多点，干！陈宇一咬牙，直接高价收购各大材料。他可没有时间一点点熔炼，收购的铁矿石虽然不少，但是都是囤积的库存，压在手里是用来慢慢用的。凭借那一个熔炼炉，想要一下子凑够苍冥帆船的精炼铁块，显然有点痴人说梦。交易商场里面，铁矿石的价格是木材的10倍，铁块的价格是木材的20倍。那么准确的精炼铁块应该是木材的200倍，但是因为消耗的时间资源和数量稀少等因素，所以要溢价不少，但是也就是230至250木材之间。陈宇为了尽快收集足够资源，就标了最高价250单位木材。10万精炼铁块就需要2500万单位木材。精炼青铜是精炼铁块的10倍价格，1万精炼青铜同样需要2500万单位木材。精炼白银又是精炼青铜10倍价格，精炼黄金又是精炼白银10倍价格，这么一通加下来，刚好1个亿单位木材。3艘苍冥帆船就需要花费3个亿木材购买材料。这么一看，用来制作苍冥帆船消耗的木材只不过9牛1毛罢了。将各种物品的收购价格挂上交易商场，还特意花了10万单位木材购买了一个置顶大喇叭。陈宇感觉自己现在越来越豪了，对于小小10万100万的木材，已经丝毫不能影响他坚固的内心。将东西处理好，接下来就是分解苍冥大鱼的尸体了。苍冥大鱼可以说是凄惨无比，东风快递直达脑门，直接把半个脑袋炸没了。好在苍冥大鱼还算坚挺，身子保存还算完好。分解苍冥大鱼，叮！恭喜玩家获得30级苍冥大鱼骨加50、30级苍冥大鱼皮加50、30级苍冥大鱼血肉精华加10、30级苍冥大鱼眼加1、
30级仓民大于鱼鳍加2，30级仓民大于金魄加1，50个骨合皮，到时足够制作仓民帆船了。仓民帆船可以说是巨无霸的存在，最宽可达30米，最长足有150米，日后对于探索大湖有着很大好处。甚至说不定有一天，陈宇也会像穆子薇那样招募大批打手，帮助自己打捞湖中资源。不过那时自己必须掌控一件契约道具才行，否则不会轻易招募其他玩家来自己这片区域。但是虽然不能招募其他玩家，但是这周围可是有着不少灵地的。陈宇看着前院安置土拨鼠和2只兔子的厢房，眼中目光闪动。这一批有着智慧的灵物可是免费劳力啊。不过现在仓民帆船还没打造好，自己势力还有些单薄，暂时不打算接触太多。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自己现在根基还不稳，还要多稳固才行。此时交易商场里面另一样物品已经收购不少，这些衣服收购的不少了，该去拔腋毛了。陈宇啃着烤红薯来到前院厢房，随着房门打开，大雁突然抖了3抖，扬起脖子，一道悠长的影子伸进房间，压在大雁身上。小乖乖，一会就不疼了哦。大雁，你不要过来啊。第67章，你不干，有的是鼠干。从房间里面出来，陈宇满意的兜着一袋羽毛。大雁缩在笼子角，瑟瑟发抖的看着离开的恶魔。此时大雁身上的羽毛稀稀拉拉，尤其是翅膀和尾巴。大雁，呜呜，夜夜没脸见雁了，干脆死了算了。叮！一把木棒拍着铁笼子，土拨鼠拿着木棒跃跃欲试。土拨鼠，我可以帮你。大雁吓得一哆嗦，直接被干沉默了，默默向着另一边靠近。小灰兔，今天拔的是鸟毛，明天就能拔兔毛，后天就要拔鼠毛啊。鼠哥，我们要反抗。小白兔，鼠哥，你为流浪鼠，不为笼中奴。鼠哥，我们支持你。鼠哥冲啊！土拨鼠，我看起来很傻吗？大雁将脑袋从翅膀里抽出来，默默的点头。Doing。木棒敲击铁笼，大雁默默把脑袋又插进翅膀，不过翅膀有点漏风。外面，陈宇已经来到后院，进入东屋，还没进来就已经捏住鼻子。东屋地上堆放着一大堆内衣，好在收购前就标明了要洗干净，否则那味道堪比82年的酸菜。一切为了小钱。冲啊！大雁被陈宇投喂了不少好东西，直接给硬生生塞到了4级，为的就是获得更好的大雁毛。把一兜子4级大雁羽毛丢下，陈宇开始拎起内衣一个个附魔，什么咪咪罩、蛋兜子、背心，各种颜色的袜子，还有短袖、秋衣、秋裤等等。因为陈宇挂的价格是100单位木材，对于普通玩家而言，相当于一天能吃2斤土豆子了，都能度过5天了，所以收购内衣的很多，反正只要是对于保暖没啥实际作用的，基本都会卖。早有所料的陈宇并没有无限交易，只是总共上架了10万单位木材，收购了1000件衣服。卧槽，你妈妈的，这个人拉内裤了吧？竟然还不洗！陈宇感觉自己眼睛都发酸，连忙丢进附魔台。好在附魔之后，物体就会变得崭新如初，各种异味也会消失，就和当初自己用青天鹅羽绒附魔衣服一样。这次附魔的羽毛等级不仅比上次的青天鹅羽绒要高3个等级，而且一片羽毛只附魔1件内衣，获得的防寒保暖的特性可比自己身上这身衣服好多了。大雁的4级羽毛并不多，只有翅膀和尾巴上的部分羽毛才有4级，因此今天仅给100件衣服附魔。接下来就是考虑定价了。4级苍南雁羽毛附魔内衣，特性防寒保暖，作用可以让玩家在零下20度左右活动自如，不受严寒影响，哪怕只是仅穿上一件蛋兜子。就是这个作用，注定价格不会太低，高于壁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陈宇并不打算兑换木材、石头之类的了，一是衣服数量不多，二是自己通过壁炉兑换的木材已经足够使用。思考了好一会，陈宇也没有想好兑换什么，干脆亲自翻看交易商场，打算看中什么就和对方私聊，然后进行交易。现在交易商场因为商品种类太多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系统居然自动更新了，各种商品开始分门别类起来。例如基础物资分类的石头、木材、沙子、泥土等等，矿物分类的煤矿、铁矿石、铁块、金银铜矿石等等，食物分类的各种瓜果、面点、肉蛋等等，日常生活分类的精美碗筷、衣服、厕纸、保温杯等等。哦对了，陈宇都是用树叶擦的，这是他第一次知道交易商场里面有厕纸，估计是工作台学习图纸制作的。其余还有设施分类的桌椅板凳、熔炼炉、铸造台等等，各种分类多种多样，选择交易各种东西也方便了很多。陈宇选择设施，各种品类的桌椅板凳、床铺、浴盆、马桶，简直眼花缭乱，但是看起来又没啥实际点的超凡作用，显然都是一些工作台学习普通图纸制作。跑步发电机，翻看了半天，终于让陈宇发现了一样
看起来不错的东西。点开这个人商品主页，发现除了形似跑步机的发电机，还有各种样式的灯泡，而且还是无线电的那种，就是不需要电线，附近只要有跑步发电机就可以自动接入使用。不过人家也不换木头石头之类的，也是通过私信的方式交流。如果发送的物品对方满意，就会同意交易，可以选择直接发送交易请求等待，也可以直接在下方留言等待对方回复。当然第二种可能比较慢，就像陈宇之前出售的甜方块，就是到了晚上闲暇才会翻看。但是黄金玩家是有着特权的，下面的留言也是按照玩家级别优先，其次是按照时间方式排列。陈宇看了对方的留言，的确有着黄金称号玩家，但是都是交易完成的，如果点击待交易，这些完成的交易就会筛选出去。也就是如果他现在给对方留言，会直接排列在第一的位置，甚至对方还可能设置了黄金称号玩家交易提醒。这个卖发电机和各种灯泡的仅仅只是青铜玩家，估计图纸是排名之后获得的。这发电机买回来让土拨鼠用倒是很合适。将一件内裤截图发送过去，没有选择交易请求，因为他当然不打算只换一个跑步式发电机，等对方回复后还得让自己随便挑点各式电灯泡才行。毕竟自己的防寒保暖内衣可比这发电机珍贵多了，外出探索可以保证自己不被冻伤，减少身体能量消耗，能有效提高资源的采集效率。陈宇继续翻看其他物品，发现设施里面基本都是家具之类的设施，像是熔炼炉、铸造炉、纺织架这一类的生产设施基本很少，就算有也是价格离谱，白银以下玩家基本都买不起的那种。叮，系统响起提示音，页面上也出现一个弹框，你的东西可以，是否交易？陈宇附赠一些各式电灯泡，随便挑，爽快。陈宇从对方商品里面挑选了各种灯泡，台灯、吊灯、路灯、门灯等等，足足好几十个，足够安装整个院子的，并且门口还被选择了2个6米高的路灯。交易完成，陈宇搬着梯子在院前院后楼上楼下来回跑，花费了1个多小时才将各种灯泡安装好。其实也不用咋安装，就是吊灯往屋顶一对，台灯往桌上一放就行。但是外面的路灯和大门门灯，陈宇还是打算明天天亮再说。既然系统都说了晚上别出门，就算岛屿是自家领地了，还是别没事找事好。最后就是跑步发电机了。拎着跑步发电机，陈宇推开关押土拨鼠一众囚犯的房门，顺便把外面的豹子唤进来压肠子。你给我醒醒！咚！一台跑步机落在土拨鼠前面，将他直接震醒。今晚跑不出100度电，不许睡觉。土拨鼠两眼懵逼的被拎出来，但是看到一旁豹视眈眈的风行，立刻缩起脖子。吱吱吱！蜀君报仇，10年不晚。人！土拨鼠满脸屈辱，慷慨就义。这么有骨气。陈宇听到土拨鼠心声，冷笑一声，将跑步机的任务发电量提升到1000度。风行，翻译我下面说的话给这土拨鼠。陈宇单手叉腰，一手拎着青铜长矛敲着地板，居高临下的威胁鼠鼠。我可警告你，别不识好歹，你不干，有的是鼠鼠干。第68章开垦岛屿。灯光璀璨，土拨鼠很努力。客厅，陈宇悠闲地翻着面板上的东西，一条之前陈宇关注的玩家信息弹出来。你好，我是之前和你交易血脉果实的，请问你还需要吗？咦，居然是那个卖血脉果实的。听到又有血脉果实的消息，陈宇忙问。陈宇，需要，你打算怎么出售？我想和你交易一些甜方块和壁炉。陈宇，可以，但是一个血脉果实只能换一个甜方块，至于壁炉，如果交易的血脉果实数量多几个，我可以直接送你几个。真的吗？那太谢谢你了，你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商家。我想和你交易3个血脉果实，不知道可不可以送我一个壁炉。陈宇一听3个血脉果实，顿时就来劲了。现在自己手里可是还有好几个没有觉醒血脉的呢，像是灵后、木奇2个早期宠物，净眼灵泉、蛇形兰花等等后来的宠物都没有觉醒血脉呢。这血脉果实当然是越多越好，自己虽然宠物不多，但是岛上灵气节点中可是有着一大堆灵物嗷嗷待哺呢。如果他们都能服用血脉果实，说不定整个岛屿灵地都会再次迎来突破。3颗血脉果实倒是已经很不错了，可以先给灵后、木奇、净眼灵泉使用。尤其是灵后、木奇潜力很低，已经有些跟不上节奏了，毕竟他们可没有灵气节点，灵气节点虽然限制行动，但是对于实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甚至现在岛屿灵地已经达到2星灵地极限，一旦突破到3星灵地，灵气节点里面的灵物等级还会迎来一次爆发，到时候直接甩开灵后、木奇一大截。灵后监控、木奇的草木繁荣都是不可多得的能力，对于陈宇的生存发展还是有着很大好处的。陈宇，可以，不过我需要你回答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说吧，我会尽可能回答的。陈宇，
就是你这血脉果实都是怎么来的？血脉果实啊，我从外面采集的。我降临的地方是一个远古战场，这里大地都是血色的，生长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植物，其中就有血脉果实。但是血脉果实也并不好找，需要很大运气。运气好一天就能找到好几个，运气不好还几天找不到一个。远古战场，陈宇思索了片刻回复：陈宇，以后发现什么好东西，可以先给我看看，我手里有着很多好东西，衣服、食物、武器、灵物都有，如果东西很好，还可以找我交换这个东西。陈宇将内衣属性发送过去。大佬手里竟然还有这种好东西，大佬放心，有好东西我绝对第一时间联系你。大佬，我加你好友了，同意一下。好，两人添加了好友后，完成了交易，3枚血脉果实出现在陈宇手里。第一个就将灵后换过来，现在灵后已经是2级，灵境突破3级，身体只有核桃大小。将血脉果实喂食给灵后，满上桌面上就出现一个巴掌大的血茧。接下来就是等灵后进化了，至于进化出什么血脉，谁也说不准。但是陈宇希望和统御有关的就行，毕竟又不要灵后出门，只要负责控制蜜蜂就行。有着蜜蜂当眼睛，灵后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控整个岛屿林地的所有灵物。不过要是进化后能培育出特殊蜂种也不错。另外2枚血脉果实让小松子控制藤蔓给拿走，送给木奇和净眼灵泉。进化后的木奇肯定会给岛屿上的草木带来更大好处，说不定陈宇在冬天也能收获一批各种鲜美的野果。甚至陈宇还打算在岛屿上专门开辟出一块田地，收购一些农作物种植。在外界种植是不需要那些特殊种子的，特殊种子树苗只有在田方块或者院子里才可以种植，每天都有少量产出，可以让玩家更好的度过初期，不然等不到收获就得饿死。但是那些特殊种子一是不好获得，二是种植有着限制，要是论长期发展，还是在外界开辟出自己的田地好。只不过如今冬天大雪覆盖，玩家们基本没有种植的条件，但是陈宇不同，他有着一个不小的林地岛屿，而且岛屿有着福地庇护，丝毫不受外界条件干扰，有着非常好的种植条件。如此浓郁的灵气，说不定小麦玉米种下去还可能会1月一收，甚至更短。到时候成千上万斤粮食囤积，就算遇到更大的灾难，交易商场食物交易极端匮乏，自己也能挺过去。迷雾世界这区区零下20-30度的冬天可不算真正的灾难，只是正常的冬天而已。真正的灾难，甚至他的领导都无法抵挡。就比如他现在知道的，有的玩家的地区出现系统特殊的预警天灾、寒流天灾，所过之处一切化为冰雕，在一瞬间被冰封。哪怕那个玩家的庇护所也一样，现在门都打不开，要不是作为白银玩家，身家也丰厚，估计早死了。好在这些极端天气只是在少部分地方出现，真正受到影响的玩家极少极少。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未来不会出现更大范围的灾害。为此，陈宇早就囤积了不少粮食，足够自己吃很久。粮食比较多，现在大雪封天锁地的，自己又闲着没事干，岛屿也有着种植条件，倒是可以考虑自己开垦土地种植。说到对囤粮的执念，100个小松鼠也比不过一个华国老农民，那是真饿到基因里的，也就现代不缺食物。放在几十年前，那漫长的数千年时间，有多少人能吃饱饭？可不是世世代代刻到骨子里的。就是现在，面对天灾，第一时间想到就是囤粮，有多少囤多少。之前在地心时，社会环境那么好了，一旦遇到事，什么囤盐囤水囤药囤粮的事情，那样没发生过。陈宇现在明天也不出门，刚好那河马也能用来当牛屎，岛屿中央有着大片平地，不如直接开垦了种田，荒着也是浪费。想好这些，陈宇将各种工具该买的买，该制作的制作，玉米小麦也都准备上，放在楼下，明天一早就出门。这些玉米小麦不能种植在田方块里面，但是种植在地里当然是行的，毕竟这是真实的世界，游戏的一部分只是帮助玩家生存，游戏化的也仅仅只是玩家，而非世界。陈宇终于换上了大床，虽然有点小贵，但是也是真的舒服。楼下，在清晨阳光刺破黑暗时，桌上一枚血茧轻轻颤动，几道裂痕出现，一只美轮美奂，甚至可以称之为雍容华贵的金色蜂后破壳而出。第69章，先天开灵，宠物金皇后、蜂后、灵后，等级5，灵值101，忠诚度85%，天赋宠母皇者，技能统御黄之震慑，金甲锋重，黄之一杀，致命毒针，血脉4星金皇后，宠物森林鹿木奇，等级6，灵值151，忠诚度81%，天赋草木旺盛，技能缠绕生长，森林之息，森林逆行，草木聆听，血脉3星森林鹿，宠物净眼灵泉小静静，等级8，灵值281，忠诚度89%，天赋
净明。技能：遇水、障目、醒神、净化、水遁。血脉：四星净明拳。3只宠物到了白天都已经进化完成。陈宇对于出现2只宠物进化为4星血脉，显然有些意外。这金皇后长得可真贵气。看着手心里面拳头大小的灵后，陈宇啧啧称奇，只能说不愧是种族叫金皇后的风种，真的像是大国皇后一样。至于森林鹿，虽然只是3星血脉，但也是极为不凡，尤其各种技能让陈宇极为惊喜，对于自己今天开垦种植绝对有着很大好处。森林鹿的鹿角犹如翡翠一样的树枝，上面还挂着花朵树叶，身体似乎会随着环境不断改变颜色，并且变换得很快，因此看上去就像会隐身一样。至于净眼灵泉，变化倒是不大，但是光听4星血脉就知道绝对非凡。陈宇还特意喝了一口净眼灵泉本体的水，目光瞬间泛起水光，瞳孔如同涟漪一样荡漾，像是荡开了世界的迷障，眼前瞬间变得清晰。更让他惊喜的是，自己刚刚看着大清早的迷雾，可是距离仅仅只有30多米，可是现在居然增长了1倍，可是距离提升到了60多米，也就是如果到了中午，原本70、80米的可视距离肯定也会增加1倍。没想到净眼灵泉居然已经拥有这个作用，这太珍贵了。可惜只能使用1次，否则说不定自己都能恢复正常视野。看着净眼灵泉，自己刚刚一口似乎对于净眼灵泉损耗不小，显然也不能多取，这倒是有些遗憾，不然又是一种极为珍贵的资源。自己刚刚那一小扣就要半个月才能恢复，毕竟这是净眼灵泉的本体。如果还想要净眼灵泉努力积攒灵值，不耽误提升等级，怕是至少要1、2个月才能再次采集，否则对于净眼灵泉损耗很大，还会导致其无法继续修炼提升等级。对于3只宠物的进化，陈宇还是挺高兴的，甚至净眼灵泉的进化直接对灵地有了轻微的提升，让突破3星灵地的界限松动了一些。关掉宠物面板，陈宇开始准备今天的工作。回到客厅，把工具和种子都收进背包，来到前院准备看看房间里面的鼠鼠兔兔。小灰兔，完了完了，今天应该轮到我们拔毛了。小灰兔，老婆你放心，我不会让那猴子拔你毛的，要拔也是拔老公我的，我毛多。小白兔啊，我感觉我要生了。大雁啊，老天爷，今天千万别再拔我毛了。大门推开，房间里面瞬间鸦雀无声。此时土拨鼠已经晕倒在地上，舌头都吐了出来。陈宇撑开土拨鼠的眼睛，发现都翻白眼了，这怎么能行？电才发了100多度，况且日后获得宠物契约卷轴还得让它打入土拨鼠内部呢，可不能就这样累死了。取出之前化开的生汁液，捏开土拨鼠的嘴巴，把水倒进去一点。这些就差不多了。陈宇收起杯子，然后一盆冷水浇上去。吱吱吱，土拨鼠直接原地弹跳起来，炸毛。看到陈宇，瞬间又秒怂。滋滋，土拨鼠心里恶狠狠地想着：土拨鼠，该死的没毛猴子，别让我逮着机会，否则我一定让你好看，把你所有毛都薅掉。哟，还挺犟。陈宇直接点开跑步机按钮，居然敢偷懒，今天任务量翻倍，干不完不准吃饭。说完，拎着几根灵胶走到兔子笼前面，顿时惊奇不已，这兔子居然下崽子了。不过这一窝崽子似乎有点奇怪，一共6只小兔子，黄的、白的、黄白的、黑的、黑白的、黄白的，就是没有灰的，没有一个像他爸。小灰兔瞪着眼睛对着陈宇尖叫，似乎想要阻止靠近。陈宇丢下2个灵胶，顺便一把拍开小灰兔，拿出灵气最充裕的那个带着黄色围脖的白兔子。这只兔子灵气最浓厚。黄白幼兔，妈妈，妈妈，妈妈。听到新声，陈宇大为惊奇，竟然一出生就开灵了，潜力绝对不凡，说不定还带着稀有血脉呢。看着手里的黄白色小兔子，这些小兔子刚出生就长满毛发，能爬能跳，一点也不像刚出生的。对于这只先天开灵的小兔子，陈宇可是宝贵的很，打算一定要先弄一个宠物契约卷轴，把它契约了，或者培养感情，直接刷到60忠诚度，刚出生应该很好培养的。陈宇知道2只大兔子对自己影响不好，为了避免带坏小兔子，陈宇直接揣兜里自己养。自己有的是灵物，掌管着这么一个大的灵地，还怕养不活一只小兔子吗？陈宇不顾小灰兔的跳脚，出门找灵后，先要了一点灵蜜，用净眼灵泉水化开喂给小兔子。在交易商场里面还买了一个奶瓶，这灵蜜营养可比那兔子奶丰富多了，而且灵气充裕的很。果然，奶瓶刚递过去，黄白兔就迫不及待地吸吮起来。黄白兔子虽然刚出生就睁开眼，但是可没见自己爸妈多久，自己揣兜里养几天，忠诚度还不嘎嘎提升。这瓶灵蜜下去，黄白小兔喝到撑，忠诚度直接就突破10%，果然还是小的好哄骗。陈宇感慨，随即一手揣兜里，出门牵河马准备开垦土地，顺便去找一个灵气节点上的草类灵物，
给小黄弄点口粮。这小兔子看起来牙口齐全，估计已经能吃草了。自己岛屿上有的是灵草灵花，这么小的小兔子，先天开灵，自己可得好好养着。刚来到河马群这里，就看到和河马厮混的黑蛋。黑蛋整天夜不归宿，要不是知道黑蛋的奇异，陈宇非得好好给他一顿竹条炒肉。黑蛋，带着你那群黑帮大汉过来，给我种地。第70章，工会排名。岛屿中央有着岛屿上最大的一块平地，其余地方都是低矮的丘陵，最高不过30米。平地最宽的地方有着500-600米宽，最长的地方有着800-900米长。如果都开垦出来，就是养100个陈宇都不成问题。在陈宇身后是黑蛋率领的河马大军，无论是小的还是老的，母的还是公的，通通套上了屈原离，足足30多只河马，浩浩荡荡的开启奴隶，开启文明的篇章。估计他们这辈子都没想到，他们还能这么用。这些河马成年足有3-4米的身长，比成年大水牛体型还夸张，自然是一把子力气，搁哪里晾着也是浪费。陈宇坐在树下，悠闲地喝着蜂蜜水，兜里的小黄跳出来撒了泡尿，又跳进口袋吃草，吧唧香，忠诚度都突破20了。今天一上午，陈宇就盯着河马大军了，顺便指挥小白子控制草木，把里面的石头都挑出来，然后把杂草都清理。他自己倒是像没事人一样。先是开垦出一小片土地，这块土地被反反复复犁了好几遍，又被小白子控制藤蔓把土块打碎，已经非常合适种植。交易商场里面有出售图纸制作的手推播种机的，陈宇一个人推着，前面森林路拉着。在森林路的影响下，陈宇刚走过土地，后面的种子纷纷发芽，破土而出，直接长出1指高的青苗。到了下午，这一小片率先开垦出来的土地已经全部被播种好，麦苗都1指高了。剩余的土地也已经翻了一遍，今天让河马大军加班，明天就能翻完3遍，然后小白子挑了石头杂草，敲碎土克拉，自己就可以种植了。种植的土地被陈宇划分了5个部分，分别种植小麦、玉米、土豆、红薯和一个不大的小菜园。今天仅仅只是将小部分小麦种植好，想要全部种植完，陈宇一个肯定玩不来，所以剩下的种子干脆直接撒了算了，反正岛屿土地肥沃，灵气又充裕，不怕长不好。3点半准时下班，河马还在呼哧呼哧犁着第2遍。黑蛋正在给刚刚种植完的小麦下雨。回到院子，累了一天的陈宇直接躺着。时间很快，转眼就是忙碌的3天过去，到了陈宇来到迷雾世界的第12天。到了今天，价值2万单位木材的壁炉终于是卖不动了，5大壁炉商纷纷降价，默契的降价到2000木材。这个价格对于90%青铜玩家都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所以以后陈宇每天壁炉销售的木材只有4800万单位了，一下子少了10倍。4天过去，温度又略微降低，原本最低温度21度，现在最低温度已经达到25度。预计以后随着进入深冬，温度可能还会继续下降，至于下降到多少才会停止，或者温度回升就不知道了。岛屿外面，苍冥大鱼的力量影响已经开始消退，湖面重新冻结，厚厚的冰面一望无尽。今天岛屿上的耕地在陈宇的辛勤劳作下，终于撒满了种子，青翠的嫩苗纷纷长出来。陈宇派遣森林鹿负责守护，驱赶野鸟野兔，同时每天溜达溜达。天赋草木繁荣的森林鹿对于这些幼苗有着很大好处，而且和陈宇预料的一样，这些农作物长势非常快，几乎1天一个样。照这个样子下去，绝对不用1个月就能生长完成，等待收获。这几天陈宇不是在田里溜达，就是和岛上和各种灵物培养感情，成功收获了一批宠物。小田鼠、翠鸟、小松子也终于收为麾下，就是天赋不咋地，如果不服用血脉果实，10级或许就是他们这辈子的极限。但是血脉果实自从上次交易后到现在也没有音讯，就算有，陈宇肯定也是先紧着灵气节点上的灵物使用，到时候岛屿灵地绝对会突破到3星灵地。但是血脉果实虽然没有，宠物契约卷轴却是获得一个，已经给土拨鼠使用了，现在土拨鼠已经赶回自家灵地，而且被陈宇送了不少灵物当启动资金。土拨鼠也确实有着血脉，还是3星，未来只要不出啥意外，成为土拨鼠祖地的族长只是时间问题。到时候土拨鼠领地也会正式成为陈宇的附属。至于发电，当然是交给2只可可爱爱的小兔子了，还有一直待在陈宇口袋里面的小黄，短短几天忠诚度已经达到 53%， 距离成为宠物可以查看小黄信息已经不远了。几天过去，他自己的灵值也提升不少，已经超过130点，要不了几天就能超过150点，突破到6级了。昨天苍冥帆船的材料就差不多了，今天估计该集齐了。陈宇打开交易商场，一看果然材料已经收集齐全，当即激动地来到工作台前面，准备制作3艘苍冥帆船。系统制作3艘苍冥帆船。叮，是否消耗苍冥大鱼骨加30，苍冥大鱼皮加30，木材加3000000，精炼铁块加3000000，精炼青铜加30000，精炼白银加3000，
精炼黄金加300，制作苍冥帆船。是。叮！恭喜玩家成功制作苍冥帆船加3艘霸气的帆船出现在背包，光是看着帆船的图片就让陈宇热血沸腾，这感觉就像自己拥有055驱逐舰似的，恨不得立马开一开。可惜现在天快黑了，只能等明天了。刚吃过饭，系统突然响起公告。系统公告，鉴于工会数量成功达到1万，将开启工会排行。30分钟后，前1000名工会会长级成员可以获得随机白银道具，前100名工会会长级成员可以获得随机黄金道具。注：每个工会会长级成员不得超过3人。还没等陈宇好好看消息，木子薇就直接发开消息。木子薇，怎么样？现在加不加？我直接给你一个会长级职位，黄金级道具奖励哦。不要白不要。陈宇瞥了眼公告，这次没有丝毫犹豫。陈宇，加。不过既然加入，我就不要那什么荣誉会长了，你直接给我一个2会长，怎么样？显然，从这个系统给工会专门排名，陈宇就已经意识到，工会比他想象还要不一般。自己虽然散漫，但是不代表自己闭关锁国、思想封建，不愿意接触新事物。如果因为没有加入工会错过什么，自己真的要后悔死。更何况还有奖励。虽然成为工会正式成员不能轻易退出，玩家主动退出会被扣除至少 30% 的物资，但是陈宇既然想加入了，就没想过轻易退出，除非遇到了难以抵御的危机，不得不断尾求生。另外一边的木子薇显然也是有些惊喜，没想到这次对方直接同意了，更惊喜的是对方直接要正式会长职位，这代表对方不会轻易退出工会了，毕竟那可是 30% 的物资。如果能将陈宇拉进来，对于这次进入前100名至少增加1倍的概率，自己那几个普通黄金玩家好友加起来也顶不上陈宇一个，所以陈宇才是他的头号人选。木子薇当即发送邀请，陈宇果断同意，双方一拍即合。陈宇又问：陈宇，你那边有没有底蕴深厚的玩家？如果有，可以增加我们进入前100的几率。说实话，现在凭借我们俩前没有啥问题，但是前100可能还有点玄乎。那些国家命名的工会可都不简单，甚至有的大国工会已经聚集了超过10个以上的黄金称号玩家，底蕴极为可怕。看着陈宇的恢复，木子薇原本的神情也有些凝重。那些国家命名的工会，他当然知道，可是想着自己知道的几个黄金玩家，不免有些头疼。木子薇有几个或许有些底蕴，但是距离上层黄金玩家估计还差些。陈宇，既然这样，我认识一个底蕴绝对深厚，你或许也听说过，就是那个卖灵胶的胶神奥德彪。木子薇，竟然是他！这个我知道，他手里灵胶很多，我还买过，香蕉更是好像卖不完似的，还出售过一种香蕉美颜药剂，效果堪比易容术，我还交易过。当时他几乎赚疯了，近乎一半的女性黄金称号玩家都买过。你真的能把他拉进来？如果能拉进来，前100几乎可以说是10拿9稳了。陈宇，我去找他聊聊。陈宇胶神奥德彪，再不胶神奥德彪，哎呀兄弟，你有工会吗？我还没有工会，可急死我了，我的黄金级道具啊！那些小工会简直一坨屎，我们国家的工会还不如我一个强，其他大国工会我根本进不去，更别说当会长级了。兄弟，不然咱直接收购一个，咱俩组建一个，说不定还有机会进入前100强。陈宇，现成的，速度的。第71章100强工会。很快，在奥德彪成为3会长之后，徐子薇又成功招募了1000人，也就是工会每多一个黄金称号玩家，就可以多招募500工会成员。半个小时很快过去，系统公告再次出现。叮！主页出现工会功能，进入工会可以查看工会排行榜。此页面以各大工会论坛为主，为新形式玩家交流方式。叮！恭喜玩家所在紫薇工会成功进入前100，综合排名79。叮！恭喜玩家获得随机黄金级道具战神之剑。战神之剑绑定，所有攻击威力提升 100%， 生命值低于 50% 时将触发战神之血，攻击威力提升 200%， 拥有 1% 的概率触发一击必杀效果，一定范围内工会成员攻击增幅 20%。注：绑定装备无法掉落。一连串的系统提示让陈宇脑袋有些短路，打开面板将各个系统提示又看了一遍。看到系统提示，陈宇放下心，排名79，虽然有些低，但是反正进入100强就行，奖励都是一样。工会论坛倒是和贴吧有点像，以后交流倒是更方便了。还有黄金级道具战神之剑，能100%提升攻击的东西都是比较好的道具，毕竟大部分道具仅只是像青铜长矛那样没有任何增幅，仅依靠武器本身锋利和灵气承受能力。尤其这还是一件黄金级道具，提升 100% 攻击，绝对是最顶端的装备了。关键这还是一件绑定装备，完全不用担心会掉落遗失，离开一定范围后自动回到玩家背包。
将戒指套在手上，陈宇刚要看看工会排名，穆紫薇发过来2个邀请，一个是穆紫薇、陈宇、奥德彪的会长群，一个是工会群。同意之后，就看到穆紫薇的消息。穆紫薇，以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群了。首先恭喜我们进入100强工会，获得黄金道具。交神奥德彪，哈喽哈喽，美女吃香蕉不吃？免费的。我的香蕉随便吃，敞开吃。穆紫薇，那好啊，不然你的灵蕉给工会成员发个福利，1人1根怎么样？交神奥德彪，哈哈，这个嘛，我现在手头灵蕉也没有多少，不过普通香蕉还是可以的。陈宇，这工会功能还挺不错。穆紫薇，那当然，不然我非这么死巴拉进经营它干啥？加入工会后，陈宇才知道会长级是可以发布召集令的，就是召集其他工会成员前来，并且他作为会长还可以发送降临申请，只要工会成员同意，就能到达其他工会成员的地方，还能随时返回，不受任何阻碍。这倒是让陈宇想到自己那一大片粮食，到时候可以发布召集令，让工会成员过来帮自己收粮食呢。而且还能在召集令里面对前来的工会成员做出限制，例如防止偷拿和限制活动范围等等，直接在召集令里面写上就行。召集令具有契约效应，违反会受到强制处罚，处罚方式也由召集令发布者制定。加入工会后，陈宇才发现工会并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聚集一群人。关掉聊天，陈宇又打开工会排名。工会排名是根据综合底蕴，而不是黄金称号玩家数量，但是黄金称号玩家数量多，综合底蕴就绝对不会差，所以对这排名还是有着很大影响的。排名第一，陈宇之前还有过接触，没错，就是那个卖给自己东风快递的华夏工会，黄金玩家竟然有着足足182人，估计和华夏原本人口就比较多的原因有关，黄金称号玩家远比第2名多很多。排名第2的米利坚工会只有80个黄金称号玩家，还不到华夏工会的1个零头。虽然黄金称号玩家多不一定代表工会底蕴强，但是绝对不会弱。比如排名第3天竺工会，黄金称号玩家就比米利坚工会多不少，有着121位，但是排名依然没有米利坚工会高。其次前10的依次为：第4名苏俄工会，黄金称号玩家72人；第5名可以说是很多国家混合的工会，各个国家的都有，合众国工会，黄金称号玩家89人；第6名也是很多国家的联合工会，只不过是仅限于西欧工会，黄金称号玩家84人；第7名还是来自华国的九州工会，黄金称号玩家66人；第8名倭国工会，黄金称号玩家70人；第9名不是国家工会，而是一个国际恐怖势力组建，黑暗自由者工会，黄金称号玩家73人；第10名是一个教廷工会，光明神庭，黄金称号玩家76人。前10名工会之后，黄金称号玩家几乎是断崖式下降，没有超过40人的，但是98%都在10人以上。唯2的那一个就是紫薇工会，3个黄金称号玩家显得格外刺眼。另一个就是七地殿，前100名工会5成都是国家形式组建的，剩余5成包括信仰形式、自由形式、家族形式、集团形式、个人形式等等。信仰形式就例如光明神庭、伊斯神殿、净土；自由形式例如黑暗自由者工会、红色工农、奥林匹斯神山。其中个人形式最少，进入前100的仅仅只有2个，一个就是紫薇工会，另一个就是七地殿。不过现在紫薇工会改名了，原因就是穆紫薇感觉不够霸气，在100强唯2的个人工会七地殿前面失了气势，干脆就叫三皇庭。随着工会排名公布，各种区聊工会论坛世界聊天纷纷炸开。卧槽，果然不愧是我华夏，就是牛逼！排名第1居然和第2的黄金玩家差距拉开这么多，这算啥？我刚刚看了一下，100强工会里面黄金玩家全都是华国的，足足有着12个，这还不算那些有着部分华国黄金玩家的。可恶，这小鬼子居然还能进前10！区区搅盆机，敢不敢和我华夏工会开启工会战争？区区搅盆机，露头就秒，不露头也秒。我看华夏工会各种商品都是直接禁止搅盆机购买的。听说有高端大佬在九州工会里面对搅盆机工会里面的黄金玩家已经交过手了。我说的大佬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黄金称号玩家，而是原本世界就存在的真正意义上的大佬，堪称陆地神仙。啥？你说啥？你说原本的世界就有超凡？当然有，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就真的见过异能者。什么超凡？超凡算个勾巴，我说的是陆地神仙，抬手之间呼风唤雨，操纵命运，他们可一直都存在。听说是什么啥魔法时代，网上流传挺多的。对了，国家上一年是不是发布了什么小学生练气手册？你们难道就没有注意这个世界的超凡力量被称为灵气吗？死！细思极恐。不会吧，不会吧，难道这所谓的迷雾世界是？兄弟们，长生！
就在眼前，冲啊！今日不努力，来日万魂幡里做兄弟！卧槽，家人们快看，百强里面咋还有一个3个黄金玩家的公会？那你什么鬼？3个黄金玩家公会？系统我不服，凭什么我11个黄金玩家都进不去前100？他3个人就行？内幕，绝对有内幕。那个勾八木，你知道这3个人是谁吗？谁也没实力，3个黄金玩家就敢说进前100？井底之蛙 ！Oh my god！ 这不是那个卖壁炉的黑心烂废的壁炉商吗？操！这是那个卖换头药的。老天，这个是发布过一人骑乌龟狂虐100米水怪视频的紫薇女神。哦，那不是卖香蕉的吗？那个壁炉黑商还是卖甜方块的。我懂了，现在我承认他们有着进入前100的资格。就他们组合，要实力有紫薇，要资源有陈黑，要灵物有蛟神，确实很合理。发现没有，前100强里面有这2个黄金玩家不到10人的公会，一个叫七地殿，一个叫三皇庭。管他呢，都是华国的就行。华夏公会的会长，不如召集公会成员，我们打天下，直接复国吧！妙啊，妙！支持，直接在迷雾世界建国吧！杀呀！快快！我的大刀早已经饥渴难耐。棒子国乱入，黑幕，一定有黑幕。我们棒子国才是第一，宇宙第一，就是一定有黑幕。凭什么前10名没有我们棒子国？你们华国是不是走后门了？一定走后门了。这排名是假的，你们必须给我删掉，把我们宇宙第一强国的排名挂上去，只有我们排的名才是最可靠的。叮！棒子国玩家已被踢出论坛。小棒子，我还治不了你了。鹰将乱入，我要制裁你们，你们等着吧。叮！你已被踢出论坛。小日子乱入。叮！你已被踢出论坛。骆驼乱入。等等，有钱，我有钱，别踢我。陈宇关掉华夏公会，前10各个公会论坛浏览了一遍，各种消息几乎将他们论坛轰炸。光明神庭在论坛里面带着信徒祷告，米利坚公会一群请求发放物资的，天竺公会里面高种姓和低种姓吵得不可开交，华夏公会里面一群请求召集玩家横扫一方复国的，各种信息看得眼花缭乱。尤其是黑暗自由者公会竟然发布血腥视频，里面都是一群变态，简直疯狂。嗡嗡嗡，嗡嗡嗡！金皇后灵后突然飞进屋里，来到陈宇身前。陈宇先是一怔，紧接着脸色一变。什么？外界和河马整日厮混的黑蛋像是感应到什么，第一个抬头，天一瞬间就黑下来。土拨鼠狼狈地向着领导狂奔，遍体鳞伤，眼中满是惊恐和急切。悬崖边上，一只庞大的远古树人缓缓站起来。是放逐者。第72章木紫薇的冰霜玄龟。陈宇凝重地看着天空，现在不是天黑的时候，但是天空一瞬间就黑下来，显然是有着强大的灵物影响。听到小松子的解释，他也明白过来，放逐者是什么存在。好在放逐者都是31级以下的，倒是让他放下心，最高不过30级，小松子应该是可以应付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总是有些不安。看着云端之上的身影和湖泊冰面上的远古树人，他心里的不安越发强烈。地对空本来就处于劣势，这可和仅仅在湖面上悬浮的苍冥大鱼不同。这只强大灵物可是在云端之上。陈宇带着望远镜看到天空一道黑影停下，和小松子遥遥对视，一双庞大肉翼伸展，云层随之反卷，天空中所有云层都如同漩涡一样在那黑色身影周围盘旋。随着望远镜视野，陈宇呼吸瞬间一滞。嘿，黑龙！惊呼还没有落下，天空传来巨吼。吼！一道巨大的黑色火焰直接贯穿黑暗，向着远古树人攻击。陈宇神色顿时一紧。火！该死，这家伙居然可以喷火！小松子再怎么强大，也改变不了是树的属性，树天生就惧火。果然，小松子身体也是紧绷，咆哮一声，没有选择硬抗，而是用超松果炸弹以火攻火，至少比用藤蔓和松针攻击要好。但是仅仅一个交手，小松子就落入下风。黑色火柱余波落在大湖水面上，昨天才刚刚冻结上的湖泊顿时又融化了。小松子落在水里，地对空，绝对劣势。甚至那火焰也是极为诡异，带着黑暗和火的力量，落在湖泊水面上竟然还在燃烧。陈宇脸色瞬间沉下来。怎么办？怎么办？陈宇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连忙向着华夏公会发出交易请求。看着一直没有回复的交易请求，陈宇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一个地方。在世界聊天里面也是再次高价收购，但是对此陈宇依然没有抱太大希望。上次过去多久，不也是只有东风快递和自己交易吗？可是除了这些，陈宇还能做什么？看着黑色火焰已经攀附到小松子腿上，
陈宇额头的冷汗哗啦啦的往下掉。要不是小白子在一旁辅助，陈宇猜测很可能小松子根本撑不下来。天空中的黑色身影完全压制小松子的远古树人，无论是属性还是等级，甚至血脉，竟然也丝毫不差，同样是5星血脉。这个放逐者实力强大的可怕。该死，怎么会出现这么强大的灵物，偏偏要从这里经过？怎么办？自己现在怎样才能获得快速支援？自己好友里面有没有？或者公会里面？对了，公会。木紫薇。陈宇眼睛瞬间一亮，木紫薇不是有着一只巨龟吗？那白色巨看起来不是水属就是冰属，就算不能压制黑龙，也能和战争古树一同抵抗下来。陈宇连忙给木紫薇发送消息：陈宇10万火急。木紫薇，你能不能来我这里？木紫薇，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陈宇一口气说不明白，我给你发个短视频。木紫薇，老天，你居然遇到这么恐怖的灵物，你不会想去让我帮忙吧？陈宇，那头树人是我的，你的巨龟实力怎么样？能不能帮我抵抗那头黑龙？只要你帮我驱逐黑龙，我就给你1亿单位木材。木紫薇，1亿。好，定。工会成员木紫薇发送降临请求，是否同意？是。一道白光突然在陈宇身旁闪烁，对此陈宇并不担心，因为工会成员之间是无法相互伤害的，这不是系统规定，而是建立工会的人写下的工会规章，具有契约效应，一旦写下就无法更改。所有人包括会长都会受到工会规章的制约，违反会有对应的惩罚，和法律差不多，但只作用在工会之中。唰，白光散去，木紫薇出现在身旁，一袭紫衣战甲，犹如一位出征的女将军，英姿飒爽。在木紫薇肩头还有一只白色的小乌龟。你的乌龟多少级？那黑龙很可能是30级的。陈宇没心情关注其他，焦急地询问。木紫薇站在瞭望亭里，戴着一副非常科幻的眼镜，似乎有着数据闪烁，发起一阵阵蓝光。黑炎魔龙30级，灵值51051，血脉5星，还行，刚刚突破30级，可以对付。木紫薇肯定的回答，目光不经意间瞥了眼小松子和小白子，目露奇光，手指一点小乌龟的脑袋，去吧，把那黑龙驱赶了。转头对着陈宇说，我这小乌龟是冰霜玄龟，虽然只是23级，但是却是6星血脉，血脉1星之差便是天差地别，有着你的战争古树，驱逐这黑龙不难。木紫薇没有隐瞒自己的宠物信息，毕竟他刚刚看到对方的宠物信息，为了避免隔阂，他就将自己的交代出来。这次是对方请他过来帮忙，但是谁也不能肯定自己那一天就不会请陈宇帮忙。陈宇点头，听到他说没问题，也是松了一口气。木紫薇道：你没有抢到这个数据眼镜吧？刚好我之前抢的时候多抢了几副，送你一副吧。木紫薇将一副和他同款的眼镜递过来。陈宇有些惊讶，谢谢。没关系，不值几个钱，和你那1亿木材比，就是个零头。陈宇向来是不欠人情的，虽然对方这样说，但是1亿木材本就是对方帮忙的报酬，没有什么添头不添头的说法。这几张卡给你，带着宠物方便。你这一身紫色战衣，顶着个乌龟怪丑的。陈宇笑道。木紫薇白了一眼，伸手惊奇地接过卡片，宠物卡，好神奇的东西，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好东西，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对于这卡片，木紫薇显然有些惊喜，要知道他的冰霜玄龟之所以能维持这种微小的状态，就是他使用的微小药丸，他手里可没有几颗，这药丸难制作得很，现在能用宠物卡携带冰霜玄龟，自然是更好。而且足足有这3张宠物卡，意味着他每次出门都可以随身携带3只宠物。他除了冰霜玄龟，可是还有一只20级以上的宠物呢，体型也是庞大的很。陈宇这时也戴上数据眼镜，看向天空中的黑龙，顿时在眼前出现对方的简单数据面板。黑炎魔龙，等级30，灵值51051，天赋黑炎，血脉5星黑炎魔龙。此时外面，冰霜玄龟落进湖泊，无数冰霜蔓延，湖泊再次冻结。冰霜玄龟迎风暴涨，先是瞬间变成一栋房子大小，紧接着再次暴涨。呼吸之间，一只体型70-80米的巨龟咆哮，无尽风霜撕裂黑岩之柱。远古树人得以喘息，脚掌一跺，湖泊中一根数丈粗的藤蔓直入云霄。第73章灵帝晋级。苍青色藤蔓穿云而入，满天冰霜在藤蔓表边冻结出一层层冰霜，竟然缠绕住云端的黑龙。黑炎魔龙怒吼，巨大的肉翼搅动风云，黑色火焰蒸腾，藤蔓表面的冰霜快速融化。小白子突然散发无量生机，缠绕云端黑龙的藤蔓竟然疯狂生长，变得更粗更大，一根根狰狞的黑刺如同一双双爪子，牢牢锁住黑龙。远古树人抓着藤蔓，情景好像一只放风筝的巨人，只见远古树人用力狠狠一来，藤蔓绷直。黑炎魔龙咆哮，身体被巨力拉拽，瞬间向着地面掉落。冰霜玄龟龟背亮起冰蓝色光泽，
周围湖水翻滚，顷刻间化为一道数百米粗壮的水柱，迎着掉落的黑炎魔龙而去。黑炎魔龙似乎预感不妙，想要挣扎，火焰疯狂灼烧身上的藤蔓，可是有着冰霜覆盖的藤蔓不仅没有受到损伤，反而在小白子的加持下变得更黑更粗。哗啦！黑炎魔龙掉进冲天起的水柱里面，冰霜玄龟发出空鸣，满天风雪裹挟寒气，迅速向着水柱聚拢。咔咔咔，咔咔咔！顷刻之间，数百米粗壮的水柱被冻结在原地，里面一只被藤蔓缠绕的黑龙被冰封。陈宇和穆紫薇凝重地看着黑炎魔龙，他们知道黑炎魔龙可不会这么轻易打败，就算两人联手，也只可能驱逐。果不其然，冰柱表面很快浮现密密麻麻的裂缝，一丝丝岩浆从裂缝中溢出，黑炎魔龙浑身犹如烧红的烙铁一样。好！随着一声咆哮，数百米的冰柱炸裂，藤蔓疯狂灼烧，恐怖的气势将远古树人震得节节后退。黑炎魔龙破冰而出，浑身流淌着岩浆，粗重的喘息喷薄出带着火星的黑色浓烟。远古树人和冰霜玄龟凝视着黑炎魔龙，三者呈现三角之势。三只巨兽就这样沉默着，下面就看黑炎魔龙的取舍了。黑炎魔龙，操他龙母的，没想到居然在外围还有这样的灵帝。小松子，这家伙好强，这种存在居然也只能被驱逐吗？迷雾森林内部也太可怕了。黑炎魔龙，不行，不能再打了，那群家伙说不定还会追上来，我必须尽快离开。冰霜玄龟，这树人好强的实力，要不是那蜥蜴克制他，还真不能拿这树人怎么样。远古树人的血统吗？穆紫薇，这陈宇底蕴真是可怕，还好拉上了自己的战车，那个地方说不定可以叫上他一起去。陈宇此时也有些紧张，期望着黑炎魔龙就此离去，听到黑炎魔龙的心声，顿时放心。30级五星血脉，就算打下去也只可能两败俱伤，而且万一穆紫薇走了，自己就将再次面临险境。这些放逐者很快就会离开，他们不被迷雾森林内部的家伙允许停留超过1天，其中的道道很复杂，陈宇自然不清楚，但是他知道只要撑过这一战，他就安全了，至少很长一段时间不用担心黑炎魔龙会回来。最终黑炎魔龙看了眼领导，没有继续攻击，此时他也是浑身是伤，还消耗了大量灵力，他担心自己如果伤势太重，可能会走不出迷雾森林，于是也没有继续打下去，转身向着无尽荒漠而去。看着身后富饶的大地，黑炎魔龙满眼怨恨，他是一个失败者，但不代表他永远是一个失败者，有朝一日我还会回来的。有着5星血脉的黑炎魔龙有着足够的信心，他不会止步于此。可惜黑炎魔龙还是太年轻了，世界的险恶可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尤其是他还有着5星血脉，这一路不会这么简单。无尽荒漠大概就是他的埋骨之地。战斗结束，陈宇也算彻底放下心。谢谢。不用谢我，只是你给的太多了而已。陈宇摇头不语，转给了1亿单位木材，看着穆紫薇化为白光返回。对方心里说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陈宇沉默地看着穆紫薇离开的位置。天空再次恢复明亮，陈宇看着破碎的大湖，摇头苦笑。大湖被战斗波及得不成样子，甚至大地震动，翻出几座新的小岛。尤其是那半截数百米粗的冰柱，还留在湖中，千米藤蔓冻结在里面，随着力量流失，也会慢慢归于平凡。下楼出门，刚出门，几只金色蜜蜂带着一只浑身是伤的土拨鼠过来。陈宇一惊，这不是自己派遣到土拨鼠林地的那只吗？怎么这个样子就回来了？难道……陈宇心里有些不妙，连忙给土拨鼠喂下一片生枝叶。有着生枝叶，土拨鼠很快就醒过来，看到陈宇哇哇大哭：“主人，主人，我们林地被屠杀没了，没了！所有鼠都死了，死的渣都不剩。”大地一片漆黑，到处都是黑色火焰和燃烧的焦土，都死了，全都死了！我老婆没了，丈母娘也没了，连老祖都死了，这次是真的死了。他们拼死护着我，让我带出几个崽子，就这几个崽子了。主人，你一定要收留他们，一定要收留他们好不好？我还是很有用的，很有用的，我什么都听，什么都干。土拨鼠抱着陈宇的脚，嚎啕大叫，大哭一会，从背后的小包里面掏出几个没有拳头大的小崽子。陈宇蹲下来摸了摸土拨鼠的头，叹息一声：“放心，你是我的宠物，几只小鼠而已。岛屿挺大的，以后你就在岛屿上照顾这几个小家伙就行。”土拨鼠惊喜地站起来，有些不知所措。他没想到主人这么容易就答应下来。要知道，在迷雾森林，一旦你的林地被覆灭，其他林地如同恶鬼一样疯狂地扑上来，恨不得把你最后一点骨头都嚼碎，更别说恳求其他林地收容了。鼠鼠是真的没地方去了，而且也知道自己和陈宇有着契约，陈宇是他唯一的选择，也是最安心的选择。土拨鼠抹掉眼泪，从嘴巴里面取出一个东西。老祖说让我把这个给主人。老祖说主人未来很可能会打入迷雾森林内部，让我好好跟着你。至于重建家园就不用了，
照顾好几个崽子长大就行，所以这个老祖就让我交给你。陈宇惊讶看着灵光战战的小球，拿起来，里面传来震动，好像如同心脏一样跳动。叮！恭喜玩家获得2星灵帝之心。叮！检测到玩家当前拥有灵帝，是否融入灵帝？灵帝之心。陈宇打开灵帝之心的面板，看着上面的信息，呼吸顿时有些急促。是。叮！灵帝之心融合中。叮！恭喜玩家，灵帝晋级到3星。轰！大地震动。陈宇惊骇地看着脚下，看着远处，山在增高，岛在长大。第74章3星灵岛。这一切都显得不可思议。所谓的沧海桑田，在此时只是顷刻之间，不是湖底的陆地翻上来了，而是真的岛屿在长大。低矮的丘陵变成小山，涓涓的细流变成小河，清可见底的池塘变成小湖，就连他脚下的悬崖都在增长。突然间，灵气蜂拥而来，陈宇转头，只见小白子眨眼之间拔地而起，原本不过1丈的树身，陡然间拔高近10倍。10丈高的小白子树干极为粗壮，弯曲盘旋，犹如一只仰天咆哮的巨龙，树皮片片开裂，竟然形似龙鳞。紧接着，一股庞大的气势陡然一震，陈宇骇然，天空中36个灵物虚影也是显现，全部都发生了蜕变。陈宇看向宠物面板，发现所有灵气节点上的宠物都已经突破10级，还有风行、灵后、木奇等等宠物都趴在小白子旁边进入沉睡。死！小白子的灵值增加的好快，小松子也是。好，好！陈宇兴奋，突然一股精纯的灵气从地下涌入陈宇身体，陈宇脸色一变，连忙在院子里面就地打坐，全力运转吐纳术。在他运转吐纳术的功夫，岛屿还在增长，连带着外面的湖泊也在增长。岛屿不在大湖本体里面，只是大湖突出一部分，所以看起来并不大，但是此时竟然也随着岛屿一同增长。随着时间流逝，岛屿终于停止了增长，那些灵物也缓缓苏醒过来，整个岛屿变大了近10倍，原本仅有差不多2平方公里的岛屿变成了足有20平方公里，东西最长达到6公里，南北最宽达到 3.6 公里。同样的，湖泊也变得更大，不过原本距离岸边最近只有10几米的叶柄岛位置，现在距离岸边近100米。陈宇所在的悬崖也拔高10倍，足有300米高。原本岛屿中央的林地也增加10倍，现在又多出大片空白的土地，明天河马又有活干了。整个岛屿原本基本都是1-20米的低矮丘陵，现在却是连绵起伏的小山，最低的也有50-60米高，最高的甚至只比悬崖矮了一点。小白子和小松子率先苏醒，小白子枝叶摇曳，顷刻间流光溢彩，无数光芒流向岛屿，眨眼间更加强悍的伏地大阵形成，浑若天成。36个灵气节点上的灵物虚影也开始缓缓隐没，最后炸为灵机洒向整个岛屿，怕不是明天又有很多因此开灵，破除蒙昧。净眼灵泉所在位置已经形同一个岛内小湖，足有几10米宽，湖水氤氲，灵气蒸腾。岛内一枚足有1人高的月棒缓缓开合，吞吐月之精华。细数月棒身上的纹路，竟然不下100数。显然，灵帝的晋升对于月棒有着极为巨大的好处，1日之间堪比100年生长。同时，在月棒里面，几枚宛如皎月的棒珠，随着月棒吞吐月之精华，变得更加璀璨，而且因为生长在净眼灵泉湖水里面，变得更加晶莹剔透，仿佛能荡除一切尘埃。湖中银月鱼因为灵帝晋级和净眼灵泉的影响，也产生了进化。至于进化成什么样，陈宇明天一早巡视就会知道。另外，不远处的灵气节点上，一颗丈高青石伫立，恍惚间犹如看到一座巍峨大山屹立，天地清明，大山周围万物有灵。蛇形兰花盛开，妖艳的兰花如同一只白蛇，张嘴吞吐蛇信，兰花清香四溢，周围100米各种毒虫逼退，如同见到什么恐怖的东西。36种灵物全部突破10级，作用变得更加强大，甚至已经衍生出不可思议的力量。这36种灵物因为和灵气节点相生，理论上是不受血脉限制的，或者说有血脉也会随着灵帝晋级一同蜕变进化。但是灵帝晋级千难万难，如果灵帝不能晋级，就算他们空有绝世天赋，一样无法突破。如今灵帝作为3星灵帝，30级便是他们的极限。有得就有失，他们因为灵帝荣而荣，自然也会因为灵帝衰而衰。不过这就要看他们的主人能走多远了。夜深，万籁俱寂，陈宇结束吐纳，眼中带着惊喜。此时他的等级已经提升到了9级，距离10级也是不远，要不了几天估计就能再次突破，达到10级，连破4级，增加了足足220多点灵值，近乎增加2倍。同时获得16点自由属性点，力量和敏捷各分配5点，达到22，体质分配6点，也达到22。精神还是保持服用银月鱼增加到的27点。
4项基础属性已经变得相对均衡。陈宇来到瞭望亭，外面已经是被黑暗笼罩，但是从院子周围50米的夜视范围内就可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原本可以直接看到的悬崖尽头，距离大门不过10几米，距离主屋也就是多隔了2个院子，有着30多米，现在却是已经看不到尽头。周围草木也是变得更加繁盛，灵气荡漾，显然已经不少已经成为灵物，只不过没有开灵而已。草木开灵本来就比野兽要困难千百倍。明天去看看，顺便去看看岛屿中心的平地，估计也增加了很多，可以拉着河马继续干活了。不知道明天岛屿会给我带来那些惊喜。陈宇看着外面，非常期待。打开面板，其中各种宠物的信息让陈宇乐的眼睛都睁不开。风行突破最大，已经12级，灵后、木奇也都达到11级，其他灵气节点上的宠物也全部突破，至少都是11级，最高的净眼灵泉已经超过风行，成为岛上老三，13级。就连小松鼠、小田鼠、翠鸟，虽然天赋平平无奇，但是最低的也是5级。其中黑蛋也达到了10级，先天开灵了。小黄刚刚出生几个天就领先父母，同样达到了10级。果然是有些灵物，一出生就是遇到好时代，直接赢在起跑线。更加恐怖的当然是小松子和小白子，竟然都达到30级，让陈宇感到不可思议，同时被一股巨大的安全感填满，兴奋几乎冲昏头脑，让他真想呼一巴掌，看看是不是做梦。灵帝晋级居然带来如此大的提升，真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陈宇已经无法形容内心的惊喜与震撼。其实普通灵帝晋级当然不会带来这么大提升，原因是陈宇所在的灵岛不仅本身体量就大，更是有着福地宝树这种灵帝至宝镇压，36种灵物辅助，形成大阵疯狂吸收外界灵气，这才造就了岛屿上的盛况。清晨，陈宇一早就起来，早早准备好，等待天亮。当阳光刺破黑暗，大门随之打开。恍惚间，陈宇愣在原地，抬手遮眼，玉树琉璃叶。不对，好大一朵菇。第75章购买奴隶。小松鼠，哦吼吼，我竟然突破到了6级。土拨鼠，死兔子，给我出来单挑啊！小田鼠，美好的一天从吃饱了再睡一觉开始。翠鸟，叽叽叽，不行了，我不行了，老婆们，我真的不行了。叽叽叽。洗水之，不，你不要过来啊！洗水之，完了，呜，我又要失身了。陈宇一脸坏笑的走到洗水之前面。此时的洗水之等级达到11级，犹如一把撑开的雨伞一般大，生长在悬崖边，通体洁白如玉，十分诱人。上来就掰掉脸盆大小一块。洗水之，啊！我的头，我都头！一口咬下去，陈宇感觉整个人都升华了。体质加 0.1， 体质加 0.1， 体质加 0.1， 将手里面的洗水之吃了小半，足足增加了10点体质。此时他的身体有了一定抗药性，不过这个抗药性和银月鱼不一样，洗水之的抗药性只是暂时的，等到身体将积攒的洗水之能量完全消化，自己还能继续吃。手里还有一大半，陈宇干脆给宠物们分了，不偏不倚，有血脉的瓜分9成，没有血脉的瓜分剩下的1成，公平公正。小田鼠，呜，好感动，主人竟然没有忘了我。小松鼠，不可能，这不可能，为什么我还是输了？不。小松鼠鼻青脸肿的出来，仰天尖叫，一口气没上来，直挺挺的晕倒。小灰兔，老婆，其实我感觉这里挺好的，有吃有喝，山好水好猴也不错。小白兔，对的，老公，不如我们就留在这里吧。你看我们的小兔兔都成为灵物了。小灰兔，都听老婆的，不过老婆，为啥我们的小兔兔没有一只和我长得像的呀？小白兔，哎呀，那有什么关系？难道他们不是叫你爸爸吗？小灰兔，对哦，老婆真聪明，亲亲。小白兔，讨厌，死鬼。猫儿草，以后请叫我大喵喵草。喵。陈宇拍了拍委屈的洗水菇，要坚强，不要因为一丁点伤就掉眼泪，男孩子要有担当，只有千锤百炼的姑姑才能褪去凡胎，成为一只伟大的姑姑。洗水之懵懵懂懂地看着自己缺了一角的脑袋，隐隐感觉那里不对劲。从山崖上下来，一路来到农场，眼前一片金黄的麦浪顿时把他惊呆了。这怎么都成熟了？陈宇结巴地看着眼前的景象，金色的麦浪，随风摇曳的玉米，长出土地的土豆、红薯，各种新鲜蔬菜。这一夜过去，竟然全部都成熟了。不用猜，陈宇也知道是因为灵帝晋升的原因。不过短短4、5天，收获了如此多粮食，依然让他有些震撼。要知道，这差不多有着近800亩土地啊！这一下子算是彻底解决粮食的后顾之忧了。看那1亩的，粗略估计每亩小麦、玉米收成绝对超过2000斤。土豆、红薯就不用说了，这2样就算再差，能差到哪里去？就是普通土地，轻轻松松都能收获数千斤。
土豆最夸张，就是在地心、气候条件合适、土地肥沃的情况下，1亩土豆都能亩产万斤，更别说他这可是3星林地的头茬土豆。就这些粮食收获了，陈宇吃到老死也吃不完。当然，这是他不变成老不死的情况下。但是如何收获？陈宇看着遥遥800亩地，顿时头疼。当初种子撒得欢快了，一下子撒这么多，现在要干活可是两眼一黑。没办法，估计要召集工会成员了，有着召集令限制，把活动范围缩小到这个小平原范围内就行。不过召集前陈宇还是要准备一下，让小白子施展草木掌控，将藤万生长成一堵城墙，把整个小平原圈起来。如今这个小平原原本800亩的土地也增加到了8000亩，这要是用来种粮食，3星林地绝对能做到半月一收，那资源不是嘎嘎来。但是不得不说，地真的太多了，他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难道半个月后还要再次召集一次？那岂不是每次都要花费大量粮食作为雇佣的工钱？有没有不要工钱还能随意使唤的呀？除非是奴隶，不然……等等，奴隶？交易商场里面好像还真有卖奴隶的，好像是一个拥有奴隶召唤道具的玩家，可以召唤历史中的流民，每天都会在交易所出售奴隶，而且购买的奴隶拥有奴隶印记，别说伤害玩家，就是有这个念头，都会瞬间被抹掉这部分意识，就好像自己刚刚想要做什么，下一刻就想不起来了一样。这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是这些奴隶，命是和他们的主人绑在一起的，购买他们的玩家活着，他们就活着，玩家死了，他们也会死。奴隶印记，世代传承。而且这些召唤的平民基本都是很淳朴的，召唤道具会给他们植入进入仙境或者天堂的信息，让他们以为自己被神选中。对于渔民，信仰是非常有效的掌控手段。陈宇想起这些，当即搜索奴隶，发现售卖的还不止一个人，只是奴隶好像已经售卖完了。但是陈宇是谁？他有的是资源，当即联系其中一个。陈宇，还有奴隶吗？作为黄金称号玩家的待遇马上就显示出来，私信置顶加提示音，对方很快回答：是陈宇大佬。陈宇大佬好。陈宇，你认识我？当然，谁不知道百强公会3皇庭之一的陈宇大佬。陈宇，那好，你应该知道我还是壁炉商，不差资源。不过你这奴隶怎么才标价1万单位木材或者石头？难道都有什么大病？嗨嗨，当然不是，主要是价格高了没人买啊。这些奴隶都是流民，身体弱，就是买回去砍树挖矿，一天能砍几棵树，能挖多少石头？他们又没有玩家的能力，就是1万单位木材石头，估计都要2个月才能回本，要是算上吃。陈宇，我明白了，就是每天干的活还不够他们吃的，对吧？那你都是卖给谁？我看你交易主页里面的奴隶数量都是0啊，都是那些大佬想买几个打杂的，现买现召唤，保质保量，召唤出残缺的奴隶算我的，直到召唤出健康奴隶为止。不过召唤要消耗不少灵值和木材，而且召唤的奴隶老的小的有病的等等不稳定，这种不好卖出去，所以我主页没有现成的，毕竟召唤出来卖不出去，我还得养着，这年头粮食多珍贵啊。陈宇，这样吧，你给我召唤出200个健康的奴隶，男人要求15到45岁，女人要求15到35岁，这个年龄范围内健康就行，各100，成不成？成。陈宇大佬就是大佬，阔气。大佬等一会，10分钟绝对给大佬准备好。凯撒可是兴奋死了，这可是200万单位的大单子，200万啊！就算除去恢复灵值、消耗木材的成本，刨除不达标奴隶的损耗，自己至少也能赚50万单位木材。10分钟很快到了，对方立刻恢复消息：陈宇大佬，奴隶召唤好了，不知道陈宇大佬打算什么时候交易？叮！玩家收到来自陈宇的交易请求，交易物品200万单位木材。凯撒立刻点击同意，生怕对方反悔似的，自己这次运气好，粗略估计至少赚了100万单位木材。陈宇，你那边各种不符合标准的奴隶有多少？凯撒，大约300人。陈宇，给你加50万木材，这些人也给我吧。凯撒一看惊了，这些人活不能干，又一个比一个能吃，小孩他还能低价卖出去，老人都是扔外面自生自灭的，对方能养活。本着拉拢大主顾的想法，凯撒好意提醒：凯撒，陈宇大佬，这300人可不好养活，一天能吃你1年的粮食，还不能干活，根本就是累赘。你真的要？陈宇，放心，我养得起，你就说你卖不卖吧。凯撒顿时惊了，这陈宇大佬也太牛逼了吧，居然能养活近500流民。想到这里，凯撒顿时巴结上。凯撒，不，陈宇大佬想要，我免费送给你就行，嘿嘿，就是。陈宇，就是什么？陈宇还以为对方要开出什么苛刻的条件，当下连忙做好一番唇枪舌战的准备。凯撒，大佬能加我一个好友不？陈宇，啊，就这？凯撒，对，大佬加个好友呗。陈宇，成。凯撒，抱大腿图。很快，
一阵白光闪烁，平原上出现了近500穿着破破烂烂的流民。凯撒特意筛选到华国历史中的流民，因此这些人都是黑发黑眼。嗨嗨，下面我要说几句。陈宇扯着嗓子，看着下面乱糟糟的流民，陈宇皱眉，哼，小松子！轰！大地震颤，所有流民跌倒在地。突然，一只恐怖的身影出现在藤万城墙外，一脚踏进城墙内。神，真的是神灵！神灵发怒了，真的神！我们到了神仙的世界，这里是神仙的仙府，伟大的仙人，贱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神明在上，请宽恕你的子民。粮食，好多粮食，那是仙人给我们准备的吗？伟大的神灵，你卑微的奴仆将奉献自己的一切。陈宇目光淡漠，站在远古树人手心上。从今天开始，你们将……第76章，天黑，别出门。好了，基本就是这些。总而言之，你们好好干活，粮食不许私藏，但是保证你们不用忍饥挨饿，表现突出的还将有机会获得仙缘。下面我开始吩咐一些事情。对着这些流民一阵打鸡血，陈宇开始步入正题。首先，等会你们将对这些粮食进行收割，收割的粮食直接放进石磨里面即可。石磨会自动磨成面粉，你们将小麦面粉、玉米面粉磨好后，就放进这些石支储物柜里面，放满之后放下一个。这些工具如何操作，我等会交给一些人，到时候你们询问他们就行。这些工具陈宇都设置成了数据显化，就是只要靠近就会出现一个面板，面板上有着各种操作按钮，很简单，毕竟石磨就是开始、结束、放入、取出。储物柜的就是一个方块蓝面板，点击空白方块就可以储存，点击有东西的就可以取出。其他各种工具都是以虚拟面板的形式显现出来，看起来倒是和高科技似的。除了工具使用，这些河马也是用来耕地的。藤万城墙打开一扇大门，一群在这些流民眼里堪称巨兽的河马出现，人群顿时出现一阵骚动。老天，这是什么？难道是传说中的仙兽吗？好大，那最前面的一头都和一座小山似的，怡红院的楼都没它高。这居然是用来耕地的！仙人郡说是用来给我们耕地的，我没听错吧？这些仙兽居然是耕地的！仙人果然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我一定努力干活，拜入仙人门下。娘，你看到了吗？你再也不用担心儿子挨饿受冻了，儿子被仙人看中，未来还有机会拜入仙人门下。呜呜，儿子出息了！陈宇抬手示意静下来，下方的数百人顷刻间鸦雀无声，对此他非常满意。以后你们便生活在藤万城墙之内，不得攀爬城墙，违法者会受到严惩，严厉者将会受到驱逐，进入充满迷雾与凶兽的无尽迷雾森林。如今灵帝晋级3星，他发现岛屿中的迷雾在白天会消失不见，这让陈宇欣喜不已。不过到了晚上，岛屿却不能阻拦迷雾，随着黑暗会渗透到每一片土地。城墙包括这片平地以及一片山林，足够你们生活了。不过记住，山林里面各种毒虫猛兽很多，进去九死一生。这片山林的存在是为了告诉你们，不要对外界怀有好奇之心，外界的危险是这片山林的1000倍万倍。当然，在未来或许会出现一些自命不凡的主，区区一介蝼蚁而已，妄想与日月争辉。但是如果你穿过这片山林，我也会允许你离开，但是只要离开，你以及你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将无法进入仙岛，被视为弃民。陈宇深知赌不如输的道理，与其以杀止杀不断压制，不如让他们自己见识见识，直接打消他们的念头。山林连通叶柄岛，尽头可以看到那充满神秘与未知的无尽迷雾，与深邃且令人惊惧的浩瀚湖泊。当然，凭借这一群凡人能从城墙内的一部分山林最终迈出城墙的长青门，穿过更加危险的群山峻岭，来到岛屿尽头的，就算只有短短几公里，他们也一辈子都做不到。随着时间推移，陈宇有信心将岛屿林地不断晋级，岛屿不断扩大，最后光是这一片平原，便是他们一生也走不到尽头。所谓的仙缘不过是陈宇的空头支票而已，当然或许未来会兑现。你们里面读书识字的站出来。陈宇看着下方，没一会，近500人里面稀稀拉拉的站出4个人。一个拄着拐杖的白髯老者，虽然衣服破破烂烂，但是看起来很干净，人虽然憔悴，但是目光确实极为清亮。另外3人，一个中年男子，2个青年，面容略显白净，看起来像是个书生。你以后便是村长，500人大小事务以后交给你了，遇到难题便自己解决。陈宇指着老者，接下来我教你们4人如何操作这些东西。在教他们之前，陈宇先拿出4张卷轴，对着4人脑门丢去。这些卷轴里面蕴含都是现代的简体字以及各种字的意思，可以说
只要对着脑门一贴，可以直接学会一门语言，是陈宇花费大价钱购买的，自然要挑选有着文字功底的人使用，以免浪费。片刻时间，四人清醒过来，对着陈宇就跪地磕头。刚刚的手段着实让他们四人惊喜万分，看着陈宇的眼睛满是敬畏。老头，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仙人灌顶？中年，这真是太不可思议的，这是什么东西？竟然可以让人一瞬间掌控一门如此精妙的语言。大青年，这难道是仙人使用的语言？太不可思议了，竟然可以让人一瞬间学习。小青年，难道我这是被仙人选中了，即将获得仙缘？陈宇瞥了眼开口，好了，过来跟我学这些工具的使用方法。老头，仙气，仙长居然教我使用仙气，老夫蹉跎一生，何德何能啊？中年，这是真的吗？我被仙人选中了，看到未来还有仙缘吗？不过无论如何，但有所需，万死不辞。大青年，仙气，这就是仙气，好神奇。小青年，仙人好帅，如果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仙人的护法就好了。接下来，陈宇将工具的使用方法一一教给他们，并且进行示范。东西使用并不困难，但是足以让四人世界观崩塌，嘴巴张大，满眼不可思议。教导完，剩下的就是老头神采奕奕的离开，有条不紊的指挥众人安排任务，并且征求陈宇的意见，给村子取了个名字——先祖村。老人小孩采集蔬菜，青壮年挖土豆红薯，妇女割麦子掰玉米，大小青年书生负责教导村民使用各种工具，中年秀才指挥搬运，500人热火朝天的工作起来。而陈宇也在为500人的房屋准备着，当即制作了500个茅草屋，并且升级为1级木屋、2级木屋，消耗不过几万木材。在小平原中央，陈宇将500木屋放下，这一幕更是深深震撼了这些历史中的流民。只见他们的神灵，他们的仙人，每走一步，凭空便生出一栋木屋来。这些房子暂时够用了，严寒有着福地庇护大阵阻隔，迷雾这些房子也能轻易拦截。陈宇之所以亲自打造房屋，为的就是抵挡那些迷雾。他给予这些奴隶的第一条警告，也是连他自己都敬畏的，就是天黑别出门。将村民的事情安排好，陈宇开始前往查看36种灵物。第一站，岛中湖月湖。哗啦，刚到湖边，一条湖中大鱼跃出水面，在半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月光湖。陈宇推了推数据眼镜，惊讶地看着银色大鱼。银月鱼？不对，是皓月银鱼王。第77章一宝月华珠。皓月银鱼王，等级10，灵值451，天赋遇水月华，血脉3星皓月银鱼王。现在皓月银鱼王并不是他的宠物，所以信息只能通过数据眼镜看到粗略的。不过这皓月鲤鱼王显然很识趣，知道谁是这里的主人，上赶着讨好陈宇。皓月银鱼王身体修长，一点没有那些鲤鱼鲢鱼的臃肿感，反而和泥鳅身材类似，仔细看去甚至感觉略微带了点龙象。虽然现在不能查看到皓月银鱼王的具体信息，但是凡是接触到的灵物，陈宇都能查看忠诚度。这银鱼王受到自己的恩惠蜕变，忠诚度高达 56%， 相信要不了多久，同样会出现在宠物面板里面被系统记录。银鱼王游到岸边，似乎知道陈宇想要去看净眼灵泉一样，轻吟几声。陈宇当然不会客气，直接走到银鱼王身体上。银鱼王虽然身体修长，但是也足有半米宽，脑袋上两边凸起棱角，中间有些扁平，而且游得非常平稳。加上陈宇现在也是9级了，站在上面没有丝毫影响。在银鱼王游的时候，陈宇特意观察着对方，发现要是论神俊程度，银鱼王可是丝毫不比森林鹿逊色。两者一个陆上坐骑，一个水中坐骑，逼格简直不要太高。突然，皓月银鱼王一个甩尾，一只硕大的龙虾被拍飞出来。银，给我的。好家伙，全岛上都知道我爱吃了，但是希望别给我送地瓜就行。陈宇惊喜地接住大龙虾，叮！恭喜玩家获得1级淡水澳龙。这龙虾这么大个，少说也得是1斤500克吧。美滋滋的将这个至少10斤的淡水澳龙收进背包，虽然他不会做，但是实造会啊。多功能自动做饭机。随着银鱼王进入湖中心，陈宇发现银鱼王还有不少同类，不过通过数据眼镜观察，这些同类都是只叫皓月银鱼，而且没有血脉。显然脚下的皓月银鱼是族群的天生的王者，有着3星血脉的银鱼王确实担得起一个族群的王者。到了，你自己去玩吧，我妈不让我和你玩。陈宇无奈地推开撒娇的银鱼王。到了湖中心，陈宇抬脚踏在一团十分明净的水上，这团水和周围的湖水格格不入，纤尘不染，显然是净眼灵泉本体。主人，你要去看看月妹吗？她开灵了，而且特意给主人孕育了一些礼物。净眼灵泉道。陈宇没有关心礼物，来之前他就注意到宠物面板多了月棒，
自然知道对方借助灵地晋级开灵了。他现在更关心对方的年份。他现在有多少年轮？110。月妹散发的月华之力已经足以供应36个灵气节点，甚至还有盈余，日常会随意散落在灵岛上，有缘者得。当然了，主要还是现在的月华之力对于柏树已经没啥作用了。柏树和松树现在想要再进一步，就是第4境了，不是区区稀薄的月华之力可以帮助的。陈宇点头，他自然清楚，30级到31级是一个大坎，不是凭借天赋就能轻易跨过的。这个过程的灵值极难积累，虽然系统显示的还是1点灵值，但是这个1点灵值比30级之前的要难上千百倍。迷雾森林内部不知道多少4、5星血脉的天骄折在这里，最终郁郁而终，化为一捧黄土，灵气回归天地。想要突破到31级，也就是第4大境，天赋只是其次，重要的是有足够的气运与福缘。气运和福缘也不同，两者得一就可，福缘所指也比较宽泛，也可以说机缘。但气运易得，比如一地气运加深，借助气运突破。而一地的气运是有限的，能供应出多少30级以上的，就只能供应出多少个，否则上面的不退位，霸占着一个名额，锁着气运不撒手，下面的就很难上来。这和经常有灵物从迷雾森林内部出来有着很大关系。有的是被打压不得已出来，有的是竞争失败被驱逐，有的是前途无路自己出来到无尽荒漠搏一搏。不过迷雾森林外部的统称为放逐者，认为他们是失败者。每一种制度千万年的演变都有它存在的道理，牵扯的太多，就像迷雾森林里面每一个开灵的灵物在获得一个灵地后都会选择培育本族的灵物管理，而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灵物共同把持一个灵地的现象。镜湖中心，镜眼灵泉下沉，形成一个气泡，将陈宇包裹。进入湖底，陈宇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原本的碎石滩的小池子现在居然也不浅，目测少说也有10多米深。你这小湖倒是不赖啊，陈宇调侃。镜眼灵泉有些不好意思，主人灵地不大，我就想着少占点地方，就多往地下开拓了，最深处现在也有着20多米呢。主要还是月妹喜阴喜静，不喜欢阳光和外面的热闹，我闲着没事就往下开拓点空间。又是一个恋爱脑，还非常舔。陈宇翻了个白眼，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反正都是自家的宠物，爱怎么舔怎么舔吧，谁舔走谁，肉都是烂在自己锅里。到了湖底，光线竟然比上面还要亮堂，稀稀拉拉生长着几颗水槽，碎石堆上一个1人搞的巨大河蚌一开一合。陈宇惊呆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巨大的河蚌，这要是拿来蒜蓉烧烤椒麻，死！不行不行，这可是自己宠物，怎么能这么残忍呢？突然感觉嘴角一凉，陈宇伸手一摸，顿时沉默了。要不来点？没有等他做出决定，3枚拳头大小的珍珠从水中飘过来。陈宇本来对于月棒的礼物没有多关心，以为就是一些小玩意，可是当棒珠落在手里，眼皮顿时一跳。月华珠，一宝，可以聚拢月光，转化为月华之力。注：月华之力妙应无穷，可服食，可吐纳，可疗伤，可运灵，可修秘法，可炼灵身。玩家也可以采集月华之力，单独使用或者贩卖，可用于附魔或者充当炼器炼药材料，乃是极品添加剂。众所周知，添加剂有害健康，这么好的东西应该有个名字，叫陈宇牌万能牛逼屌炸天气。主要还是月华之力看起来太直接了，容易盗版，还没有品牌效应，不利于高价出售。他只是一个单纯而又善良的好商人。咦，这3枚珠子上似乎还有小神通。第78章，麦克阿瑟建立保护区。小神通，没想到这月棒开灵竟然还有这么惊人的传承，即便是残缺也如此惊人。陈宇回想着脑海的神通，惊叹不已。幻月术，小神通，残，召唤1轮明月虚像加持自身，随着实力提升，可以召唤更多明月虚像，每多1轮明月实力翻1倍，最多9轮，9月加身为月之子。注：小神通残缺，最多可以召唤3轮明月虚像，可叠加8倍战力，足足提升8倍战力。这要是完整版，得是多么强大！不愧是能冠以神通之名的技能。对于这个月棒复刻出的血脉传承，完全是意外之喜。刚好现在还有着3颗月华珠，可以辅助自己修炼幻月术，而且有着月华珠，陈宇施展幻月术也会更加节省灵值，甚至可以借助月华珠凝聚的月华之力施展。将3颗月华珠收进背包，陈宇满意的离开。将岛屿逛了大半，对于晋级后的领导已经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来到藤万城墙前，这些藤万城墙已经生长完成，除非下一次岛屿灵地晋升，不然就会一直保持不变。藤万城墙高20米，厚10米，是小白子通过草木掌控制藤万生长而成。原本是打算限制召集来的工会成员的，不过在购买了奴隶后，就成了限制奴隶的屏障，防止他们破坏领岛上的灵物。
当然也是为了防止他们那脆弱生命被各种灵物野兽侵害，毕竟都是自己花费资源买的，而且都是劳动力，一天不知道能为自己干多少活呢。来到城墙上，远远看着劳作的村民，此时农作物已经收割了不少，各种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有着近500人，明天大概就可以把粮食蔬菜全部收割完成，储备进入储物箱里面。在村子附近有许多储物柜，用来储存各种瓜果蔬菜。至于磨好的玉米面、小麦面、红薯、土豆，则是存储进入无限储物箱里面。无限储物箱，这些储物箱都被设置了权限，村民只能存入，不能取出。至于吃用，也是有着规定，由陈宇安排的那个村长自行安排，反正饿不着就是。河马大军已经在开垦新的土地，别看走得慢悠悠、懒洋洋的，但是那巨大的体型，随便走走都相当于人小跑的速度了，开垦土地的速度自然不慢。村里的事情都交给他们自己解决，陈宇是不可能劳心劳力的，一点鸡毛蒜皮还想请神仙定夺不成？为了省心，陈宇直接从大青石上敲下来一块，此石头成心者可明心见性，静气凝神。但是如果撒谎，很容易心神不定，导致气血翻滚，严重者甚至会风言风语、吐血昏厥。这是陈宇给村长用来管理村民的。这些村民有着奴隶印记的影响，自然不敢也不会对他不敬，但是内部矛盾就不一定了，毕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总而言之，随便生长，他只管粮食的收种，好让他去卖个好价钱。陈宇打开交易商场，打算看看今日粮食的价格。现在馒头价格已经和面粉差不多了，所以做成馒头意义也不大，干脆直接卖算了。1斤小麦面粉兑换11单位木材石头，1斤小麦面粉兑换10单位木材石头，1斤小麦面粉兑换12单位木材石头，1斤玉米面粉兑换10单位木材石头，1斤玉米面粉兑换9单位木材石头，1斤玉米面粉兑换8单位木材石头，1斤红薯土豆兑换8单位木材石头，1斤红薯土豆兑换7单位木材石头，1斤红薯土豆兑换6单位木材石头。4种粮食的价格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陈宇正思考着怎么定价格或者交易什么东西，发现私信里面竟然有着一位黄金称号玩家的消息置顶。麦克阿瑟，我听我朋友凯撒说你购买了大量奴隶，请问你是否有大量粮食？陈宇，有的，怎么？你要大量收购？大量粮食、普通木材和石头，我可看不上。麦克艾瑟，是的朋友，我打算收购很多粮食，我建立了一个保护区，接收了我们米利坚国家的很多普通玩家，我必须保证他们的食物。陈宇，保护区，接收普通玩家，法克尤，你真的太伟大了，真是歪瑞顾的。麦克阿瑟，哈哈哈哈，是吗？我也这样觉得，他们现在都很尊敬我。朋友，我需要付出什么才能从你这里交易大量粮食？陈宇，图纸、稀有装备、稀有设施、珍稀矿物、特殊灵物、各种奇珍异宝等等都可以。麦克阿瑟，这听起来似乎并不是很困难。陈宇，那是，我的理想是当一个正直、友善、诚信的好商人。麦克艾瑟，哦，神秘而伟大的东方，总是能孕育出朋友这样有着崇高理想的人。很高兴和你做朋友，我能加你的好友吗？陈宇，好友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加不加好友，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美好的交易。我会认真对待每一个交易者，顾客就是上帝。麦克阿瑟，顾客就是上帝。陈，我相信你的心是充满友爱而热烈的，那么就让我们交易吧。陈宇，当然，随时可以。请问亲爱的麦克阿瑟先生，你打算用什么交易粮食？我会给你一个令人满意的价格。你是清楚是，大量粮食并不好购买。麦克阿瑟，是的，我需要的粮食太多了，我没有那么多木材石头了，我的所有木材石头已经被他们吃空了。麦克阿瑟，所以我打算用一样图纸和你交易，我的图纸很珍贵，所以我的交易是希望可以每天获得一定粮食，而不是一次性完成交易。陈宇，这不是一个合理而公平的交易。麦克阿瑟先生，你说对吗？麦克阿瑟，是的，确实有一点，但是我的图纸值这个价格，我可以先给你看图纸制造物品的信息。陈宇，那好吧，不过永久提供粮食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时间，比如1个月或者2个月。麦克阿瑟，先等一下再谈。对方发送一张图纸制造物品的信息。陈宇看着那个陶像，手指骤然紧握。第79章，诸神灵神像，居然可以一定范围内的驱散迷雾，甚至可以聚拢信仰之力。不过这个信仰之力可以做什么？陈宇目光火热，继续仔细地往下看着图纸的详细信息。灵神像，神像可以驱散一定范围内的迷雾，聚拢信仰，可凝练信仰精深，或者采集形成愿力珠。材料：灵材、宠物、玩家身体的一部分、血液、头发、枝叶等等。注：等级越高的材料，灵陶像的能力越非凡。注：信仰精深可以单独凝练出一具分身，也可以将自己的身体练成信仰精深，
为香火神道必备，信仰金身详解。愿力珠是一种非灵气的特殊力量，可以当做材料，可以用于快速提升实力，香火之路必备修行物。但是过多使用愿力珠会使身体对愿力产生依赖。愿力珠详解：信仰金身、分身、香火神道，都是什么鬼玩意？搞得人脑瓜子嗡嗡的。不过怎么看这详解，似乎这信仰之力不是啥好东西，有点类似于毒 PIM， 容易使人上瘾，但是却是可以非常快速的提升实力，短时间达到极高的成就。但是一旦没了信仰之力供给，也会迅速跌落神坛。虽然信仰之力也是一种特殊能量，但是毕竟不像灵气充斥天地，且容易受人限制，将力量寄托在别人的信奉上，终究不如己委利于自身。看似诱人，实则暗含危机，一旦尝了信仰，就如同染上毒 PIM， 恐怕会一发不可收拾，我是不可能使用的。不过自己的宠物们可不像我们玩家，只要活得够久，一切都有可能，突破完全不受天赋制约，只跟灵值积攒速度有关，境界之间没有所谓的瓶颈。如此一来，倒是可以给自己的宠物立神像，但是为了防止背叛，并且保证自己可以随意掌控宠物的意志，必须保证宠物的忠诚度不低于 90%。 现在满足条件的，除了使用契约的小松子、小白子、土拨鼠，只剩下3个达到要求的，就是金皇后、灵后、神风暴风行以及整日好吃懒做的小田鼠了。陈宇看着宠物面板，6个满足要求的，足够自己拥有很多选择了。不过小白子未来扎根灵地，随着灵地提升也会提升，已经有了通天大道。小松子喜战，和陈宇性格类似，讲究伟力集于一身，一力破万法，肯定不会同意凝练信仰之力的。况且陈宇现在也没有多少信徒可以发展出能攻击小松子的信仰之力，而且小松子天赋吞灵，这个天赋成长上限极高。剩下4只宠物倒是可以着手于铸造神像，走香火之路，毕竟他们无论是天赋还是本身的根脚，都是再普通不过。前期可以帮助陈宇，中期恐怕就难以跟上自己的脚步了，到时候自己也不可能花费精力与庞大资源培养他们，结果战力还不尽人意。现在有着选择，倒是不如早早给他们谋划好，免得未来拖后腿。他也不是不念旧情的人，毕竟是陪自己一路走来的。想到这里，陈宇对于这张灵神像图纸可谓随即势在必得，心里已经做好了被长期压榨的打算，区区一些粮食不足挂齿。陈宇，看来麦克阿瑟也是注意到了这个方法的弊端，所以选择与我交易。麦克阿瑟，怎么会？陈，这可是我都不舍得用的好东西，要不是因为我庇护着如此多的人，我都不打算拿出来交易。咦，等等，事情有些不对劲。此时看到对方回复，陈宇惊疑，保护区。对啊，对方建立了保护区，按理来说已经是打算使用这东西了。陈宇可不相信这家伙会真的这么好心，好吃好喝的保护别人。可是这个麦克艾瑟已经建立保护区了，已经具备了收集信仰的条件，可是怎么还会把这些东西卖出来呢？想到这里，他心里顿时一惊，不会这家伙有不少这灵神像的图纸吧？不可能不可能！陈宇连忙摇头，就是壁炉这种普通设施图纸都屈指可数，更何况灵神像图纸，就算有着不少，也不可能都在一个人手里啊。除非陈宇想到一个可怕的猜想，对方可以复制。死！难道这个麦克阿瑟有着可以复制物品的道具？这个想法让陈宇心痒难耐，这是多么惊人的道具！如果对方真有这种道具，自己那什么升级卡、庇护之罩、战神之戒就差远了。对了，如果麦克阿瑟已经打算自己走香火成神之路，不应该把这些秘密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吗？到处卖灵神像图纸，岂不是暴露了自己？陈宇眉头紧皱，现在玩家都可以相遇，甚至有了可以偷家的道具，他不信这个麦克阿瑟没有了解过，未来玩家之间很有还会进一步交流。不对，陈宇眼睛熠熠生辉，香火之路瞒不住的，赌不如输。对方看似交易，实则大肆撒播香火成神的路，他在寻求盟友。我敢肯定，等会交易的契约内容绝对会有类似不能相互攻伐、算计的友好条约，甚至建立神道联盟来打压其他道路的玩家，占尽先机，以神易万道。好算计，真是好算计，都算计到这么远了，真是小瞧人了。我说那有那么多漏可以捡，那有那么多有宝不自知的沙比，原来一个个都这么阴险。香火成神之路，一个人独行真的太危险了。但是如果是一群人呢？一群迅速和大部分玩家拉开差距的玩家，而且还是友好互助联盟，彼此守望。死！如果真让他建成了，怕不是这第一的工会就要易主了。甚至这些玩家还会大肆收养那些普通玩家，借助信仰快速提升实力，在下一次玩家排名中直接霸占大量黄金玩家称号，而且还能通过契约中的长久粮食交易，把控那些可以大量产出粮食的玩家，进而接管交易商场的粮食命脉。好，好啊，好一个正大光明、善良有爱的麦克艾瑟，圣母心，我去你妈的！比木紫薇还要会算计，阳谋！就算我发现了，
估计麦克阿瑟也没有关系。怎么减？无论怎么减，下一次玩家称号排行榜、工会排行榜，必然有着大量香火之路的玩家。怎么破局？破个几把，打不过就加入。老子从来都是能屈能伸的，反正我宠物多，我让宠物走还不成吗？大不了再凝练香火、精神分身，主打就是一个加入。当然，看破不说破，该砍价砍价，该交易交易。最后商量好，陈宇果然在契约卷轴里面发现了类似友好互助的条约，甚至购买了灵神像图纸之后，麦克阿瑟还加了自己好友，并且把自己拉入一个群，群名诸神。第80章，自己和自己签订主仆契约。群昵称神明，就叫宇德了。又有新朋友来了，大家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恭喜神友！什么鬼神友？我还道友呢！你们几个别逼逼了，把新人都吓跑了。Hello， 小弟弟是那个黄金称号玩家啊。雨神，牛逼啊！好牛逼的名字！宙斯快出来，看看这是不是你爸在外播种的儿子？新人好呀，我的神名叫莎士比亚，草你麻痹，日尼达耶，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雨 ，Hello， 请问与你是购买的灵神像图纸，还是专属定制的灵神像？雨，这个有什么区别吗？没啥，就是购买图纸的是被群主认可的实力很强的黄金称号玩家，定制灵神像的则是各种等级的玩家都有。雨，原来是这样！老天，群主发现了一座遗迹。什么？终于又出现遗迹了！上次老子来的晚，没有进入上一次遗迹，这次一定要进去。这次是什么遗迹？看不懂上面说的什么，不过根据群主探测，遗迹是永夜纪元破碎的一块纪元碎片，无尽岁月打磨形成的遗迹。危险程度怎么样？群主大还没有探索，等他探索后就知道了，最多3天就行。担心啥？反正我们有群主的守护天使的神圣守护，一旦遇到生命威胁就会自动退出。奥利给！下一次我一定成为黄金称号玩家。没错，到时候我们群说不定都是黄金称号玩家，想想就令人战栗。群公告：3天后群里玩家可以报名，一同探索永夜纪元的遗迹。遗迹最高等级只有20级，遍地各种稀有材料矿物，甚至不乏各种品质的宝箱，敬请期待。群主可得给我们留点汤喝。放心吧，遗迹可是大得很，别说群主一个人，就是我们所有人进去，也不见得能探索多少。嘿嘿嘿嘿嘿嘿，笑傻了。群主，我举报群里有傻子。陈宇看着这些消息，低头思考。遗迹，那是什么东西？不等陈宇细思，打算从世界频道寻找蛛丝马迹。这边麦克阿瑟又发来消息。麦克阿瑟，陈，3天后遗迹，去不去？遗迹里面拥有很多稀有宝物，甚至还有旧时代的宝藏。陈宇，我再想想，等3天后再说。麦克阿瑟，好的，随时等你的消息。陈宇虽然很心动，但是对于前往遗迹确实有些迟疑。虽然契约里面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但是契约是死的，人是活的，就怕别人有什么手段可以钻契约的空子。信仰金身，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用这具身体前往。3天时间，不知道够不够自己凝练一个信仰分身。虽然自己信徒很少，但是灵神像里面说了，同级情况下，人族的信仰要比其他种族更容易获得，也更加精纯。自己有着技能500奴隶，应该可以勉强祭炼一具信仰分身。对了，等级越高，信仰越庞大。自己可是有着几十个10级以上的灵物，更是有着小松子小白子，不如让他们给自己提供信仰，短时间应该可以祭炼出一具不错的信仰分身。想到这里，陈宇一喜，当即执行。不过选取材料时，陈宇再三考虑，又从大青石身上敲下来一块。根据灵神像图纸的信息，先是用图纸制作成灵神像，放入大青石和自己的血液。一个仅有1尺高的灵神像出现在陈宇手里，宝箱庄严，面目和陈宇一般无二。接下来就是要完成信仰分身的祭炼，毕竟现在的只是神像，算不得分身。有着详细步骤，陈宇按部就班的完成，很快就差最后一步，使用里面记录的秘法截取自己的一缕灵魂。草泥马，这么疼！陈宇疼得全身抽搐，直接倒在地上，胡乱的往嘴里塞了一大把对于精神有着好处的东西。过了好大一会才缓过来，睁开眼睛的陈宇突然出现了2个视角，一个视角自然是他本身的，另一个就是灵神像的。视角里面出现一个庞大的陈宇本尊，顿时让陈宇极为惊奇，不断的把玩手里的信仰分身，那感觉很奇特，很奇妙。信仰分身也如同活了过来一样，虽然还是石头身，但是也眨巴着眼睛，惊奇的打量着自己本体。很帅。但是片刻，2个陈宇眼皮突然一沉，全都露出阴笑。只见陈宇竟然拿出一沓契约卷轴。是的，陈宇要和自己的分身签订主仆契约，就很奇葩，简直是史无前例。
对于一个资深小说迷，陈宇看过太多分身诞生独立意识、脱离本体掌控的了。虽然那是小说，但是天马行空的各种想法给他带来很大启示。所以陈宇一开始就没打算把这个信仰分身真的看成自己，而是看成奴隶，把自己看成自己的奴隶，还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甚至包括本体死、分身死、分身死、本体不死。原本如果陈宇本尊死，割离出的这一缕灵魂是可以独活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不错的保命办法。但是陈宇不觉得自己这样还算活着吗？毕竟连系统都不能用了，系统都不承认分身是自己，不然为啥不能打开面板？所以割出去的灵魂就不是自己的灵魂，自己可以奴役他，但绝对不会把他真的当做自己。就算现在这具分身真的就是自己，就如同一个身体的左右手，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手就不会扇自己大耳刮子。陈宇对自己可是真狠，直接给自己分身使用了10道契约卷轴，把苦思冥想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直接写了10遍。分身抬起自己的小手，看着自己的身体，非常满意。现在分身和本体都还是一个人，但是2只眼还看不到完全一模一样的世界呢，小心准没大错。下面就是凝集信仰了。陈宇低声道，意念通知各个宠物，一时间庞大而精纯的信仰瞬间汇聚，如同海浪一般拍打侵蚀神像。陈宇也是越加鲜活，通体金光缭绕，宛如真的有血有肉一般，身体不断变大。在最后2道小松子和小白子的恐怖信仰涌入陈宇身体后，血肉衍生，信仰分身在顷刻间变得和陈宇本体一样大小，有血有肉，唯一的区别就是衣服不同。陈宇看着这个看起来非常严肃的自己，好奇的伸手捏了捏脸，惊叹这石头比硅胶弹性都好。陈宇感觉脸上怪怪的，明明是自己捏自己，但是又像别人捏自己，还装模作样的对自己说，嗨嗨，别闹。第81章36灵物碧水珊瑚。信仰金身经过2尊30级灵物的灌注，等级直接比陈宇还要高2级，达到了11级。而且让陈宇惊奇的是，自己的个人面板上又多了一个分身的信息，并且分身的具体信息和本尊差距很大。与其说是分身，不如说是宠物，因为面板和宠物类似，不像本体那样具有详细数据。陈宇信仰金身，等级11，灵值551，忠诚度100%，天赋神乐，技能阵地、丹山、定神、变心、神道金身、信仰之火、封地之神。血脉5星神之血脉，山5星血脉，竟然是5星血脉。看到信仰金身的信息，陈宇眼里一阵火热，没想到取材大清时结合信仰之力，竟然让自己的信仰金身觉醒了5星血脉。虽然所谓的神之血脉陈宇看不懂，也不清楚是什么，但是凭借这2个字5星，足以说明神之血脉的强大。况且能贯之以神，血脉必然有着不一般，说不定比一般的5星血脉都要强大。对于自己这个信仰金身，陈宇是非常满意。不过这次能提升这么快，全是因为第一个信徒第一次的信仰之力都会比较多，所以实力才一下子提升到了11级。以后就没有这么好的事情了，只能缓缓提升。况且他还有4只宠物呢，不过4只宠物他决定让那些奴隶去信仰。这些奴隶数量不多，自己暂时就不与宠物争抢了。将4只宠物换过来，采集了小田鼠的毛、风行的血、土拨鼠的毛、灵后的灵粉，铸造了4座宠物的灵神像，并且陈宇把吸收信仰之力的方法告诉他们。此外还有如何借助灵神像施展自己的能力，如何聆听信徒的愿望，同时教导宠物如何扮演一个合格的神灵。教导了一会，麦克阿瑟突然给自己发来一本书《神灵基础成长手册》。陈宇翻看一遍，发现里面内容非常详细，堪比手把手教导。于是陈宇干脆扔给宠物自己学习，同时让翠鸟把灵神像带进村子里面，交给村长建造祠堂供奉。忙完这些，陈宇抽出手，这才休息了会，脑袋现在还隐隐作痛。信仰金身则是恢复原形，变成一个1尺高的神像，落在小白子树身下。虽然灵神像主要靠信仰之力提升实力，但是灵气作为万金油，对于实力提升自然也是有着好处的。今天陈宇和麦克阿瑟的交易契约有效时间就是开春，也就是冬天结束，大约还有2个半月的时间。在此期间，陈宇会每天提供给麦克阿瑟1亩地产量的土豆、1亩地产量的红薯、玉米、小麦各是1亩地，1亩地产量的各种蔬菜瓜果。因为陈宇在交易所上架过一部分的原因，所以麦克阿瑟知道陈宇都种着什么，好在并不知道产量。麦克阿瑟很精明，没有选择以斤作为单位，而是以亩作为单位。这麦克阿瑟极为狡诈，死咬着一天如此多粮食不放。陈宇也是只能砍到这一步。哼，区区一天5亩地的产量，不过蝇头小利而已，我才不心疼。陈宇捂着心口，脸色扭曲，痛。
痛到无法呼吸。这个麦克阿瑟有着神秘特殊手段，知道了他的一些信息，所以让陈宇砍价陷入劣势，最后以这每天5亩地成交。好在对方知晓自己现在有着数百亩地，但是并不知道自己即将开垦出8000亩地，这才让陈宇钻了空子，同时也更加警惕，怀疑对方或者他的朋友可能有着类似魔镜一样可以回答问题的东西。毕竟之前无聊刷世界聊天时，陈宇就见过类似的东西。可别小看了这一天5亩地的产量，陈宇的领导可是3星领地，1亩地的土豆产量高达3万斤，1亩地红薯产量高达2万斤，1亩地玉米小麦产量高达5、6千斤。瓜果蔬菜因为可以持续采集3、5天，1亩地也有1、2万斤，所以陈宇一天就要给麦克阿瑟提供高达6万多斤的主粮，1、2万斤的瓜果蔬菜，能不心疼吗？陈宇每想到，几乎感觉喘不过来气，想要抓起狗带麦克暴锤一顿。对方绝对有着那什么魔镜一类的道具，不然怎么能准确知道自己有着800亩地，而且还知道自己刚刚收成了800亩粮食蔬果。是的，对方直接精确说出800亩地。好在对方似乎那东西也不是随便用的，不知道自己的地是15天一收成，所以陈宇装作被对方拿捏，最终一番拉扯才以1天5亩成交。这个交易额已经十分惊人了。虽然陈宇看着自己的信仰金身越看越满意，但是想起自己要一天给对方大几万斤的粮食，还要持续2个半月，就感觉脑瓜子嗡嗡的。算了，以后我再捞过来就是，下次让信仰金身去那什么永业遗迹，聆听新生的天赋信仰金身也继承了，自己绝对要狠狠搜刮。陈宇想到这些，心情多云转晴，哼着小曲准备去采集碧水珊瑚。碧水珊瑚是36灵物之一，分为主根和副根，主根才是镇守灵气节点的开灵灵物，副根只能算是天材地宝。如今灵地晋级，碧水珊瑚衍生出不少副根。碧水珊瑚原本就生在岛屿东部的一个小型内湖里面，有着几十米宽阔，如今岛屿扩大，面积也是增大10倍，也算是不小一座湖。因为碧水珊瑚的原因，陈宇干脆叫碧水湖。如今算是岛屿2大湖泊，另一个就是有着净眼灵泉和月棒的月湖。不过月湖毕竟刚刚诞生，里面非常贫瘠。这次陈宇采集碧水珊瑚有着2个原因，第一自然就是采集一部分碧水珊瑚副根栽到月湖湖底，因为碧水珊瑚2大作用之一就是对于水生植物生长有着很大好处，可以促进月湖的变得富柔。第二个也是陈宇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炼制碧水珠。碧水珊瑚2大作用之一，另一种就是碧水。碧水珠图纸是猎杀苍冥大鱼获得黄金宝箱开出的，到现在一直都被放置，甚至还没有被工作台学习。如今碧水珊瑚衍生出不少灵物珊瑚，虽然不是开灵的智慧生命，但也是难得的宝物。如今炼制碧水珠，不仅可以让碧水珠获得碧水的作用，说不定还能获得催生的作用。陈宇打算在月湖湖底开辟一个水下农场，以后获得珍贵的水属灵植就种在里面。很快来到东岛碧水湖，潜入湖底，各种丰富的鱼群穿梭在水底各色水生植物之间，五颜六色的珊瑚、海带、水草，甚至有着形似水晶的小树，比月湖湖底丰富太多了。毕竟这个碧水湖原本就存在岛屿上不知道多少岁月。没有着急前往挖碧水珊瑚，陈宇也是第一次潜入湖底，来到那水晶树前面，咔，一根树枝折断，叮！恭喜玩家获得5级灵物材料水晶枝。第82章炼制碧水珠，湖底农场，竟然还是5级灵物材料，不错不错，看来碧水湖里面可不只是有着碧水珊瑚这一种宝物啊。陈宇查看水晶枝的信息，发现水晶枝是一种材料，可以用于装备图纸的主材料打造装备，同时也可以给装备附魔，会让装备获得透明效果或者坚固效果。不过虽然材料不错，但是陈宇可不想裸奔，自然不会给青铜轻甲附魔，干脆就先放着不管，以后说不定会用到。碧水湖地并没有多少水晶树，稀稀疏疏大概生长了10几棵。观察一番发现，这些水晶树都是从根部直接长出小树苗，小树苗长到3尺高，就会从裸露的根茎上脱离，然后随着水流流到其他地方。陈宇想着，有着小白子的生枝叶泡的生枝水，就算刚出土的幼苗也能成活，干脆把10几棵水晶树根部的幼苗薅了一空。大大小小幼苗一共有着30多棵，小的只有拇指高，大的已经3尺，估计过2天就能脱离主体自行生长。陈宇先试着取出一棵水晶树，最小那个拇指高的，随便找了一个位置栽到湖底，把生枝叶泡的水倒出，湖底的水瞬间变成翡翠色，浓郁点生机散发出来。不过周围2、3米内没有什么水生植物，所以这些生机全都被水晶树幼苗吸收，仅仅消耗了少一部分水。一片生枝叶是小白子消耗50灵植凝聚，大概也就是相当于消耗了2、3个灵植的程度。水晶树就成长到了3尺高，成功扎根活了下来，成为出生的1级灵物，当然是没开灵的灵物。毕竟开灵哪有那么简单，多少灵物终其一生不过是别人口中的宝物。见到水晶树轻易成活，陈宇也是眉开眼笑，剩下的30多株
他打算全都种植到月湖，给月湖充点门面。现在的月湖一穷二白，连月棒都是躺在湖底碎石堆上，想想就寒酸。想一想，如果月棒躺在五颜六色的珊瑚上，周围还有晶莹剔透的水晶树，随着水流摇曳的碧绿水草，以及一个个碧水珠开辟的湖底小气泡，气泡里面生长着各种农作物，简直绝了。为此陈宇非常振奋，而且月湖有着月棒夜晚吞吐月华之力，月华之力和灵气节点的浓郁灵气结合，相信要不了多久，月湖湖底就会长满各种奇花异草。在碧水湖里面采集了不少各种水生植物，这些到时候都种在月湖湖底。最后陈宇才来到碧水湖里面的至宝碧水珊瑚前面，一大片宛如翡翠一般的珊瑚长在一片凸起的湖底丘陵上，这个湖底丘陵就是36个灵气节点之一。此时丘陵上还有淡淡的月华笼罩，显然是月棒输送过来的月华之力。在月华之力下，碧水珊瑚长得更加繁盛。陈宇这次没有采集太多，只采集了9份碧水珠所需的分量。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现在月湖并不大，制作太多碧水珠也用不了，而且采集太多碧水珊瑚对于它们的生长也会造成影响。至于碧水湖，陈宇倒是没想过要开辟湖底农场，一是湖底本来就各种植物繁盛，水草丰茂，由于成群根本没有太大空间作为渔场就行了；二是就算建立湖底农场，大概率也种不成，因为碧水湖各种鱼虾太多了，很容易进入气泡里面，对里面的东西造成破坏。至于月湖，不仅有着净眼灵泉、月棒守护，陈宇更是可以命令皓月银鱼王率领他的族群守护，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被鱼虾破坏。返回到地面，回到小院，让工作台学习碧水珠图纸，没多久就全部制作出来。一枚碧水珠可以开辟一个直径10米、高5米的空间，将湖水隔绝在外。9枚碧水珠，中间的那一颗是陈宇采集的碧水珊瑚主根炼制而成，可以开辟直径30米、高10米的湖底空间。其余8枚放在8个方向。至于刚刚采集的各种水生植物，当然是种在气泡之间的水里面。9个湖底农场先留着，等以后收集了珍贵的种子或者植株再种植，让碧水珠先酝养着。用碧水珊瑚制作的碧水珠确实继承了碧水珊瑚的生长的特性，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也可以令贫瘠土地积攒生机，变得更加肥沃。眼看天色不早，制作好了碧水珠，陈宇也就没有着急前往月湖，打算明天一早再去。各种物品也都留在背包里面，例如水晶树幼苗、碧水珠、各色珊瑚礁、水草种子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各种鱼卵和虾蟹幼苗，明天用来充实月湖。先祖村，一群忙碌了一天的村民，在村长的举办下，祭拜了4座神像之后，开始陆陆续续的回家。天黑之前，全部村民都进入木屋里面，并且村长再三叮嘱，无论外面发生什么，都不要开门。这些召唤来的村民，估计因为是凯撒一起召唤的缘故，有着不少是一家子都召唤来的，所以这些人自然也是住进一个木屋，因此还有不少空置的房子。这些房子散散落落，有的3、5个聚在一块，形成一个大院子，有的则是孤零零的坐落在角落，无人问津。黑暗如同潮水一般涌过来，迅速席卷天地，一股令人心悸的恐怖气息弥漫，仿佛黑暗中的世界和白天不是一个世界。不少村民看了一眼，匆匆的关紧门窗，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仿佛有着大恐怖会把人拉入一个黑暗的世界，再也回不来。陈宇的院子灯火通明，土拨鼠每天一到晚上，现在就自主的踏上跑步发电机，非常努力，一直发到深夜12点。这倒是让陈宇不好意思了，决定土拨鼠每发100度电就给1枚启灵米果。土拨鼠大喜，更加努力，常常一夜不眠，就是为了给几只小土拨鼠多挣点启灵米果，好早日开灵。虽然他答应不会离开自立门户，但是也可以依附岛屿，重新建立一个家族。灵岛之上灵物繁多，开灵的灵物更是有着上百，其中已经成了气候的族群，也有几个各种灵物为了增加在灵地之主陈宇心里的地位，可谓是手段频出。例如河马族群，河马王是黑蛋的小弟，黑蛋可是陈宇极为看重的宠物，作为天地异兽，在陈宇心里地位隐隐还在小松子小白子之上，所以河马群可是硬关系户。还有皓月银鱼群，皓月银鱼王作为清点的水中坐骑，那地位也是不用说，未来发展前景可观。还有翠鸟疯狂播种发展的翠鸟族群，作为最早跟随的元老级宠物，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领岛上都有它一席之地。关系最硬的还得是风行的神风豹族群，风行的地位可以说是在陈宇一众宠物里举足轻重，而且更是4大灵神像选中者。虽然现在只有2代4只豹，但是都已经开灵，实力强劲，位列领岛第1族群。所以土拨鼠可是压力山大，每天白天聆听信徒奴，努力收集信仰，晚上在跑步发电机上为了多挣点启灵米果努力奔跑。曾经潇洒随意吃喝玩乐的土拨鼠一去不返。小土拨鼠呆毛，小叔小唐叔叔，小土拨鼠中分头，吃
叔，吃，壮壮！土拨鼠浑身一僵，直接从跑步机上摔下来，连忙爬起来，抱起呆毛和中分头，激动的滋滋乱叫。土拨鼠，糖糖，好啊！开灵了，开灵了！哈哈哈哈！小灰兔，不就是开灵吗？有啥好激动的？我儿子可是先天开灵。看得出来，对于生出一个先天开灵的儿子，小灰兔非常骄傲。土拨鼠，糖糖，哼，你儿子没一个像你的，别在我眼前晃，绿的差点都闪瞎我了。小灰兔，胡说！你胡说！瞧瞧这一个个长的，这长长的耳朵，这小小的鼻子嘴，哪里不和我像了？小白兔，老公，亲亲，么么哒，乖乖们，快叫爸爸！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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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小灰兔满目柔情，就算不是我亲生的又能怎样？难道他们不是叫我爸爸吗？床上，陈宇正和一个女玩家激烈的探讨。陈宇面红耳赤，不行，就这个价，爱卖不卖。你怎么这样？简直就是白嫖，没天理了！第83章消失的村民。经过一番剧烈的砍杀，陈宇终于拿下自己看中的东西——水晶稻米，一种蕴含丰富水属性灵气的稻米。找到这个水生作物，可是在交易商场逛了好大一会，一共3斤，可以用来直接种植，是陈宇用10斤小麦面粉换的。这个价格确实砍得有点狠了，陈宇都不太忍心，只能昧着良心含泪拿下。水晶稻米要是知道自己堂堂灵物居然只值10斤普通面粉，估计能气得原地开灵，叫骂一顿。明天开辟出湖底农场，就把这些水晶稻米种到里面，有着月华之力和浓郁的灵气，1-2个月应该是可以收成的。水晶稻米虽然不能给陈宇提供多余的灵值，但是作为皓月银鱼的饲料，简直不要太好。说不定等到这个冬天结束，现有的几十只皓月银鱼都能开灵。而且月棒、黑蛋、河马它们都可以吃，对于它们水属性灵物成长都有很大好处。把水晶稻米放进背包，陈宇开始练习吐纳术，每天2点灵值，雷打不动。现在陈宇每天增加6.2灵值，因为系统建议食用灵物的最佳配比是食用灵物提升的灵值不要超过吐纳术获得灵值的一半，所以陈宇每天通过食用灵物获得1点灵值。3星灵地为他每天增加3点灵值，聚灵玉石增加 0.2， 加在一起就是 6.2。 经过上一次提升，陈宇等级达到9级，灵值积攒到了430，距离积攒9级的90灵值到450的满灵值只差20，灵值突破450后就是10级了，所以陈宇只需要4天就能突破。今天是第13天，再过3天刚好是派遣信仰金身去永夜遗迹的日子，到时候自己也能突破到10级。先祖村一个木屋的门，外面突然传来拍门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每次都是4下，然后停顿一会，继续开始敲门。房间壁炉被点燃，昏黄的光点亮木屋。一个消瘦的中年男子不耐烦的起来：“谁啊？大半夜让不让人睡觉？”吱呀！房门打开时发出沉重的吱呀声，让中年男子眉头一皱。白天他开门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难道门这么快就坏了？不会是外面那个杂种把他门撬坏了吧？中年男子脸色阴沉地走出去，黑暗将男子身体淹没，隐隐传来一声惊疑：“怪了，这晚上外面怎么和白天不一样？明明男人没有动，但是声音好像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天亮，打开的房门依然没有关上。大树，王大树，过来吃饭了。吃完赶紧去捡耕地里的石头了。一个住在旁边的婆娘还没出门就大喊，等到开门，发现旁边的门竟然已经打开，嘀咕了一句：“说好的到我家吃饭的，怎么一个人先走了？”这婆娘有点远见，来到第1天就给自己物色了一个夫婿，准备过些天熟悉就重组一个家庭的。结果第1天这男人就不守信，婆娘顿时感觉这男人不靠谱，嘀咕2句，吃了饭就匆匆去地里。昨天晚上和马大军就开垦了不少土地，村长昨天晚上召集村民，打算先把这块地收整好，碎石头挑拣出来给种上。他们有着近500人，1天1块地，河马那边开垦新地，这边种植开垦好的地，到时候收成粮食也不用挤在1天。过了饭点，村长开始在村子中央的广场上点名：赵石头到，刘氏到，刘小花到，王大树王大树，王大树，王大树去哪了？还没起床？村长皱眉询问：“你们有谁知道王大树吗？”村长，我早上起来时见到王大树已经开门了，应该是起来了。早上那个婆娘说。村长脸色低沉，先继续点名，点过名的先去地里捡碎石头，捡的碎石头垒在田垄上。我点完名去找这王大树，我倒要看看他想要干什么，到时候仙人怪罪下来，直接驱逐到迷雾荒林中。
接下来，村长继续点名，很快将500人名字点完，召集了几个人搜寻王大树。陈宇早晨醒来便去月湖，今天任务繁重，毕竟背包里面一大堆要重的东西，而且在水里工作肯定比地面效率要慢得多。好在有着避水珠，陈宇不用在水里像一块抹布一样飘来飘去，手里拿着一枚避水珠，先把水晶树、珊瑚礁以及水草种子撒取出。月棒还特意配合多释放不少月华之力，水草种子瞬间生长出来，甚至有些水草种子还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水晶树也全部成活，珊瑚看起来倒是没有大变化。忙活了半天，将各种水生植物栽种完，把9枚避水珠也安放好。陈宇为了安放避水珠，还特意购买了9个图纸制作的石柱，石柱类似祭祀用的，上面雕刻各种巨兽山水，1丈高，3尺直径。陈宇把避水珠直接嵌入里面。忙完这些，就是准备种植水晶稻米了。水晶稻米不多，只有3斤，几乎不费多大功夫就被种植好。忙完这些，陈宇走到避水珠边缘，直接进入水中，换来皓月银鱼王回到地面。另一边，半天过去，藤墙之内都找了好几圈了，除了那有着猛兽灵物的山林，全都翻遍了。村长依然没有找到王大树。村长顿时感觉有些不妙，心绪不宁，匆匆向着祠堂去。院子，陈宇听着土拨鼠的话，脸色顿时一沉。竟然有人在岛上消失了！陈宇目光深邃，他可是让金皇后灵后派遣了不少蜜蜂盯着，几乎每一个村民都被数只蜜蜂盯着。叫来灵后，灵后听到指令，把监视王大树的蜜蜂换过来。这些小蜜蜂并没有智慧，只知道机械地接受命令，因此王大树消失后，没有目标的他们一直在王大树木屋里面。片刻后，陈宇低头，目光闪烁。夜晚出门消失的吗？黑夜里到底有着什么？土拨鼠下神谕，天黑出门者放逐。吱吱吱，土拨鼠是。第84章苍冥大鱼材料炼制的装备。现在村子里面，因为土拨鼠堂堂是最努力的，自然土拨鼠灵神像也是最灵验的，所以基本有啥事都是土拨鼠第一个知道。如今4只塑造灵神像的灵物已经有异象隐隐显露，变得有些威严，身体隐隐带着几分神气，就是小田鼠那憨憨懒懒的样子，看起来都莫名有着某种威势。更别说金皇后灵后了，皇气与神气兼具，看起来让人不经意的升起肃穆与敬意。驱散了土拨鼠和金皇后灵后，陈宇低头陷入沉思。黑夜究竟有着什么，竟然能让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眼皮子底下消失？看着外面生机盎然、充满灵气的岛屿，陈宇感觉前所未有的陌生。这种陌生感比第一次来到迷雾森林更甚，就好像眼前的世界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让陈宇莫名的升起寒意。要知道，黑夜无处不在。看来还是当前玩家等级太低了，不足以触碰更深层次的东西。或许在未来某一天，玩家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接触黑夜的秘密。摇了摇头，陈宇抛开这些念头，他现在连迷雾都看不透，又怎么可能看穿迷雾之下的黑夜？如今还是努力提升自己为好。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偏偏人类就不能在晚上出门，其他灵物明明没有任何事情。终于空闲下来的陈宇开始正式取出月华珠，淡淡的月华之力散发出来，陈宇开始修炼小神通幻月术。村中村长叮嘱了村民王大树的事情后，让大家引以为戒。惊慌一阵的村民随着时间流逝也淡忘，继续开垦土地。转眼2天过去，村中不少家庭已经渐渐适应了这里安逸且舒适的生活节奏，不少家庭重新组建。种地其实不用咋费心思，耕地有着河马，种子直接撒就行。不过大多数村民不舍得，还是喜欢种的精细点。近500人，几十只河马开垦的土地根本不够种的，因此不少人有着空闲时间，收拾点柴火，打造点简单的家具，门口开辟点菜园啥的。对于他们来说，这里就是传说中的桃花源，甚至比桃花源还要好无数倍，因为他们的子孙很有可能会被选中，成为那天上的仙人。就算不成，被4大神灵选中，当个神使也是高高在上，可通达天听。陈宇终于睁开眼睛，3轮淡淡是圆月在背后升起，明明是白天，房间却洒满银灰。终于修炼成幻月术了，不愧是小神通，哪怕只是残缺，竟然也如此惊人。陈宇啧啧称奇，1轮圆月可以使他战力翻倍，达到双倍战力；2轮圆月可以使他战力再次翻倍，达到4倍战力；3轮翻倍之后，更是恐怖的8倍战力。难以想象，完整的幻月术又该恐怖到什么程度？小神通就如此恐怖，大神通呢？陈宇想象不出来，只觉得这个世界更加深不可测。今天已经是第15天，陈宇的灵值也达到 448.6， 明天便可以突破到10级，而且信仰金身也又突破了1级，达到12级。更加惊人的是，陈宇学会的幻月术也可以共享过去。当然，信仰金身的能力，陈宇也可以使用，甚至信仰金身的信仰之力，陈宇也完全可以调动。
相当于信仰金身是陈宇的信仰之力的储存罐，让他不仅可以使用，而且不用担心自身被信仰之力浸染。明天就该去永业遗迹了，不知道所谓的永业纪元是什么，遗迹里面都有什么好东西。陈宇想要打开面板联系麦克阿瑟，发现对方早已经给自己发布信息，只不过陈宇修炼幻月术就屏蔽了所有信息提示。麦克阿瑟，陈，明天就要前往永业遗迹了，里面据说可以接触黑夜的秘密，我这几天只是刚刚破开遗迹封印，因为黑夜的原因，只敢在遗迹周围徘徊，一直不敢自己进去，所以也就没有探索。不知道陈知不知道黑夜的恐怖，我庇护所中的不少人都被黑夜吞噬，没有任何迹象的消失了。收到请回复，亲爱的陈。看着麦克阿瑟的消息，陈宇眼皮一沉，心里却是丝毫不平静。黑夜的秘密，永夜遗迹，和现在的黑夜有什么关系呢？看来这次就算牺牲信仰金身，也有必要让信仰金身前往了。不过自己只能等信仰金身回来才能知道消息，这期间对于其他玩家也是不得不提防。别说进入永夜遗迹这样的小天地，就是凭借现在陈宇现在的实力，距离稍微远些都无法接收信仰金身的记忆，这也是陈宇一直没有把信仰金身看作自己的根本原因。就算两者灵魂同出一源，但是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阅历，以后会使主体和分身未来产生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是单纯的记忆共享可以弥补的。更何况陈宇不可能给分身共享自己的记忆，对于分身的记忆，陈宇也只会像是观看一场电影一样。从这一缕灵魂分出的那一刻，他是陈宇，但陈宇不是他。陈宇起身来到一个石质储物柜前面，里面放着各种稀有材料。看来要给信仰金身打造一身好装备了，不然凭借12级的实力，对于那未知的永夜还太过危险了。小松子是不可能让一个分身带走的，那可是陈宇的家底，就算这个分身折了，都不能折了小松子，陈宇自然不会让小松子冒险。万一出了意外，那真是动摇根基的。永夜遗迹再重要，也比不过自己的领导重要，比不过自己的发展重要。派遣信仰金身的原因，只是因为黑夜的秘密比依据信仰金身要珍贵而已。从石质储物柜里面取出陈宇想要的东西，苍冥大鱼的一张皮以及一根骨。陈宇，你好，你是炼制装备的那个玩家是吧？帮我看看这2样东西能不能炼制，签订契约，价格包你满意。莫大锤，王德发，30级。莫大锤，没问题，契约钱我出。第85章猫儿草的剑气。此人是世界聊天里面专职炼制装备的玩家。这个莫大锤掌握好几种没有材料限制的装备图纸，没有材料限制的意思就是一张图纸上的装备，你用铁可以打造，用铜也可以打造，甚至各种珍稀矿石都可以。这种装备图纸珍贵程度自然不用多说。据传闻，这个人甚至有着自创图纸的能力。莫大锤曾经就收购过空白图纸，很可能手里几样图纸就有他绘制的。莫大锤手里一共有着3种没有材料限制的装备图纸。铠甲图纸可以用各种材料打造成铠甲装备，并且保留材料特性，甚至可以根据材料特性衍生出装备技能。另外2种就是长弓图纸、长枪图纸，3种图纸都没有材料限制。像是莫大锤这样的玩家，借着自己手里掌控装备图纸，在交易商场里面帮人制作装备的、赚取资源的有着很多，但是掌握这种没有材料限制图纸的，整个交易商场翻遍找不出5家，另外3家还只有1种这类图纸。陈宇就是想要让其用苍冥大鱼皮炼制一套铠甲，苍冥大鱼骨炼制一把长弓。想了想，陈宇看着那把长枪图纸，又取出一根苍冥大鱼骨交给对方炼制。把这么珍贵的材料交给对方，陈宇当然要签订契约才放心。签订契约后，陈宇才将材料给对方，价格是1件30个银块，和材料品质无关，材料好不好都是1件装备30个银块。30个银块可不便宜，30个银块可以轻易换到3000个铁块，但是3000个铁块可不容易换到30个银块。等琢磨大锤装备制作的功夫，陈宇闲着四处逛逛岛屿。林后，主人，我的疯子疯孙发现一座大岛，很大一座岛，在大湖中，距离我们领岛只有20几公里。陈宇看着找过来的林后从森林路身上下来。岛屿上面有什么？这么着急忙慌的？林后，主人，那座岛屿不小，上面灵气充裕，不下于1星灵地，有的地方灵气更甚。根据我那些子孙传来的消息，今天早上岛屿上面芳香四溢，这才吸引了我的疯子疯孙。岛屿上明明被大雪覆盖，但是百花齐放，绝对是有着品质非凡的天才地宝出现。陈宇思考片刻，点点头，我知道了，一会你让几只灵蜂给我带路。半个小时后，扬帆起航，船帆升起，一艘如同巨兽的大船乘风破浪，所过之处，无形的力量释放，冻结的冰层纷纷融化。船头站着的正是打工陈嗨嗨，
陈宇的信仰金身。是的，陈宇本尊躺在船尾晒太阳，打工陈神色肃穆地站在船头，前往开疆拓土。此行陈宇几乎携带半数家产，小松子正在宠物卡里面躺着呢。除了底牌小松子，还有风行、皓月银鱼王、黑蛋、翠鸟、大雁等等，反正能来的基本都来了，不能来的都守家呢。之所以来这么多宠物，陈宇就是想着，万一有什么大机缘，也能带着自己一众宠物飞一波。不过主力还是金身打工陈，陈宇则是准备先在岛上观望观望。别看信仰金身单枪匹马，就他一个人，实力可一点都不弱，拥有的技能不少，还获得了陈宇共享过来的幻月术，本身也有着五星山属神之血脉，实力不可谓不强，只要不是碰到20级以上的，基本死不了。打工陈现在和陈宇本尊还是一念两身，并没有差异化，所以两个还都是陈宇。苍冥帆船乘风破浪，船上各种宠物乱糟糟一片。小灰兔，老婆，快看，我们的岛变得好小。小白兔，都是当爸的人了，整天还这么没大没小。你瞧瞧人家土拨鼠糖糖，多有上进心。小灰兔，放心吧，老婆，我一定会把我们孩子抚养好的，到时候全都开灵，然后还要在岛上建立第一家族。小白兔，算你还有点志气。小灰兔，老婆，么么哒。翠鸟啊，草原，你好绿，绿是一道光，照亮我暗淡无光的生命。森林鹿，木奇，你对绿色有什么意见吗？木奇顶着绿的发光的鹿角，绿黄一闪，一根藤条从鹿角上延伸，瞬间把躲闪不及点翠鸟拉下来。翠鸟，飞也飞也，绿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我怎么可能讨厌绿色？没看到我也是一身绿吗？我再傻也不可能讨厌自己不是？木奇大哥，就放小鸟一把吧。森林鹿，木奇，哼，再给我瞎鸡巴乱说，我就让把你淹了。把自己栽倒花盆里的猫儿草捧着一本名为遮天的书，摇头晃脑。猫儿草，本仙子无敌世间，一夜斩落诸天星辰。哇咔咔咔！猫儿草，看我无敌法！本仙子终将登临地位，横推寰宇。翠鸟，对，又一个失心疯，看小说看傻了。上一个还是小松鼠。猫儿草，这小小青天鲲鹏也敢在本仙子眼前放肆。翠鸟，略。猫儿草，剑来！渣鸟受死！一道剑气突然从猫儿草身上射出，叽叽叽，一蓬鸟毛炸裂，翠鸟惊慌失措的闪躲。看着下面对着自己一阵突突的猫儿草，翠鸟开始怀疑人生。翠鸟，欧尼酱，难道这小说里面真的隐藏了什么绝世神通？翠鸟，区杂草，交出遮天宝书。翠鸟身体突然闪现碧绿华光，原本空中飘散的鸟毛突然绷直，变成一道道羽箭射向猫儿草。船尾的陈宇看着身后打斗的一众宠物，无可奈何的摇头。小松子，看着点，别让他们打出事了。一根树枝从宠物卡里面伸出来，几根松针掉落，飘落在一众宠物身上。猫儿草，渣鸟，本帝这就让你灰飞烟灭！吭！陈宇被声音都震得一激灵，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猫儿草。要说刚刚猫儿草只是突突的灵气凝练的攻击而已，现在那可是枪！一根草叶脱落，猫儿草身体一挺。猫儿草，渣鸟，剑来！翠鸟，妈妈呀！主人，猫儿草要杀鸟了，杀鸟了！第86章，到达岛屿。翠鸟叫得凄惨，可是手下也不留情。现在的翠鸟可不是当初的翠鸟了。陈宇第一次见到翠鸟时，等级不过2级，小小的和麻雀差不多大。此时的翠鸟已经是9级，如同一只山鹰大小，羽毛极其艳丽，宛如碧玺，修长的3根尾羽摇曳，颇有神鸟之姿。虽然没有什么血脉，但是一手碧落光种族天赋也是出神入化。翠鸟在空中翻腾，3根尾羽骤然一甩，一道碧光刷出，瞬间和剑叶撞击在一起。剑叶和碧光相互消磨，但是显而易见，碧光处于绝对劣势。叽叽叽！翠鸟，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助我！翠鸟大老婆，黄鹂、相公，我来帮你。翠鸟二老婆，秀眼啊，小猫草也敢欺负我老公。翠鸟三老婆，燕子、春风剪。3只早就在一旁盯着的灵鸟，听到老公发话，纷纷出手。黄鹂清嗓一声啼叫，剑叶光滑，顿时弱了3分。秀眼眼睛一瞪，2个白色光圈从眼里出来，直直套在剑叶上。燕子虽然是3老婆，但是不仅拥有2星血脉，攻击手段也是极其凌厉，种族天赋春风剪威势丝毫不输剑叶，一双形似剪刀的尾巴对着剑叶就是一剪，咔嚓，绷直的剑叶顿时化成2半，剑光随之溃散。只能说，就算猫儿草悟性非凡，但是面对拥有2星血脉的春风燕，还是差了不少。翠鸟的碧光没了阻挡，眨眼刷在猫儿草身上，把猫儿草的花盆都刷出去好几米，
不过毕竟被剑叶消磨了不少，而且猫耳草的花盆可是陈宇用生之液附魔过的金花盆，自然也没受什么伤害。猫耳草，哼，窝囊废，渣鸟，靠老婆算什么本事？有种和本女帝单挑啊！翠鸟，略，有本事你也找老公啊！谁说靠老婆就不是本事了？老婆们，你们老公有没有本事？黄鹂、相公在妾身眼里自然是顶天立地的。秀妍，老公棒棒的。燕子，哼，我夫君只能我骂，你这杂草算什么东西？猫耳草，你们真是给女人丢脸！堂堂女子汉，大丈夫，竟然如此给我们女人丢脸！呸！本女帝休与你们为伍。翠鸟，啦，单身草，略。猫耳草，你这臭鸟，渣鸟！我，哎呀呜！主人，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猫耳草带着金花盆，顶着一本小说，一蹦一跳的向着陈宇这边过来。陈宇扶额，好了，小猫草才不和他们一般见识。小猫草未来可是一夜斩落诸天的女帝，才不和一群小鸟见识。猫耳草，对哦，本草草可是未来的女帝，怎么能被几句话失了心神？看来我还是修为不到家，要精心研读遮天宝书。猫耳草，哼，现在本女帝打不过你们，但是要不了多久，本女帝炼本返元，你们加起来也不够我一招的。翠鸟啊，对，你牛逼！单身草，老婆们，我们去船帆上一览天地浩渺。秀妍，飞喽，去上面吹风去喽。黄鹂，妹妹当心，上面风大，躲在我身后吧。燕子，区寒风，看我春风拂柳。苍冥帆船上，一群灵物叽喳乱叫。小灰兔还不时地偷小豹子欺负，气得风行追着小灰兔到处跑。小白兔怀里揣着一窝崽子，看着湖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兔子小黄先天开灵，目光高冷，睥睨一切，看着不断找自己玩的黑蛋，非常不屑。但是那小模样在肥嘟嘟的兔脸上咋看咋好笑。皓月银鱼王体型硕大，如同一根面条躺在船板上，时不时还翻个面，让阳光晒得均匀些。陈宇在另一边询问系统，如果我晚上回来说晚，能不能凭借苍冥帆船抵挡黑夜？叮！经由系统直接或者间接制作的具有建筑性质或者房屋性质的物品，都具有抵御迷雾与黑夜侵袭的作用。这样吗？看来可以放心了。到时明天信仰金身去永夜遗迹，倒是可以打造一个食物给他带着。苍冥帆船航行，所过之处100米之内坚冰融化，化为滔滔湖水，在湖面上留下一条长长的痕迹。不少鱼群跃出水面，波光粼粼。今天倒是没有下雪，但是凛冽的寒风呼啸，吹在脸上像是想要拔下来一层屁似的。现在外面的温度已经下降到零下23摄氏度至零下28摄氏度这个范围。现在交易商场里面已经有很多普通玩家受不了，手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换取物资，干脆把自己挂在交易商场上卖。是的，走投无路的玩家可以把自己挂在交易商场上卖。说是卖，几乎和免费送差不多，毕竟自己都是别人的人了，自然没有所谓的自己的东西。但是交易商场里面购买这些玩家的依然很少，因为想要买过来，总要再购买一张契约卷轴，签订终身奴役契约吧。契约卷轴和宠物契约卷轴不同，宠物契约卷轴可以直接把生命签订成宠物，契约卷轴需要写上契约信息，只是用来束缚双方的，可以是短暂的平等交易，可以是终身的奴役束缚等等。因为掌控契约卷轴制作的人有着10几个，而且契约卷轴只需要野兽皮革就能制作，契约限制主要还是系统执行，材料只是一个面子工程，所以价格还算可以。但是一张契约卷轴也不便宜，需要1000单位木材才能购买，普通青铜玩家都没这么奢侈，可以随便花费1000单位木材。看起来似乎比陈宇购买奴隶都要便宜得多得多，但是陈宇情愿购买这些历史中召唤的流民，也不会购买这些玩家。至于那些购买这些走投无路玩家的，肯定要卖一张契约卷轴，进行终身契约，也就是卖身契。如果不买，买来的玩家可不让人放心，万一被偷家了，就等着哭吧。毕竟玩家只是把自己挂在交易商场卖，又不是失去玩家的身份。即便如此，购买的依然不少，尤其是帅哥美女，没有了道德法律的限制，人性可谓是完全释放。帅哥美女可是抢手货，不少白银玩家、黄金玩家都有购买1000单位木材的契约卷轴，在他们眼里根本不当一回事。船帆上，灵鸟秀妍2个滴溜溜的小眼乱转。秀妍，主人，前方有岛。第87章一宝奇岩珠。陈宇戴上望远镜，发现2公里外果然有着一座岛屿，岛屿非常大，凭借迷雾望远镜竟然看不到岛屿的边界。岛屿沿岸少说也有10公里，甚至更大。放下望远镜，陈宇继续躺着晒太阳，有什么东西交给金身打工沉就行了。苍冥帆船缓缓向着岛屿接近，就在距离岸边不足100米时，金身陈宇突然一喝：“有情况！”紧接着湖水滚动，一双硕大的巨鳌破开水面，
冲向信仰金身。金身陈宇一喝，身如磐石屹立，手中青铜长矛骤然刺出，砰！巨鳌被震开，金身陈宇抽身暴退，神色凝重地看着巨鳌，连忙戴上数据眼镜。哗啦！一只巨大的青蟹破水而出，拦在苍冥帆船前面。青石蟹，等级16，灵值2073，天赋神月，血脉2星青石蟹。金身陈宇面色凝重，正要出手，身后传来陈宇懒散的声音：“先让那些宠物上，整天精力旺盛，一个个闲得蛋疼，让他们打打。”金身陈宇抽回青铜长矛，点头：“好。”一众宠物齐而上，翠鸟、芜湖起飞。老婆们，我们给这傻螃蟹一点颜色看看。黄鹂、相公当心，这青石蟹可是16级灵物。秀眼，给它点颜色看看。燕子、春风10里。翠鸟一道碧光刷出，青石蟹的一点壳直接被刷掉颜色，变成了白色，真就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其他3只灵鸟也就燕子攻击收获了点效果，把青石蟹的一小块壳剪掉。这点伤势对于有着10米大小的青石蟹来说，完全就是挠痒痒。猫耳草，哈哈哈哈！渣鸟，你是给这傻螃蟹涂染料吗？哈哈，就你那点实力，多努力，说不定还能给这傻螃蟹换一层雪白的皮肤。猫耳草，起开！一群废物，看本女帝的！迎！草叶绷直，发出剑吟，清澈的剑光一闪，咻！剑光没入青石蟹壳缝里面，哗啦！青石蟹顿时躁动，身体里面像是被刺入一根针一样，疼痛难忍，眼睛瞬间染上猩红，暴怒地垂向苍冥帆船。忽然，一道月白的尾巴从水里面抽出，抽打在青石蟹身上。轰！撞击伴随巨大的浪涛，将青石蟹掀飞。皓月银鱼王浮出水面，优雅的游动，月光阵阵，不愧是3星血脉。早已经隐藏在暗处，蓄势待发的风行突然踏风，在湖面上飞速奔跑。紧接着，一道巨大的风刃在风行背后形成，随着风行的奔跑，风刃越来越厚，越来越大。青石蟹不安的躁动，警惕地看着围着自己转圈的风行，眼中带着不解。风行围绕着青石蟹的身体突然停住，身后的风刃已经有着1丈大小。青石蟹此时才反应过来，惊惧的想要潜入水中逃离。哗啦！湖水突然上冲，如同喷泉一样，竟然将青石蟹吹到5、6米的高空。黑蛋在一旁愉快地控制着水流，如同水中精灵一样，任何水在他身边都如同一只乖巧的猫咪。唰！风行见到如此好的机会，当然不会放过，风刃向着青石蟹脆弱的肚皮攻击。咔嚓！咔嚓咔嚓！青石蟹的腹下裂出一道道痕迹，这还是因为风行比青石蟹差了4级，不然此时青石蟹已经殒命了。风行一击建功，立马抽身，脚踏清风，来去自如地继续围绕青石蟹转圈，还不时地发出挑衅，准备继续寻找机会。这青石蟹伸开双螯，足有10米大小，在一众宠物里面绝对是庞然大物。厚厚的甲壳，陈宇手下那些还没突破10级的宠物根本难以造成太多伤害，甚至可以说是挠痒痒。纠缠了好一会，宠物们对于青石蟹这个活靶子也是打得尽兴了。现在的青石蟹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不用陈宇说，信仰金身和陈宇一体就知道是时候该出手了。只见金身打功臣缓缓逼近，一道若隐若现的神山虚影出现在背后。金身陈宇青铜长矛向后一挑，使用传承自大青石的技能丹山，青铜长矛如同扁担，担起身后的神山虚影。去！神山虚影落下，强大气魄，四周湖水都被疯狂逼退。青石蟹惊恐地看着头顶落下的虚影，努力举起双螯。咔嚓！神山虚影落下，双螯寸寸断裂。一声轰响过后，原地只剩下残破的青石蟹躯体。皓月银鱼王掀起湖水，湖水卷起青石蟹，落在苍冥帆船甲板上。陈宇这才起身走到船头，从背包里面取出分解台。现在陈宇手头可是有着好几个分解台，为了方便携带各种猎物，自然也随身携带着分解台。分解，叮！恭喜玩家分解16级青石蟹残躯，获得16级青石蟹螯加1、16级青石蟹血肉精华加2、16级青石蟹甲壳片加10。不赖，这些东西带在身上用不到，陈宇就来到船舱里面，把这些东西放进一个石质储物柜，等返航回到家里再取出来。金身陈宇站在船头，突然目光一动，青铜长矛一挑，卷起一团水花，一颗青蒙蒙的石珠卷起来，落在金身陈宇手里。不过金身陈宇没有玩家的系统，只是感觉这东西不凡，走到陈宇本尊前面，给捡的。金身陈宇道。陈宇接过石珠，顿时惊奇不已，竟然还有这好东西，看来这座不小的岛屿确实不凡，你自己留着就行，
对你有好处。金身打工陈果断收回来，塞进腰包。奇岩珠，一宝，天地孕育，土属性、炎属性、沙属性等携带者，可以增加自身属性的威力，长久携带还拥有改造身体、纯化血脉的作用。一宝又是一宝，而且还是天地孕育，看来能孕育一宝的月棒真的是不一般。陈宇悠悠道：想一想，月棒和其他灵物确实不同，根本不需要吐纳灵气提升实力，只需要随着年岁增长，实力就自然而然的提升，完全没有限制，确实有些非凡。不知道这月棒的血脉源头究竟是何种恐怖，竟然仅仅只是一只普通月棒开灵，就传承出幻月术这种惊世的神通秘术。陈宇看着缓缓靠岸的苍冥帆船，不再多想，目光微眯。登陆第88章，进入岛屿。岛屿上果然如同灵后说的那样，明明被大雪覆盖，可是各种奇花争奇斗艳，附近还有不少远道而来的灵后子孙在采蜜。这些蜜蜂竟然全都是小灵蜂，要知道哪怕他们的灵值仅仅只有区1、2点，也绝对算得上是一级灵物。毕竟如果只是普普通通的蜜蜂，又怎么可能有如此强大的能力，能够飞行如此之远呢？看来灵后发展的不错，这些一级小灵蜂估计少说也有上千了。光是陈宇粗略观看四周，就至少有着200-300小灵蜂采蜜。而且陈宇还发现，岛屿上这些盛开的奇花都蕴含着一定灵气，对于小灵蜂们来说简直就是天堂。灵后，问问这些小灵蜂，这个岛屿有多大？金皇后灵后从陈宇肩头飞起，和那些小灵蜂交流后又返回，在陈宇耳边发出嗡鸣。灵后，主人，这个岛屿要比我们的领岛大很多，东西最长达到25公里，南北最长达到36公里，大概是鸡蛋形状。陈宇讶然，这么大。感受着岛屿上的灵气，虽然土质一般，不是灵地，但是空气中的灵气浓度一点都不比一星灵地差，显然有着宝物源源不断的散发灵气，能让整个岛屿的灵气达到这种程度，可以想象此宝绝对非常珍贵。这让他非常心动，如果能带回自己的领岛，凭借福地庇护大阵将这些灵气锁住，岛内灵气短时间绝对会达到一个惊人的程度，说不定自己领导晋级4星灵地的机缘就在这里了。毕竟当灵气浓郁到一定程度时，是可以反向过来孕育土地，将平凡的土地孕育为灵地的。如此一来，如果自己能找到这件宝物，将会无限缩短自己3星领导晋级4星领导的时间。毕竟自己的领导可是比这座岛屿小了近乎100倍，而在这座岛屿上，那宝物都能将如此大范围土地灵气提升到堪比1星灵地。一旦用福地庇护大阵把这些灵气全部都锁起来，死！陈宇倒吸一口凉气，绝对可以让自己的岛屿在短时间内晋级4星领导，到时候自己的领导还能再扩大10倍，面积增加到近200平方公里，那时候才是真的站稳脚跟了。2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一座10公里乘20公里一个大城市面积了。这么大面积，也不用担心遇到一些恐怖天灾，直接把自己那可怜的小岛直接给掀了。至于陈宇现在的岛屿，要不是有着小松子和小白子镇守，随便一只20级以上的第3境灵物都足以摧毁。像是之前的苍冥大鱼、黑炎魔龙都拥有直接击沉岛屿的实力，更别说一些恐怖的天灾了。例如大风暴、滚地龙、极冻风暴，这片堪比内陆海的湖泊也可能出现大海啸，这些都是可能面临的恐怖天灾。世界聊天里面已经有不少玩家陨落在这些恐怖天灾下，唯一让人记住的就是临死前玩家所拍摄的那恐怖的景象。这些天灾之所以恐怖，可不仅仅是因为巨大，还是因为它们似乎携带着比灵气更高层次的能量。所过之处寸草不生还是好的，让陈宇惧怕的是绝灵。是的，那种比灵气更高层次的力量会直接卷走一片区域的所有灵气，造成绝灵。甚至于这种天灾力量残留还能驱赶外界的灵气，阻止外界灵气的涌入，直到这股力量完全消失为止，地狱才能缓缓恢复。这才是最恐怖的。陈宇可以肯定，如果自己遇到，绝对没有实力抵抗，甚至3星灵地也会顷刻间沦为凡土。唯一抵抗的方式就是尽可能的提高灵地，扩大岛屿，然后反哺各大灵物，灾难到临前收起这些灵物，增加灾后重建的能力，或者携带成长好的灵物离开天灾破坏的区域，另谋生路。至于对抗，那不是现在的陈宇该想的。陈宇眼神火热地看着脚下的岛屿，对着金身打工陈点头。金身陈宇默然的点头，跟随小灵蜂进入岛屿探索。陈宇看着远去的金身陈宇，目光闪动，看来信仰之力已经对这具分身的性格造成了影响，七情六欲逐渐淡弱，越来越趋近于神。虽然有着密密麻麻各种终身奴役条约的限制，但是都没有一张宠物契约卷轴来的爽快。要是能再获得一张宠物契约卷轴，直接把信仰金身给契约成宠物，那就更放心了。普通契约卷轴只是条约对行为的束缚，但是宠物契约卷轴却是可以直接扭转精神与意志。
毕竟忠诚度90%，那可不是说说而已。陈宇看着离开的金身打工臣，为了让金身陈宇更好的给自己打工，陈宇觉得很有必要，干脆直接在世界聊天里面使用大喇叭，消息置顶收购宠物契约卷轴。先是自己把自己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终身打工条约，现在又要把自己契约成宠物，估计也没谁了。苍明帆船靠在岸边，陈宇下来走了2步又上去了，留下金身打工臣独自深入。一只宠物也没有跟过去，有着小松子的后手，宠物去了也是拖后腿，不如在这里等待，发现机缘再去。陈宇意念接管金身陈宇，原本的神性被压制，那一缕玻璃的灵魂也沉寂下去。金身陈宇漠然的目光闪了几下，变成了一脸谨慎、探头探脑、有点小猥琐的陈宇，打量着这个身体，陈宇啧啧称奇，这种感觉还真挺奇妙的。说罢，跟着小林峰向着岛屿深处去。厚厚的积雪中，娇艳的鲜花盛开，刺骨的寒风中传来阵阵花香，唯美如画的风景却让人感觉到一丝恐惧。好，安静啊！声音在岛屿上回荡，没有减小，反而变得更加空灵。陈宇见到这种诡异的现象，直接打个哆嗦，手里的青铜长矛骤然出现，警惕地看着前方。隐隐约约，陈宇听到了什么东西的心声和交流。哼哧哼哧，又发现一颗灵奇花，哼哧，好吃好吃。汪！富贵，快走快走，后面的大嘴花要追上来了。什么？旺财，那大嘴花又追上来了。哼哧！汪！糟了！陈宇悄无声息的偷瞄，戴上数据眼镜。汪！当狗爷是好欺负的吗？一只黄色土狗和白色小猪出现在前面。卧槽，这血脉！陈宇不可思议。第89章神兽血脉。小黄狗，等级10，灵值550，天赋大地之子，血脉未知神兽血脉，神级血脉 1.2%。小白猪，等级10，灵值550，天赋炎之子，血脉未知神兽血脉，神级血脉 1.1%。神兽血脉，这是什么血脉？竟然不是星级血脉！陈宇惊奇地看着2只灵兽，一只小小的土狗，浑身黄色的毛发没有一点杂色；一只白色的小猪，长得浑身溜圆，难以相信竟然是火属性的，真怕这小猪玩火自己把烤熟了。虽然陈宇听不懂他们的话，但是陈宇通过偷听心声，不仅可以听懂他们哼哧啥，还能在一定范围内无视距离。他们说的大嘴花是什么东西？竟然能让这2只非凡的灵物这么忌惮？大嘴花难道和岛屿上的宝物有什么关系？陈宇隐藏在一颗石头后面，因为天赋和血脉的原因，身体气息几乎和石头一般无二，就连身形都幻化，肉眼几乎难以分辨。小黄狗，汪！可恶，我们快走，被那大嘴花缠上，又是给我一顿胖揍。小白猪，哼哧哼哧，累死俺老猪了，俺跑不动了。那大嘴花想和你小气，不就是吃了一点花吗？小黄狗，汪！还不是你贪吃，要不是你把人家老婆给供了，我们早溜了。小白猪，哼哼，我哪知道那是他老婆，我就以为是一朵白菜花呢。大嘴花，啊呀，大胆小贼，还我老婆命来！一只奇怪的灵物出现，纤细的花茎顶着一颗形似花朵的巨大脑袋，一张大嘴几乎将脑袋一分为二。这就是他们说的大嘴花。陈宇惊愕，不过看向大嘴花的数据，顿时明白为什么小黄狗和小白猪会直接选择逃跑了。这大嘴花等级也是10级，能压着小黄狗和小白猪打，显然也是有着非凡血脉。不过那血脉就有些耐人寻味了。造化金莲血脉 5.5%， 造化金莲血脉。陈宇看着浑身散发金光和黄狗白猪打得正激烈的大嘴花，他现在怀疑这造化金莲血脉很可能和岛屿上灵气的来源关系很大，甚至说不定。陈宇目光看向小白猪和小黄狗，林后说今天早上岛屿充斥异香，一瞬间百花从冰雪中盛开，难道是所谓的造化金莲盛开吗？说不定这几只拥有神兽血脉的灵物就是食用了什么造化金莲的东西呢？陈宇心头一片火热，他也不知道自己猜测的是否正确，但是看着打得难舍难分的3只灵物，他决定先悄摸去偷家。林后早已经安排近千小灵蜂，在陈宇到来之前将岛屿摸了个底朝天，并且在陈宇驾驶苍明帆船前来时，林后还携带了数万只蜜蜂，足以将整个岛屿一花一草在短时间内摸清。这次陈宇前去的位置就是小灵蜂早就探索的地方，极大可能应用散发灵气的宝物。有着小灵蜂带领，陈宇很快绕过3只灵物，到达目的地。这里是一片山谷，让陈宇惊奇的是，山谷里面并不像外面被冰雪覆盖，反而和自己有着福地庇护大阵的领导一样，草木繁盛，不像冬天，倒是像春天一样。而且这个山谷的面积竟然一点也不比自己的领导小。
如果能把这个领导也纳入自己的掌控范围就好了。陈宇惊叹，突然眼睛一亮，卧槽！如果我把奥德标的超级自行车借过来，直接锁定这个岛屿，岂不是能把这个岛屿拉到自己领导周围？陈宇瞬间被自己这个想法惊呆了，越想越觉得非常可行，简直太可行了。而且自己完全可以让小松子化身远古树人蹬自行车，凭借远古树人的实力，还不拉着岛屿嘎嘎跑。不对，自己那个奶头小壶也装不下这么大一个岛啊！看来要把自己的领导拉到这里才行。不过不能合并，要不然会拖累领导进阶4星灵地的进度。但是可以把小白子的福地庇护大阵蔓延过来，不求多坚固，只要能防止风雪严寒就行。凭借小白子的实力，倒是可以勉强做到。看着眼前这一片资源丰富的山谷，陈宇又冒出一个想法，要不自己再买1000奴隶，也不要求他们生产什么资源，只要供奉4小只的灵神像，提供信仰就行。陈宇思考，脚下这片山谷就算不种点，光是凭借那漫山遍野的野果，都足以养活数千人。而且陈宇也不用额外的设置限制，整个岛屿他们想去哪去啊？毕竟自己的领导有着福地庇护大阵笼罩，他们也进不去。如此一来，放养这些奴隶，让他们依靠灵神像驱散迷雾，每每有新家庭诞生，还可以祈求神像降下可以阻拦迷雾与黑夜的房子，而代价就是他们一辈子奉献自己的信仰。陈宇丈量脚下的大地，目光一瞬间仿佛也变得威严起来。或许有一天，这里会诞生一个文明，以自己为中心的君权神授的文明。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泊出现在陈宇眼前，一抹金光仿佛黎明，刺破迷雾。金莲摇曳，无穷无尽的灵气喷薄而出。陈宇站在湖边，虽然有着迷雾阻隔，他看不见金莲，但是那绚丽的金光，那如同大江一样汹涌的灵气，震撼着陈宇的心灵。这便是造化金莲吗？陈宇一声喟叹。此时陈宇等待皓月银鱼王到来，他虽然也可以进入水中，但是这具身体是以大青石为基塑造的信仰金身，身为山岩之属，先天在水中弱了3分。如果有着皓月银鱼王，自己踏着它进去，很能更好的面对突发状况。毕竟谁也不确定，这里就真的只有一只小黄狗，一只小白猪，一朵大嘴花。小白猪之前不是还说拱了大嘴花的白菜花老婆吗？能让一个开智的灵物当做老婆，当然不可能是一朵蠢物，必然也是开灵的灵物。很快，翠鸟叼着一张宠物卡过来，陈宇乘骑皓月银鱼王进入湖中。哎呀呀，老公你快回来啊，有小偷！第90章造化金莲。卧槽，有埋伏！青铜长矛对着水下一顿乱敲。突然水泡翻滚，一只大白菜形状的灵物飘上来，口吐白沫，两眼反白，头顶还顶着一个被啃了大半的菜花。含幽灵草，重伤，等级10，灵值550，天赋先天含幽气，血脉神级含幽仙草血脉 1.1%。 注：神级血脉和神之血脉不同，神之血脉是传承古之神灵的血脉，神级血脉超脱星级血脉，神兽血脉就是神级血脉的一种。陈宇看到这玩意的数据，心头一喜，连忙捞起来，手疾眼快的又补上2棍，直接把刚刚苏醒的大白菜又是打得奄奄一息。要不是契约卷轴需要双方同意，他非得给这玩意安排10-20个。神级血脉，神级血脉啊！陈宇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得尽快弄到一个宠物契约卷轴，把这玩意强行契约了。打开交易商场，陈宇一早就因为信仰金身的事高价收购宠物契约卷轴，但是现在打开交易商场看，依然没有任何消息，不禁有些失望。若是这大白菜醒过来，可就不好办了，只能再次敲晕。对了，先用刚刚收集的16级青石蟹甲壳片换一个精炼黄金打造的笼子，把这东西关起来，老是敲的，万一敲傻了可就坏了。现在陈宇没在家里，不能自己制作黄金笼子，只能在交易商场里面交易一个。很快就联系好人，把精炼黄金笼子打造出来，并且因为16级青石蟹甲壳很珍贵，陈宇强烈要求对方需要给黄金笼子用一件不低于10级的金属性灵物主体物品附魔。就算是急用，陈宇也不能吃亏，吃一次亏能让自己好几天不舒服。为了安抚自己脆弱的心灵，陈宇能要多少要多少。黄金笼子很快到了陈宇手里，精炼黄金经过一块10级金龟壳附魔，变得更加坚固，通体带着龟甲的纹路，散发阵阵流光，用来关押这朵白菜花绰绰有余。黄金笼子不大，只有半米长宽高，能塞下白菜花，也方便陈宇携带。毕竟这白菜花不能收进背包，也不能用宠物卡装，更何况作为信仰金身，他还没有背包。收拾好了有着神级血脉的白菜花，陈宇已经是不虚此行。虽然不知道神级血脉到底有多非凡，但是既然系统都说了超越星级血脉，系统出品必属精品。系统开口，
指定保真。把这颗大白菜关进黄金笼子，陈宇的目光也开始投向那一抹金色。尊贵至极，造化无双。陈宇深吸一口气，心中的激动难以掩盖。一品，造化金莲。造化金莲，连成一品，9品最高。造化金莲蕴含造化之力，乃是灵地至宝。凡是拥有造化金莲的灵地，都拥有晋级高等灵地的潜力。7星至9星，一品造化金莲可以源源不断的喷涌灵气，并且此灵气有造化金莲中的造化之力产生，造化之力品质不低于天灾之力，可以不受天灾之力的影响。造化金莲产生的灵气品质极高，沾染造化气息，对于凡物蜕变成灵物、灵物开灵、摆脱蒙昧都有极大好处。这种灵气甚至可孕育山川河流之灵。陈宇咽了口唾沫，手指颤颤巍巍地托起水中的金莲。此莲天地所生，无根无叶无茎，仅有一朵淡金色莲花浮于水面，超凡脱俗。至宝，真正的至宝啊！哪怕福地宝树的小白子，在孕育灵地上都远远不如。不过小白子毕竟开制的灵物和这单纯的宝物还是有着差别的，各有千秋。毕竟小白子再怎么不如造化金莲，也是30级的灵物，实力不凡，更是有着福地庇护大阵。但是如今添加进入造化金莲，以开制的福地宝树小白子为大脑，灵地至宝造化金莲为心，36灵物为穴，绝对可以让福地庇护大阵都提升一大截。没想到这造化金莲竟然还能抵御恐怖天灾，如此一来，自己就不用担心恐怖天灾之后造成的绝灵了。陈宇小心翼翼地收起造化金莲，这玩意可是事关身家性命，简直就是心肝。要知道恐怖天灾范围极大，蔓延不知几千几万公里，如果自己遇到，处于边界还好，处于中心那简直叫人绝望。无论是搬迁还是继续留在原地，都要消耗大量时间以及精力，白白浪费无数资源，和其他玩家扯开差距。如今有了造化金莲，陈宇就算不搬迁，也能凭借造化金莲快速打造一个灵地，甚至说不定自己还能给造化金莲提升品级，打造一个不惧恐怖天灾的庇护灵地。没听系统说造化金莲只是一品吗？有的是上升空间。陈宇收起造化金莲，如同大江滔滔的灵气顿时消失，但是那股天地宝物造化金莲诞生的神韵却烙印在这一山一水中，哪怕失去了造化金莲，这个山谷也不担心被外界的风雪严寒侵蚀。要不了多久，仅凭借造化金莲反流的神韵，也足以让这里成为2星灵地。而且这片山谷可不比陈宇的灵岛小，甚至还要大上一些。这种好地方，陈宇当然没有放弃的道理。先是离开岛屿，陈宇准备先返回，为了避免意外发生，先把造化金莲放到自己领岛上再说。在交易所购买了一个空宝箱，将造化金莲关到里面，顿时各种异象全都消失。乘骑皓月银鱼王快速离开湖水，用宠物卡装起皓月银鱼王。陈宇又乘骑森林陆木骑，很快就返回到苍冥帆船上。终于回来了。陈宇意识回归本尊，从船舱里面出来，将造化金莲立刻收进背包，那只白菜花也丢进船舱里面，丝毫不拖泥带水的离开。下一次再过来，就是陈宇开着自己的领导过来了。毕竟这个蕴含造化金莲神韵的山谷也是我的。良久，天杀的，谁把我老婆尸体都掳走了？啊！哎呀呀！莲花呢？远处一只庞大的远古树人正蹬着变大的超级自行车，拖着一座岛屿在湖面上行驶。第91章福地宝树血脉晋级。领岛上，陈宇手捧造化金莲，福地宝树下无尽的灵气瞬间喷薄而出。小白子枝叶摇曳，立刻把这些灵气裹挟，通过连接灵气节点的脉络，将这些灵气化成一股股涓涓细流，流向整个领岛。领岛上的灵气开始飙升，造化金莲自动脱离陈宇的手掌，落在福地宝树小白子下面。山崖坚固的岩石竟然被造化金莲轻轻一点，化成了一潭池水。莲影荡漾，一股莫名的造化神韵开始烙印在百丈山崖上。这是……陈宇瞳孔突然放大，看着脚下的山崖，发现虽然岛屿没有变大，但是山崖竟然缓缓拔高。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小白子在疯狂汲取造化金莲诞生的灵气，气息越来越浑厚，如渊似海。轰！突然福地庇护浑身开裂，陈宇心头一跳，以为出现了什么意外，连忙慌乱地走近。可是不等陈宇走近，一股强大的气势从小白子体内传出，陈宇骤然被轰飞。还好小松子手脚麻利，连忙伸出枝条卷住他，这才防止掉下山崖的危险。小松子，主人不要担心，老柏这是要晋级了。晋级？陈宇先是一愣，随即惊喜。晋级？那岂不是说小白子要突破到31级了？小松子，是的主人，这造化金莲非凡，老柏和此宝有缘，得到造化金莲分享的一缕造化之气，这才得以突破到31级。
跨越了第3境界到第4境界这个大门槛。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相比于另外一件喜事，老白突破31级，反而不是那么令人惊喜了。还有更好的喜事。陈宇惊喜，什么事情？小松子也不卖关子，语气带着浓浓的羡慕。小松子，主人难道忘了吗？老百和灵帝相合，灵帝荣则荣，灵帝弱则弱，3星灵帝不论多大，上限只可能是30级。老百作为和灵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福地宝术，自然是不可能突破这个限制的。但是关键的是，老百得到造化之气这惊天机缘，直接打破这个限制，所带来的好处自然也是非常庞大的。光是老伯的血脉晋级，就比突破31级还要令人惊喜。血脉一星之差，如同江河与溪流一样，越是高等血脉，就越是难以突破。现在的老伯不仅让血脉晋级，更是达到无限接近7星血脉的程度。血脉这么大的提升，带来的好处自然也是巨大的。未来老百前途将更加宽阔，而且打破自身融合灵帝的限制，更是可以让老伯未来的突破不再受制于灵帝，翻身为主，以自身掌控灵帝，而不是受限于灵帝。这2样好处，无论是血脉的大幅度跨越，还是打破灵帝的枷锁，都是比晋级31级带来的好处更大、更深远。陈宇细细地思考小松子的话，深吸一口气。打破灵帝、突破自我什么的，他似懂非懂，但是血脉晋级，那他可就太清楚了。无限接近7星血脉，陈宇语气有些哆嗦。那岂不是说比木子薇的冰霜玄龟血脉还要高？小松子，是的主人，那冰霜玄龟虽然也是6星血脉，但是仅仅只能算是6星中下等，但是老百的血脉可以称为伪7星。伪7星。陈宇呢喃地重复了一遍，打开宠物面板。宠物福地宝术，小白子，等级31，灵值61051，忠诚度95%，天赋运灵、福运、庇护，技能生之液、生命灵液、造化之心、灵运福泽、聚灵运土、福地庇佑、聚福纳运、万木之王、森罗万象、遮天青木、一方净土。技能详解展开。血脉伪7星福地宝术，真的伪7星啊！陈宇惊叹地触摸着小白子。咔嚓一声轻微的声音响起，没有等陈宇感应，小白子骤然化成满天光粉，洒向整个领岛，无数草木欢呼呐喊。这是怎么回事啊？陈宇愕然，心里顿时咯噔一下，怎么小白子突然炸开了？不过很快他心里的担忧就消失，原地10丈高的福地宝树不见，但是一颗仅有1丈高的小白子正在造化金莲池旁边摇曳生姿，每一根枝叶都仿佛金玉雕琢，巧夺天工，好像不是树，而是天地造化的至宝。小白子，主人，多谢主人。嗨，你好，我好，大家好，有啥好谢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嗨哎呀！陈宇眼角带着压不住的笑意，嘴角比 AK 都难压。伪7星啊，伪7星血脉。最关键的是，小白子不再是单纯的辅助了，无论是草木掌控进阶技能、万木之王，还是森罗万象，都是强大至极的杀伐之术，而且更是有着遮天青木、福地庇护2大防御技能。福地庇护不用多说，让陈宇惊喜的是，遮天青木竟然可以抵御恐怖天灾的天灾之力侵蚀，也就是在小白子的庇护下，可以让一地免于恐怖天灾造成的破坏，更是不会受到绝灵的影响。还有一方净土，死不仅可以清除天灾之力造成的绝灵，更是可以汲取天灾之力化为自己的本源。要知道天灾之力可是不比造化金莲的造化之力要弱呀。今天早上还担心恐怖天灾，没想到到了晚上，陈宇倒是开始期待自己遇到恐怖天灾了。如此大的转变让他哭笑不得。不过恐怖天灾不是那么容易遇到，整个玩家80亿人口，死在恐怖天灾下面的也不超过20个，可想而知恐怖天灾的稀少。系统玩家死亡记录，此功能记录了所有玩家的死因，被人戏称生死簿，同时也能看出玩家之间究竟相隔多远。一场恐怖天灾动辄几千几万公里，甚至更大，但是这么大范围竟然只有不到20个玩家死去，而且这10几个玩家还不是死在一场恐怖天灾下面的，光是流传出来恐怖天灾种类都有7、8个，而且就算相同的恐怖天灾，也不能确认就是同一场恐怖天灾，可见玩家之间的距离是多么遥远。至于具体多远，没有人知道，也没有探索出来。所以陈宇早上对于恐怖天灾的担忧，倒是有点杞人忧天的意思。叮！九州公会成员云青山向你发送交易请求，交易物品3张宠物契约卷轴。陈宇看着面板上一行金色提示，顿时一愣，随即皱眉。九州公会，他们想要交易什么？竟然拿出3张宠物契约卷轴。第92章，九州公会。对于九州公会，陈宇的了解仅限于公会排行榜。
这个九州公会一听就是华国的，但是相较于华夏公会，九州公会非常低调，也非常神秘，甚至很少有其内部成员出来透露什么信息。要说这些成员都很忠诚是不可能的，定然是签订了契约的。陈宇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找上自己的，并且拿出自己想要收购的宠物契约卷轴，还足足3张。这个九州公会又想从自己这里交易什么呢？交易请求发送过来，陈宇打开看了看，心里顿时了然。一道好友请求紧随其后，对方是九州公会的一名黄金玩家。云青山，你好，我是九州公会成员，想要和你交易一些粮食。交易粮食，看来自己拥有大量粮食的消息已经有不少人知道了呀。虽然对于凯撒有些不满，但是也不算要紧的事，就当对方帮自己宣传一波了。九州公会打算交易粮食，也让陈宇松了口气。对于粮食储量，他还是很有信心的。3星林地的土地非常肥沃，灵气充裕，光是那160亩的土豆，每亩产量都有2-3万斤。他现在收获的土豆就足足有这450多万斤，想来拿下3张宠物契约卷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陈宇想到这里也没有客气话，直接开口询问：陈宇，你打算怎么交易？这下轮到另外一边纠结了。云青山根本不知道陈宇有多少粮食，至于询问，他不是一个沙比，对方怎么可能告诉自己手里有多少粮食？所以云青山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先开出一个比较高的价格。思考了好一会，输入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他对这个数字能否完成交易并没有抱太多希望，所以他早已经做好了和对方讲价的准备。云青山，1张宠物契约卷轴，30万斤粮食。陈宇看到这个价格，心里顿时有了底。3张宠物契约卷轴已经被他视为囊中之物，看来对方并不清楚自己有多少粮食，这倒是方便自己砍价了。对方报出这个价，自然是心里预期的最高价，肯定是可以砍的，能砍当然要砍。陈宇的粮食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迟迟等不到陈宇回复的云青山却是坐不住了，难道自己报的价格太高，把对方吓跑了？云青山焦急，自己好不容易得到此人的消息，知道对方拥有大量粮食，想要尽快下手，免得到最后对方早已经和其他人交易，自己最后什么也换不来。关注到此人在收购宠物契约卷轴，云青山立刻从公会其他成员手里交易了3张宠物契约卷轴。现在他们九州公会同样面临粮食问题，现在交易商场里面粮食越来越贵了，价格越来越离谱，而且就算一直盯着交易商场，也不一定能抢到食物。凡是能吃的基本就被秒了，除非那些标价非常离谱的才会在交易商场里面停留。已经有大部分玩家现在都买不起人吃的粮食，只能每天出来探索时从雪地下面挖点草根树根扒树皮吃，运气好能遇到冻死的动物，可以吃点肉恢复一些身体，或者换点人能吃的粗粮。越来越多的普通玩家开始把自己挂在交易商场上，像是货物一样，任凭生存条件不赖的玩家挑选，关键这些货物还不要钱，完全白给。不少上层玩家开始当起了奴隶主，那些被免费收过来的玩家命如草芥。为了一口饭，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他们，命运被牢牢攥在其他玩家手里，活得不如一条狗。云青山深知粮食问题严峻，随着冬季时间一点点过去，粮食问题会更加凸显出来。到时候哪怕他们九州公会也只能保证自己的正式公会成员不会饿肚子。但是除了正式公会成员，长老会还经过商讨，开辟了一个安全区，收了大量普通玩家来提供香火。是的，他们九州公会也得知了灵神像，并且花费大代价购买了图纸。为了不落后于人，长老会专门从成员里面挑选一些人，培养他们走香火之路，被称为护法神将。至于那些长老们，则是一个都没有走香火之路，甚至他们的弟子也是如此。九州公会很神秘，是华国隐秘世家和本土道教佛教建立的公会，原本传承的道法秘术似乎在这个世界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真正的九州公会核心是没有走香火之路的，只有那些潜力不高、悟性不佳的子弟，以及挑选的心性坚韧的外人培养的护法神将才会选择香火之路。而这次的任务，如果谁能收集大量粮食，就是可以进入九州公会秘法阁，挑选一本上乘秘法。云青山在地心原本只是道教协会一个小官唯一的传人，但是官虽然不大，但是传承却是从来没用断过。自己从小背诵的道经，到了这个迷雾世界发生变化，直接蜕变成了一本下品五星吐纳术，加上一些机缘，自己才成为黄金称号玩家。但是云青山清楚，自己和九州公会那些核心黄金称号玩家比，简直就是云泥之别。据说当时第一天就有释迦与道佛大能立地涅槃，实力一跃提升数十级，跨入不可思议的境地。他们九州公会和其他公会不同，所有成员都云集在9个地方，这9个地方就是9位大能涅槃之地，蕴含造化玄奇，有着不可思议的伟力。如果自己这次能交易大量粮食，说不定也能得到大能1、2句指点。云青山按捺住心中的激动，继续和陈宇发送消息。云青山
价格许我开，自然也许你讲，只要双方满意，自然都可以交易。陈宇正在前往收拾粮食，他心里也是很紧张的，毕竟宠物契约卷轴他确实很需要。到底还是对方按耐不住啊。陈宇嘴角噙着笑意。陈宇，那好，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不砍，岂不是不给你面子？这样，一张宠物契约卷轴，1万斤粮食。云青山呼吸一滞，瞪大眼睛，天下哪有这样砍价的道理？真欺负他，涉世不深不是？云青山道友，你这……陈宇，你说的可以随便砍啊。云青山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急的，清秀的脸庞涨红，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来。云青山，不带你这样欺负人的。第93章再获小神通，生生不息造化经。最终以30万斤粮食，双方达成交易，也就是一张宠物契约卷轴10万斤粮食的价格。当然了，交易的粮食都是土豆、玉米、小麦、红薯这些磨成面粉的细粮，自然要把好的留到后面。但是就算只是土豆，云青山在拿到后也是非常惊喜。这些土豆不仅顶饱，而且他发现这些土豆竟然还蕴含一丝丝灵气，这让他一阵惊喜。显然土豆是灵帝产出的，恐怕这灵帝等级还不低。顿时云青山又有了一些心思，思考片刻，向着陈宇发送消息。云青山，你手里的粮食还多不多？陈宇，看你拿什么交易了。云青山看着对方的回复，顿时一愣，这是什么意思？拿什么交易？云青山喃喃几句，突然眼睛一亮，难道说只要自己拿出对方满意的东西，依然可以交易大量粮食？看来这个人手里指定还有很多粮食，不然说不出这样的话。可是自己现在能拿出什么交易更多粮食呢？云青山陷入沉思，如果自己这次获得巨量粮食，极大可能可以面见那位涅槃的道家大能。若是有幸得到对方指点几句，加上自己从秘法阁取一本上等秘法，自己说不定有望成为真正的核心，甚至成为最年轻的长老也说不定。越想越激动，云青山咬牙，竟然直接拿出自己道观传承的看家本领——一本秘术中品7星生生不息术。云青山，这样东西你看怎么样？你可以学习一次，但是不能外传，学习后可以领悟一个新技能生生不息术。陈宇没想到对方真的还有好东西，而且还是一本品质这么高的技能，当即查看这本技能生生不息术。中品7星技能，可以汲取草木生机，用来快速恢复灵植。越是草木繁盛之地，生机越浓郁，恢复的越快，同时具有一定的疗伤效果。辅助技能，好东西。陈宇眼睛一亮，这可是辅助技能啊，而且还带疗伤效果。他现在自己拥有的技能不过是一个废物技能，下品2星的小云雨术，另外就是中品3星的9重叠浪，算是很强大的攻伐技能。至于小神通幻月术，则是提升战力的法门。虽然他可以借助信仰金身施展信仰金身的技能，但是必须是信仰金身距离自己不远，毕竟陈宇本身又不是大青石打造，没有传承大青石的技能。所有满打满算，陈宇现在只有2个技能，一个残缺小神通，有点凄惨，所以对于这本技能他还是很渴望的，但是如果要价太高，也只能望而却步了。陈宇，可以交易，你打算要多少粮食？云青山，100万。陈宇，克。云青山。经过一番拉扯，两人以50万斤土豆达成交易。只不过陈宇需要签订契约，生生不息术不可以传给别人。陈宇自然没有意见，全当是交易了一张技能卡。先将生生不息术秘法书收起来，陈宇来到外面，将黑蛋、信仰金身以及那颗白菜花都带到院子里。3张宠物契约卷轴当即就被陈宇使用完了。神级血脉的白菜花不用多说，肯定要用1张。至于信仰金身，为了把对方的意志牢牢绑在自己身上，也要使用1张。还有黑蛋，黑蛋潜力不可估量，乃是和造化金莲一样天地诞生，趁着对方现在还没有成长起来，当然也要使用1张。毕竟黑蛋的忠诚度也仅仅只有60%多。忙完这些，陈宇满意的点头，这下算是彻底放心了。使用了宠物契约卷轴，不用担心他们的忠诚度低于90%，也就是此生一辈子都会以陈宇的意志为主，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只忠于他，不存在背叛的可能。忙完这些，陈宇也是拿出生生不息术领悟，和技能书不一样，生生不息术需要自己观摩领悟，无法一瞬间学会。好在陈宇悟性不低，倒也不是完全看不懂，仔细揣摩几天，应该就能入门了。院子外面，莲池中造化金莲摇曳，突然散发一道淡金色华光，进入院子里面。正在领悟生生不息术的陈宇，突然进入一种奇妙的境界。天色渐渐朦胧，黑夜再次席卷。小院的灯火亮起，土拨鼠又开始努力的发电。小松鼠正蹲在小松子身上，为自己时不时就离家出走的家发愁。过了不久，坐在主屋门前一张躺椅上的陈宇突然睁开眼睛，霎时间花圃里面的花朵瞬间变得无比妖艳，花香四溢，
各种草木也是变得青翠欲滴。叮！恭喜玩家领悟小神通，生生不息造化经，生生不息造化经，造化经连。陈宇目光悠悠，淡金色光华内敛。这一次可不同于借助月华珠领悟的残缺小神通，而是完整版的小神通，一本堪称不死书的小神通。生机不绝，造化不死，简单8个字就足以让陈宇震撼不已。这下子在这苍茫的迷雾森林，有着生生不息造化经，自己几乎立于不败之地。无尽生机加深，除非可以一瞬间磨灭自己，否则根本无法杀死自己。可怕啊，好可怕的神通，不愧是神通。陈宇心情澎湃，一直以来他都是非常怕死的，很少出门探索，只是窝在自己1亩3分地安心发展，所以他几乎没有获得过宝箱。当然了，那些野外最高白银品质的宝箱对于他帮助也不大，除非开出很有用的设施图纸，不过概率小的比中1亿彩票还难。当然了，陈宇还是不太喜欢出门，尤其是在有了金身打工程后。叮！你的好友麦克阿瑟向你发送交易请求，交易物品意念子母印。麦克阿瑟怎么又来交易了？对方不是已经拥有了大量粮食吗？现在又想交易什么？这意念子母印是什么东西？陈宇点开交易请求，里面有着意念字母印的截图，打开就可以查看。第94章，准备前往永夜遗迹。意念子母印，2道意念转嫁烙印，分为子印和母印，母印持有者可以无视距离与时空限制，将意念投放到子印持有者身上。这样说来，等明天信仰金身前往永夜遗迹，自己不就也能通过这玩意操控信仰金身，意识降临吗？陈宇心头一动，看来麦克阿瑟是专门来找自己交易的，竟然拿出这种东西。不过他想要交易什么？陈宇，这样东西你打算怎么交易？麦克阿瑟，陈，我知道你有很多田方块，所以我想要交易田方块。陈宇神情顿时一顿，他当然知道被自己雪藏的田方块为什么雪藏，不就是因为自己现在有着8000亩良田吗？如果出售田方块，不就等于自断财路？至少冬天自己是不打算出售田方块的，这个冬天的粮食简直就是暴利，不仅普通玩家缺，那些大公会、大奴隶主的玩家都缺。陈宇又不傻，怎么可能现在去出售田方块？至少要等春天到来时，粮食不再稀缺的时候再出售田方块，不然自己卖了田方块，那么多粮食怎么办？陈宇，哈哈，麦克阿瑟，可能你搞错了，我之前是有一点田方块，但是算不上大量，现在还剩100多，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全部和你交易。麦克阿瑟，不够，远远不够，一个田方块种植米果树，一天不过生产2斤大米，勉强养活一个人，100多个田方块，也就是只能养活100多人而已，不可能交易意念子母印的。陈宇，话虽然这样说，但是田方块可以一直生产粮食啊。麦克阿瑟，这个意义不大，等冬天过去，春天再过去，粮食就不值钱了。陈宇一愣，沉思，确实有这个可能，到时候玩家公会、奴隶主、高等玩家都会疯狂开辟农田，种植农作物。迷雾世界毕竟是有灵气的世界，大部分地区适宜种植，只要收割了一茬，就足以解决粮食问题。这么说来，自己的田方块只能初春售卖了。现在工作台一天可以制作2.4万个，就先一直囤着吧。那些高等玩家估计已经看不上，但是肯定会买几个保险，毕竟农田会受到自然环境影响，田方块一收进房子，依然可以每天稳定产出。还有哪些周围没有种植条件的玩家，肯定也会买不少。这样一算，其实市场也不小。田方块再怎么说也是每天可以稳定产出的设施，如果玩家想要稳定，或多或少都会囤积几个。差点被这外国佬带入坑里，以为田方块很菜呢。陈宇撇撇嘴，想要压低田方块价格是不可能的，不过要先问问对方想要交易多少田方块吧。陈宇，或许真如你说的那样，过了春天后食物就不值钱了，但是谁能保证自己就能安然的活到粮食收获？谁能保证自己的粮食一定可以丰收？田方块每天都可以稳定产出，作为设施的好处就是具有稳定性，只要收进房子内，购买什么米果树、面包树等等，就可以每天产出稳定的食物来源。我相信就算拥有再多粮食的玩家都不会介意购买一些田方块，以防后患。它的价值不是简单用来养活几个人可以评判的。再说了，你将田方块和那些奴隶的生命挂钩，本来就是想要拉低田方块的价值。如果你没有诚心交易，我们也不用多费口舌。麦克阿瑟，哈哈，亲爱的陈，我被你缜密的心思震撼，我很乐意和聪明人交朋友。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可以说拉低田方块价值的话。一口价10万田方块。陈宇，你想屁吃呢？陈宇果断拒绝，他现在手里一共也只有10万出头的田方块，毕竟今天他才考虑全力制作田方块，此前只是刚好囤积了10万左右田方块。如今壁炉图纸可能是冬天到来的原因，一下子多出来了10几个，壁炉直接再次暴跌10倍，降到200左右木材。对于陈宇来说，壁炉已经没有多大利润了，
早早囤积田方块也是不错。等和麦克阿瑟交易结束，就着手收购肥沃泥土，不过可能不太好收购，毕竟天寒地冻的。但是自己可以用粮食为筹码收购，肯定会有着很多玩家乐意探索。10分钟后，陈宇终于拿到意念字母印了，代价就是3000田方块，换来信仰金身。陈宇把手里的2个如同贴纸的印符用掉，一种奇妙的感觉顿时将陈宇和信仰金身连接。他能感觉到，只要自己意念一动，就可以降临到另外一具身体上。而且让陈宇惊喜的是，有着意念子母印，自己在降临意识时，本尊也不会陷入沉睡。就是说，两边可是同时干活，这才是真的算是分身啊，就是有点费脑子。咦，不对，两边同时干活。实验了几次，发现果然丝滑无比。明天我就看看那永夜遗迹究竟和黑夜有着什么关系。陈宇关上大门，准备睡觉。外界远古树人还在蹬着自行车，100米长的超级自行车，锁定着领导带着陈宇举家迁徙。估计明天一早就能和那座岛屿对接，到时候凭借突破后的小白子，可以轻易将福地庇护蔓延过去。不过2个福地庇护是不一样的，而且是隔开的。领导的福地庇护不仅只是有着庇护的作用，还有孕育灵地以及强悍的防御力，而蔓延到那座岛屿的福地庇护仅只是隔绝风雪严寒而已，但是已经足够了。陈宇已经联系好了的凯撒，也准备好了房屋。明天一早，信仰金身前往麦克阿瑟那里，进入永夜遗迹。陈宇则是踏入岛屿，把这几千流民撒下去，任其自由发展。当然了，他们想要活下去，凭借那弱小的身躯肯定不行，必须信奉4小只，成为神选者，掌控超凡之力，才可能在危机遍布的岛屿上繁衍生息。而且陈宇也不打算把4小只的灵神像都集中在一个村子，而是分成4个村子。终于天亮了，睡得真舒服，起来干活。第95章，未知异常，兔头漩涡。另一边，信仰金身前往麦克阿瑟那里，现在陈宇还没有意念驾驭信仰金身，等信仰金身进入永夜遗迹再说。这里，陈宇正在前往岛屿，准备安置4000多的流民。这个岛屿干脆取个名字，既然是造化金莲孕育之地，就叫宝莲洲好了。虽然现在只是一个大些的岛屿，算不上洲，但是未来就说不定了。陈宇的领导并没有和宝莲洲接壤，而是相隔3公里的距离。先是让小白子把福地庇护蔓延过去，隔绝风雪严寒。但是虽然隔绝了，宝莲洲上依然有着冻土以及积雪。为了尽快可以让宝莲洲拥有合适的生存条件，陈宇让小白子引渡来一部分灵气，并且施展灵运福泽。顿时无数草木疯狂吸收灵气，破土而出，迅速成长。短短不到半个小时，整个宝莲洲就已经焕然一新，仅只有在茂盛的草木之间有一点点积雪残留。催生这些草木并不费多大功夫，更何况宝莲洲上本来就有大量灵气，灵运福泽仅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在福地庇护的作用下，宝莲洲已经变得非常适合生存。陈宇也准备过去，将购买的流民散养到这里。这一点距离当然用不到苍冥帆船，而且湖面冻结，陈宇直接骑着风行过去就行。这算是陈宇第一次徒步出行这么远。到了岛上，4、5千流民就被放到岛屿那个山谷中心，里面有着大量野果，足够他们度过初期。在安排了各种事项后，陈宇从领导先祖村找来4个神选者帮助管理，然后就撒手不管，爱咋咋地。那3只有着神级血脉的灵物不见了。陈宇手掌捧着金皇后灵后，得知了岛屿上已经不存在那3只灵物，对此也只能惋惜。现在已经立下灵神像的4只宠物风行、灵后、土拨鼠、小田鼠，已经越发显得不凡，沾染了信仰之力，莫名的都带着一种威严。尤其是新一波流民信仰下，4只宠物实力都是暴涨了一截。土拨鼠、小田鼠直接突破到了11级，灵后和风行也有很大提升。实力的提升也让4只宠物可以培养更多的神选者，这些神选者未来都是建立村子的根基。宝莲洲山谷中，一排排房子随意的散落在山谷中，4、5千衣衫褴褛的古人参拜了灵神像之后，在神选者的指导下开始繁衍生息。陈宇返回岛屿，开始忙自己的事情。昨天小白子蜕变晋级，散落的一蜕化成粉末，其中大半粉末被36个灵物吸收，那可是30级灵物的一蜕，蕴含大量精华。但是还有小部分散落到岛屿上，自己前不久种植的水晶稻米，应该在这光粉的作用下已经成熟了。自己当然要去收割了，顺便的其他8个湖底农场也种植上。黄鹂，听说昨天夜里不少灵鸟得到造化，开灵了。翠鸟，什么？快！老婆们，我们领导上又有灵鸟开智了，赶紧看看是公的还是母的。秀眼，啾啾，公的抓起来和傻鸟们配种，母的收为姐妹。冲呀！猫儿草，呸！渣鸟，猫儿草，哎，为啥就没有草开智呢？好想谈一场甜甜的恋，呸！
本女帝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本女帝未来可是要征服宇宙的鸟。小田鼠竟然突破了10级，太棒了！没想到天天吃了睡，睡了吃，我还能突破到10级，嘿嘿嘿。小松鼠，小甜甜，主人去哪里了？我也想要一个窝，我必须要从松柏身上搬下来了。小田鼠，早就该搬下来的，整天颠三倒四的，还让不让鼠鼠休息？至于窝，等主人回来你去要不就行了，不行你住我家也行，我家大。小松鼠，那太好了，我先把我珍藏的栗子搬出来，放你家里吧。小田鼠，嘿嘿嘿嘿嘿，没问题的。黑蛋，呀呀呀，呀呀呀。林后，咦，黑蛋，你怎么过来了？黑蛋，呀呀呀，呀呀呀。林后，你说的啥？我听不懂。黑蛋焦急的团团转。黑蛋虽然开智了，变得很聪明，但是只能听懂，自己却是无法和其他灵物交流，就和一个低智哑巴儿童差不多。突然，黑蛋的触手直接卷住林后、小田鼠、小松鼠，急匆匆地向着领导一个方向去。突然，黑蛋停在一处地方，围着半空中一个位置呀呀乱叫。林后和小田鼠、小松鼠3只灵物被黑蛋搞得一脸懵逼。小松鼠，滋滋，你的黑蛋，闲着没事找抽事吧？把我带到这里干什么？小田鼠，黑蛋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林后，黑蛋，你到底想说啥啊？我们真的听不懂。小田鼠，林后，不如你先去把主人找过来吧。林后，好，我给我的子民们发送命令，相信很快就可以找到主人了。等主人来了，或许就知道什么情况了。月湖湖底，陈宇刚刚收获了300斤水晶稻米，这些水晶稻米产量真的是非常低，不过也正常，毕竟这些水晶稻米都是灵物，不是普通的稻米可以比的。收割完水晶稻米，陈宇开垦土地，准备将新一轮水晶稻米种下去。这时，一只小灵蜂艰难冲破湖水，进入湖底，找到陈宇，围着他不停地飞舞。陈宇惊讶，怎么回事？难道林后有什么紧急事情，竟然派遣小灵蜂进入湖底找自己？担心领导出了什么事，陈宇急匆匆出来，跟着小灵蜂找到林后。林后似乎已经发现了什么，在得知陈宇位置后，也急匆匆地赶过来，在半路相遇。林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竟然派遣这么多小灵蜂寻找自己？林后，主人，领导上出现了未知情况，还好被黑蛋发现的及时，主人快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未知情况，陈宇心顿时一悬，连忙跟着林后，路上通知小松子也赶过来。没几分钟就到达黑蛋所在的位置，还没有靠近，陈宇就发现了异常情况。这时候小松子也赶过来，但是见到那异常情况却显得非常激动。小松子，主人，我们要发了。发了？陈宇疑惑看着那一个形似兔头的悬浮地面3尺的漩涡。第96章，灵帝晋级4星。小松子，你是不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小松子，主人，还记得我之前说的云兔灵帝吗？小松子语气非常激动，恨不得立刻就进入里面。陈宇听到这话，心里突然涌现一个猜测，这个漩涡后面该不会是……小松子，不错，这就是云兔灵帝的遗迹，里面绝对有着可以让云兔再现辉煌的宝物。这是云兔老祖当年辉煌时悄悄在祖地建立的遗迹，要不是我和小白子活得久，肯定不知道，但是就算知道，也只是大概知道，似乎在周围。当初湖中莫名出现这座灵岛时，我和小白子已经是20级了，算是迷雾森林外围的顶尖，就一直悄悄地看守了20多年。当初云兔一族被驱逐迷雾森林核心区域时，应该有不少兔子知道的。但是当初云兔老祖侵占了核心太多利益，所以在云兔老祖死后，其他种族就疯狂围杀，瓜分云兔一族。整个云兔一族当初几乎要灭族，要不是那群兔子实在能生，使云兔几乎泛滥了整个迷雾森林核心，估计连一点都留不下来。但是各种传承也被打断，所有20级以上的云兔近乎灭绝，整个云兔一族也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即便如此，也是惊艳了整个迷雾森林。当初甚至有传言，云兔老祖要不是意外死亡，未来甚至可能成为青鸾领主那一阶梯的存在。可惜啊！小松子唏嘘，当初云兔老祖起事在这里，也算是老乡，甚至小松子还是和云兔老祖一个时代的灵物，只不过那只云兔真的太过惊艳了，惊艳的迷雾森林都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是天上的星星。陈宇先前只是听小松子说过云兔灵帝，还是第一次听到云兔老祖。话语之间，陈宇似乎也能感受到那惊艳世间的云兔。回过神来，他又激动地看着空间漩涡。小松子，你说那云兔老祖当初回来会在里面留下什么？小松子，主人，带上那只小黄兔，我们进去看看。好。半个小时后，陈宇整装待发，身上穿戴着苍冥大鱼皮炼制的铠甲，这是第2套，第1套信仰金身穿着去永夜遗迹了。郑重地把小黄往兜里一揣，和小松子一起踏进云兔遗迹。眼前只感觉瞬间晃了一下，
随即恢复平静。陈宇还没有睁开眼睛，就感觉发奥空间中弥漫的浓郁灵气，以及青草的芳香。这是……陈宇惊呆了，一眼看不到头的草原，生长的全都是灵草。灵草刚刚没过陈宇的小腿，在微风的吹拂下，整片草原如同海浪一般轻轻翻滚。但是这不是最让陈宇震惊的，他抬头看着天空，一颗白色太阳身边有着3颗小1号的环绕，小1号的白色太阳又有3颗更小的环绕。灵气的来源就是他们。陈宇知道机缘就是在那，在天上。小松子化成的小树如同一个盆栽里面的小松树，但是此刻激动的浑身颤抖。小松子，主人，是灵脉，是灵脉，1条上等，3条中等，9条下等，13条灵脉啊！那可是13条灵脉，就是下等灵脉也要4星5星的灵地孕育不知道多少岁月才能凝聚，中等灵脉更是只有6星7星灵地才能凝聚，而且竟然还有1条上等灵脉。主人，只要我们将过这些灵脉放入灵岛，灵岛的成长速度将会增加100倍，甚至在迷雾森林外围自己打造一个小核心。陈宇咽了口唾沫，灵脉其他作用他不知道，但是他可是清楚的记得7级建筑灵府可是需要聚灵之物的，而灵脉更是聚灵之物中的极品，这一下子就是13条，更是有着1条上等灵脉。发了，真的发了！快，小松子，把我送到天上，我把他们都收起来。好的，主人。小松子枝叶一颤，一根巨大的藤蔓拔地而起，拖着陈宇进入天空。云兔遗迹的天空并不高，仅仅只有1000米，但是范围极大。陈宇既然到了顶端，依然一眼看不到头。据小松子感知，少说范围也有数百公里，以后倒是可以留着当做灵岛的秘境。而且这一望无际的灵草也是很庞大的一笔资源。很快，陈宇就接触到了灵脉。叮！恭喜玩家发现上等灵脉，是否收集？是。叮！恭喜玩家获得上等灵脉。叮！恭喜玩家发现中等灵脉，是否收集？是。叮！恭喜玩家获得中等灵脉。叮！恭喜玩家发现下等灵脉，是否收集？是。叮！恭喜玩家获得下等灵脉。陈宇看着背包里面的13条灵脉，激动不已。他相信，哪怕最低的下等灵脉，只要投入外面的灵岛，就可以瞬间将3星灵岛提升到4星，甚至投入中等灵脉，要不了几年，灵岛就会完全消化灵脉，晋级成为6星灵地。6星？那可是6星啊！哪一个6星灵地除了先天诞生就是6星的？哪一个不是需要有5星灵地数百年积累才能晋级的？而现在有着1条中等灵脉，陈宇就可以将这个时间缩短100倍。至于上等灵脉，那是留着灵府用的，况且3条中等灵脉已经足够用了。这3条灵脉暂时就投放1条就行了，其他的先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离开云兔遗迹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也没有所谓的考验，倒是让陈宇白紧张一把。咦，小黄怎么回事？怎么睡着了？陈宇掏出小黄，惊疑地看着身体散发玄妙气息的小身板。肩头缩小的小松子轻轻摇曳，主人，他可能获得了云兔老祖遗留下来的传承，建议主人赶紧再找一件那种契约卷轴，以防小黄醒来出现意外。传承嘛，怪不得云兔遗迹看起来这么安静。陈宇眯着眼睛，这小兔子到了自己手里，当然没有撒出去的道理，当即就准备联系云青山，对方能获得3个宠物契约卷轴，说不定也能获得第4个。小白子，看守好这个云兔遗迹，下面准备好，等待灵地晋级。1条中等灵脉被陈宇丢在小白子树根下，融入大地的灵脉顿时舒展，如同1条巨龙在地下蜿蜒。灵岛飞速扩张。第97章5级建筑空中花园。陈宇盘坐在小白子树下，全力运转吐纳术。此时灵岛包括周围的大湖以及宝莲洲都在变化，中等灵脉的融入让灵岛的增加比晋级带来的扩张更加凶猛。照这个趋势，灵岛晋级4星灵地扩张肯定大于10倍。悬崖脚下的沙滩因为接近灵脉，扩张的更加迅猛。预计这次因为灵脉的原因，灵岛的扩张并不会规律的变大，而是越靠近灵脉，扩张的就越大。就是不知道到最后整个岛屿究竟能扩张多大。但是可以预见，陈宇脚下的这座平顶山将会不再处于灵岛边缘，而是中心，并且会远远高出其他山峰一大截。毕竟灵脉可就是在山峰之中，如同潮水一样的灵气向着整个岛屿席卷。好在有着福地庇护大阵阻拦，这些灵气都锁在里面。宝莲洲也在扩张，但是扩张的速度远远慢于灵岛，但是面积扩张10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陈宇在闭关之前却又让翠鸟携带一样东西到宝莲洲山谷中，这样东西投入到宝莲洲后，
还能让宝莲州在扩大10倍的基础上继续扩大10倍。灵气滚滚，山高水涨，灵脉带来的好处依然在继续。因为灵脉的影响，连带着周围的湖水也扩张。等到结束，可能灵岛和宝莲州的距离就不是3公里了。宝莲州上的居民经过最初的惊慌，被4位神选者安抚，说是神灵动用伟力，将他们脚下的大地变得更加庞大。这些愚昧的居民乌泱泱地跪在地上祷告。4小只在庞大信仰与灵气的洗礼下，晋级竟然丝毫不比灵气节点上的灵物差。宝莲州山谷的居民没有注意到的是，他们之间的距离也变得更大。渐渐的，一座座山浮现，将他们分成一个个村子。4位神选者似乎早有准备，此时他们4人也在接受这次福泽，并且身边还有7、8个人。这次结束，他们都会前往各地，重新聚拢居民，形成一个个小小的村落，散落在山谷之内。突然间，一只碧绿的神鸟划破云层，是翠鸟。翠鸟嘴里叼着一个光球，光球落在山谷中央的宝莲湖中，是一条下等灵脉。顿时，宝莲湖湖水翻滚，地脉延伸，湖水扩张，整个宝莲州在融入灵脉后也开始急速扩张。尤其是山谷，在灵岛和下等灵脉的双重作用下，扩张恐怕还不止100倍。毕竟宝莲州不是灵地，扩张的消耗远远比不上灵岛。哪怕宝莲州只是一个1星灵地，扩张也不可能这么猛烈。但是，虽然宝莲州不是灵地，可是在灵脉融入后，随着扩张，一个个小小的灵地在宝莲州里面诞生，有的只有几米大小，有的也覆盖几座山峰，蔓延数公里。没有扩张前的宝莲州最长36公里，最宽25公里。等到这次结束，最长绝对不会低于360公里，最宽不会低于250公里。毕竟这些扩张的大部分都是普通地界，远远比不上灵地。但是这时称为州也不算夸张了。小白子光芒璀璨，枝叶摇摆间，澎湃的灵气潮汐被梳理，如同涓涓细流，温润万物，气息变得更加幽深。毕竟那灵脉可就长在小白子的脚下，小白子的树根宛如天罗地网，任凭灵脉怎么翻滚，都逃脱不了。而掌控着灵脉的小白子，它的蜕变可想而知有多么巨大。虽然不足以让其突破到7星血脉，但是达到40级恐怕不是一句空口白话。而小松子虽然没有小白子升级恐怖，但也是顺势突破到了31级，并且实力还在缓缓增加。36个灵气节点和领导命运相连，蜕变自然也是非常恐怖，绝对可以突破到20级以上。甚至在他们下面竟然还凝聚出一条条细微的灵脉，虽然连下等灵脉都算不上，但是一旦领导完全消化中等灵脉，晋级6星灵地，这36个灵气节点上的细微灵脉绝对都可以成为一条完整的下等灵脉。当然，即便现在只是非常细微的灵脉，但是毕竟是灵脉，对于一地的影响不可谓不大。36个灵气节点所在都在疯狂扩张，月湖也开始扩大。虽然月湖和碧水湖都有微小灵脉，但是因为月湖比碧水湖靠近中等灵脉，所以扩张的也更加猛烈。估计这次2个岛屿第1、第2的湖泊在扩张后也会变得不相上下。夜晚即将降临，岛屿的扩张也渐渐接近尾声。大青石所在的灵气节点，此时大青石真的算是一座山了，主体有着100米高，但是在表面岩之力量汇聚，形成一座1000米高的大山，将主体笼罩在山体之内。大青石所在的山已经是领岛第2山，至于第1山，如今也是领岛的中心，足足有着3000米高。只不过山顶是平的，远远看去，倒是像是一根下头略宽、上头略细的柱子。整个领岛扩张100倍，原本20平方公里的面积，现在有着20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这都得益于中等灵脉，不然正常晋级4星灵地，不可能带来这么大的提升。领岛面积虽然远远比不上宝莲州，但是要知道整个领岛现在可都是4星灵地，可不是宝莲州上那零零散散的1星2星灵地能比得上点。福地庇护大阵的范围随着福地宝术变得更加强大，笼罩宝莲州也丝毫不费力气，更何况有着36个灵气节点辅助。小松子突破到了35级，小白子距离突破40级到达41级，只差临门一脚，有着中等灵脉，估计要不了1个月就能突破。对此，小松子也只有羡慕的份。除了这2大底蕴，36个灵气节点上的灵物当然也全都迎来巨大提升，最低的都是21级。至于其他宠物，提升最大的自然就是收拢信仰的4小只，也都突破了20级。而作为岛屿的主人陈宇，虽然没有提升到20级，但是也达到了16级。主要还是陈宇借助小白子和青灵吐纳术反复淬炼灵气的原因，不然提升远不止如此。陈宇睁开眼睛，看着即将被黑暗笼罩的天空。领岛也该有个名字了，就叫仙州。脚下这座山就叫祖界山，等级超过15级了，可以着手建造5级建筑了。陈宇回到院子，取出一张图纸，各种材料早就准备好了。系统升级5级庇护所，空中花园。
第98章九天十地。祖界山上空300米，一座巨大的空中花园城堡悬浮。花园中央是100米乘100米的城堡，城堡高7层，第一层足有20米高。庞大的空间中，一根根石柱伫立，宛如神殿。其余6层也都有10米高，只不过每层里面又分出小3层。相较于4级建筑，5级建筑简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城堡周围是一个300米乘300米的花园，将城堡裹在中央，各种花朵草木生长，甚至还有一些肥沃的小田地。这些小田地竟然和陈宇的田方块有着一样的作用，可以种植农作物，每天都可以进行收获。好在5级城堡消耗的物资极为庞大，陈宇倒也不担心冬天过后自己的田方块会卖不出去。原本的东屋、西屋以及4个厢房也都发生变化，不再是徽派建筑风格，而是和城堡一样的西幻风。这6个房屋形成一座小楼，在城堡旁边。东屋和2个东厢房在1楼，陈宇的各种设施以及兔子一家、土拨鼠、大雁都生活1楼的房间里。至于2楼，西屋和2个西厢房都在2楼，西屋的储物柜都在这里。原本的田方块都在5级建筑的小田地旁边，苹果树和香蕉树也是随意的生长在花园里。陈宇很久没有采摘上面的苹果了，因此上面挂了很多果。金皇后早已经不住在蜂箱里面，但是小灵蜂和普通蜜蜂都住在里面。现在这些蜂箱都在花园里面，而空中花园里面，在城堡大门前100米外的花园里，还有一个30米高的拱门，并且在空中花园正下方也同样有着一个一模一样的拱门。穿过任意一个拱门，就可以从另外一个拱门里面出来，这就是陈宇从空中花园离开的方式。当然，现在的陈宇还可以乘骑翠鸟下来，现在翠鸟也已经是20级的灵物，往地上一站，体型一点不比一头成年马匹小。陈宇打开房屋功能，里面的信息也出现了很大变化，还多出不少功能。房屋5级建筑空中花园，基础功能：奴仆召唤0100，终极庇护，终极巨灵小田地仓库。图纸特有功能：生长加持，美好心情，守护之塔，花园，浮空。果然可以召唤奴仆，最多竟然可以召唤100个奴仆。就是不知道这些奴仆有没有什么特殊能力或者修炼天赋，可别和那些流民一样。陈宇正要准备把100个奴仆召唤出来，系统突然传来提示音：叮！恭喜成为前1000名成功建造5级建筑的玩家，获得黄金宝箱1个。黄金宝箱！陈宇没想到建造好5级建筑竟然还有黄金宝箱奖励，不过似乎只有前1000名才可以拥有，不知道自己是多少名建筑5级建筑的。那些排在自己前面的，虽然资源不一定有自己雄厚，但是能在短短半个月也达到至少15级，绝对不容小觑。要知道他自己能达到16级，也是多次灵帝晋级才提升上来的。要是按部就班的修炼，寒冬结束他也达不到这个实力。能在这么短时间达到至少15级，绝对都有大机缘。陈宇惊叹，随即打开黄金宝箱。系统打开黄金宝箱。叮！恭喜玩家打开黄金宝箱，获得区域平民召唤卷轴、9天10地大阵阵图、先天退反果。区域平民召唤卷轴可以随机召唤历史中的平民，召唤范围100公里乘100公里内所有人类，包括人类的住宅，并且住宅自动赋予抵抗黑夜与迷雾的能力。9天10地大阵阵图绑定，施展阵图可以打造9天10地大阵，隔绝天地，自成一界，可以驱散迷雾，但无法驱散黑夜的恐怖。不过人类建立的房屋会被自动赋予抵抗黑夜的能力。10地9天一中心也可在大阵内又自成一片小天地，玩家可以成为9天10地之主，掌控一切，并且9天10地大阵具有时间加速的作用，时间加速过程中玩家只能观察，无法进入其中。10地最高时速迷雾世界1天，里面1年；9天最高时速迷雾世界1天，里面10年。中心地界为玩家所在地界，无法进行加速。先天退反果，食用果实可以褪去后天凡胎，成为先天生灵。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先天生灵的1点灵值等于后天生灵的100点灵值。注：通过吐纳术，每天吐纳的灵值不变，灵地加成不变，但是食用灵物需要100倍才能获得相应的效果。卧槽，这3样东西有点牛逼了吧？陈宇仔仔细细反复看着3样东西的介绍，每一样东西都让他心动不已。区域平民召唤卷轴，刚好自己不用去找凯撒购买奴隶了，直接使用这张卷轴岂不是更好？直接召唤历史一片区域的人类啊！就是不知道是召唤哪个朝代的人。等召唤过来，直接投放到宝莲州上，凭借现在的宝莲州足以轻轻松松的养活，更何况古代人口本来就稀少，我倒是希望可以召唤出一个富饶点的地方，可以节省大量人口繁衍的时间。这么多人口，倒是可以给其他宠物也建立灵神像了。宠物契约卷轴就算了，干脆使用普通契约卷轴限制这些宠物得了。
就算以后心里不想打工，想造反，有着9天10地大阵，也得给我老老实实的打工，凝练愿力珠。不打工，直接降下雷劫劈死，然后埋土里当花肥。他们不干，有的是宠物打破头干。还有这个9天10地大阵，简直不要太牛逼！难以置信，这是黄金宝箱开出来的东西。看来很可能，黄金宝箱就是宝箱的上限了，只不过里面的东西珍贵程度差距极大而已。等会将9天10地大阵布下，仙州直接锁定为中心，宝莲州暂时锁定为1地，云兔1季也可以锁定为1天，就叫青云天。而且有着9天10地大阵，宝莲州、青云天和仙州都不再受到迷雾的干扰，无疑更加适合生存。就是不知道那未知的黑夜会不会让那些凡人诞生恐怖的变化。好在现在自己实力也不低，也可以给36个灵物树立灵神像。不过他们的灵神像聚拢的信仰之力全部都打造信仰金身和愿力珠，他们本身是不能让他们沾染信仰之力的，免得信仰之力通过他们反向侵蚀灵气节点。陈宇思考良久，很快把3样东西都安排好。9天10地大阵阵盘自然要放在自己的空中花园城堡里面，并且被陈宇放在了1楼大厅的中央悬浮。大阵说是大阵，但是操作竟然和人工智能似的，竟然有着自己的灵智，陈宇可以直接交流。在陈宇的指导下，9天10地大阵笼罩和福地庇护大阵叠加，将宝莲州以及附近的湖域笼罩，迷雾瞬间被逼退，顿时天地清明，不愧是自成一片天地。陈宇忍不住惊叹，他现在站在祖界山上空的空中花园里面，竟然可以遥遥看到宝莲州。明天再前往宝莲州，使用区域平民召唤卷轴。现在先服用先天退凡果。第99章永夜遗迹。永夜遗迹。破旧腐朽的房间里零散地坐着9个人。怎么办？我们要出去吗？金甲女子靠在墙上，头发凌乱，胳膊上的伤口散发着诡异的气息。麦克阿瑟脸色沉重，嘴里叼着雪茄。没想到这永夜遗迹居然如此诡异，才刚进来没多久，我们就死了3个人。金身陈宇，本尊意识现在很忙，擦着苍冥长枪上的血字，叹息，如果这就是黑夜下的场景，这个迷雾世界就太过可怕了。其余8人闻言沉默，他们已经得到一些模糊的消息，就是白天与黑夜大概是不同的2个世界，但是似乎仅限于人族，这让他们很困惑。对于金身陈宇的猜测究竟有着多大可能，大家心里都有数，那大概率就是事实，甚至更加恐怖。或许这就是系统不让黑夜出门的原因。而且这个永夜遗迹里面是没有东西超过20级，但是迷雾世界可就不一定了。好在大家都不是本尊前来，都默契的选择信仰金身，而且还都带着回城卷轴，撕开可以随时回去。但是他们都是带着本尊的使命来的，为的就是探索黑夜的更多秘密，甚至找到一些特殊的道具，为未来做准备，轻易不会选择回去。只不过外面真的太危险了，那些恐怖的东西仅仅一个照面就杀死了3个人，连回城卷轴都来不及撕开。虽然那3个人都只是6、7级的信仰金身，但是在场除了寥寥几个人，根本就没有几个是10级以上的。金甲女子看着手里的破旧油灯，淡淡道：“灯快灭了。”众人神色都是一紧。金甲女子手里的油灯就是在永夜遗迹里面一处房子里面找到的物品，里面残存的灯油具有屏蔽黑暗中生物感知的作用，也可以隐藏气息。麦克阿瑟咬着牙，不能再等了，我们必须出去，否则可能探索不出任何消息，错过了这一次机会，下一次遇到永夜遗迹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金身陈宇站起来，他身上穿着的是30级的苍冥羽甲，之前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走吧，我们才探索了几个房子而已，这些房子里面说不定还有这种物品，准备了这么多，不能白来一趟。金甲女子服用过疗伤灵物，此时也好的差不多，站起身，还是按照契约的要求，谁先发现就归谁。自然9人陆陆续续起身，金身陈宇趴在一个裂缝上往外看，黑沉沉的天空，一轮血月高悬，外面一片死寂，散发着诡异的气息，仿佛有着恐怖蛰伏。金身陈宇当然不是在寻找什么，他是在听心声，来判断周围是否有开智的东西，或者那些恐怖的东西。吃，好吃，有好吃的进来，吃，好吃的。我的孩子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酒，给我酒，喝酒，3只。金身陈宇心头一沉，听到那些心声，判断出来自己100米内有着3只恐怖。麦克阿瑟必须要得到那件东西。地图上显示，那件东西就在村长家里，先找到一盏油灯，再找机会离开其他人。金身陈宇不经意地看了麦克阿瑟一眼，他从见到对方已经听到类似点心声不下于10次了。村长家，地图，这个外国佬果然有着我们不知道东西。不过终于等到这家伙说出具体位置了，看来我可以先一步脱离其他人。金身陈宇看着面板，里面有着一盏油灯，这盏油灯其他人都不知道。自己之所以找到这盏油灯，并不是自己有多幸运，
而是这盏油灯有着灵智。在他靠近一处杂草丛时，从里面捡到了。能有灵智，显然自己的这盏油灯比金甲女子的不知道要好了多少。而且里面灯油也非常充足，只要给油灯喂食灵气，这个油灯就可以自己产生可以屏蔽人族气息和怪物感知的灯油。所以现在油灯里面是满的，等会自己可以引来那些恐怖，让他们冲散队伍，自己趁机前往村长家。金身陈宇细细思索，引来他们很简单，只要自己把一滴鲜血抛出灯光之外就可以。油灯的灯光虽然可以屏蔽人类的气息，但是并不能隐身，那些恐怖不是瞎子，一旦看到依然会疯狂的进攻。村长家的位置在陈宇多次聆听对方心声下，也是早已经打探出来，就是村子中央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的房子。众人观察到外面没有什么动静，悄悄地打开门，迅速向着最近的一间房子去。就在半路，陈宇通过心声感知到一只恐怖就在刚刚他们离开的房子后面，距离不足20米。指甲一划，只见一滴鲜血滴出，被陈宇迅速抛出油灯灯光范围之外。油灯灯光范围仅仅只有3米，在鲜血离开灯光范围后，一声怪异的嘶鸣响起，众人全都面色一白。紧接着地面传来震动，砰！一道黑影直接撞碎墙壁，腥臭的腥风扑面而来。长蛇肚腹13级，生存在黑夜之下的恐怖生灵，具有极为灵活的身体与长蛇，喜欢如同蜥蜴一样爬行。不好，我们被发现，大家速战速决，快，赶紧解决他，不要让他呼叫同伴。众人都明智的没有选择逃跑，齐齐使用各种技能对着长蛇肚腹轰击。冰剑、风刃、火球、雷电，夹杂着浓郁的信仰之力，对着拖着蜥蜴尾巴的长蛇肚腹进行全方位打击。众人之所以冒着信仰精神溃散的风险，让攻击携带如此浓郁的信仰之力，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单纯的灵气攻击很难对这东西造成伤害，但是一旦附加上信仰之力，就可以对这些恐怖造成实质伤害。但是想要击杀，显然没有这么简单。长蛇肚腹身体极为灵活，躲过大部分攻击，迅速向着众人扑杀。陈宇低喝一声，长枪骤然刺出，但是临到击中，力量又一收，长蛇肚腹舌头一甩，一股巨力将陈宇击飞，方向正是前面的房子。陈宇顿时撞开腐朽的房屋，倒在里面。另外2道嘶吼传来，伴随刺耳的声音：吃，好吃的，酒，喝酒，一起陪我喝酒。金甲女子大喝：不好，大家都别藏拙了，赶紧击杀这长蛇肚腹。另一边，原本撞开房屋的陈宇立刻取出油灯点燃，悄悄溜走。油灯，草你，终于把本大爷放出来了，闭嘴，再闭闭就继续让你饿着。陈宇骂了一声，连忙躲进附近一个房屋。刚进入房屋，一只大肚酒鬼路过，飞快地向着战场滚去。走！陈宇闪身，迅速向着村子中心去。第100章9节生死草。陈宇离开队伍后，一个人迅速向着村子中心赶去。有着偷听心声的能力和油灯以及房屋的遮掩，他很快就来到村子中心。就是那里，陈宇一眼就看到一座院子里的巨大槐树，那棵灰白色槐树几乎将整个院子都笼罩。油灯，啊呀，你这老灯怎么跑这里来了？快走，快走啊！等那老东西从棺材里面爬出来，我们都得玩完。陈宇手里的油灯猛烈地摇晃着，想要挣扎着逃走。老实点！手掌散发微微白光，是信仰之力。被攥着的油灯顿时滋哇乱叫。油灯，哼哼，你就等死吧！我看你能牛气到什么时候？等老家伙爬不出来，把你从脚到头一点点嘎嘣脆的嚼碎你的骨头。油灯，哎，完犊子了！好不容易诞生灵智，估计也要和那个石头蛋子一样被抹除了。油灯愤愤地沉寂下来，像是认命了一样。距离50-60米外，陈宇看着那个院子，此时有些犹豫不决。看油灯的样子，里面绝对非常危险。虽然遗迹限制里面的一切不能超过20级，可是对方既然拥有可以抹除灵智的能力，那么就能抹除自己这具信仰精深的意识。实力绝对不是可以用等级衡量的。听那个老麦叨叨，那件东西并没有在房间里面，只是在院子里，自己进去看看，大不了就是折了一个分身和这一身装备而已。金身陈宇有了决断，当即进入院子。现在的金身陈宇和陈宇本尊还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金身陈宇并没有把自己当作独立的个体。一阵怪风吹过，院子门口上方的一个铃铛发出类似婴儿哭泣的声音。陈宇还没有进门，身体瞬间僵住，背后一道邪恶的目光正死死锁定他。陈宇可以清晰感觉到，只要自己再往前进一步，对方绝对会在一瞬间来到自己眼前。冷汗顺着额头落下，陈宇浑身僵硬，阴冷的气息不断地侵蚀自己的身体。究竟是什么东西，竟然仅凭借一道目光就近乎让自己难以行动。陈宇咬着牙，
艰难的后退一步，目光忽然消失，身体顿时一松。呼呼，什么东西？陈宇转头看着自己身后，什么东西也没有发现，但是他清楚，刚刚绝对不是自己的错觉。他骨子里那股还没有完全逝去的阴寒之气，都证实那个东西的存在。可是身后空空如也，除了破败的草木和房屋，没有任何恐怖的踪迹。陈宇眉头紧皱，自己要怎么样才能进去？就在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什么东西的心声。大槐树，咦，奇怪了，怎么可能有人？人族不是都凋敝了吗？大槐树，不对不对，仅仅只是有着人类的气息而已，本体是一颗大青石成灵，竟然还走的是信仰神道。看来很可能是大族历练的子弟，否则不可能修炼化形术和信仰神道。大槐树，看来又是奔着九节生死草来的，可惜啊，如果九节生死草不是被割了一茬又一茬，估计早已经诞生灵智，甚至打破遗迹束缚，去往外面那无垠的天地了吧。门口的陈宇闻言，目光闪烁，九节生死草，估计这就是老麦那外国佬想要的东西了吧。九节生死草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听名字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东西，至于究竟有什么作用，还要采集后才知道。可是现在他连大门都无法靠近。大槐树又是一个连大门都进入不来的，看走眼了，连大门都进不来，估计也不是什么大族的子弟。大槐树，这些底蕴浅薄的小族绝对想不到，只要把油灯熄灭才能进入院子的。大槐树，而且要是进入院子后再次快速点燃灯火，就可能惊醒院子的主人。哎，估计又要成为村中枯骨了。陈宇耳朵微动，面色无常地吹灭油灯，身影一闪就进入院子，立刻点燃油灯。就这短短一瞬间的功夫，生命的气息散发，就吸引了好几声恐怖的嘶吼，几个房屋破碎。好在闪得快，否则不用等他进入院子，也会被撕成碎片。大槐树轻轻摇曳，看着进入院子的陈宇，陷入良久的沉默。陈宇戴着数据眼镜，扫了大槐树一眼。冥怀封印中，等级20，音值6050，天赋阴冥领域，血脉七星阴冥术。心里顿时一惊，竟然是七星血脉！20级巅峰，只差一点就能突破到21级，恐怕要不是永夜遗迹的限制，凭借七星血脉早就突破了，说不定就是到达外界也能立刻突破。陈宇心里念头一动，能不能把这老槐树带走呢？毕竟这可是七星血脉啊，就是现在的福地宝树小白子都是差了一筹。就在陈宇思考间，一抹与众不同鲜红出现在视野里面。九节生死草，九节生死草服用后，九节生死之力藏于身体深处，每经历一次生死大劫，就可以激发一部分九节生死之力，完成一次蜕变。如果能经历9次生死大劫不死，完全激发九节生死之力，身体会发生一次极致的升华。原来这就是九节生死草。陈宇目光死死盯着那一抹赤红，呼吸顿时急促起来。九节生死草生长在一根黑色的朽木上，那朽木看起来像是一株老死的树，小草只有1指高，却生有9节，看起来极为不起眼。要不是鲜红如血的颜色和黑灰白的院子极为不搭，恐怕没人会注意。陈宇走到前面，小心翼翼地将9节生死草拔出来。咻！陈宇一惊，发现手里仅仅掉落了9节草叶，但是其余部分却是直接遁走，不知道跑到哪里了，仿佛和壁虎断尾求生一样。怪不得老槐树说9节生死草快要诞生灵智。陈宇有些惋惜地摇头，随即目光盯向老槐树。老槐树身子一抖，心里一慌。老槐树，怎么个事？一抹金光出现在陈宇手里。老槐树看着那金灿灿的几乎闪瞎他意念的斧头，陷入良久的沉默。第101章蜕变先天，天赋神通。3分钟后，陈宇从院子里出来，而老槐树也消失不见。不知道老麦那家伙发现找不到有着大槐树的院子会是什么表情。陈宇提着油灯迅速离开这里，向着其他人的地方汇聚。虽然陈宇现在有着油灯可以独自探索，但是因为团队契约的限制，他不能离开团队超过半个小时，而且每天和团队一起的时间不得低于20个小时。当初大家一起进来前，为的就是防止率先发现油灯的人独自探索。如果有人一旦违背，按照契约条件，自己在永夜遗迹获得的一切都会消失，并且会被契约之力强制驱逐永夜遗迹。这个团队契约当时是麦克艾瑟要签订的，如果不签订，是无法通过麦克阿瑟手里的信物进入永夜遗迹的。不过这半个小时，每天4个小时，已经给了很大的操作空间。油灯，老天，我勒个老天爷，你怎么从里面出来的？油灯，卧槽，你怎么把这恐怖东西带出来了？我，大槐树，小子，我劝你善良哦。油灯，我很善良的，大佬，求放过。大槐树，善良是一种优良的美德，希望你可以保持哦。
油灯瑟瑟发抖。油灯，呜呜，我会的，大佬。陈宇兜里一株小树悠闲地晃着，被他一把揣进去。马上遇到其他人了，老实点你。大槐树，欧了。陈宇，麦克阿瑟惊喜的招呼。你去哪里了？我们找了你好半天。看到陈宇手里提着的油灯，麦克阿瑟目光闪烁。我之前在那个房子里捡到这油灯，当时外面有几只怪物，我就先把他们引开了，把他们引走，我就过来找你们会合了。大家怎么样？陈宇问道。金甲女子叹口气，情况不容乐观，灯油已经没有多少了。不过好在你现在发现一盏，但是这次虽然有所准备，没有人死亡，但是大家的信仰之力都消耗了许多，恐怕在这里待不了多久，就会有人相继离开。可是到现在，我们不仅没有得到多少消息，也没有找到什么物品，反而大家都有很大损失。要不是背后有着所属势力的任务，恐怕早已经有人离开了。陈宇点头，先不管这么多，尽快搜寻房屋，如果能找到哪怕一个黑铁宝箱，也可能开出灯油。我们也是这样想的。麦克阿瑟目光明灭不定。陈宇看了他一眼，听对方心声，已经知道对方也找到油灯，可能在接下来要找机会离开了。不知道对方会采取什么方法，但是自己肯定要小心点，免得被波及。当然，这老麦注定要失望了，因为连有着大槐树的院子里面的大槐树都没有了，跟着别人跑了。9人带着伤势，先是挑选了一个房屋舔舐伤口。陈宇的油灯也正是接替金甲女子的油灯，而作为油灯的主人，陈宇也将作为保护对象，每次出门都会在中间。金身陈宇低着头，看着自己兜里扭动的小树，思考是否现在就离开。有着大槐树这个永夜遗迹里面最强者之一，对方知道的秘密已经不少，自己完全没有必要继续冒险。正打算决定离开陈宇，突然听到一个人的心声，顿时打算再等等。龟田三郎动用宝箱道具探测到的宝箱就在下一个房间，等会只要我先一步跑到床下，发现宝箱，就可以收为己有。谁也不知道。龟田三郎，哼哼，该死的华国，凭什么2个油灯都被华国人发现？等我有机会，一定把你们2个斗杀了。龟田三郎，这次消耗1件白银宝箱探测器才探测到的白银宝箱，可别让我失望。龟田三郎，不知道大哥二哥还有本尊有没有将那只神兽幼崽捕捉到？如果能成功，未来我们3兄弟必将登顶巅峰。陈宇耳朵一动，嘴角一勾，哼，没有油灯，你探测个鬼呢？当即他就找到金甲女子。陈宇和金甲女子是现在队伍里面唯二的华国人，之前死的3个玩家里面还有一个华国人，只不过现在就剩他们俩了，而且他们俩还都是队伍里面4个超过10级的玩家，因此在还没有进入永夜遗迹时，2人就偷偷另外签订了互助契约。此时陈宇直接找到金甲女子，打算把灯油分出一部分，先让对方使用油灯支撑一会。很快2人就商议好，陈宇直接就走出房门。对此，除了金甲女子面色平淡，其他人脸色都不是很好看，但是对此也是无奈，毕竟契约里面说了，在保证队伍成员受到油灯庇护的情况下，想要离开队伍的成员不得超过半个小时。陈宇只要在半个小时内回来，就不会违反契约。难道要追上去不成？万一被丢在外面，自己没有油灯庇护，岂不是和找死没有什么区别？其他人心里虽然不舒服，但是也无可奈何。一旁的龟田三郎心里突然有些不安，看着离开的陈宇，心情越来越焦躁。八嘎！金甲女子突然看向龟田三郎，龟田三郎身体一紧，连忙陪笑：“雪茜小姐，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感觉这永夜遗迹真的是太让人糟心了。”雪茜冷哼一声，要不是团队契约限制，早就让这个猥琐的小日本好看了。龟田三郎表面陪笑，心里却是非常阴暗。该死的贱奴，等我们的神兽幼崽成长起来，迟早把所有华国人都杀光。另一边，陈宇看着床底的白银宝箱，直接装进苍冥铠甲的衣兜。要不是苍冥铠甲的衣兜带着空间，他还真不好带回去。还是本尊的背包好使啊。至于白银宝箱里面有什么，只能等到回去时再打开了。另一边，空中花园，一颗巨大的白色蛋壳裂开一条缝隙，紧接着裂缝瞬间蔓延整个蛋壳。随着一声砰响，服用先天退反果的陈宇本尊彻底完成蜕变，成为先天生灵。先天生灵果然不可思议，没想到竟然还能觉醒天赋神通。这天赋神通好强！第102章各国公会建国。叮！恭喜玩家服用先天退反果，成为先天生灵。叮！恭喜玩家觉醒天赋天生劲道。叮！恭喜玩家觉醒天赋神通超凡领悟。超凡领悟，凡是所学习的技能都会触发超凡领悟，从而提高技能的品质。同一种技能，第一次必然触发超凡领悟，以后也可能发生多次触发，甚至小概率将技能升华为小神通。叮！下品2星小云雨术，触发天赋神通超凡领悟，升华为中品2星大云雨术。中品2星大云雨术，
拥有操控天象的能力，消耗的灵值越多，操控的天象范围越大，大雨范围内，己方敏捷提升1倍，敌方敏捷降低1倍。叮！中品3星9重叠浪术，触发天赋神通超凡领悟，升华为中品9星15重叠浪术。中品9星15重叠浪术，一浪高过一浪，第一重浪战力1倍战力，第二重浪战力为2倍战力，以此类推，第15重浪为15倍战力。超凡领悟，陈宇感觉要长脑子了，脑子里面出现好多东西，好像一瞬间自己明白了好多，然后2个技能就升级了。看着面板上的2个技能，陈宇此时眼里还带着茫然。啊，我刚刚明白了什么？哦，原来是这样，原来如此，我明白了。陈宇一脸高深的点头，那感觉就像刚刚被插入 U 盘一样，醍醐灌顶，直接领悟更高深的技能。强大，非常强大。更恐怖的是，超凡领悟每次学习新技能，第一次必然触发，关键以后还可能继续触发，而且技能的上限居然达到了小神通级别，那可是小神通啊！自己的天赋神通超凡领悟，居然可以将技能多次升华成为小神通，虽然只是小概率，而且需要一些机缘，但是也绝对足够可怕。小神通强不强？强不强？他陈宇能不清楚吗？残缺的幻月术，完整的生生不息造化经，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逆天的存在。要是以后自己所有技能都成为小神通，那得多恐怖！陈宇看着大云雨术，双手一挥，天空中骤然乌云密布，顷刻间大雨倾盆，磅礴大雨笼罩陈宇周围1公里范围内，他可以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瞬间变得极为轻盈，甚至有种感觉，在这大雨中他可以踏水而行。陈宇激动，当即走到空中花园里面一个小池塘中，深吸一口气，迈脚，一阵阵涟漪荡漾。而在水上，一个笔挺的身影稳稳地站着，竟然真的可以踏水而行，诗云不语，这和华夏传说中的仙神也差不多了吧？陈宇感慨，自己现在只是消耗了10灵值而已，如今他16的等级可是有着2100多灵值，也就是全力施展，还可以将范围扩大200倍。当然了，陈宇现在是先天生灵，1点灵值就相当于其他玩家的100点灵值，10点灵值相当于其他玩家的1000点灵值，所以施展大云雨术看起来才有如此伟力。要是一般玩家，非得被炸掉1半灵值不可。同时，陈宇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什么叫先天生灵。盘坐在池子水面上，一息间吞吐灵气，胜于普通玩家100倍。10点灵值更是顷刻间恢复如初，强，太强了！后天生灵和先天生灵简直不是一个层次。原来这就是黑蛋修炼的感觉吗？怪不得他每次睡觉，仅仅只是本能的吞吐灵气，一呼一吸之间就造成那种恐怖的景象。黑蛋，天地所生，当然也是先天生灵，甚至造化金莲也是，只不过造化金莲没有开灵，要是造化金莲开灵，估计比黑蛋还要恐怖。毕竟先天生灵也是有着层次，蚂蚁和大象相差有多大？而先天生灵之间的差距只会更加恐怖。听说九州公会有道佛大能涅槃，退后天之躯，成就先天道体，恐怖无边，一呼一吸犹如鲸吞天地，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原本的地心也不简单啊！陈宇惊叹，他每天都会刷世界聊天，看看里面的视频。就在3天前，其中一个就是来自九州公会，天生紫气迷雾，必退万里，千里凡土化为灵地。九州公会，听说那种存在足足有着9个，他们也是黄金称号玩家啊！陈宇苦笑一声，要不是没有黄金之上的称号，他可以确信那不是和自己一个层次的。他虽然自信，但是也有着自知之明，自己凭借小松子小白子或许可以跻身上流，但是绝对不是金字塔顶峰的那些人。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自己蜕变的？难道原本的地心也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吗？或许传言的末法时代并不一定真的就是传言啊，那些神话也不一定就是假的。80亿人争夺，不知道有多少人能一窥巅峰。陈宇打开世界聊天，看看今天都有着什么新的热点。还没等陈宇点开今日热度最高的视频，就看到置顶的消息，华夏公会的消息。华夏公会公告，告天下所有迷雾世界中的华夏子民，本华夏公会以运国之法，以开辟万里疆土，命名华夏域，拥有13位功德圣者，8位冰道大能，6位儒道大能，广大华夏子民可以放心前来点击领取传送石。注：传送石可以在迷雾世界华夏疆土与私人庇护所之间来往，仅限华夏人领取。传送石具有绑定功能。王德发，发生了什么？难道我蜕变了300年吗？不对啊，真的只是过去3个小时啊！卧槽！华夏公会憋了个大的，万岁！似乎是因为华夏公会的动作，各国公会纷纷在迷雾世界重新立国，更有甚者，建立了许多新的国家，
或者疆域。就比如华国建立的疆域最多，除了华夏域，还有九州域、神州域、炎黄域这些大域，以及诸多小域。这些小域大多数和陈馀所掌控的宝莲州面积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其他例如天竺国的天竺域、湿婆域、焚天域等等，除了叫得最欢的米利坚，其他大国基本都有自己的大域。但是米利坚的小域数量最多，这些小域组成新的米利坚合众国，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面对华国，依然只能望其项背。看着世界聊天里面的这些，一时间陈宇怀疑自己和他们玩的不是一个游戏。牛逼，他们绝对开挂了，我要举报。叮，玩家苏醒，重新发布系统公告，检测到玩家掌控土地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拥有建立小域的资格，是否建立小域？第103章华日大能隔空对垒。原来是系统公告。陈宇想了想，就没有多做犹豫，当即选择建立系统。建立。叮，恭喜玩家建立小域，获得传送时制作图纸，请为你的小域命名。祖界域。叮，恭喜玩家命名成功，域名祖界域。陈宇查看一番，发现系统又多出一个疆域的功能，功能里面有着人口、林地等各种资源的具体信息，想要查看都可以直接搜索出来。不知道系统这个功能又是什么意思？先后已经出现了排行榜、工会、疆域3个功能，不知道下一次又会出现什么。不过现在陈宇关心的不是下一次系统更新的功能，而是自己是否要领取各个疆域的传送石。作为黄金玩家，很多大域小域自己都可以领取传送石。算了，不要白不要，反正都是免费的，等信仰金身回来，说不定可以让他过去看看。说起信仰金身，陈宇这才想起来，信仰金身还在永夜遗迹呢，不知道咋样了。算了，先不管他，自己看看世界聊天里面都是什么情况。说完把信仰金身的事情抛一边，继续关注世界聊天。什么情况？怎么我今天刚回来，世界就感觉过去了100年一样？妈妈嘞，怎么就开始建国了？确定我们是一起玩的吗？系统，我举报，有人开挂。难受，想哭，我每天还在为1天3顿饭整日忧心忡忡，心神憔悴。你们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前往这些地方，直接住在哪里啊？当然可以，想住多久住多久，没看到传送石吗？来去自由。听说一些大域收购了大量粮食，给自己疆域的永久居住玩家免费提供食物。免费？你确定是免费？怎么可能？食物有多贵，谁不知道？当然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免费，是有条件的。我就说嘛，怎么可能白嫖食物库？嗨，害我白高兴一场，扫兴。有谁知道都是什么条件吗？每个域的条件都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无一例外，免费提供食物的域都包含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倒是说啊，急死个人！快说快说，我看看我能不能白嫖一些。嗨嗨，就是对所在域的官方永久开放自己庇护所位置，所在域的官方可以随意降临。那你溜了，这条件谁肯接受？霸王条款，简直是霸王条款！大家当然都觉得不合理，那是因为大家都是花得起上万木材一个的喇叭，自然不缺食物。但是对于普通玩家，这可是致命的诱惑。说的有道理，毕竟都快饿死了，哪里还会管别人能不能随意降临自己的庇护所？比把自己挂在交易商场里面好多了。黑铁级以上的玩家估计很少会这样选择，但是黑铁级及其以下的普通玩家确实很可能会选择接受。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食物没有喂到外人嘴里，毕竟都永久开放自己的庇护所了，也算是所在域的自己人了。但是一旦签订这个契约就无法更改了，哪怕以后强大了也一样。哎，没办法，都快饿死了，谁还管这些？不错，毕竟已经有很多玩家把自己挂交易商场里面了，和成为别人的奴隶比，区区开放庇护所进出权限完全不值一提。话说，你们领取传送石了吗？目前只有那些大域开放了传送石，小域基本都没有，而且大域也只给本国人开放。华国万岁！我们华国竟然有着13个大域，羡慕！我们这个国家说起来估计都没人记得，别说大域小域了，连黄金称号玩家都没的。华国太恐怖了，那些大能圣者单拎出来一个都是可以开辟一方大域的。羡慕的话说累了，别的不说，9州域的9个州哪一个都不比我们泰国的大域小，为什么华国就能有这么多强者？为什么？我不服，他们绝对作弊了。凭什么我们棒子国一个大域都没有？呵呵，就你们棒子国历史都没我奶奶岁数大，还想着有大域？我发现那些涅槃强者都是有着古老传承的人。是啊，要论传承，华国说第2，谁敢说第1？狗屁！我们棒子国可是宇宙第1，华国只是我们的附属国而已。啊，对，你牛逼！我看域榜上，
你们棒子国连小玉都只不超过5个吧？哈哈。话说，东方国家似乎普遍比西方国家拥有镇压大域的强者要多。咦，好像真的是，尤其是华国、天竺国、小日子国，这个我能证明。我们越南国的3个大域的镇压大能，都曾在华国进修好几十年。卧槽！听你这么一说，我们泰国那个符道大能与2位鬼道大能，似乎都和华国有关系啊！瑟瑟发抖，我似乎发现了了不得的秘密，不会被灭口吧？放心吧，我说一句，除了小日子，其他人都不用担心。哎，你就是小日子啊？那当我没说。八嘎牙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阴阳师和武士道忍者，也是有着大能坐镇的。切，阴阳师，我感觉你还是把你们八岐爹爹叫出来靠谱一点。不可轻敌，狮子搏兔，也需要竭尽全力。我们要提高警惕，争取不给小日子留一针一线。呵呵，你们华国人挺能吹，有本事倒是来杀我啊！呵呵呵，素贞法师、阿弥陀佛、贫僧素贞，功德福道都有些造诣，这就和施主所在大狱狱主切磋一番。Oh my god， 活的大娘！呸呸呸，大能！卧槽！不是大师，你们究竟是什么实力？真能隔空对打呀！我呸呸呸，震惊！白那一素贞法师，他不是30年前就已经98岁寿终正寝寂灭了吗？死！我似乎发现了了不得的事情啊！阿弥陀佛，大师，我从小就与佛有缘，不如今日皈依佛门，拜入大师门下如何？倒反天罡，山崎贤者，哼，小辈狂妄！既然想要比试一番，不如就开着直播如何？倒要看看是谁更胜一筹。素贞法师自无不可。陈宇看着直播链接，当即打起精神，他想要看看这些所谓的涅槃大能到底是什么层次。乖乖，2个大域不知道相隔多少万里，竟然可以隔空对打，究竟是什么层次？九州域，灵山州，第104章，木紫薇的紫薇域。刚刚发生了什么？太高深了，我啥也没看懂。原来我这么菜吗？陈宇茫然地看着关闭的直播，看了看时间，只过去了3分钟，他刚刚直接被硬控了3分钟。但是他啥也没看出来。2个直播，一个百纳伊和尚，一个阴阳师老头，在那里坐了一会，然后嘴角都溢出一丝鲜血。不过阴阳师老头似乎多一点，冷哼一下就关掉了直播，显然输了一筹。可是除了被一股奇异的力量硬控3分钟外，陈宇没有看出其他任何东西。什么想象鲜红的毁天灭地、风起云涌，根本不存在，有的只是静，极致的静。2人仿佛在那里一坐，天地都不敢发出声息。看不懂，真的看不懂。陈宇摇摇头，无奈叹口气，但是也不算没有收获，那就是自己之所以看不懂，绝对是因为差距太大了，大的连对方的背影都看不到。涅槃，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一到迷雾世界就涅槃。他们为什么会涅槃？怎么涅槃的？涅槃是什么鬼东西啊？想起刚刚自己意识似乎都被区一个视频操控，陈宇都感到头皮发麻。涅槃是什么？陈宇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他们这些玩家可以根据这个为分水岭划分2个大层次，前者就是陈宇这种等级一点点提升上来，顶多就是有些机缘等级提升的快一点，后者就是那些人，或者说已经不能称为人。涅槃之后神鬼莫测，单凭自身就能让迷雾避退万里，造化千里领土。陈宇想不出来那是什么实力才能做到这一步，就是小白子几乎只差临门一脚突破到41级，连驱赶迷雾都做不到，更别说让迷雾自动避退了。他们是怎么涅槃的？为什么他们会涅槃？陈宇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归咎可能在地心那个时代他们就已经超凡脱俗，不然的话素贞法师怎么可能活这么久？小日子那个老头他不知道，但是看世界聊天他也了解到，那个素贞法师30年前就死了，死的时候98岁，就算当时是假死的，可是假死后又活了30年，就有些离谱了。大能斗法他看不懂，但是世界聊天他总能看懂吧？卧日，刚刚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明明看了直播间，却什么也没有记住？卧槽，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是这样，我还以为我间歇性失忆症又犯了，原来大家都这样，这也太离谱了吧？为啥我明明看了，却什么也记不住？你们哪算个得？我也看直播了，可是我不仅画面没有记住，脑子里还凭空多出一个大光头，吓死我了！楼上，你快看看，你技能槽或者吐纳术是不是多出什么新东西了？啊？你们都说的啥呀？为啥我听不懂啊？正常现象。我操，兄弟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嘿嘿，奇了怪了，我怎么多出一个金刚吐纳术？不是，兄弟，你真有东西啊？哥们开玩笑的。哟呵，我也有。
我看直播也是没有记住任何画面，但是脑子里多出一朵莲花，一看技能槽，竟然多出一个中品9星的金莲护体。我也有中品7星降魔掌。发生了啥？为啥我脑子里出现一个光头，还对着我笑，说我佛缘深厚，可以领取九州玉灵山州的传送时，说是要收我为弟子啊！离谱，离大谱！我知道，你们都是在和我开玩笑，对不对？你们一定在和我开玩笑。哈哈哈哈，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是的，这个玩笑不好笑，我们换一个吧。哎，为啥你们运气这么好，我就只有一个下品9星的金光罩技能呢？不是，哥们，我收回刚刚那句话，你们不要再刺激我了，行不行？为什么不能多我一个？谣言，都是谣言！大胆妖孽，竟敢妖言惑众！看法宝，兄弟们，看，我真的收到九州玉灵山州的传送石了！哥们，你等等，有诈，绝对有诈！快回来，哥们，快回来！去了就要当和尚啊！对，一辈子都不能吃肉。大哥，兄弟给你跪下了，你回来行不行啊？看见你要发达了，比我死了儿子都难受啊！兄弟们，我到了，我见到素贞大法师了。照片啊，骗子，你果然被骗了，照片里面哪有素贞大法师？没有，假的，一眼盯真，鉴定为假。陈宇看着世界聊天，顿时一愣，不就是看过直播吗？怎么还上演集体失忆了呢？不就是两个老头坐那里，然后心里巴巴对方吗？还被巴巴吐血了，毕竟又没打架。陈宇想着，可不就是心里巴巴吗？不然比谁做的好看吗？还有，这些人怎么睁眼说瞎话？照片里面明明就有素贞大法师，真是对这届网友无语了。看直播还能领悟技能，都是什么鬼？陈宇看着世界聊天，发现自己似乎也看不懂发生了啥。我是谁？我在哪？哦，我是陈宇啊，那没事了，大家不要着急，神不可视，逝者必有福缘。陈宇看着蹦出来的这句话，张了张嘴巴，难道他们真的看不见？突然他心念一动，打开自己的个人面板，他会不会也服你个老登，真是信了你个鬼！陈宇一看个人面板，明明什么都没有，自己的还是自己的，没有多出任何新技能，心吐纳数。看来自己真的只是单纯看得见而已。想了想，陈宇直接归结于自己是先天生灵的原因，这可能就是他可以看见的真正原因吧。看了几个世界聊天的视频，翻了翻公会里面各种论坛，了解了今日一些信息。热度最高的无非就是谁契约了高级血脉宠物，谁因为啥获得了黄金宝箱，谁升到了多少级。见没有什么重要消息，陈宇准备睡觉，明天还要去宝莲州使用区域平民召唤卷轴，到时候少说也有几万人，又是一堆事。卧槽，黑蛋你怎么又回来了？喂，别往被窝里钻。叮，你特别关注的好友发来消息。谁？陈宇看着消息，穆紫薇，紫薇玉，第105章，给翠鸟的娃找个好人家。陈宇交神奥德彪，你们有没有30级以上的战力？我建立紫薇玉遇到了大麻烦，一只38级5星血脉的魔鬼八爪鱼需要清除。我现在手里已经有一只31级6星血脉的冰霜玄，只要你们过来帮我驱逐那东西，我可以用一张城池召唤卷轴作为报酬。附图：城池召唤卷轴，随机召唤一座人族古城池，包括城池中的人。遇到麻烦了，38级5星血脉而已，小松子现在已经35级了，加上冰霜玄龟，想要驱逐魔鬼八爪鱼不难，等于白嫖一座城池召唤卷轴。一座城池怎么说也有小10万人吧，到时候提供的信仰之力也是很庞大的。将小松子收进宠物卡，想了想，把翠鸟也叫过来，直接坐上去。陈宇回复：没问题，我向你发送降临申请了，你同意一下。交神奥德彪，城池召唤卷轴。卧槽，等等，我也去，我去求求我家大爹，一会我就带着我家大爹过去。这让陈宇好奇了，看来奥德彪也有30级以上的宠物，不知道是什么。穆紫薇同意降临申请，紧接着一道白光闪过，陈宇消失在原地。5级城堡建筑，云烟府庭院中，2道白光亮起，奥德彪和陈宇先后降临。奥德彪肩头还坐着一只黑色小星星。陈宇数据眼镜当即就分析出了对方的一些数据，小星星的等级也是让他惊了一下。大力金刚星，等级39，灵值511050，天赋金刚，血脉5星上古金刚猿。陈宇心里暗道，这奥德彪也是深藏不露啊，竟然也有着这么恐怖的宠物。不过看起来似乎忠诚度并没有达到60%，估计是因为超过30级无法使用宠物契约卷轴的原因。但是估计也有着40-50忠诚度了，否则不会跟着奥德彪过来。不过已经能帮忙打怪，
估计距离培养成60%的忠诚度也不远了。哈哈，妹子，城池召唤卷轴，你可得准备好哈！老哥，我奥德彪大帝国的第一座城池，可就看你了。奥德彪高兴地搓搓手。系统功能无障碍交流模式。穆紫薇眼睛发亮，他也戴着数据眼镜，当然也看出了奥德彪肩头的小猴子，悬着的心顿时放下，甚至觉得彻底清除魔鬼八爪鱼也有很大可能。穆紫薇道：“放心吧，焦大哥，如果大家还能为我彻底铲除这只八爪鱼，我还可以额外多给一份城池召唤卷轴。”陈宇眼睛也是亮起来，凭借我们的实力，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凭借他们3人的宠物，一只31级6星血脉冰霜玄龟，一只35级5星血脉战争古树，一只39级5星血脉大力金刚星，想要拿下一只38级5星血脉魔鬼八爪鱼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看着外面的天色，陈宇想起来现在可是晚上，他们可不方便出门。穆紫薇，现在天已经黑了，我们肯定无法离开你的庇护所，怎么才能对付魔鬼八爪鱼？穆紫薇显然早有准备，放心，我们又不需要亲自上，今天我就好好招待2位，咱们一边吃一边看就行。随即拍拍手，几个丫鬟出来，扯掉前面一块红布。陈宇一看，好家伙，一个足足有着2丈宽的大彩电。穆紫薇手里突然出现一个遥控器，紧接着大彩电里面出现画面，先是云烟府，然后视线迅速转移，像是有着什么东西从云烟府飞出去，把画面传播回来。虽然外面漆黑一片，但是传播回来的画面却是非常清晰，只不过是黑白颜色居多。小日子不赖啊，还能看电视。陈宇调侃，毫不客气地走进小亭子，拉出来一张凳子坐，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灵物制作吃食，还有水果。奥德彪早就先一步跑过来，卧槽，这是啥做的？这么好吃！陈宇兄弟，快尝尝这个，这个好吃。穆紫薇换来一只小龟，走过来坐下。你们的宠物跟着冰霜玄龟就行，冰霜玄龟知道那家伙在哪。行，没问题。一个1尺高的小树人从宠物龛里面蹦出来，和小星星一起跟着小乌龟快速离开。灵物等级达到第4境界，都可以自由变化大小，没有任何限制。穆紫薇看着陈宇放出来的依然是上次那只远古树人，这可比对方拿出来一只新的35级宠物更让他惊讶。毕竟他让自己的冰霜玄龟提升到了31级，可是非常清楚花费了多大资源。陈宇，你的鸟挺好看啊。奥德彪一边往嘴里塞东西，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翠鸟，真的太酷了。如今翠鸟20级，卧在地上都比成年马匹高，一身翡翠羽毛极为艳丽。穆紫薇笑道，确实好飒一只坐骑，还是一只飞行坐骑，看样子快突破21级了，真让人羡慕。陈宇眼珠子一转，嘿嘿，你们要是想要，我可以把翠鸟孩子给你们一个。不过，看着陈宇搓着的双手，奥德彪兴奋地询问，还真有？啥价格？兄弟，我啥都不多，就是钱多。穆紫薇撩着刘海，显然也是非常心动。什么等级？有没有血脉？显然他还是比较注重实力的。那你们看吧，这5只是等级最高的，都超过10级，足以载人。陈宇宠物太多了，这些10几级的小鸟自己也照顾不过来，不如从2人手里交一点好东西。而且穆紫薇和奥德彪都是实力派，有钱也不怕委屈了翠鸟的孩子。咋说翠鸟也是自己老员工了，既然卖，也得给他孩子找个好人家不是？穆紫薇和奥德彪看着陈宇显露的面板上5只非常神俊的灵鸟图片，眼睛顿时带着几分惊艳，显然颜值关是过了。颜值一过，陈宇清楚，基本就没问题了。其实他们这么积极购买飞行坐骑，并不是用来打斗的，陈宇也能猜测出来，无非就是在领民面前显胜，拉高自己的逼格而已。奥德彪陈宇不知道，但是穆紫薇能拿出这么多城池召唤卷轴，现在掌控的领地里面绝对有着好几座城池，总不能每次出去都坐着一只大乌龟吧？5只灵鸟都不小，最小的也有成年公狮子大小，毕竟都是第2境界，不像第3境界体型那么庞大，但是载人也没有问题。凭借穆紫薇和奥德彪手里的资源，稍加培养就是20级。黄金鸟，等级13，灵值851，天赋黄金光，技能黄金羽、黄金身、耀光、撕裂、晨光提名，血脉3星黄金鸟血脉，白雪飞燕，等级14，灵值1151，天赋飞雪，技能下雪、扑杀、极寒速冻、风雪飞扑，血脉3星白雪燕，3眼翡翠雀，等级12，灵值651，天赋破妄，技能破妄之瞳、震慑、恐吓、扑杀，血脉3星3眼雀，夜燕，等级13，灵值851，天赋夜之清河，技能惊吓提名、夜影、潜行、夜之杀，血脉3星夜燕，百花鹰，等级14，灵值1151，
天赋百花清河，技能百花杀、繁荣、花商、春之啼，血脉三星百花樱。木子薇，我就要这只吧，你看看这样东西能不能交换？奥德彪，我选这个，刚好昨天开白银宝箱，开出个好东西。第106章巨兽之战。巡天镜、补天石。陈宇惊奇地看着两样东西。木子薇拿着一个小镜子，等你使用了城池召唤卷轴，到时候领地里面肯定会有很多普通人，到时候就会用到这巡天镜。陈宇有些不解，为什么会用到它？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攻击作用，也没有防御作用。木子薇笑道，不仅会用到，而且还会发挥很大作用，你看看它的作用就知道了。陈宇接过巡天镜，查看作用。巡天镜母镜可以探查出生命是否受到黑夜污染而产生异变，并且对于污染生命拥有束缚、镇压、震慑的效果。注：镜子可以与一定区域内所有的人族气运绑定，该区域内人族气运越高，巡天镜威力越大，可分裂的子镜越多。陈宇惊了，不确定地看着木子薇，你用这东西换一只鸟？怎么，我还可以多换一只吗？木子薇眉眼弯弯，笑着打量陈宇。陈宇深吸一口气，神色郑重，说实话，我买卖确实有点小黑，但是我也清楚自己的灵鸟的价值。这巡天镜远比一只灵鸟贵重的多，你要是有什么其他要求，直接说出来，我可以考虑。木子薇摇摇头，就是单纯换一只灵鸟。怎么，你不想换？陈宇有些愕然，看着摊着两手的木子薇，心里有些莫名。他也清楚木子薇这样半卖半赠的原因，就没有推辞。那好，你要那只鸟？这只？木子薇指了指白雪飞燕。行，焦兄，你这补天石也就换一只鸟。陈宇转头看向奥德彪。补天石可以提升遗迹秘境的品质，使其空间变得更加广袤，灵气更加充裕，同时可以令小天地更加完善。嘿，不然嘞，这只黄金鸟现在就是我的了。奥德彪搓着手，仿佛那补天石就是一块路边小石头似的。陈宇心里有点不自然，看着两人，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朋友，只是利益交换而已。可是现在两人白给自己这么大便宜，想起之前自己下起手来可是毫不手软。那我就不客气了。陈宇眼神一松，笑着接过两样东西，把两只鸟交易给两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既然对方有意和自己成为战略上的朋友，自己也不用刻意表现的疏远，毕竟大家相隔不知道多远，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一个可以随时提供战力帮扶的朋友就显得很重要。换了东西，三人便一边说笑，一边观察大彩电上的场景，看来了和巨兽电影似的。木子薇的领地和陈宇不同，木子薇的领地是一个半岛，三面环水，一面是广袤的草原。在头顶似乎有着一层罩子，将这片区域罩起来，并且迷雾同样被驱散，算是纳入了木子薇的掌控，所以建立了一个小域。整个半岛面积一点不比陈宇的宝莲州小，甚至要大上1-2万平方公里，有着近10万平方公里。小棒子国12.3万平方公里。不过林地要比陈宇的宝莲州少太多了，毕竟陈宇的宝莲州可是有着一条下品灵脉，但是木子薇的半岛也是一块上好的土地，一条大河贯穿半岛汇入大海，可以说是千里沃土。而且半岛土地平缓，地质肥沃，非常适合人族繁衍生息，并且早在3天前，这里就出现了10座人族城池，每一座城池人数都不低于10万。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古人，来自历史中各个朝代的百姓，所以都是古装打扮。但是因为召唤来的原因，他们的语言文字都自动统一，并且被系统灌输了一些记忆，比如关于木子薇的身份，他们到了哪里等等，这些可以系统自动灌输，也可以自己在召唤时更改，或者加入新的信息。记忆的灌输方式仿佛仙人入梦，所以这些百姓对此深信不疑。但是至于玩家能对这些人掌控到那种程度，采取什么方式掌控，那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毕竟像是区域平民召唤卷轴、城池召唤卷轴和陈宇一个个购买的奴隶不同，那些奴隶都有奴隶烙印，100%忠于主人，而这些召唤来的就没有这个限制。想要一座城的目的很多，例如采集信仰、采集气运、采集欲念、采集梦境、采集魂肉等等。至于怎么发展，怎么采集更多，使利益最大化，只能说是看玩家自己的需求和本事了。那些能建立域的人，无论是大域还是小域，必然有着对领地有着极高的掌控能力。这掌控能力包含实力的绝对碾压，包含迷雾的驱逐，包含对极端天气的抵御，这种才算被玩家掌控。就比如陈宇福地庇护大阵笼罩的范围，木子薇这个神异光照笼罩的范围。世界频道里面也有通过其他东西的开辟疆域的，例如散发日月之光的日月金轮，镇压一地的古老石碑，带有无尽生机的生命神树，自成一界的世界树幼苗，甚至掌控隔绝迷雾世界的秘境遗迹等等，都算是小域。至于大域，超过90%都是那些大能以自身无上伟力开辟的疆域，
但是还有极少一部分是掌控极为不可思议的东西建立。之前陈宇看到一个视频，就有一个大狱，是一个玩家掌控了一座先天大阵，大阵之内言出法随，甚至借助大阵镇杀一尊让大能流言为之甚重的魔猿。其他大狱不知道是否是大能开辟，还是借助逆天之物，但是还有一个是被人知道的，就是被一只七色巨龙选中的人，并且主动签订灵魂契约，被玩家叫做龙母。有大能流言，巨龙实力还在那魔猿之上，而这个玩家的大狱自然也就是七色巨龙的领地，不知道有几万里。这是所有大狱里面唯二被人知道的以外物掌控一座大狱的，对此其他玩家也只有羡慕的份。陈宇当然也羡慕，毕竟那个层次他连看都看不到，别说掌控了，只能说有些人生来注定就是在罗马的，地心一样，迷雾世界也一样，从来没有所谓的同一条起跑线的说法。到了，木子微眸光一凝，第107章绝对零度。那只魔鬼八爪鱼就在木子微半岛结界外面的水域中，凭借魔鬼八爪鱼的实力，如果想，完全可以有实力打破结界，进入半岛城池里面大肆屠杀，要不然木子微也不会花费力气吃力不讨好的驱赶。但是在有了陈宇和奥德彪的支持后，现在木子微可不打算只是驱赶这么简单了。魔鬼八爪鱼显然感受到了威胁，庞大的触手伸出海面，紧接着露出狰狞的脑袋，凝视着半岛。在上面，他突然感受到威胁又多了2个。原本他是打算今晚深夜去吞噬半岛上那磅礴血气的，可是现在却感受到了很大威胁。不过魔鬼八爪鱼对于自己的实力很自信，而且又在海里，尽管只是近海，这里也是他的主场。强者的威严不容挑衅，仿佛可以触摸到云端的触手，张牙舞爪的示威，在警告陆地上的巨兽。轰隆隆，大地突然震颤起来，大力金刚星率先恢复真身，宛如山峰的身躯横亘在大地上，每次脚步踏出，大地都仿佛发生地震一般，天摇地动。39级5星血脉大力金刚星，虽然比魔鬼八爪鱼等级高了1级，但是在近海主场，魔鬼八爪鱼可是丝毫不惧。可是近海毕竟不是深海，大力金刚星可是金土双属性，脚踏大地，力量无限，哪怕是在近海，力量也丝毫不受影响。大力金刚星显露真身，其他2只巨兽也先后恢复真身。庞大的古树身躯纠缠，一具恐怖的远古树人从地上站起来，遍布黑色木刺的双臂极具威慑力。冰霜玄龟踏地，仰天一声巨吼，身躯虽然比远古树人和大力金刚星矮了1截，可是身为6星血脉，其实丝毫弱。4只巨兽对视，魔鬼八爪鱼眼里明显带着一些惧怕，但是转瞬消失。这只魔鬼八爪鱼别看等级是38级，但是依然没有开灵，野蛮的兽性大于理性。但是八爪鱼本就狡诈，敢斗流，说不定还有着什么支撑着的底气。陈宇看着屏幕，巨兽的威慑与压迫，哪怕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让人呼吸一滞。4只巨兽静静的注视，最终还是大力金刚星打破沉寂，咆哮一声，身体瞬间变得犹如金铁，散发厚重的金色光泽。双脚踏地，大地中的金属涌动，直接从地下涌出，凝聚成一根金属柱。好！大力金刚星抓起金属柱子，迅速向着魔鬼八爪鱼袭击。如果一旦被大力金刚星近身，估计魔鬼八爪鱼不死也要脱层皮。感受到威胁，魔鬼八爪鱼当然不可能让对方靠近，触手反卷，一道水龙卷被搓出来，1分为2， 2分为4， 4分为8，冲上陆地，大地好像被篱笆翻卷，无数草木横折。云烟府中的3人见到这种恐怖的攻击，都是倒吸一口凉气。木子微眼里杀意凛冽，这种破坏力，要是真让对方给陆地来几下，估计我都要再重新挑选一处领土了。放心吧，妹子，我家那代爹也不是吃素的。奥德彪虽然目光有些凝重，但是对于金刚星显然很自信。陈宇沉声道：凭借我们的阵容，驱赶又或者重伤魔鬼八爪鱼都不难，可是在海里，那魔鬼八爪鱼速度极快，要是一心想要逃跑，我们不一定能留下对方。木子微想了想说，那就先由大力金刚星正面牵制，远古树人在一旁干扰，防止魔鬼八爪鱼逃脱，我让冰霜玄龟蓄力，到时候一举将其冰封。只要被冰封住，短时间内魔鬼八爪鱼绝对无法逃脱，到时候你们2人合力将魔鬼八爪鱼打成冰渣。陈宇点头，可以，凭借我和焦兄牵制住魔鬼八爪鱼完全不成问题，若是有机会，说不定都不用冰霜玄龟出手就能解决魔鬼八爪鱼。奥德彪突然惊叫一声，不好，那魔鬼八爪鱼想要逃跑。陈宇，快指挥你的树人拦住。陈宇看着遁入水中急速遁走的魔鬼八爪鱼也是一惊，连忙给小松子下达指令。近海海域，小松子脚下瞬间生长出万千粗壮藤蔓，藤蔓速度极快，还带着极为恐怖的攻击。万藤天怒，藤蔓纠缠，在天空化成一张大网，对着魔鬼八爪鱼直接笼罩过去。哗啦！
海水翻滚，感受到威胁的魔鬼八爪鱼掀起巨浪，想要冲飞藤网，但是那藤网去势不减，直接割裂巨浪，如同一只大手向着水里的八爪鱼抓去。魔鬼八爪鱼还想要故技重施，再次掀起更加恐怖的巨浪拦截，但是一道怒吼咆哮，大力金刚星双拳对着大地一锤，整个近海瞬间爆发大地震，魔鬼八爪鱼的力量顿时紊乱，刚刚升起的巨浪还没解除藤网就扩散，而且在魔鬼八爪鱼的四周升起一根根粗壮的石柱。轰！大浪翻卷，藤网落下去，周围的藤蔓死死绑在柱子上，瞬间将魔鬼八爪鱼牢牢按在地上，并且无数根系从藤网上生长出，扎进地下深处。但是魔鬼八爪鱼毕竟要比远古树人高出3级，藤网一根根崩断，眼看就要挣脱出来。木子薇，让你的玄龟冰封！陈宇目光死死盯着魔鬼八爪鱼，这可是多加的一张城池召唤卷轴，10万以上人口啊！要是被他跑了，今天岂不是损失惨重？放心，我比你急。木子薇凝声联系着冰霜玄龟，砰砰砰，一根根几米粗壮的藤蔓断裂。正当魔鬼鱼挣脱出脑袋，兴奋的想要逃离时，突然无边寒气肆虐，海水顷刻间冻结，魔鬼八爪鱼力量涌动，冰封的海面又化为海浪拍打，冰与水不断的争夺主权。魔鬼八爪鱼一跃而出，窜出藤网，眼里带着凶智，一颗宝蓝珠子升起，冰封的海水瞬间解冻，浪涛滚滚。木子薇眼中一亮，升起喜意，玄龟可以动用那件东西了。冰霜玄龟听到脑海的声音，张嘴吐出一张卡片，全身力量涌入卡片，刹那间，天边一道冰蓝极光升起。第108章青云天生阁。绚丽的冰蓝极光从卡片中散发，眨眼间落在魔鬼八爪鱼刚要脱困的身体上，一层层冰晶凝结，魔鬼八爪鱼的冰雕矗立在海面，刚刚逃脱出来时眼里带着的喜色都没有来得及消失。大力金刚星咆哮一声，手里的金属珠落下，咔嚓，密密麻麻的裂缝在冰雕上蔓延，砰，魔鬼八爪鱼顿时炸成成千上万块。但是系统并没有提示击杀成功的声音。大彩殿前面的3人对视一眼，神色一沉，这都没死。木子薇有些不甘心，要不把那些冰块都搬回来？奥德彪提议。木子薇摇头，散落成这么多，想要搬回来不现实，算了，碎成这个样子，就算不死也重伤。让我试试。陈宇道。木子薇和奥德彪有些诧异，纷纷点头，好，让你们的宠物退远点。3只巨兽所在的近海，冰霜玄龟和大力金刚星撤回到陆地上，独留远古树人和一堆破碎的魔鬼八爪鱼。远古树人褪去树人形态，重新变成战争古树。突然，四周的灵气躁动，猛然间如同被一张大手撕扯，被战争古树吞噬殆尽。水底的鱼群身体瞬间变得干瘪，岸边的花草树木直接枯萎，四周一切生命物体是生机都在被抽离，包括灵气。吞灵绝地，封在冰块里面，一块块魔鬼八爪鱼的躯体疯狂颤抖，想要逃离，可是还在冻结的身躯哪里有行动能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每一块躯体里面的灵气与生机被抽离。38级5星血脉的魔鬼八爪鱼，随便一块躯体蕴含的生机都比战争古树吞噬四周草木鱼群加起来还要多。庞大的生机与灵气涌入，战争古树竟然有着突破的趋势。陈宇见到这种情况，心里暗道一声果然，虽然早有猜测，但是眼里的欣喜依然掩盖不住。木子薇和奥德彪显然也感到非常震惊，没想到战争古树不仅可以变成实力强大的树人，本体竟然还有这种手段。这种手段要是用来破坏其他玩家的领地，恐怖程度堪比被天灾扫荡。吞灵绝地，恐怖如斯。木子薇与奥德彪眼里带着慎重，但是同时也非常高兴，一个强力的盟友可以为他们在这个世界立足多一层保障。就像这次木子薇请2人过来清剿魔鬼八爪鱼，如果请别人，就算花费再大代价，人家恐怕也不一定过来。就是过来，木子薇自己也不放心。没过多久，3人耳边就传来系统提示击杀的声音，毕竟他们3人都参与了。可惜这个世界没有报金币、报经验、报奖励一说，击杀就是单纯的击杀。当然了，系统会记录战绩，但是似乎没啥毛用。海中，战争古树将魔鬼八爪鱼吞噬殆尽，气势猛然大涨，竟然直接突破到了37级。一场巨兽厮杀，陈宇成为唯一的获利者。当然，木子薇也算，毕竟家门口的威胁没有了。对此，木子薇和奥德彪都没有说什么，毕竟人家是靠本事获利的。要不是战争古树灭绝魔鬼八爪鱼的生机，木子薇估计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奥德彪也只能收获一张城池召唤卷轴。魔鬼八爪鱼的死亡，皆大欢喜。陈宇带着2张城池召唤卷轴和补天石巡天镜，以及连升2级的战争古树，心满意足的离开。临走又送了木子薇和奥德彪2人2张宠物卡，
他现在手里和穆雨琪交易的宠物卡已经积攒了不少，他自己也用不了多少。返回到空中花园，陈宇取出补天石，不知道青云天使用后会提升到什么层次。青云天现在陈宇手里唯一的9天，原本就是云图遗迹。青云天里面是辽阔的草原，天高1000米，地广800公里，顶得上好几个宝莲州。但是要论繁荣，青云天除了浓郁的灵气，其他拍马赶不上宝莲州，毕竟青云天只有无尽的灵草。青云天虽然没有灵脉，但是这座原本的云图遗迹就被云兔老祖在遗迹表面镌刻了极为恐怖的大阵，可以汲取虚空种的各种力量，转化成灵气，所以灵气浓郁程度比宝莲州高了好几个档次。如果陈宇使用补天石，说不定那个大阵还能再提高一个层次。到时候青云天也会更加完善，天更高，地更广，说不定可以达到地广1000公里。自己一大堆宠物，包括刚刚升级的小松子，都被赶到青云天，等待接收青云天晋级的福泽。可惜小白子和36个灵气节点的灵物无法享受福泽。这些灵气节点上的灵物，他们可以离开灵气节点，但是他们的实力和灵气节点息息相关，也就是无法单独提升实力，必须和灵气节点一起晋升才行，否则就会失去平衡，造成福地庇护大阵出现紊乱。陈宇看着9天10地大阵阵盘上连接着的青云天，当即把补天石投进去。叮！检测到补天石，玩家是否使用补天石升级青云天？是。阵盘之上画面一转，辽阔的青云天震动。陈宇想了想，连忙把平日里收集的各种种子也投放到青云天里面，毕竟只有青草，看起来未免太过单调。这些各种各样的种子能被陈宇收藏，都是比较珍贵的灵物种子，大部分来自灵岛，是金皇后灵后的子孙采集过来，少部分是交易商场里面用壁炉交换的。现在每天制作的壁炉早已经不用来换木材，但是每天工作台又制作这么多，所以干脆换点其他的东西来丰富陈宇的仓库。这些种子在撒进青云天后，因为青云天的晋级几乎眨眼间落地成熟，甚至直接在空中成熟。花开花落之间，无数种子成熟掉落，又被庞大的灵气潮汐席卷，散落在整个青云天。可惜小白子还有36个灵气节点的灵物都无法享受这次机缘。陈宇对此只能摇头叹息，而他自己则是直接坐到阵盘上面。9天10地大阵阵盘连接9天10地和仙州，是中心的中心。陈宇在阵盘上接受到的福泽绝对比在青云天要更加庞大。这次不知道能突破到几级。第109章战争古树突破。青云天正在迅速扩大，表面古老的阵纹因为补天石的作用也开始演化，变得更加不可捉摸。恐怖的灵气被阵法射入，充斥着整个天地。一棵棵大树拔地而起，全都是灵物，累累硕果，芳香四溢。灵草之中，各种灵花种子洒落，各种颜色的花朵盛开，争奇斗艳。整个青云天变得更加完整。小世界中央，庞大的战争古树笼罩一片区域，尽情的施展吞灵天赋，无数灵气被吞噬，刚刚吞噬一空，下一瞬灵气就又填满这片空间。按照这个节奏，恐怕小松子要领先小白子一步了。陈宇惊叹。此时他所在的9天10地大阵阵盘还没有散发灵气，正在把灵气进一步浓缩，返本还原。如果猜测不错的话，应该是先天灵气。不知道战争古树的血脉能不能进一步突破，如果不行的话，凭借5星血脉想要走得更远，可能就有些吃力了。突破血脉多难，陈宇不认为这单纯的灵气福泽可以让战争古树突破血脉至骨，正常的灵气应该是不行的。那如果是先天灵气呢？陈宇看着身下的阵盘，里面现在已经返本还原了不少先天灵气。这些先天灵气对于他这个先天生灵或许只有提升实力的作用，但是对于普通生灵却是有着难以预估的好处。想了想，陈宇倒是不着急提升自己的实力，毕竟这些先天灵气最多只能让他突破到20级，战力提升有限。但是如果能让小松子追溯本源，打破血脉至骨，突破到6星血脉，那么提升的战力可不是一星半点。如果今天和魔鬼八爪鱼战斗的小松子是6星血脉，绝对可以单杀魔鬼八爪鱼，而且还是很轻松的单杀。虽然这些先天灵气让小松子打破血脉至骨的概率不大，但是有着青云天无尽灵气的填补，以及小世界晋级10天地规则的松动，所以综合下来，小松子打破血脉至骨的成功率还是不小的。想好这些，陈宇就没有再打算吸收先天灵气，而是等到小松子突破40级的一瞬间，一鼓作气把先天灵气都投给他。青云天虽然是独立小天地，但是远没有达到独自演化日夜的能力，而且就算演化，凭借现在的青云天也躲避不了黑夜的侵袭，毕竟就连永夜遗迹这种上个纪元的古老残片都不能躲避黑夜，反而被侵蚀的彻彻底底。此时的青云天依然还是黑夜，只不过因为9天10地阵盘的原因，所以显示的画面比较清楚。青云天里面，小松子气息越来越深厚。小松子想要一鼓作气直接突破40级，对于这次突破看来他很有信心。
陈宇也是松了一口气，毕竟之前他对小松子能否突破40级也只是猜测，现在看小松子的架势，应该是没啥大问题了。突破40级，达到41级就属于第5大境界了。就算是在迷雾森林内部，也是属于顶尖的存在，是执掌万千灵地兴衰的霸主。哪怕到了迷雾森林核心，那也是各大灵地的中流砥柱。如果让迷雾森林内部那些大灵地知道，他们外面竟然出现一位第5境界的强者，绝对不会相信。毕竟迷雾森林外部灵气评级，就是20级的灵物都难以支撑，41级更是天方夜谭。但是如果一旦被他们知道云兔遗迹出现，那么情况就不一定了，甚至会惊动迷雾森林核心区域那些万古不变的顶尖种族。到了那时候，陈宇就会变得非常危险。这也是他一直没有进入迷雾森林内部想法的原因，而是选择在外面一步步打造一个小核心。毕竟就算陈宇进入迷雾森林里面，也分不到什么利益，还会被联手打压出来，倒不如在外面猥琐发育，消化了灵脉之后，带着绝强的实力镇压。青云天之中，战争古树还在积攒，但是其他灵物已经开始突破。最先突破的就是黑蛋，这个丑萌的小水母，连升9级，一跃打破30级的壁垒，突破到31级。而且身形也是开始了第一次增长，之前无论突破多少级，身体都没有任何变化，就是半米高的胖胖小水母模样，一直处于幼年期。现在虽然不像当初战争古树那么夸张的体型，但是身体也开始长开，原本丑萌的香肠嘴消失，黑色的皮肤也变成深紫色，如同深海一样深邃的眼睛，带着如同火焰的黑色眼影。31级，成长期。天地异兽的变化只有幼年期、成长期、成熟期与完全期，只有这4个阶段才会出现明显的体型变化，而且根据各自潜力的不同，达到相应期限的等级也不同。黑蛋30级才到成长期，就算不是顶尖，那也是上等的天赋潜力。在黑蛋突破之后，剩余的众多宠物里，排除小松子这个老妖怪，小黄的潜力是最高的。但是到现在，小黄都还没满月，而且也不是先天生灵，所以成长受到身体的限制，但是也成功突破到了21级，这已经很恐怖了。小黄这只先天开灵的兔子，可是还没有满月呢，更没有血脉支撑，完全是身体的超凡潜力。要是其他灵物，就是有着这么多机缘支撑，也不可能没有满月就达到这个层次。这小黄成长到一定层次，怕不是要独开一脉，创立自己的血脉种族？陈宇惊叹，没有血脉却能达到这种层次，确实很可能开辟一条新的血脉种族。一旦成为一条血脉的源头，在迷雾世界就会成为很可怕的存在，不比黑蛋的上限低。因为青云天的升格带来的福泽，让一众宠物也追上了灵气节点上的灵物，甚至反超。木奇、翠鸟夫妻、河马王、皓月银鱼王、猫耳草等等，虽然没有突破30级，但是也都达到25级以上。至于小松鼠、兔子夫妻、大雁等等，因为潜力的限制，仅仅只是达到20级，这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不过明天一张区域平民召唤卷轴，2张城池召唤卷轴，召唤数十万人口，足以陈宇再多立不少灵神像，甚至让一些潜力低下的宠物打发到宝莲州做祭灵。至于已经有着神位的金皇后灵后、神风暴风行、土拨鼠堂堂等级都达到30级，小田鼠差些，但是也在25级以上。信仰之力在一定程度上，因为转化神躯的原因，对于他们的潜力也有很大提升。只不过他们这一生，随着实力提升，信仰之力对于他们的影响越深，想要抛弃信仰，恐怕只有散掉一身修行，从头再来。战争古树要突破了！陈宇凝神操控着阵盘之中的先天灵气。第110章，青云天的天地规则。青云天一声炸响，无数灵气流光被一扫而空。战争古树一鼓作气，直接从37级打破40级的壁垒，突破到了41级。就在此时，一道完全不同的灵气团出现在战争古树前面。小松子身躯一震，感觉浑身说不出的舒畅，甚至意识中隐隐出现远古之时那擎天立地的远古树人战天斗地的记忆。远古传承，而能觉醒这些远古传承，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血脉突破。这团只存在远古之前的先天灵气，还没有被小松子吸收，就勾出血脉之中的传承。虽然只是远古时期的传承，但是已经足够小松子受益无穷。第5境界41级6星血脉，此时的战争古树微微身躯犹如一座大山，仅仅只是站在那里，就压得一众灵物喘不过气来。翠鸟，卧槽，牛逼！小田鼠，这是松老头。卧槽，小松鼠，你家变成豪华大别墅了。小松鼠，我这家不咋听话，经常闹离家出走，我已经把它休了。土拨鼠，大波波，以后带着弟弟妹妹多多去找松伯玩，知道不？没事就去他那里逛逛，有事也去他那里逛逛。土拨鼠满眼深沉，眼里带着成熟与疲惫。小土拨鼠老大，大波波站在地上，一脸懵逼。大波波，为啥呀？土拨鼠，
让你逛就逛，哪里这么多废话？大波波，哦，二波波，去玩去玩，哥哥带着出去玩喽。三波波一板一眼的背着手。三波波，不如努力修炼，光复家族荣光。小白兔满目柔情的看着小黄。小白兔，老公，你看我们孩子多有出息啊。小灰兔复杂的看着小黄。小灰兔，老婆，要不我们再生一窝？远处，小松子身高已经超过300米，如果化身远古树人，恐怕还要更加恐怖。现在奥德彪的大爹大力金刚星站在小松子身边，就和一个小个子差不多。毕竟大力金刚星身高只有230米，一般第4境界的灵物身躯很难有超过300米的。第5境界也是一样，身躯基本都在400米以下，当然也有例外，有些巨兽可能因为天赋或者血脉原因会拥有更加恐怖的身躯。小松子在突破后，灵气吸收竟然依然在继续。陈宇目光一凝，他明显注意到小松子的灵值没有提升，那这被吸收进入身体里面的灵气都去哪了？不过陈宇没有干扰，他相信小松子有着自己的想法，说不定是得到血脉传承，正在凝练什么秘术也说不定。而且青云天可是一个小世界，一呼一吸之间不知道转化多少灵气，陈宇自然不是在意灵气，只是担心小松子突破太猛，伤到根基而已。毕竟小松子可不是黑蛋这种天地异兽，像是黑蛋这种天地异兽，也就是先天生灵，放在远古之前，先天灵气未消失时，出生最低也是30级，哪怕不修炼都能自然成长到成熟期，达到高阶灵物。不知道小松子现在要做啥？陈宇调控画面，画面一转，陈宇看着青云天中央，整个小世界里面唯一的山峰，也就是补天石所化。补天石似乎沾染了青云天浓郁的草木生机，变得通体如同翡翠一般。显然补天石已经和青云天融为一起，但是陈宇感觉好像青云天因为补天石的弥补，似乎要诞生自己的天地规则了。这让陈宇更加期待，只有诞生天地规则的秘境遗迹才能称得上小天地。可是补天山躁动了片刻，又沉寂下来。不过似乎还需要什么契机，这让陈宇有些皱眉，心里暗自叹息。果然还是青云天的底蕴太低了，毕竟只是云兔老祖炼制储存灵脉的遗迹，甚至单调的只有灵草，唯一拿得出来的也就是表面那种古老残阵，可以隐藏青云天并且吸收虚空里面的力量，转化灵气。陈宇甚至猜测，说不定当初云兔老祖炼制时，里面连那广袤的灵草都没的，只是随手撒了把草籽而已。随着天地一声轻吟，整个青云天也升格完成。陈宇看着9天10地阵盘，上面有着青云天的详细信息。天高3000米，地广1200公里，比陈宇预想的还要大不少。算上这个青云天，陈宇掌控的小域面积已经算是一众小域里面的上等，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等于10个小棒子国。按照青云天这种富饶程度，不知道能养多少人族。可惜陈宇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青云天空置，他手里可没有这么多人族。咦，怎么个事？陈宇一惊，青云天补天石变成的唯一大山，竟然突然又震动起来。陈宇立刻就想到什么，惊喜地看着大山。难道要成功演化青云天的规则了吗？刚刚都要沉寂了，是什么契机引动青云天的？这是小松子！陈宇目瞪口呆。此时小松子背后竟然有着一尊更加恐怖的神树之影。这神树之影不像小松子充满杀伐之气，反而如同造化万物的母树，蕴含无尽生机。生命母兽，陈宇认得，因为在世界聊天里面就有人降临在这神树周围。远远看去，接天连地的一株神树，那是一株神树笼罩的天地。这战争古树难道还和生命母树有着什么联系？陈宇喃喃道。一枚蕴含无尽生机的种子渐渐在战争古树前面凝聚。可是看到种子的时候，陈宇脸色突然变得有些古怪。种子上面怎妖还有小白子的气息？那气息和生命灵液简直一模一样。啊，这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小松子怎么接触这样一个种子？小白子的生命之力，战争古树血脉中的神秘力量，然后就生出一颗生命母树的种子。陈宇头大了，不是，现在不是生命母树不母树的问题，而是小松子他，不对，就是生命母树的问题。卧槽，生命母树的种子！陈宇连忙抬头，惊愕地看着种子。没等他取出种子，种子已经脱离小松子，落在了补天山上。顿时天地色变，浓郁的生命精气喷薄而出，顷刻之间，种子生根发芽，长成一株丈高的小树。咕噜！陈宇瞪着眼睛盯着阵盘上青云天的天地规则。以后青云天或许还可以有个小名，就叫第111章勤劳的小精灵。没想到青云天的规则竟然可以让所有开灵的灵物拥有化为人形小精灵的能力。陈宇感受到青云天的规则，啧啧称奇，看着画面里面，因为青云天的晋级，已经有不少灵物开灵，这些灵物都可以变成小精灵。
大部分花草灵物变成的小精灵只有巴掌大小，树木山石精灵略大，但是最高的精灵也不到1.2米，可能以后会有变化。想了想，陈宇又给青云天取个更合适里面生灵的名字，灵玉，万灵之玉。陈宇摸着下巴，不知道这些小精灵能卖多少钱。这些小精灵本来就是开灵的灵物，可以修炼，而且因为青云天规则化形的原因，比普通灵物天赋要好不少，更加乖巧，也更容易驯化。关键长得都非常可爱，和芭比娃娃似的，绝对能卖个好价钱。陈宇目光危险地看着青云天的小精灵，已经打起贩卖人口的算盘。算了，现在这些小精灵还太少了，整个青云天看起来也只有几百只，等再多些再打算卖吧。想了想，陈宇借助阵盘操控天地之力，直接从里面挑了2个小精灵出来。一朵牡丹花被抓过来时，牡丹花精灵还躲在花里面瑟瑟发抖。一个石头精灵可以融入到自己的石头里面，现在正好奇地探出半个脑袋打量陈宇。2个小精灵都是1级，刚刚诞生灵智，被陈宇送给奥德彪了。这次对方的补天石可是帮了他大忙，现在结出果子就送给他俩玩玩。就是不知道奥德彪这大老粗喜不喜欢这东西。但是别看小精灵小，但是力气可不比成年男子小，就算留在家里打扫卫生也是杠杠的。蛟神奥德彪，兄弟，你咋送来俩芭比娃娃？陈宇，看起来和你挺般配的，送你俩玩玩，可别玩坏了哦。蛟神奥德彪，不是，你说的啥？这小东西看起来都没我2弟大。陈宇，嗨嗨，你脑子里装的啥黄色废料？我是说给你当仆从的，别看这玩意小，干活可是一把好手，以后你的香蕉就交给他们采集都没问题。蛟神奥德彪，嗨嗨，你说的这个啊，不过你这玩意哪里弄的，竟然还是人性智慧生命，我在世界聊天里面都没刷到过。陈宇，我把你给我的补天石给我的秘境升级了，现在秘境成为小世界，可以诞生生命，这就是里面诞生的。蛟神奥德彪 ，Oh my god， 法克游，小世界，蛟神奥德彪，不是兄弟，你还真有秘境。陈宇，一个垃圾秘境，里面除了草啥都没有，我寻思补天石留着也是留着，就给用了。蛟神奥德彪，瞧瞧瞧瞧，什么叫都是草？那可是秘境啊，里面空间少说也得几10公里吧，那可都是地啊。不得不说，你运气真好。陈宇，得了吧，你叫大大能看上这点地盘，你那大力金刚星每天晚上给你蹬自行车，你手里还有海岛图，现在自己的岛屿都扩大好几倍了吧？蛟神奥德彪，嘿嘿，也就是5、60万平方公里而已，算不得啥，算不得啥，也就比你们华国旁边的小棒子大了4、5倍。陈宇，哎，确实不算啥，毕竟我这小世界大了你2倍呢。蛟神奥德彪，蛟神奥德彪，算你小子好运，哼哼，等我今天让我带爹加班蹬自行车，过不了几天就能达到一座比我这岛屿还大的岛屿，你那小世界增加再快，也比不上我岛屿增加的速度，早晚我这岛屿比欧亚大陆还要大，到时候我就是大陆之主，伟大的奥德彪大帝国的大帝。哈哈哈！陈宇，哎呦呦，伟大的奥德彪大帝国的大帝，未来发达了可得赏兄弟一口饭吃。蛟神奥德彪，小意思，香蕉管够。陈宇，哈哈，你先叫你家带爹蹬自行车吧，我去弄俩给木子薇送过去。蛟神奥德彪，嘿嘿嘿，想要拿下木子薇，华国有句古话叫啥来着？啊，对对对，任重而道远。陈宇，滚犊子，那娘们咋呼呼的，我只是觉得都送你俩了，不能厚此菲薄。蛟神奥德彪，我懂我懂，去吧去吧，可怜我只能日夜找我带爹陪伴，人生寂寞如血啊。陈宇，陈宇，明天使用了2张城池召唤卷轴，你直接来个选妃，后宫佳丽3000。蛟神奥德彪，哥可是纯情大男孩，正经人，哥只喜欢顶天立地的大女子。陈宇，陈宇，那你还是等着大力金刚星化形吧，指定顶天立地，拜拜。蛟神奥德彪，思考。陈宇这边又从青云天里面挑选，最终挑出2个满意的小精灵，一朵白色菊花，一朵黄色菊花。联系木子薇，又是一顿巴巴。木子薇，云烟府。木子薇看着桌子上2盆菊花，气得脸皮抽搐，哪有送这东西给人的？你咋不送个棺材过来呢？嘤嘤，2个可爱的菊花小精灵从花朵里面探出小脑袋，这也太可爱了吧！算了，不计较这些了。木子薇哼哼2声，一手抱着一盆菊花，回到房间，从一个粉色的水晶储物柜里面取出2瓶翡翠色的灵液出来。另一边，陈宇撇撇嘴，真是吃力不讨好，别人想从我这里白嫖一个土克拉都要不来呢。哼，下次再给你东西我就是小狗。自己又从青云天里面带出10几个花精灵，装点空中花园，并且让他们每天打扫空中花园，对着小精灵吩咐他们的工作。什么捡落下的枝叶花瓣啊，什么修剪花圃啊，什么每天晒被子啊，什么扫地拖地啊，
什么洗衣做饭啊，什么照顾宠物啊，都交给小精灵。坑坑，有句古话说得好，勤劳是一种美德，一寸光阴一寸金，小家伙们要为了美好未来奋斗，加油吧！牛马！呸！少年！陈宇背着双手，留下一地懵逼的小精灵。刚刚他们没听懂，但是那终身打工的契约卷轴却是清清楚楚地烙在他们脑海里。嘤嘤嘤，我们现在要干啥？嘤嘤嘤，我饿了。嘤嘤嘤，晚上不能吃饭，明天早上找小蜜蜂们，我们可以吃甜甜的蜂蜜。嘤嘤，好耶！我是勤劳的小精灵。清晨，第112章，我成了世界终极大反派。清晨，又是牛马的美好一天，加油，陈宇！陈宇睁开眼睛，打了个哈哈，穿好衣服就从储物柜里面拿出3张卷轴，城池召唤卷轴+2，区域平民召唤卷轴+1，准备动身前往宝莲州。还没等陈宇醒来时，空中花园里面的小精灵就叽叽喳喳起来。快点快点，那边地上落了好大一片梅花瓣，快收拾干净。小兰小兰，别睡了，起来干活了，不然没有甜甜蜜吃。谁家好精灵6点起床啊？我们2个去裁剪东边的花圃，快点快点。小绿小绿，我们2个去采摘一些花，插成花篮放主人屋里吧。翠鸟，这群小精灵好吵，比鸟都能叽喳。哎呀，这里咋有块石头，丑死了。石墨，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要被遗忘在这个角落，孤独终老了吗？陈宇从2楼直接跳下来，走楼梯太麻烦了。翠鸟，我们出发了。来了，主人。陈宇一跃而上，坐在翠鸟背上，前往宝莲州。他脚下的祖界山，因为现在不是在湖边，所以距离大湖有着20公里。而且这20公里的路程可不是青山绿水，而是一片长满椰树和仙人掌的沙漠。这里之前，当初祖界山还是100米高的断崖时，这里只是几十米的湖滩沙地而已。虽然都是沙漠，但是可不代表贫瘠。靠近湖边，湖面的水汽又被祖界山山脉阻隔，形成降雨，3天一小雨，5天一大雨的，有着充裕的水汽形成降雨，自然不会贫瘠，只是沙地的性质，生长的植被不如土地而已。陈宇坐在翠鸟上，第一次以上帝视角欣赏这里。地上都是一簇簇5颜6色的仙人掌，还有零散分布的椰子树，岩石上的地藓、月见草等等，其中还有不少可以积水的池塘，周围草木比较多些，种类也丰富些。至于这里的生物，都是喜欢这种环境自动迁移过来，现在还很少，但是估计慢慢会多些。但是毕竟有着祖界山山脉，想要和另外一边比，是没啥可能了。穿过这片沙地，距离宝莲州还有20-30公里的湖域。这片淡水湖真是不知道多大，听风行说贯穿迷雾森林内外，怎么说也得有着数千公里吧。陈宇看着远处苍茫的天边被一道屏障阻隔，外面迷雾笼罩的世界，里面则是天地清明。等会到了宝莲州，把区域平民降临的面积摊开到整个宝莲州好了，免得一些区域太过荒凉，给他们发展的空间大一些。区域平民召唤卷轴100乘以100公里的范围，只是历史中国度的地域范围，但是降临时，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将它们浓缩或者拉伸到一定区域内。翠鸟就在这个山谷停下来，陈宇停在天空中，看着下面的造化金莲诞生的山谷，不对，现在不能说是山谷了，应该是盆地。系统使用区域平民召唤卷轴，将降临范围拉到整个宝莲州。丁，是否确定使用区域平民召唤卷轴？是。丁，恭喜玩家召唤大唐平民。系统自动将平民聚集在村、镇、城3级之中。此次召唤人口总数 37.76 万人，城池1座，共12万人口；城镇4座，共20万人口；村寨192座，共57600人口。是否随即散布到整个宝莲州？村子随机散落，城镇分布在盆地外面4个方向，城池分布在宝莲湖旁边。丁，恭喜玩家成功使用区域平民召唤卷轴，接近200道白光，顷刻间从陈宇手中破碎的卷轴中降临到宝莲州。丁，恭喜玩家领民超过1万，成功解锁领主功能。宝莲州上，一座座古朴的村寨拔地而起，矗立在到处都是参天古树与凶兽的大地上。这些村镇降临的地方都是系统选择的危险程度最小的地方，周围灵物等级并不高，但是就算只是 0.10 值的0级灵物，对于这些普通人也有着致命威胁。好在系统召唤时，不仅把散落的百姓聚集到村镇城寨中，还竖起了围墙，哪怕最小的村寨，围墙都有5-6米高。紧接着2道城池召唤卷轴又被使用，一个城池15万人口，一个城池14万人口，被陈宇安排在了盆地外面，东西2个方向。下面就专门挑选一些宠物，让这些村镇供奉。4只原本就存在的风行等宠物，刚好被安排给4个城镇，独享数万人信仰。至于陈宇的信仰金身，自然是占据3座人口10几万的大城，
为此，陈宇又铸造了2个信仰金身，一个以净眼灵泉为基础，一个以另一种节点灵物青苍云为基础。但是现在的陈宇不过10几级，哪怕3个信仰金身，肯定也用不了这么多信仰之力。而且陈宇也不管事，所以干脆给自己安排一堆宠物当做属神，还有从那些拥有奴仆烙印的人里面挑选的资质不错的侍者来传播自己的信仰。作为9天10地大阵阵盘的主人，陈宇在这里也是相当于主宰的存在。先周上一些忠诚度超过 60% 的宠物，被一道红光笼罩，发配到各个村寨里面，一边接受供奉和信仰，一边帮助村民抵御危险。同时这些宠物也可以挑选一些人，赐予他们力量来更好的发展人口。可以把时间调整了。陈宇的9天10地大阵，10地的时间可以调整到最快外界1日，里面1年。要不了多久，宝莲州上的百姓就会彻底适应，过不了2月，老一辈差不多是去，新一代彻底成为本土居民。唉，可惜系统设置了限制，不给钻空子的机会，玩家不能进入里面。不然我本体进去修炼，直接闭关几个月，在里面就是几十年，凭借自己先天生灵的天赋，出来还不嘎嘎牛逼？陈宇叹息。当然了，就算陈宇可以进去，想要无敌也是不可能，毕竟宝莲州的灵气在哪里摆着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那稀薄的灵气注定是有着上限的。虽然宝莲州灵气稀薄，但是毕竟有着一条下品灵脉，为了防止出现超脱自己掌控的力量，借助9天10地大阵，直接给他们设置一条上限，20级。20级后就给他们来个雷劫。当然了，这雷劫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我看看潜力心性合格的先劈个半死，然后擦边过了降下造化灵液恢复，并且改造根骨提升潜力。至于残暴没啥潜力的，或者不服管教没啥眼力劲，想着战天斗地的，干脆一下子劈死回归天地算了，吃我的喝我的还想斗我，哼哼。那些通过的再让他们发个誓，暗中使用契约卷轴，以天地名义显化，让他们终身臣服签订契约。什么感恩创世神开天辟地孕育众生，什么忠于天地意志爱护天地众生永不背叛啥的，这样就算他们心思变化，有着这系统执行的契约，他们的攻击无用，算计毫无遮拦，只能老老实实当个奴仆，不老实直接捏死。签了卖身契也不用自己管，让他们升入青云天得了，上限设置到30级。等以后自己底蕴再高点，再把上限提，自己没事少露面，有事直接以天地意志的身份出现，安排任务让他们做行了。一顿操作猛如虎，陈宇骑着翠鸟就溜走。转眼间5日过去，宝莲州西荒荒石村第113章。宝莲州荒石村，快回来，你们几个快点，马上就回到村子了，大家再撑一会，回到村子就安全了。奶奶的，这些鬼哭猫头长得还没我蛋大，竟然这么恐怖。石铁柱骂骂咧咧地爬起来。石铁柱，赶紧走，别和这些东西硬碰硬。石大树连忙拉起铁柱。一队人一共7个，现在只有3个是一个狩猎队的，都是荒石村的。他们村子每个月要给孩子准备一次洗礼，他们今天就是出来猎杀凶兽的。因为冒险采集一样宝药，遭遇到了鬼哭猫头，不仅凶兽丢了，还丢了4条人命，现在情况也是危险万分，一不小心可能就全军覆没。石铁柱在队伍中间，怀里揣着一件东西，此时也是焦急万分，只能期待尽早回到荒石村。队长石峰大喊，一刀将后面3只扑上来的鬼哭猫头劈成2半。快走！这鬼哭猫头别看长得毛茸茸的，看起来像一个猫脑袋，但是却长着一张鬼脸，裂开的嘴占据半个脑袋。单个来说，鬼哭猫头非常弱，是连1点灵值都没有灵级灵物，但是他们都是群居，一旦遇到，少则上百，多则成千上万。如果被包围，基本十死无生，也只有祭灵神大人以及大祭司才能对抗。他们荒石村是一个小村子，人口仅仅只有200多人，5年来死了不少，但是和5年前比还多了不少。毕竟虽然危险，但是粮食敞开吃，根本不用担心饿肚子。村里开垦了上百亩地，种植的小麦1月1茬，1亩就是2000斤，所以家家户户都卯足了劲生，为的就是生出个资质好的，将来得到祭灵神大人点化，修炼有成，守护村子。这些普通人的修炼和陈宇他们玩家可不一样，他们不能上来就吞吐灵气，学习炼气，也不能吃东西就能增加灵值，直接获得灵气。他们都是依靠祭灵神赐予的神纹，炼化凶兽宝药精气，进行淬体，将身体筋骨皮膜、5脏6腑都淬炼一遍。有灵性的才可能有着1%的概率领悟存气吐纳。荒石村唯一一个达到这种境界的，除了神秘不可测的祭灵神大人，就是大祭司了。快，那些鬼东西要追上来了！石峰焦急的呐喊。啊呜！一只鬼哭猫头突然从草丛里面窜出来，满是獠牙的嘴巴直接咬住石铁柱的小腿。啊！石铁柱惨叫一声，一个踉跄摔倒。
石大树连忙上来扶起石铁柱，脸色焦急地看着鬼哭猫头。鬼哭猫头那一嘴和钉子一样的獠牙，一旦被咬住，就很难扯下来，除非舍掉一块肉。石铁柱知道自己被咬中小腿，不管怎么样，今天是逃不掉了，于是把怀里的东西取出来，塞给石大树，一把推开石大树，带着东西，快走！说完不顾阻拦，拐着腿直接留在后面，和扑上来的鬼哭猫头厮杀。铁柱！石大树大吼一声，死死抓着手里的东西。队长，快带着大树走！石铁柱挥舞大刀，顷刻间被鬼哭猫头淹没。石峰抓住大树，走！可是没跑2分钟，石峰瞬间停下来。怎么了？石大树擦了擦眼泪。石峰沉默了2秒，没路了。没路了。石大树愣愣地看着前面。一堆鬼哭猫头从灌木丛里面出来。石峰看着后面，深吸一口气。大树，村子能不能有人走出大荒，能不能前往博个未来，就靠你了。峰哥，你要干嘛？石大树心里不安，看着揣在怀里的东西，又低头咬了咬牙。放心，峰哥，大家不会白死的。不会的。石峰安心的笑了笑，替我看看浩儿那小子的未来。石峰身体突然燃烧起来，那火焰是血红色的，粉身碎骨的痛不断的摧残着他的意志。我拦住他们，大树，走！是。石大树单膝跪地，从石峰开辟的口子里面冲了出去。血色火焰在背后蒸腾，伴随着撕心裂肺的惨叫与血肉撕裂的呐喊。在石大树离开几10米后，身后一声炸响，轰！强大的冲击波将石大树震飞出去，碎石树枝在身上划出一道道伤痕。石大树咬了咬牙，看着怀里仅仅只有鸡蛋大小的灵芝，身体顿时燃起希望，裹紧东西站起来继续跑，闷头向着荒石村赶去。这是一颗沾染了造化之气的灵芝，哪怕在整个宝莲州都是至宝，如果传出消息，恐怕会引起大城的争夺。不知道跑了多久，迷迷糊糊间，他听到一声大树叔叔，然后就倒地不起。荒石村一块丈高青色神石前面躺着一个遍体鳞伤的汉子，灵光丝丝缕缕的从青色神石上落下，融入地上的身影里面。青色神石就是荒石村的祭灵神，一个仅有9级的灵物。但是别小看9级，就是因为青石祭灵神的庇护，守护了村子5000多平方米的土地，还有外面100亩良田。5年来，没有任何凶兽敢闯进村子。要知道，陈宇可没有提供什么帮助，都是这些宠物自己打拼的。陈宇就负责收税，也就是院里猪。现在的宝莲州虽然经过时间加速，有了5年发展，但是3级以上灵物依然非常稀少。大部分灵物都和陈宇遇到的翠鸟、小田鼠、小松鼠一样，潜力低下，都是3级以下，哪怕再给他们10年8年也是一样。所以青石祭灵神已经是这片土地上非常牛逼的存在。毕竟青石祭灵神也是有着一星血脉的，还是有着背景的，就是灵气节点上那颗大青石退下的一块石头开灵。青石神纹在周围几个村子也是很厉害的，虽然青石祭灵神没有出去过，但是其他村子的祭灵神从来不敢冒犯。宝莲州因为下品灵脉和时间加速的原因，所以已经彻底消化下品灵脉，变得更加广袤，面积增加了差不多又有几10倍，可以说是地广千里，只比灵域、青云天小了一截。只不过因为陈宇把下品灵脉的灵气分散了，所以并没有4星的灵地，最高也只有3星灵地，还被陈宇用阵法封锁成秘境。大树叔叔，大树叔叔，你醒了！村长，大树叔叔醒了！小奶娃兴奋地跑到一个老头前面。大树，怎么样？老头驼着背，担忧地看着石板上躺着的石大树。石大树哽咽，村长，我对不起大家。村长叹息，安慰一声，没事，大家都没怪你，5年来都习惯了。周围一群妇孺默默抹着眼泪。村子，浩儿，有望了。石大树看着小奶娃，眼神软下来。高天之上，祖界山上的空中花园，陈宇看着阵盘中的画面，那个奶娃是在宝莲州诞生的本土生灵。当初诞生时，差点把陈宇眼珠子惊出来。他是9天10地大阵检测出来的，天赋最好的，甚至远远高出宝莲州所有生命一大截。当初宝莲州的气运都波动，甚至暴涨10多倍，所有气运都向着小家伙聚拢，但是直接让陈宇借助9天10地大阵把气运打散，重新分到整个宝莲州，当然也包括这个奶娃带来的气运。被陈宇操打散的，除了气运，还有一身超绝的天赋，散给了3000新生命。目前宝莲州不需要这样牛逼的。陈宇目光悠悠，他也需要时间。时间到了，他会亲自给小奶娃安排命运，一点点收回气运与根骨。只不过宝莲州还需要发展，他也需要发展。如果宝莲州出现太牛逼的，就可能恐怖到最后宝莲州还没来得及发展，就被夺尽天下灵机，化为废土，
刚刚孕育的唯一实地直接宣告报废。小子，先正常当个小孩吧，好歹有个完整童年。小白兔，什么？族里竟然出了这种事！小白兔，怎么办？怎么办？老公，我们怎么办？我们一定要回去支援。小灰兔，算了吧，当初他们把我们赶出来，可是丝毫不留情面，现在想起我们了。小白兔，你不回去，那我一个兔回去。小灰兔，不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为了他。小白兔，你怎么能这么想？小灰兔，素素，我已经接受孩子了，但是你不要太过分了。小白兔，好，那我自己去。小灰兔，你，好，走吧，都走吧。第114章云秋。陈宇蹲在窗台上吃瓜。小灰兔，素素，我已经接受孩子了，但是你不要太过分了。小白兔，好，那我自己去。小灰兔，你，好，走吧，都走吧。小灰兔颓废地窝在灵草窝里，看着离去的小白兔。我哪里比不上他？哪里比不上他？就因为他是族长之子吗？可是他那废物，开灵都是服用宝药，一辈子都突破不了3级。他就算是族长之子，又能给你什么生活？我当初为了你，自愿放弃留在祖地。他那个窝囊废做了什么？自己留在祖地都是靠着父亲的关系，和你一起出来，所有收集的修炼资源都给你，凭什么？凭什么你就是忘不了他？孩子我接受了，你偷偷资助他，资源我早就知道，但是我都没说。为什么你还要这样？我们一起待在这里，生活一辈子不好吗？为什么还要去见他？既然你忘不了他，当初为什么还同意我？曾经的云兔骄子，老祖宗钦定的备选传承者之一，人生第一次感觉到了失败，哪怕当初族里那么多同族嘲笑3年修炼丝毫没有精进，他都依然笑嘻嘻的。可是现在，小灰兔2只耳朵耷拉着，看着离开小白兔抽泣。云兔灵地发生什么了？陈宇走过来问。小灰兔抬头，搓着耷拉的耳朵，把眼泪擦干。是无尽沙漠里面的流浪者，进入迷雾森林外围抢夺资源。陈宇点头，实力怎么样？小灰兔道：一个20级，2个19级，虽然远比云兔灵地强，但是只要交出一部分资源，他们就会离开，没有什么事。哦，要不我们跟上去偷偷看看？小灰兔耷拉的耳朵盖住眼睛。怎么，你不想去吗？10分钟后，岛屿边缘，叶柄部位。现在的叶柄岛足足有着好几公里长，延伸向陆地。虽然因为扩张的原因，湖水的距离也扩张了不少，但是距离陆地依然不足1公里。大部分陈宇的宠物们离开都是从这里，这里也是福地宝树小白子唯一留存的通道。当然了，需要身份验证的。一道翠光扫描着陈宇和小灰兔，空间传来一阵声音：主人，你要出去。小白子惊讶道：他主人可是死宅，惜命的要死，怎么现在想着出去了？对，陪小灰兔去看看云兔灵地，族里出了一些事。陈宇道：哦，那主人不带着老松？陈宇自信地拍拍胸：嗨，别小瞧你主人我啊，怎么说我也是16级，还是先天生灵，就是遇到比我高一个大境界都没啥问题。更何况这迷雾森林外围顶多就是有着20级的灵地老祖，再不然就是100年不遇的放逐者。就是又出来一个放逐者，你主人我也是单挑轻松拿捏。再说了，100年不遇的放逐者还能连着几天就让我给遇到俩喽？小白子心里嘀嘀咕咕。小白子，切，到云兔灵地就8、9公里，都出不了老松的感知范围，出了事老松直接秒到，主人可真装。陈宇听到自家宠物腹诽自己，白了一眼就离开。这次出来没有带皓月银鱼王，所以只能划船了。好在周围停泊着几艘小木船，都是宠物用来出行用的，而且还有船夫，一个2代土拨鼠，不愿意做祭灵神的3波波。这次回去，小灰兔实力也不弱，放在云兔灵地，那也是老祖1级的兔子。要不是曾经耽搁了修炼的最佳时候，上次青云天晋升，估计也突破到21级了。至于小白兔，天赋就差了好多。当初陈宇第一次遇到时，比小灰兔强，看来就是因为小灰兔搜集的资源给小白兔用了。仙洲岛和宝莲洲周围的湖水都是没有结冰的，所以并不耽误划船。一上岸，呼啸的寒风直接冲刺过来，和对着人哐哐扇耳光似的。虽然陈宇没有带着小松子出来，但是身上装备可是一样没有落下。苍冥3件套，苍冥铠甲，苍冥长枪，苍冥弓，有着这3样东西，加上陈宇的实力，还不是横着走。对了，你儿子小黄呢？其他的兔子虽然去宝莲洲当祭灵神了，但是我记得小黄还在你们身边啊。小灰兔刚刚好一点的心情，听到这话又是一通，直接缩成一团。对，陈宇一看，不用说也知道小黄去哪了，被老妈带着认亲爹去了呗。嘿，我这暴脾气，要不要考虑吃麻辣兔头？陈宇问。小灰兔吓得一激灵，主人，这是我的事，我会处理好的。陈宇笑道，对，那你处理家事，我去云兔灵地掳来一些小兔子，好补充宝莲洲。
最近几只小兔子守护的村寨，5年人口翻了好几倍。接下来再过几天，要不就是分村，要不就是建镇，不管咋说都要不少手下，刚好去你老家多撸点。小灰兔闻言翻个白眼，这才是主人的真实目的吧？害我白感动一场。三波，干得不错，赏你的。陈宇丢给三波波一张灵气节点秘境3天入场券，当作打赏。谢谢大老爷。三波波惊喜地收起入场券。现在的祖界山可不是什么宠物或者灵物，想进就进的，像是一些2代以及一些陈宇不熟悉的，基本靠近不了祖界山。至于灵气节点，也被陈宇让小白子封锁成为秘境，想要进入需要打工或者天赋好的，每月可以领1张券。船夫三波波靠近陆地，把小木船稳稳地停下，小小的土拨鼠抓着船桨，站得笔直，大喊：大老爷一路平安。灵物开灵属于超凡智慧生命，可以学习各种语言，现在宝莲州、仙州、灵域经过时间加速，语言已经普及。先去小松鼠老家，把上次带不走的开灵栗子树挖走。陈宇来到栗子树前，看着高大的栗子树，想起自己第一桶金还是靠栗子黑嗨嗨赚的。栗子树很大，几十米高，陈宇亲自挖是不可能的，当即仰头对着天空大喊：小松子，把这3棵树打包带走，种空中花园里。空中花园，一棵把自己栽到盆栽里面的小松树无语地看着它主人。虚空一震，开灵栗子树上空一道空间裂缝出现，一只藤蔓缠绕的大手直接把3棵开灵栗子树薅走。陈宇看着地上3个坑和上空刚刚合上的空间裂缝，咽了口唾沫。咕噜，太残暴了！乖乖，41级竟然可以撕裂空间了。我说之前要带着小松子，他怎么说不屑地说千里之内秒到呢？10几分钟后，主人，这里就是云兔林地云丘。第115章月桂树树苗。一道光幕笼罩云丘，外面3只巨兽气势汹汹。沙泉老大，好家伙，翅膀硬了是吧？我劝你们赶紧交出资源，否则等我们进去，有你们好果子吃。沙虎老二，给他们好果子吃。杀猪老三，对，要好果子吃。沙泉老大，闭嘴，你们2个蠢货。沙虎老二，教训他们这群蠢货。杀猪老三，对，我们要吃蠢货。砰砰，瞪着智慧之眼的黄毛二哈，2脚踹飞沙狐和杀猪，和这2个傻逼一起，真是有辱自己睿智的形象。沙泉老大，竟然还不关闭阵法是吧？等我进去，把你们一个个都生吞活剥。沙狐和杀猪一点也不痛，屁颠屁颠的又跑回来。沙狐老二，把他们生剥活吐了。杀猪老三，对，生吞活剥。咦，老大，生吞不好吃啊。沙泉老大，滚粗。兔老太，3位，今天天气不错，已安葬。兔老太就是云兔灵地的老祖，20级，虽然云兔灵地早就没落，但是一些底蕴还是有的。原本兔老太是不会和沙漠3傻硬碰硬，付出一些资源总比动用底蕴好得多。但是今天一早，小白兔素素和他儿子小黄的出现，让兔老太惊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当初考核排名倒数第2，仅仅只在族长大公子之上的素素，现在竟然达到19级，不可思议！兔老太震惊。更加恐怖的是，居然还带回来一个21级的儿子。他儿子才多大？兔老太激动。虽然这个小黄对于他们不太友好，看起来像是小白兔素素强拉着来的，但是改变不了自己是云兔一族的事实。2个强援的到来，一下子让兔老太支棱起来。兔老太暗自心里抹着眼泪。兔老太，哎，终于可以安心的死了。兔老太其实早就该死了，只不过临近油尽灯枯的时候，使用秘法把自己封印在千载玄冰棺里面，冻结了生命，才活到现在。但是被冻结在玄冰棺里面的痛苦，几乎把兔老太折磨疯。那种痛苦，只有经历过才知道。兔老太是真的太想死。看着素素和小黄，兔老太一脸满意。虽然不知道素素和小黄有啥机缘，小黄看起来更是不会留在云兔林地的样子，但是留住素素准能成，有着小黄老妈留守林地已经足够了。再说了，有着他老妈在，真有危险不怕小黄不出手，而且就算不出手也没有关系，只要把小黄突破到第3境界21级的消息传出去，无论是无尽沙漠的劫匪，还是附近的各大林地，都会忌惮，至少可以给云兔林地带来几十年安稳。还有这素素镇压林地，足够培养新一代了。兔老太算盘打得噼啪作响，陈宇在一边偷窥得清清楚楚。不过偷窥兔老太心声的陈宇突然有了新打算。那千载玄冰棺是个什么玩意？不如拿过来看看。要不去云兔的宝库逛一逛，看看都有啥好东西，好歹当初也发达过。不过咋进去呢？呼叫小松子。片刻后，一道空间裂缝出现，陈宇留下小灰兔，自己一人扎进去。小灰兔到底还是放心不下媳妇。再出现就是一个石室，周围架子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各种灵物资源，大部分都是上了年份的宝药。
而且还都是培育在花盆里面的。花盆不一般，里面都是灵气氤氲的灵壤，那花盆上面似乎也有着阵法，可以聚集灵气，并且转化为生命精气培育宝药。整个石室似乎也建立在灵地中灵气最浓郁的地方，加上云兔利用一些手段，石室内的灵气浓郁，堪比3星灵地。陈宇看着那些鲜活的宝药，两眼放光。他毕竟发展的比较快，底蕴上还是有着很大不足。虽然有着一座庞大的4星灵地仙州，但是宝药未开灵，基本都是出生，和这房间里面的宝药完全不能比。神异花盆里面宝药，少说都是50年起步，不愧是100年种族，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陈宇感叹，云兔一族本来就擅长种植宝药。看着货架上灵光四溢的宝药，陈宇思索，或许还可以把小灰兔安排在这里，以后给仙州宝莲州输送点兔材，在仙州上开辟一些药园，雇佣一些兔子打理也不错。先不想这些，先把上面的宝药，管它好的差的，通通打包带走。这些药材虽然栽在花盆里面，但是灵性惊人，生命旺盛，那花盆的作用甚至比灵田方块都要好。看到陈宇心里直痒痒。可惜小松子感知到这宝药密库，但是对于那些传承密库却是感知不到。好在那股极寒之力也是极为扎眼，等自己收拾了这些宝药，就把那老兔子的棺材偷了。呲溜，还有10多株100年宝药，这些宝药都是上了年份的，就算自己不吃，用来培养宠物也不错。而且在密库中央，一个几乎如同水缸一样的巨大花盆里面，还栽着一株3尺小树，傻子都看得出，这指定是最珍贵的，哪怕上面光秃秃的，只有3、5片叶子。月桂树苗，濒死。介绍：月桂树子株由一座小世界耗尽潜力孕育而出，先天灵物。作用：月桂叶可以让生灵凝聚灵月宝体，因为本源匮乏，已经无法获得，只能提升一定实力，对于根骨有着一定改善。注：云兔老祖崛起之物，因为被云兔老祖吸收大量本源而濒临死亡，后被云兔一族采集月桂叶，多次拯救云兔灭族风险，是保证云兔一族传承不绝的底蕴。如今月桂叶因为本源匮乏，也无法让云兔一次性突破到21级，最多只能提升到20级，无法突破到第3境界。根据玩家情况备注。选择1，消耗3枚异宝月华珠，可以将濒死状态改变为虚弱，可以凝结出让灵物突破到21级的月桂叶。选择2，消耗3枚异宝月华珠，3滴造化灵液，小白子消耗10万灵值凝聚，可以将濒死状态改变为健康，月桂叶有着极小概率使生灵获得残缺灵月宝体。选择3，消耗3枚异宝月华珠，3滴造化灵液，一条中等灵脉，可以使月桂树补全根基，恢复成长能力。月桂叶拥有小概率使生灵获得残缺灵月宝体。选择4，一条上等灵脉，可以使月桂树度过幼年期，进入成长期。月桂叶可以让生灵小概率获得完整灵月宝体。特注：红色加粗，成长期月桂树可以充当7级建筑灵府所需的上等巨灵之物，成熟期月桂树可以充当超等巨灵之物。咕噜，乖乖，不得了了！陈宇两眼放光。小松子，搬家。